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爆款影视剧原著小说全文放送，宝子们先订阅后看，暴富暴瘦暴美丽。烈日炎炎，蝉鸣声响破天际。旭日中学2楼的某间教室，陈明旭站在讲台上，拿着把教用3角尺讲课，上衣被汗水打湿了大半，空气热得像是要冒出泡，天花板上的风扇运作着，发出很大的声响。在这高温下，吹出来的风似乎都是滚烫的，底下的学生也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他不免有些暴躁。看黑板，注意到坐在第3排女生的状态，陈明旭稍稍皱了眉，尺子拍打黑板的力道加重，听见没有？看黑板。几个即将睡着的学生猛地清醒，睁大迷蒙的眼，逼迫自己看向黑板。女生仿佛没听见，依然低着头，拿着铅笔在纸上涂涂画画。她长着张漂亮而无害的脸，因为年龄尚小，还有些稚嫩，更显得可爱。坐姿端正，气质恬静温和，看上去就是那种老师最喜欢的听话学生。排开此时，他把讲台上的老师当成空气的行为。陈明旭的眉头皱得更深，嘴里继续念叨着：角1等于角2，角3等于108度。见题目都快读完了，他还没有要抬起头的征兆。陈明旭忍了半天的怒火瞬间上了头，重重地把3角尺拍在桌上，塑料尺和木桌撞击，发出巨大的声响。这声音吓得全班同时瑟缩了下，接踵而来的一声怒吼更是让气氛变得僵硬。桑稚。被点到名的桑稚抬起头看了陈明旭2秒，而后把手中的笔放下，自觉站了起来。陈明旭按捺着脾气道：我刚刚说什么了？桑稚看了眼黑板上的图，神情平静。角4等于72度。习惯了他任何时刻都这么一副乖乖学生的模样，陈明旭这次没再被骗到，又拿尺子拍了拍桌面，冷笑道：我还没讲到呢。桑稚开始觉得有点棘手。那您叫我起来是？陈明旭反问。你说我叫你起来做什么？桑稚思索了几秒，猜测着。您是不会吗？陈明旭。桑稚。那您叫我起来是让我教你吗？陈明旭。我知道了。桑稚了然，看向黑板，因为角1等于角2，所以 AB 平行于 CD， 两直线平行，同旁内角互补。陈明旭忍无可忍。你这么厉害，我这老师的位置给你当成不？被他打断了话，桑稚的神情多了几丝茫然，嘴唇张了张，几秒后才迟疑着说：可我不能抢您的饭碗呀。场面安静几秒，全班哄堂大笑。陈明旭火冒3丈。别吵，给我安静点。半大的孩子们依然满脸的笑，教室变得像菜市场一样闹腾，后排有几个少年还笑嘻嘻地起哄着：老师，我觉得可以啊，让桑稚带我们班吧。那是不是就可以不写作业了呀？我能不能直接不来上学？陈明旭大吼。闭嘴。桑稚。陈明旭重新看向桑稚，呼吸声加重，想让自己不要太失态，最终还是被他气得直咆哮：明天把你家长叫过来。下课铃响，陈明旭板着脸，头也不回地出了教室。恰好是最后一节课，大多数同学提前收拾好东西，扎堆离开，你怎么又惹尘秃头了呀？朋友殷真如一打铃便往他的位置凑，你不知道他有事没事就喜欢请家长吗？这个月才过半，你妈妈都来了2次了。桑稚把桌上的本子塞进书包里，用力拉上拉链。我都不知道我哪惹他了。殷真如瞪大眼。你不知道？桑稚的模样烦躁，嘀咕着。我不是回答上了吗？你那回答不是故意找揍吗？殷真如笑出声，还什么那我不能抢您的饭碗？别说他了，是我也想揍你。桑稚低哼一声。那你跟他一样，都不可理喻。哎，讲真的。殷真如说，你怎么不听课啊？而且还老被抓到。你不觉得秃头说话像在催眠吗？桑稚背上书包，打了个哈欠。我要是认真听，不找点事做，那我肯定就睡着了呀。有点道理。殷真如还想些什么，余光注意到校门口站着的几个男生，他话锋一转，提起另一件事情。对了，你去不去书店？桑稚瞥他。去干嘛？殷真如解释。傅正初约你呀，还有6班的几个男的，咱们一起去。桑稚又问了一遍。去干嘛？说是。殷真如想了想，买皇后熊。皇后熊是什么玩意儿？桑稚沉默几秒。王后熊。殷真如。对，去不去呀？桑稚。不去。为什么呀？殷真如轻轻撞了下他的肩膀，暧昧道：傅正初还挺帅的呀。两人并肩出了教室。听到这话，桑稚神色有些难以形容。你去医院看看眼睛吧。殷真如不服气。我眼睛怎么了？
又不是就我一个人觉得他长得帅，很多人都觉得的呀。桑稚点头，再度建议，那你们可以组团一起去。说完，桑稚从书包里拿出手机，打开短信编辑窗口，他犹豫着给桑岩发了条短信，哥哥，你好久没回家了，你什么时候回家？你明天能回来一趟吗？我好想你哦。殷真如没注意他的举动，失望道，你真不去啊？不去，他们可都在校门口等着，你想去就去吧。桑稚心不在焉地说，我今天没心情。殷真如，啊，因为叫家长的事情吗？所以你打算怎么办？要不这次改成叫你爸来？桑稚摇头，他们都不来。啊，为什么？桑稚还盯着手机，等着桑岩的答复。我不告诉他们。殷真如提醒他，可你爸妈不来的话，陈秃头也会给他们打电话的。没事儿。后面的一句我喊我哥来还没说出口，短信恰好进来。桑岩，不能哦。到校门口，殷真如跟他道了别，而后走到傅正初那批人的面前。傅正初的表情淡了下来，盯着桑稚的背影，明知故问。桑稚不去。殷真如点头，他被老师骂了，心情不好。傅正初的眉心一跳，又被叫家长了。殷真如，这次数快赶上他的了，让他这个不良少年的脸往哪搁？傅正初在原地定了2秒，突然抬脚往校内的方向走，另一个男生刘伟奇连忙喊住他，喂，你干嘛去？不是要买王后熊吗？听到这话，傅正初退了回来，狠狠抽了下刘伟奇的脑门，都叫你多读点书了。刘伟奇条件反射地捂着脑袋，是皇后熊，傻屌。另一边，桑稚继续给桑岩发短信，怒斥他无情无义，完全不顾他现在还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13岁妹妹，为了读个大学就抛弃他，让他自生自灭。等了一会儿，桑岩没有回复他，又等了一会儿，绝情的桑岩依然没有回复他。桑稚彻底死了心，坐上回家的公交车，开始斟酌着到家之后应该怎么跟父母交代这个月的第3次请家长。那怎么说好？说是因为太过优秀遭到了老师的嫉妒，所以被请家长了，又或者是自己在课上的话引起了老师的误会，让他有了事业上的危机感，再或者是天太热了，老师太闲了，无聊就想请家长来喝喝茶。桑稚烦躁地抓了抓脑袋，好像都不太行。一抬头发现已经到站了，桑稚下了车，磨蹭地往家里的方向走。进了家门，看到熟悉的环境后，桑稚头皮发麻，更觉得说不出口。恰在此时，厨房传来母亲黎萍的声音，芷芷回来了。芷芷是桑稚的小名。桑稚应了一声，慢吞吞地拖着鞋子，因为这满腹心情，也没注意到鞋架上多了一双从没见过的运动鞋。黎萍再度喊他，芷芷，过来一下，帮妈妈个忙。桑稚还在思考该怎么坦白，含糊道，什么？帮妈妈把这盘水果拿你哥房间去。黎萍从厨房出来，说着，你哥哥回来了。桑稚一下子恢复了精神，音调都提高了几分，哥哥回来了。对呀，这意外的发展让桑稚不敢相信，铺天盖地的惊喜情绪在一瞬间冒出头来。冷酷无情的凡人精桑岩，在这一刻，在桑稚的心中变成了外冷内热、口不对心的完美哥哥形象。黎萍还在说话，你进去的时候注意点，你哥哥带了个。好。没耐心再听，桑稚接过水果就往桑岩的房间跑。我知道了，我马上给他送。黎萍的手一空，看着桑稚今天格外热情的背影，纳闷道，这孩子今天怎么回事？想到不用被父母训斥，桑稚情不自禁地弯起唇，用力推开桑岩房间的门。房间宽敞明亮，大片的阳光洒进来，鼻息里瞬间充斥着温暖的气味。又在顷刻间，浓郁的烟草味扑面而来，有点呛鼻，桑稚忍不住咳嗽了下。他皱着张脸往房间内扫了一圈，光弱之处，清瘦的男人窝在电脑桌旁的沙发，低眼看手机。他背对着光，模样隐晦暗沉，单手搭在沙发侧，修长的手指夹着根烟，还燃着猩红的光。体型和桑岩有点相似，却出乎意料的陌生。桑稚的脚步停住，犹疑地眨了眨眼，口中的哥哥2个字还没喊出来。男人抬起了头，他也在这一刻看清了他的模样，莫名屏住了呼吸。男人的神情寡淡，五官轮廓利落分明，脸上带着不达眼底的笑意，看起来温和却难以靠近。微微上挑的桃花眼，浅棕色的瞳仁，眉眼敛起，带着点勾人的意味，跟他哥哥那双深黑色的眼睛完全不同。本以为会见到他哥哥，可却见到一个不认识的人，他哥哥还不见踪影。
一时间，桑稚的脑子短路，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场面仿佛定格住，两人都停在原地，没有多余的动作。没过多久，男人重新垂下眼，慢条斯理地把烟摁灭，神情懒散。他似乎并没有说话的欲望，沉默着起身开窗通风。看着他的举动，桑稚不知所措地喊：哥哥。听到这称呼，男人动作一顿，挑了挑眉。他盯着桑稚，直勾勾的，桃花眼带着温柔的色泽，还多了几分玩味。而后他弯起唇角，拖腔带调地应了声这个回应像是一道雷劈到了桑稚的头上。那些不明朗的事情，在这一瞬被他脑补的想法描绘出一道道清晰的痕迹。几个月没见的哥哥，在见到的时候就变成眼前的这个样子。他完全不敢相信，仿佛石化了，憋了半天才憋出了一个字：你。停顿几秒，桑稚艰难地咽着口水，小心翼翼地把话说完：你整容了吗？盯着他看了半晌，男人似是想到了什么，眼里划过一丝荒唐。随后他的兴致莫名上来了，敛了敛眉眼，刻意压低声线：桑稚无法冷静了，接近崩溃。爸爸妈妈同意。又安静了几秒，男人舔了舔唇角，话里含着笑：整得好看不就得了。话音落下，桑稚又是一愣。跟桑延的声音相比，这个声音显得清润了些，说话的时候尾音会拖长，听起来暧昧又缱绻，跟他哥哥那总是冷冰冰欠揍的声线和语气完全一点都不同。小孩，他低笑着继续说：过来看看哥哥整得好不好看。桑稚瞬间察觉到不对劲的点。在这个时候，他的身后有了别的动静，传来门打开的声响，而后是鞋子拍打地面发出的撞击声。桑稚下意识回了头，瞬间看到了桑延的脸。男人肩宽窄腰，比几个月前瘦了一些，头发湿漉漉的，肩上搭着条毛巾，似乎是刚洗了澡。看到桑稚，他的嘴角一扯，拿起他手里的水果盘上的叉子，戳了块西瓜便往里走。像是见了鬼似的，桑稚颤抖地喊着：哥哥。怎么？桑延瞥他一眼，咬了口西瓜，又被我帅到了。我还没说完，身后男人忽地笑出声，打断了桑稚的话。桑稚难得有种手忙脚乱的感觉，不由自主地往他的方向看。映入眼中的是比窗外的阳光还要亮眼的一个存在。男人的眉眼舒展开来，模样少了几分不近人情，眼尾上挑，浅色的眸子里泛着细碎的光，含着春色，活脱脱一个勾人魂的男妖。经桑稚的心跳在顷刻间停了半拍，仿佛就这么中了招，轻易地被摄了心魂。以为他是在嘲讽自己的话，桑延看向他：段嘉许，你笑个。因为桑稚的存在，桑延没把后面的几个脏字说出来。他换了个话题，拿起一旁的手机，打开短信界面，朝着桑稚晃了晃：小鬼又闯什么祸了？上面显示的是他们刚刚的对话。那短暂的星空般的情绪，因为被桑延打断，在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桑稚立刻反驳：我哪有闯祸？桑延盯着他，眉毛扬起：没有最好。桑稚有求于他，只能硬着头皮说：但是哥哥，我有点事。在场还有个从没见过的陌生人，桑稚往他的方向瞅了瞅，又看向桑延，眼神里带了暗示的意味，欲言又止。桑延只当没看见。随后这个陌生人开了口，语气饶有兴致：桑延，这你妹。桑延走到床边坐下：难不成还能是我女儿？桑稚礼尚往来般的也问了一句：哥哥，这人是谁？桑延言简意赅：舍友段嘉许。不认得我了。段嘉许说刚刚不还叫我哥哥。这话让桑稚回想起他刚刚傻乎乎的想法，强绷着的脸瞬间垮掉，看起来有些懊恼。桑延轻嗤一声：倒是亲热。说话的期间，段嘉许已经走到桑稚的面前，半蹲下来。他认真与他对视，浅色的瞳仁似温柔又似蛊惑：我叫段嘉许，是你哥哥的朋友。桑稚别开眼，表情有些不自在。哦，一本正经的对一个半大的小朋友做完自我介绍，段嘉许侧头，又恢复了往常那副漫不经心的模样。桑延眼也没抬，继续玩着手机。段嘉许问：看来我跟你长得还挺像。这什么话？桑延动作停住，抬头：你照照镜子。那……段嘉许接过桑稚手里的水果盘，这小孩刚刚怎么问我？顿了2秒，段嘉许又笑了一声：是不是整容了？短暂的沉寂后，桑延凉凉道：什么意思？哥哥。怕惹桑延不高兴，他就不帮自己去见老师了。桑稚连忙扯开话题：你不是说不回来吗？小鬼。
联想起桑稚刚刚的表情，桑颜面无表情地说：“你觉得他是我？没，还觉得是整容过后的我？你这想法怎么来的？”桑颜向来自信心爆棚，语气骚包又恶劣：“我整容，而且还整成他这样。”见他似乎没完没了，桑稚的脾气也上来了：“你想整成他那样的，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妈妈又没跟我说你带朋友回来了。”愤怒将桑稚打回原形，露出原本无法无天的模样。而且房间里就只有这个人在，我有这个想法不是很正常吗？桑颜不耐烦地掏了掏耳朵，声音小点。桑稚板着脸：“我为什么得小声点？我又没有影响到别人。”两兄妹对峙着，桑颜丝毫没有要退让妹妹的自觉，继续火上浇油。影响到我了，见这争吵似乎要越演越烈。段嘉许主动缓和气氛，朝桑稚招了招手：“小孩，过来吃水果。”有朋友在，桑颜也没兴致再欺负这个总处处跟他对着干的妹妹。他看了眼手机，对段嘉许说：“你要不要洗个澡？洗完回学校了。”不了。段嘉许戳了块西瓜，递到桑稚的面前：“把水果吃完再走吧。”桑稚抿了抿唇，下意识看了眼段嘉许。这一刻，刚刚与桑颜那幼稚而又难看的争吵浮现在眼前。再加上这个看起来和蔼可亲的大哥哥，刚刚还那么无所谓的把他丢脸的事情抖出来，委屈又难言的情绪浮上心头，有了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他的脸颊不受控的开始发烫，热辣辣的，眼周也有了酸涩的感觉，开始觉得很难堪。桑稚沉默接过，鼻尖仿佛被什么东西堵着了，热气往上冲，用尽全力憋了好半天，喉咙里还是不受控的冒出了一声哽咽。段嘉许的动作停住，桑颜也听到了，抬起眼：“不是吧？这话就像是魔法一样。”一落下，桑稚的泪珠子就被解除了封印，疯狂地往外掉，压抑着的哭声也在一瞬间放大，在房间里回荡着，顺着墙壁传到客厅。两个大男人同时僵在原地。听到声音，黎平立刻从客厅走了进来。怎么回事？桑颜的反应很快，厚颜无耻道：“段嘉许，你怎么能欺负我妹呢？”段嘉许的神色生硬，他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甚至还没反应过来，到底是不是自己把这小孩弄哭了。没等他说出解释的话，下一刻，桑稚扯住他的衣服下摆，躲到他身后，看起来格外害怕。他看向黎平，还抽抽噎噎着，另一只手指着桑颜：“妈妈，哥哥。”黎平看向桑颜，眼神凉飕飕的。桑稚的哭声更加悲切：“哥哥打我！”桑颜，小朋友哭起来委屈巴巴的，豆大的眼泪直往下掉，像是要砸到人的心上。很少见桑稚这么哭，黎平瞬间没了立场，温柔地哄了他几句，而后变了脸，把桑颜拉到客厅教训了一通。门随着他们的动静打开又合上，气氛因少了一个人而冷下来。桑稚松开段嘉许的衣服，哭声渐收。段嘉许回过头看他，小姑娘的年龄还小，发育的也不如同龄人好，身高还不到1.5米，才到他的胸前，眼睛很大，此时红彤彤的，还抽着鼻子，看上去就像是只兔子。随后他可怜兮兮地咬了口西瓜，哭声彻底止住。段嘉许笑了，也没问他为什么哭，在桌上抽了2张纸巾：“不哭了。”情绪随着哭泣散去，桑稚的心情好了大半，却仍有丝丝羞耻残留。他垂着头没说话。两人身高差距大，段嘉许干脆弯下腰来，用纸巾给他擦眼泪，一会儿自己去洗把脸。桑稚习惯被人这样照顾，也没躲开。沉默中，桑稚脑海里突然浮起一个想法，一个对于陌生人来说肯定很突兀的想法。想了好一会儿，桑稚磨蹭地开了口。他还没开始变声，因为刚哭过，说话时带了点小奶音，格外可爱。“哥哥，你要走了吗？”段嘉许眼睫一抬，了声：“怎么？你明天有空吗？”“明天？”“对。”桑稚小声说：“明天。”段嘉许轻笑：“怎么就问起我的时间了？”他不明确说有时间，桑稚也说不出口，就是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最后又扯回了原来的问题，这次还讨好性的加了个称呼：“哥哥，你明天有空吗？”段嘉许垂下眼，懒散道：“如果哥哥明天没空呢？”桑稚急了：“不行，刚刚惹了桑颜，他肯定不会帮他了，现在眼前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个人。”他捏了捏拳头，干巴巴的威胁着：“你一定得有空，你没空我就告诉我妈妈，你俩一起打我，男混合双打。”“还男混合双打呢？”段嘉许轻扯了下嘴角：“小孩，你怎么不讲道理啊？”桑稚看他一眼，没什么底气地说：“我还小。”
还不懂怎么讲道理。行吧。段嘉许似笑非笑的。你先告诉我，你明天要做什么？桑稚犹豫了下，温吞地说。你能不能假装是我哥哥亲的？段嘉许挑眉。然后明天，他觉得有点难以启齿，声音随之低下来，去见一下我的老师。段嘉许明白过来，被叫家长了。桑稚沉默下来，像是在默认。原因是什么？想起自己在车上想的理由，桑稚不知道说了他会不会相信。他挠了挠头，迟疑道：我可以不说吗？可以。没等桑稚松口气，段嘉许又不甚在意地补充了句：那哥哥明天没空。如果此时站在他面前的人是桑延，桑稚不想告诉他的事情，他估计半个字都问不出来。甚至在不告诉他的前提下，他还敢死皮赖脸地缠着他很长的时间。可现在眼前的这个人，桑稚是第一次见。从说第一句话开始，段嘉许就格外温和，像是听到什么话都不会发脾气。他看不透他，也因为这疏远不熟悉的关系，不敢过于放肆。他的语气只要稍稍有了一丝的变化，桑稚就完全没了继续隐瞒的胆量。桑稚沉默几秒，很不情愿地坦白：我上课没听讲。段嘉许：老师叫我起来回答问题，我回答上了。桑稚顿了下，慢吞吞地组织措辞。后来他问我要不要取代他的位置，当我们班的班主任。我觉得这肯定不行的，我就拒绝了。段嘉许。桑稚小心翼翼地瞅了他一眼，像是想看他的反应，很快就收回视线。他乖乖站在原地，看起来老实巴交的。然后他就说要请家长。说完最后一个字，桑稚觉得整个世界好像都安静了。隐瞒了一些内容，桑稚的心情其实就挺心虚的。见他迟迟不说话，他忍不住说：你别不信。闻言，段嘉许总算开了口，话里含着笑。我是真有点不信他，似乎是真的觉得好笑。肩膀微颤，胸膛随之起伏，喉咙里发出细碎的笑声，掺杂着浅浅的气息。他本就生得好看，笑起来更是夺目耀眼，唇色艳得发亮。两人的距离靠得近，桑稚能闻到他身上还未散去的烟味，更觉得不自在。他勉强憋出了句：我说的是真的。段嘉许：没骗我。桑稚用力点头，模样极其真诚。没有，是真的。不信的话，你明天去就知道了。我现在骗你，老师明天也会跟你说实话的。这样啊。话音刚落，门再度被开启。桑延没看他们，往衣柜的方向走，直截了当道：小鬼，出去。虽然因为诬陷他的事情，桑稚有点理亏，但他还是不太情愿就这么走了。嗫嚅道：我在这待着不行吗？桑延回头，皮笑肉不笑的：我要换衣服。那这个哥哥，说到这，桑稚扯住段嘉许的衣服下摆，这个哥哥应该也要出去吧？我觉得他也不是很想看你换衣服。桑延只当没听见。出去的时候把门关上。桑稚当他默认，扯着段嘉许往外走。好，我们会关的。桑延盯着他俩看了一会儿，而后摆了摆手，懒得再管。因为这个话题不能让第三个人听见。出了房间之后，桑稚立刻把段嘉许扯回自己的房间，警惕地把门关上，急切地问：哥哥，那你明天来不来啊？我都跟你说实话了的。段嘉许垂下眼睑，懒洋洋道：你怎么不找你哥去？怎么可以？桑稚瞪大眼：我刚刚那样冤枉他，我要是告诉他了，他会立刻告诉我妈妈的。段嘉许仍在笑：你哥哥不是那样的人。这语气听不出是认真还是在开玩笑。桑稚刚刚虽然威胁了他，但也只是说大话，此时完全没辙。毫无退路之际，他又想起先前的事情，很记仇的提醒：哥哥，刚刚要不是你跟我哥说那样的话，我跟他才不会吵架。段嘉许挑眉：在这个时候，房门被打开，桑延站在外头，看向段嘉许：走了。像是没听清桑稚刚刚的话，段嘉许点头：小孩，下次见。桑稚不敢相信，这怎么就下次见了？还没谈妥呢。察觉到段嘉许是真的要走了，桑稚立刻拽住他的胳膊：你们这么快就要走了吗？都这么晚了，吃完晚饭再走吧。段嘉许婉拒道：下次吧。桑稚盯着他，完全没有要放手的意思。什么下次啊？刚刚的话题你就这么忘了吗？你是年龄大有健忘症吗？但他也不敢把这些话说出口，只能可怜兮兮地问：下次是什么时候？段嘉许弯着唇，没有说话。看着两人这生离死别般的互动，桑延扬眉：你俩干什么呢？第一次见就看对眼了。段嘉许，你可悠着点，我妹才12岁。桑稚下意识反驳：13了。
听到这个数字，段嘉许有些诧异，目光又放到了桑稚的身上。13了，语气听起来似乎极其不敢相信，仿佛他已经13岁了，是一件多么天方夜谭的事情。这个反应非常直接地踩到了桑稚的痛脚，他瞬间忘记了自己还有求于人，很不高兴地说：“你是不是想说我很矮，看起来一点都不像13岁？”桑延抱着臂倚在门边，煽风点火道：“他就是这个意思。”段嘉许挠了挠眼下的皮肤，摇头：“不是。”话里却不带几分真切。桑稚盯着他们两个看了几秒，发脾气了：“算了，我不跟你们说。”他没再像刚刚那样跟桑延对吵，仿佛真的受到了伤害，低声说着：“反正我还会长的。”见状，桑延的内心少见的浮起了一丝愧疚，出声安慰：“长得矮不挺好的吗？等你30岁了，说不定还有人以为你才18呢。”这更像是在往他痛处里扎针。桑稚板着脸：“所以是因为你长得高，别人才会以为你是我爸吗？”桑延的那点愧疚瞬间当然无存。小姑娘眼圈还发着红，一副被欺负惨了的样子，却依然不甘示弱。2次把他惹不高兴的源头好像都是他。段嘉许叹息了声，态度开始松动，问道：“13岁，读初2。”桑稚不看他，硬邦邦道：“初1。哪个学校？”“旭日中学。”桑稚顿了顿，不知道自己这突然浮起来的想法是不是对的，但还是很没骨气的补了句：“初1一班。”段嘉许拖着腔重复：“旭日中学初1一班。”而后他弯下腰，对上他的眼：“小孩，你叫什么名字？”桑稚淡抿了下唇，小声道：“我叫桑稚。”“桑稚？”“对。”桑稚不由自主地避开了他的视线，稚气的稚。段嘉许亲昵地捏了捏他的脸：“那，小桑稚。”他压低了声音，像是在跟他说悄悄话，不让任何人听见。“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了吗？”跟黎平道别之后，两人出了桑家。太阳已经完全落下，晚霞晕染整个天空，气温也多了几分凉意。段嘉许突然问：“你妹妹应该还挺听话吧？”“听话。”桑延吃了声，他不知从哪翻到了根棒棒糖，此刻正咬在嘴里。那小鬼叛逆期呢，难管得很。叛逆期？难管？倒也还好。段嘉许考虑了一番，毕竟是个心智还没成熟的小孩，而且也不清楚有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他还是跟桑延提了这个事情：“你妹妹被叫家长了，刚刚问我能不能帮她去见老师，你自己看看怎么处理。”桑延啧了声：“怪不得一直留你吃饭，我就知道这小鬼没打什么好主意。”段嘉许笑着没说话，估计也不是什么大事，叫好几次了，次次都那几个原因。桑延低头给人回消息，心不在焉地问：“你明天有空不？”“有空就帮我去一趟吧，我明天有点事。”“明天啊？”“没有就算了，我一会儿跟我妈说一声。”刚答应了他，转眼就告家长，那小孩估计又得哭。“没有也得有啊。”段嘉许眉眼低垂，散漫地说：“总不能骗小孩。”听到玄关处的门被关上的声音，桑稚偷偷看了眼，而后光着脚丫子跑到黎平的面前：“妈妈，哥哥怎么回来了？”“黎平，他说在附近打球，就顺路过来洗个澡。”“那都这么晚了，你怎么不留他们吃晚饭呀？”“你哥那朋友有事。”黎平并不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悠悠地问：“直指你哥真打你了？”桑稚立刻心虚起来，不敢再问，转身往房间跑：“我写作业去了。”回到房间，上了锁。桑稚踢飞拖鞋，跳到床上，扯过一旁的布偶抱到怀里。他的情绪仍旧不好，思绪却不知不觉放了空，脑海里反复回荡着段嘉许最后说的那句话：“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了吗？”回应的应该是他的那句“下次是什么时候”，这代表着他会来吧。桑稚总算松了口气，翻了个身，双腿交替晃悠着，愉快地哼起了歌。他看着外头暗下来的天，继续想着刚刚的事情。再往前，段嘉许抬起手捏了捏他的脸。桑稚立刻坐了起来。他刚刚是被那个男人捏脸了吧？没错吧？他怎么能捏他的脸？才第一次见面，他怎么能捏他的脸？捏就算了，喂，神吗？要凑那么近？还喊他小桑稚。算了。桑稚平复着情绪，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强调着：“算了，就当是他帮自己的忙，勉强给他占的便宜。”他的目光一扫，恰好看到书桌上的镜子，跟镜子里的自己撞上了视线，注意到了自己红透了的脸。桑稚的冷静瞬间垮掉：“你为什么要露出一副是你占了便宜的样子啊？”活了13年，第一次拥有这样的情绪。
桑稚倒回床上，无所适从地把自己卷进被子里，感受着里面的空气越来越稀的感觉，然后听着心跳不断放大的声音。第二天清早，桑稚洗漱完走出客厅的时候，桑荣和黎平都已经坐在餐桌上吃早餐了。既然已经找到了帮手，他也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没跟他们说家长的事情。他到餐桌前坐下，黎平替桑稚装了碗瘦肉粥。刚醒来都没有想说话的欲望，房子里安安静静。桑稚慢吞吞地喝着粥，忽地想起了段嘉许昨天的反应。他吐了口气，小声问：爸爸，我是不是有点矮？桑荣看向他，问：谁说你了吗？桑稚点头，什么事情都第一时间往桑岩身上推。哥哥说我。黎平，别听你哥的。桑稚用勺子戳了戳碗底。可我同学都才12岁，都比我高。殷真如都1.6米了。桑荣安慰他，你才多大，还会长高的。你们都长得高，我怎么就长不高了？我坐公交车的时候，还有人给我让座，以为我是小学生。桑稚的情绪格外低落，闷闷地问，哥哥13岁的时候有1.5米吗？黎平犹豫着说，你哥是男孩子，所以。桑荣突然打断他，回答桑稚的话，没有，哪有那么高？桑荣平静地说，爸爸不太记得了，但是爸爸勉强有个印象，你哥那个时候应该还不到1.4米。桑稚的胃口突然好了起来，抱着碗咕噜咕噜地把粥喝完。他拒绝了桑荣开车送他去学校的提议，背上书包，像往常一样自己坐车去上学。快走到车站时，桑稚低下头，费劲的书包里翻出学生车卡。余光注意到旁边的便利店，他犹豫了下，走了进去。这家便利店的面积不大，摆放饮料的冰柜被放在门口。桑稚盯着放置牛奶的那一排，眼睛一眨不眨的，不知道在想什么。见他在那待了好一段时间，站在收银台的店员忍不住问，小朋友，你要买牛奶吗？换作平时，桑稚肯定懒得计较，但此刻他莫名回了头，指了指自己身上的校服，我上初中了，你不要这样叫我。也没等店员回应，桑稚继续说，我不买，我就来看看。说完，他道了声再见，而后出了店，恰好赶上一班挤满人的公交车。桑稚连忙上去，顺着人流往里挤，找了个空位站着。车子晃动得厉害，因为惯性，桑稚站得很不稳，抓着吊环还得踮脚，格外费劲。一个急刹，他不受控地往前倒，心脏一空。下一秒，有人揪住了他的书包，往后扯，接连不断的抱怨声响起。桑稚伸长手，勉强地抓住远处的扶杆。在此光景之中，他抽了个空隙往后看，恰好对上了傅正初的眼。少年的身高大约1.7米，比他高一个头，五官轮廓还没长开，看上去柔和又稚嫩，脸上是刻意堆砌起来的成熟。没事吧？桑稚点头，没搭腔。傅正初把自己位置腾给他，你站着。他的身高够抓住那个吊环，桑稚也没客气，说了句谢谢。沉默。过了半晌，傅正初憋出了句，我听殷真如说你被叫家长了是吗？桑稚看向他，不大痛快，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你昨天不是不一起去书店吗？我就问了一下。傅正初似乎有点紧张，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我也被叫家长了。桑稚一顿，你也被叫家长了？什么原因？一时想不到怎么回答，傅正初含糊其辞地说，就上课不听讲啊。桑稚点头，我也差不多。你怎么不听？太简单了。桑稚说，不想听。傅正初挠了挠头，不动声色道，我也是。桑稚狐疑道，但你上次考试不是排年级倒数吗？有汗顺着傅正初的额角落下，他别开视线，握着吊环的力道收紧，面上的情绪却淡淡的。题目太简单了，我懒得写。似乎觉得这个解释合理，桑稚平静地哦了声，没再说什么。场面安静下来，安静到有些尴尬。傅正初轻咳了声，主动打破尴尬。你上次考多少名来着？桑稚，第1。傅正初咬咬牙，很快又松开，无所谓般的咧嘴笑，行，我下次也考个第1玩玩。桑稚上下扫视着他，你下次要拿第1。傅正初点头，底气少了一半。怎么了吗？没，就是提醒你一下。桑稚并不把这话放在心上，理所当然道，有我在，不可能。就这样，两人的处境似乎莫名其妙就变得敌对。之后傅正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对这方面他一点经验都没有，也不太好意思厚着脸皮一直扯着尴尬的话题，也沉默下来。到站后，桑稚先下了车，快步往学校走，傅正初跟在他的后头，绞尽脑汁怎么挽回局面。
还没有任何头绪时，恰好遇到一个认识的男生。男生跟他打了声招呼，很自然地勾住他的脖子往前走。少年的步子大而快，很快就超过了桑稚。傅正初回头喊：桑稚，我先走了呀。桑稚敷衍般的跟他摆了摆手。那个男生也看了桑稚一眼，意味深长的哦了一声，然后嘿嘿直笑。傅正初抬脚踹他，视线总不自觉地往桑稚那边瞟。你有病吧？桑稚并没有注意他们在说什么，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也完全不在意。脑袋里装的东西全是都在接下来的叫家长，以及昨天见到的那个男人。昨天那么匆忙，桑延在场，段嘉许又是临时才答应他会过来，所以什么话都没说清楚。桑稚没他联系方式，也不知道怎么告诉他，让他下午4点半过来。不知道他会几点过来，因为总想着这个，桑稚一整天都没听课，时不时顺着窗户往校门口的方向看。被几个老师批评过后，他才收敛了些。墙上的时钟不断转动着，4点20分准时响起下课铃，最后一节课结束。想着桑稚估计是跟他哥哥一起回家，殷真如也没等他，跟他道了别之后便离开了教室。桑稚闲着没事，便从抽屉里翻出本子继续画画。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等他在抬头看钟的时候，发现此刻已经接近5点了。宽敞的教室里，此时也只剩下他一个人。他愣了一下，段嘉许还没来。桑稚不知道他是不知道初中放学早，还是把这个事情忘了。他勉强稳住心神，想继续画画，这次却完全没了心思，脑袋里乱成一团线。又等了1刻钟，桑稚听到外头传来了其他班的门被用力关上的声音。也许是心理作用，他觉得此刻的安静似乎比刚刚还要安静了。一个人弄出的很小的动静，在此刻都放大了起来。前一天他所说的那句话就像是一句玩笑。桑稚等不下去了，猛地站起来，椅子往后滑动，滋啦一声，刺得人耳朵生疼。他停在原地，眼圈渐渐泛红。他强行绷着脸，将委屈的心情压下去。算了。桑稚随手塞了几本书进书包里，背上就往外走。初一的放学时间早，4点出头就结束了一天的课程。此时刚过5点，走廊就已经空荡荡的，只能看到零散的几个人。桑稚低着头，小跑着下楼。他的步伐很快，也没看前面的路，像个无头苍蝇，忽然就撞上了一堵人墙。桑稚往后退了几步，闷闷地道了声歉，连头也没抬，就继续往前走。同时被他撞到的人出了声：同学，你知道初一班怎么走吗？男人的声调微扬，尾音很自然的拖长，说话时总带着点无法言说的慵懒，像是贴近耳侧，带着气息，在人心上挠痒，有点熟悉。桑稚回了头，段嘉许站在栏杆旁，白衣西装裤，刘海略长，遮盖了眉毛，五官出色到过于艳丽。他垂下眼睑，看着他的脸时，唇角一松。桑稚盯着他看了几秒，很快又低下头，没说话。也不知道该说这是意料之内还是意料之外的遇见。注意到他红红的眼睛，段嘉许蹲下来瞅他，又哭鼻子了。他觉得好笑，怕成这样。桑稚抿紧唇，一声不吭。段嘉许，别哭了，哥哥替你去挨骂。桑稚看向他，段嘉许揉了揉他的发顶，问：现在去教室还是去办公室？桑稚没回答他的问题，指责：哪有你那么晚来的？闻言，段嘉许眉梢一抬，好脾气道：那应该几点来？桑稚生硬道：我4点20就放学了。这么早吗？哥哥不知道啊。哥哥跟你道个歉行不行？段嘉许的语气很不正经，像逗小宠物似的，哥哥跟你认个错。因为他的到来，桑稚的情绪消了小半，憋出了句：不用。距离放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怕老师等久了，桑稚也没再闹脾气。走吧。去啊。办公室。走到1楼，往左转就能看到教师办公室。两人在距离门口的5米远处停下。桑稚思考了下，交代了几句：这个我还挺有经验的，一会儿就是老师会一直跟你告状，然后你就附和他就好了。段嘉许散漫地嗯了声。接下来要做的事，对于桑稚来说是他做过的最出格和严重的事情，联合他人一起欺骗老师。桑稚的表情凝重。还有，哥哥，你尽量少说话，不然如果暴露了，被抓到的话，我们2个都完蛋了。段嘉许舔着唇笑，怎么听起来还挺吓人啊？桑稚很紧张，虚张声势地看他，你胆子大点。好。段嘉许笑出声，我会勇敢的。这个时候，办公室里只剩2个老师在，一个是陈明旭，另一个是6班的班主任，也是一班的英语老师，姓张。
两人的办公桌并列，陈明旭正批改作业，还有一搭没一搭的跟张老师聊着天。桑稚走过去，老师。陈明旭抬头，来了。桑稚低着头说，我哥哥来的。段嘉许站在他的身侧，倒是没他那么心虚，说话坦荡而又冷静。老师你好，我叫桑岩，是桑稚的哥哥。本来桑稚还怕他会吓得说不出话，可却意外地听到桑岩2字，而且他这谎还撒得平静镇定，语气无波无澜，带着十足的底气。他忍不住看了他一眼。陈明旭站起来，忙道，我是桑稚的班主任，姓陈，麻烦你跑一趟了，先坐。张老师在一旁打趣，这都几次了呀？陈明旭压低声音，没好气道，你不也是吗？听到这话，桑稚这才注意到，此时办公室里还有第5个人。傅正初站在2个老师后方的角落，不声不响，像个透明人似的。两人的视线对上之后，傅正初的脚步动了一下，仿佛在挣扎。很快，他走了过来，站在距离桑稚2米远的位置，恰好是张老师的正前方。两人的距离站得近，年龄相近，模样又都生得好，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一个念头。段嘉许坐在陈明旭旁的椅子上，目光在他们2个身上打量着，眼里带了点意味深长，而后朝他招了招手，过来。桑稚乖乖过去。怎么了？陈明旭在一旁找着资料，没有注意他们这边的情况。段嘉许单手托着脸，又朝桑稚勾了勾手指头。桑稚顿了几秒，妥协地凑过去。小孩。他低下头，用气音跟他说起了悄悄话，你早恋啊。他前面那个词冒出来的时候，桑稚还有些不满，但接踵而来的那句话让他的脑袋有了一瞬间的空白。什么？反应过来后，桑稚的脸蛋立刻充了血，红得像颗小番茄，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急得。他怕被老师听见，压着声音怒道，你才早恋。我倒是想。段嘉许重新靠回椅背，懒洋洋道，这不是年龄不允许了吗？桑稚其实不清楚他多少岁，但听他这么一说，再联想起桑岩的年龄，他绷着张脸，不悦道，你是挺老的。你是挺老的。挺老。尽管段嘉许并不太在意年龄，但听到这句话，还是觉得心口处被戳了一刀。刚满20岁就被冠上了老这个标签，段嘉许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他慢慢地吐了口气，一字一顿地问，我老？桑稚又点头。你老？沉默几秒。小孩，你觉得我老？段嘉许直勾勾地盯着他，大概是觉得太过荒诞无稽，无言到直乐。那你怎么不喊我叔叔？哦。桑稚思考了一番，觉得有点道理，立刻改口，叔叔。小姑娘的眼睛圆而大，清澈又干净，没沾染半点杂质，说话时认认真真的，仿佛说出来的字字句句都是发自肺腑，用最纯真的表情在人的伤上补刀。旁边的陈明旭在此时打断了2人的对话，他给段嘉许装了杯水，有些尴尬地说，抱歉，你先坐一会儿，我喝太多水了，先去一趟厕所。段嘉许调整了下情绪，回头应道，好的。也许是闲得发慌，等陈明旭走后，段嘉许撇过头，再度跟桑稚计较起刚刚的事情。你知道，如果你这么喊我，你哥也得这么喊我不？桑稚诚实答，不知道。段嘉许，所以喊哥哥还是叔叔？桑稚想了想，勉强道，那还是喊哥哥吧。段嘉许的眉目舒展开来，悠悠地说，还挺护着你哥呀。什么护着？桑稚没明白他的话，我干嘛护着他？他老欺负我，我只是不想让他喊你叔叔。为什么？他看起来比你老。没想到得来的会是这样一个回答，段嘉许神情一愣，忽地笑出声，而后忍着笑重复了一遍，桑岩看起来比我老。桑稚，对呀。尽管是在老之中的较量取得了胜利，段嘉许的心情依旧大好。他轻咳了下，故作谦虚地问，小孩，你怎么看出的他比我老？说完，他又补了一句，我觉得差不多啊。桑稚的目光在他脸上打量，很快又垂下，温吞地说着，那还是有点差距的。下一秒，有个女人敲了敲办公室开着的门，目光朝这边看，模样有些腼腆。您好，请问傅正初的班主任是在这吗？张老师也连忙站起，对，您是正初的姐姐吧？女人抿着唇笑，走了进来。对的。站了半天的傅正初忍不住抱怨，姐，你怎么才来啊？桑稚顺势看过去，女人的眉眼轮廓和傅正初有几分相似，穿着一袭白裙，学生气十足。她化了淡妆，唇色浅浅的，面容秀丽而出彩。她小声跟傅正初解释，我一下课就过来了，有点远。
说完，女人注意到坐在椅子上的段嘉许，目光定了2秒，很快就挪开，说话的语气似乎更紧张了些。抱歉，张老师，让您等久了吧？张老师摆摆手，没事儿，也麻烦您专门跑一趟了。因为桑稚刚刚的话，段嘉许笑了半天。此时他的嘴角还上扬着，目光没挪过位，盯着桑稚看。你老师什么时候回来？桑稚收回视线，应该快了。小桑稚，哥哥有点无聊。段嘉许百无聊赖地逗他玩，你来给哥哥说点好听的话解解闷。桑稚狐疑地看他，说什么？就说段嘉许想也不想，嘉许哥哥世界第一帅，我又不是复读机。桑稚不乐意，就让你夸夸我。段嘉许说没把你当复读机。桑稚拒绝，我不要。段嘉许倒也不生气，拖着嗓音调侃道，小气鬼。这个时候去厕所的陈明旭总算回来了，他坐到位置上，笑呵呵地说着，抱歉啊，肚子突然有点不舒服。段嘉许，没事儿，不着急。随后他把桌上那杯没喝过的水推到桑稚的面前，问道，渴不渴？小气鬼没搭腔。段嘉许用指节在杯子旁敲了2下，喝水。之后便看向陈明旭，认真地听他说话。桑稚这才拿起了水杯，默默地喝了一口。看着空荡荡的桌面，以及想起他过来之后就没喝过水的事情，他站在原地挣扎了一下，最后还是走到饮水机旁给他装了杯水。桑稚最烦陈明旭的一点就是，他每次叫家长说的内容都是一模一样的。桑稚听过好几次，觉得自己都能倒背如流了。这么一瞧，陈明旭倒还真挺像他们刚刚所说的复读机。他无聊的想打哈欠，思绪渐渐神游。突然注意到隔壁的气氛居然还挺和谐，不像他这边这样，只听陈明旭不断的在告状桑稚子细听了听。张老师突然笑了起来，正初这个孩子就是成绩差，但别的都挺好的。这次也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事情才把您叫过来，是他昨天突然冲进办公室里，大喊着他要叫家长过来，还把我吓了一跳呢。这话一出，傅正初立刻看向桑稚，两人的视线对上，沉默。没想到他会听到，傅正初的神色变了，模样窘迫到了极致，像是下一刻就要找个洞把自己埋起来。桑稚显然觉得匪夷所思，沉默着用手指点了2下太阳穴，无声的询问，你是不是这里有点问题？哪有人还主动要求叫家长的？傅正初强装冷静，用口型说了句改天跟你解释，而后别开视线。他的头一转，桑稚恰好注意到傅正初的姐姐往他这边瞥了一眼，看的却不是他。桑稚顺着他的目光看，果然是在看段嘉许。本以为只是意外，但后来桑稚看到他3番2次的看过来，不知是不经意还是什么别的理由。桑稚垂下眼，拳头慢慢收紧，而后不动声色地挪了一下位置，挡住了女人的目光。这谈话持续了大概40分钟的时间。陈明旭告完状，喝了口水，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其实我也不太想总麻烦你们过来一趟，但桑稚这孩子真的让我头疼。我让他起来回答问题，他还问我是不是不会，说我叫他起来是不是要他教我，还说什么不能抢我的饭碗，这弄得别的孩子都没心思上课了。段嘉许顿了下，侧头扫了桑稚一眼，还有这事？桑稚立刻低头，装作在反省。陈明旭点头，我之前也跟你母亲沟通过好几次，耽误了你们不少时间，但也是为了这孩子好。桑稚很聪明，好好学习的话，以后肯定能考上1中的。你回去也多监督监督。好，段嘉许说，我回去会好好管教他的。两人出了办公室，事情比意想中的顺利，陈明旭没有任何的怀疑，落在桑稚胸口的大石也随之落下。他看向段嘉许，表情里多了些亲近。谢谢哥哥。段嘉许嗯了声。回家了？对呀。桑稚眨眨眼，因为他帮自己解决了问题，此时语气里还带了几分讨好，不然还要做什么？我这不是，段嘉许的声音停了下，慢条斯理的提醒，还没开始管教你吗？这话像当头的一盆凉水泼到桑稚的身上，他的愉快一下子就没了大半，不太情愿的憋出了句，你也要对我唠叨。走吧。段嘉许不置可否，哥哥送你回家。他没有回答，桑稚便以为他说的那句话只是玩笑，他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很快段嘉许又接着说，路上慢慢唠叨。桑稚。两人一左一右的往校门口的方向走，他倒是给他缓冲的时间，在校内也没继续说这些事情。桑稚提心吊胆的捏着书包带，忍不住说，我哥帮我去见老师，之后都不会再教训我的。段嘉许。真的？桑稚。当然是真的。
段嘉许盯着他，像是在分辨他这话的真伪，而后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我问问。等等。桑稚吓一跳，蹦跶着去抢他的手机。你去问的话，我哥不就知道了吗？他知道了，就代表全世界都知道了。那你今天就白来了。哥哥，这不是得问一下？段嘉许像逗猫一样，手举上又举下，就是不让他拿到，大老远跑过来的。如果还被你这小孩骗，那哥哥多可怜啊！在这个时候，身后有个女生打断了他们两个的互动，这声音细软，小的几乎听不见，带着显而易见的紧张。你好。两人下意识回了头，是傅正初的姐姐。此时就他一人站在原地，傅正初不知道去哪了。女人的个子不算高，身材细瘦，五官小巧秀气，脸蛋红扑扑的。她看着段嘉许，慌乱地把手机从口袋里拿出来。能给个联系方式吗？气氛顿时变得微妙起来。段嘉许看向他，没有说话，这像是无声的拒绝。女人的表情变得越来越尴尬和不自在。桑稚的眼珠紫咕噜噜的，在他们两个身上打转，也看不透段嘉许的意思。没等他回应，他突然仰起头，语出惊人道：姐姐，我哥有29个女朋友。段嘉许的眉心一跳，垂头看他。你不用紧张，他应该会给你的。桑稚没敢看段嘉许，模样真诚又开朗。他一天换一个，这个月还缺一个，估计就是你了。桑稚的音量不大，语气也平静。但也许是因为内容过于震撼，在此刻就像是用喇叭扩了音，传进另外两个人的耳中。沉默被打破，气氛有一瞬间的放松，而后又进入了一个更尴尬的局面。段嘉许敛了敛唇角，依然没说话。女人看不出他在想些什么，是被戳中了心思，亦或者觉得这只是无关痛痒的玩笑话。他脸上的笑意挂不住了，举着手机的手渐渐放下。桑稚悄悄往段嘉许的方向看了眼，很凑巧的跟他对上了目光。他立刻低下眼，做贼心虚般的把书包背到胸前，摸索着里头的手机，当作自己只是一个背景布。又过了几秒，段嘉许收回视线，顺着桑稚的话说：我有点渣，而且最近有点应付不来了。他轻笑了声，摇了摇手里的手机，散漫道：你要想给我打电话，可能还要排个号。他的语气理所当然，似乎没觉得这些话有什么不妥，脸上没半点羞愧，就像是觉得有一副好的皮囊就高人一等了一样。段嘉许轻佻地抬了下眉：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女人深吸了口气，勉强保持着礼貌：不用了。那可惜了。段嘉许叹息了声，惋惜道：要不还是留个联系方式吧，说不定你哪天改变主意。没等他把话说完，女人直接转头走了。盛桑稚和段嘉许两个人站在原地，等看不到女人的背影后，段嘉许瞥头看向桑稚，悠悠地问小孩：哥哥凑不到30个了，怎么办？这语气温和又平静，仿佛真的是在询问，又像是笑里藏刀。桑稚甚至觉得他还不如对自己发脾气，杀伤力估计还没这么强。差一个。段嘉许笑了下，这个月怎么过？桑稚不敢说话，不自在地咳嗽了2声，背脊发麻，胆怯的情绪一下子袭满心头。站在一旁的段嘉许没再说话，安静的过分，仿佛是在酝酿什么大招。桑稚实在是害怕，这次连偷看都不敢，只是乖乖地站在原地。无法预知的未来让他忐忑不安。他咽了咽口水，不动声色地往后退了一步。他鼓足勇气，快速喊了句哥哥再见，而后突然拔腿往前跑，像是逃难似的。段嘉许扬了扬眉，轻松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扯了回来。跑什么？还没跑2步就被抓到。桑稚突然意识到逃跑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他泄了气。太晚了，这天都快黑了。桑稚心虚地低着头，声音小得像是蚊子叫，一会儿我妈回家了，看到我还没回去会担心的。段嘉许象征性地看了看天空，这么晚了，哥哥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回去？桑稚立刻说，没事，车站就在附近，然后下车了我就差不多到家了。哥哥你也得回学校，不然回去要很晚了。段嘉许说，我之前怎么没看出你这么关心我？反正跑不掉了。桑稚干脆破罐子破摔，哥哥，就这么一件小事情，你干嘛记那么久？你又没什么损失。段嘉许懒洋洋道，怎么就没损失了？桑稚理直气壮，你考虑那么久，不就是不想给那个姐姐号码，又不好意思拒绝？那我刚刚不是在帮你吗？这么一算，你还得跟我说一句谢谢呢。小姑娘胡扯的功夫倒是厉害，眼皮都不眨一下的。段嘉许盯着他看了好几秒，似是气笑了，他轻扯了下嘴角，说，行，不过哥哥你刚刚也帮了我。
他就这么应下，桑稚的心里还是半点底气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说，那我们就扯平吧。这可不行。段嘉许说，走吧，哥哥亲自上门答谢。这个年龄的小孩最害怕的2个词估计就是告老师，叫家长。眼前的人总拿这2个点来恐吓他，让他瞬间没了脾气。桑稚不敢再惹他，很憋屈地说，你怎么动不动就要告家长，你这样很幼稚。段嘉许眼尾稍扬，淡淡道，我这不是还差个女朋友，心情不好吗？桑稚反驳，那你是来帮我见老师的，又不是来相亲的。行，你告诉我，谁教你这些的？段嘉许好笑道，还一天换一个女朋友，说的哥哥跟鸭一样。桑稚眨了眨眼，没理解，这为什么跟鸭一样？突然意识到站在自己面前的只是个刚上初中的小朋友。段嘉许的表情一顿，抓了抓脸，随后提起他背着的书包，面不改色道，就养宠物的意思，养鸭子，然后给鸭子一天换一个主人。桑稚顺势把双臂抽出来，他想了想，虽然觉得有点怪怪的，但还是装作懂了的样子。哦，粉蓝色的书包就这么落入他的手中。段嘉许在手里掂量了下这书包的重量，扯开话题，这么轻。2人往车站的方向走。桑稚，我没什么要带的。段嘉许，作业呢？桑稚的表情这才有了变化，磨磨蹭蹭道，我不想写。不想写。段嘉许说，那你时间用来干什么了？小孩，你得听话，上课好好听讲，别破坏课堂纪律，故意跟老师作对，作业也好好完成。想到刚刚办公室的那个男孩，段嘉许又嘱咐了句，还有，不要早恋，成年了再说，你这个年龄就好好处点纯真的友谊。桑稚瞅他，敷衍般的哦了一声。见他完全没听进去，段嘉许似是不经意的补充，你要是再被叫家长，今天我冒充你哥哥过来的事情估计会暴露，那我到时候可真的会完蛋。你总不能就这么恩将仇报吧？桑稚，下次你再过来不就好了？段嘉许没应下，笑意敛了些。不知道为什么，桑稚有点怕他生气，也因此一下子就没了自己的立场。我知道了。他这才笑了。真乖，语气像奖励一样。段嘉许俯下身，亲昵地揉了揉他的脑袋。走吧，哥哥送你回家。把他送到楼下。段嘉许没有要上去的意思，把书包放到他面前。回去吧。桑稚点头，乖乖道，谢谢哥哥。走到大门处，桑稚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慢腾腾地把门打开。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遇见，身后也听不到他离开的脚步声。他停下动作，小心翼翼地回了头。段嘉许还站在原地，恰好跟他对上视线，像是被当场抓了包。桑稚的脸涨红，立刻喊，哥哥再见。随后手忙脚乱地跑进楼里。家里还没有人回来，房子空荡荡的。桑稚用手贴着发烫的脸，快速地踢开鞋子，跑到阳台处，抓着防盗栏往下看。段嘉许已经快走出小区了，此时单手举着贴在耳边，像是在打电话。过了几秒，仿佛注意到什么，他忽然抬起头往桑稚的方向看去。桑稚猝不及防，又做贼心虚，他猛地背过身蹲下，心跳砰砰砰直跳，像是下一刻就要从身体里跳出来。他咽了咽口水，无端的心虚和无措让他不敢动弹，过了好一阵子才重新往外看，却已经看不到段嘉许的身影。桑稚吐了口气，心里莫名觉得有些空落落。这事解决得格外顺利，老师那边没察觉到有什么不妥，父母那边毫不知情，也因此桑稚也没受到过多的教训，可却像是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后遗症。他开始不断的反反复复的想起同一个人，有什么带着酸涩又能尝出一丝丝甜味的东西在冒出萌芽。桑稚觉得这种感觉很莫名，也很不知所措。他不敢跟任何人说这个事情，觉得有些羞耻，又像是一夜长大，有了属于自己的不能跟任何人说的秘密。桑稚开始不断的走神，草稿本上、日记本里也渐渐开始填满了一个男人的名字，尽管他连那个人名字对应的是同音的哪个字都不知道。这种感觉只持续了一段时间，也许是因为没再见面，被时间渐渐冲淡，又或许是被他强硬性的压在了心底，想当作不存在那样。转眼间，期中考试结束，迎来了端午假期。桑稚早早的就回了家，从冰箱里拿了碗草莓，趴在沙发上慢吞吞的啃着。父母还没回来，家里就他一个人，电视上的动画片发出欢乐的背景音乐。忽然，玄关处的门被打开，桑稚下意识看过去，一瞬间就看到了桑延的脸。没想到他这个假期会回来，桑稚愣了一下，而后像没看到似的，收回视线，继续看着电视。桑延气笑了，不知道喊人。
你回来怎么不提前说一下？桑稚的手里拿着颗巴掌大的草莓，边咬着边说，妈妈刚刚打电话叫你煮2碗饭，你快去煮吧。桑延凉凉道，我都没跟他说我回家，他怎么叫我煮？桑稚的目光没从电视挪开过，从旁边摸索着手机给黎平拨了个电话，而后按了扩音。你不信的话，我给他打个电话。桑延懒得理他，到冰箱里拿了瓶冰水喝。那头很快就接通了电话，喊道，芷芷，怎么了吗？妈妈。桑稚面不改色地说，哥哥回来了，你刚刚是不是让我叫他煮饭呀？桑延把冰箱关上，往桑稚的方向看，而后他听到电话里的黎平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对呀，他煮了没？桑延。桑稚咽下草莓，提高了音量，对桑延说，哥哥，妈妈问你煮了没？桑延盯着桑稚看了好一阵子，一句话也没说，直接走进了厨房里。见状，桑稚爬了起来，走到厨房，倚在门边探头看。他现在在煮。又跟黎平说了几句，桑稚便挂了电话。他看着桑延的背影，突然想起了把段嘉许认成他的事情。沉默半晌，他莫名冒出了句，哥哥，你在大学有谈恋爱吗？桑延没理他，没有吗？一次都没有吗？像是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桑稚连动画片都不看了。我说真的，哥哥。桑延回头，语气不太好。干什么？桑稚认真道，你要不要去整个容？桑延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他不想再看到他，背过身，冷笑道，上次跟我一起回来的那个哥哥，你还记得不？桑稚咬东西的动作一顿，垂下眼，慢吞吞地说，记得。他说你跟我长得像。桑稚沉默几秒，突然冒出了句，我惹他了吗？什么？桑稚抿了抿唇，不悦道，没有的话，他为什么骂我丑？桑延忍了忍，猛地关掉水龙头，转身把手上残留的水弄到桑稚的脸上。我给你2个选项，回去继续看你的白痴动画片，或者是留在这给我打一顿，你干嘛生气？桑稚抹掉脸上的水，皱眉，被骂的是我，又不是你。桑延把内胆放进电饭煲里，眼也不抬。门在那。桑稚没动，很严肃地说，反正你不要跟别人说我跟你长得像。他撇头嗤笑，谁稀罕？说完，桑延用力掐了掐他的脸，把他手里那碗草莓抢到手里，走出厨房。桑稚下意识揉了揉脸，注意到手里空了，他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不敢相信地问，你怎么抢我东西？怎么就你的了？桑延拿起一颗，咬了口，你挣钱买的。桑稚伸手去够，我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桑延轻松把手举高，那也是冰箱的。他费劲的踮起脚，一蹦一跳的，但我拿出来了，就是我的。按你这个道理，现在我拿到了，就是我的了。两人僵持了好一会儿，桑延正打算吃掉第5个草莓的时候，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他瞅了桑稚一眼，不动声色地把拿着草莓的手降低了些，腾出另一只手去翻手机。趁着这个空隙，桑稚连忙跳起来，把碗抢了回来。桑延低哼一声，接起电话，干嘛？那边不知道说了句什么。我回家了呀，宿舍不是查到违规电器停电1天吗？回家避难。说到这，他停顿了下，意味深长道，还别说，我还挺后悔。桑稚回到电视前看动画片，不想理他。桑延闲闲道，没事儿，倒霉踩到屎了。拿着遥控，桑稚调高了电视的音量。桑延完全不受影响，懒洋洋地跟电话那头的人说话。钱飞也回家了吧？你问问段嘉许，他不回去。不过他不一定在学校。听到那许久没听过的名字，桑稚的目光下意识看过去。他用手指抠了抠遥控器，很担心被发现蛛丝马迹，又飞快地低下头，沉默着把音量调小了些。有一种很怪异的紧张浮上心头，觉得胸口有些闷，脑袋有些空白，也觉得呼吸变得有些急促了起来。他的注意力不受控地放在桑延的身上。你都忘带钥匙几次了？桑延落井下石道，阿姨肯定不会给你，不过你想去讨骂也可以。之后也没再提及段嘉许。想着刚刚桑延的话，桑稚突然有种不好的联想。端午没回家，不一定在学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估计有女朋友了。不过这个年龄也该有了吧？去见个老师都能弄得像涟漪一样，肯定有了。反正也不关他的事情，有就有，也不是多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越想，桑稚越觉得心里堵得慌，突然把手里的塑料碗扔到桌上，发出啪的一声响。坐在餐椅上的桑延恰好挂了电话，注意到他莫名撒起了火，他若有所思地看着他，问道，看个动画片都能那么愤慨？桑稚把电视关掉。桑延叹息道，喜羊羊又被灰太狼抓走了吗？
桑稚终于反驳，我看的不是那个。桑延也不感兴趣，把最后一口水灌下，提醒道，如果你还要看电视，给我关小声点，我要去睡个觉哥哥。桑稚忽地喊他。桑稚抓了抓脑袋，迟疑着冒出了一句，你们宿舍是不是就只有你没有女朋友？桑延盯着他看了2秒，突然笑了，小鬼，你最近怎么这么关心我的事情？桑稚有些心虚了，我就问问，爸妈让你问的，我这不是关心你吗？桑稚嘀咕着，我听妈妈说，最近陈奶奶想给她小女儿相个亲，如果你没有的话，不就刚好能去一趟？桑延顿了下，陈奶奶的小女儿？对呀，那个不是40了。桑稚眨了下眼，这怎么了？你这条件也不能那么挑吧？桑延想骂脏话，又怕这小鬼学上了，以后用来对付他。不用你关心。桑延窝火地走过去，用空瓶子敲了敲他的脑袋，你知道我舍友为什么都没对象不？桑稚没吭声，因为他们都在排着队泡我。桑延说，我因为避难才回家的，懂不？桑稚看着他，这次没跟他争，默默地点头。他看着桑延不爽地把瓶子扔进垃圾桶里，起身往房间的方向走，很快又回了头，补充道，因为老子是直的。桑稚又点点头，可其他的话他都没再听进去，只清晰地听清了在那之前的4个字，都没对象。晚饭时间，桑延吃着饭，突然提起个事情，对了，爸，我考完试要搬校区了，搬回主校区，你到时候把车借我一下。桑荣点头，东西多不？要不要找搬家公司？桑延，不用，我就是懒得挤校车。黎平问，主校区，那不就是在直指学校附近吗？桑延嗯了一声。桑荣，那你有空的时候还能去接你妹放学。桑延嘴角抽了一下，我上个大学还得带孩子。桑稚也不情愿，我不用他接，最好是。桑延轻嗤一声，又看向桑荣，说，应该是下个月初，你把丰田的那辆借给我，大一点，我顺带把我一个舍友的东西也一块弄过去。桑荣，别欺负你妹就什么都行。桑稚跟着说，别欺负我就什么都行。桑延忍了忍，知道了。想起他嘴里的舍友2字，桑稚心里有些期待，犹豫着问，哥哥，你要帮你哪个舍友一起搬东西？桑延眼皮也没动一下，你问这个干什么？桑稚面不改色道，我想帮你一起搬。桑延吃饭的动作停住，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他开始怀疑自我，你要帮我搬宿舍？桑稚，对呀。桑延不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提醒道，你要上课，不是有周末吗？而且我4点20就放学了。桑稚说，我放学之后过去帮你也行呀，反正你应该也没那么早。桑延，就是那么巧，4点20之前我一定搬完。明摆的拒绝。桑稚侧头看他一眼，抿了抿唇，不说话了。桑荣突然发声，你妹想帮你怎么了？又不是什么坏事，也不影响你。桑延无奈，不是，东西沉得要死，他怎么搬啊？我还得防着他磕着碰着，我都忙着收拾东西了，哪有那精力去管他？桑荣，那你就让你妹看着你收拾。桑延，他吐了口气，看向桑稚，缓缓道，行，随便你。得到了肯定的回答，桑稚立刻高兴起来，圆眼弯成月牙，笑眯眯道，好，我到时候会好好看着哥哥收拾的。其实就连桑稚自己也是不太理解他这一系列的做法的。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试探着得知段嘉许是不是有女朋友的事情，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提出去帮桑延搬宿舍。很多迹象都在表明一件事情，可桑稚不太愿意承认，是单纯的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是在情窦初开的年龄，不受控制的从内心深处滋生起了一种从未感受过却又格外强烈的情绪，想让这样的情绪释放，却也只敢偷偷摸摸地压在心底，藏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桑延搬宿舍的那天是周3，放学铃一响，桑稚立刻背上书包往外跑，连招呼也没打，惹得殷真如一头雾水。也许是因为搬校区，沿途的人流量比平时多了不少。桑稚知道南吴大学的主校区在那，回家的时候经常会路过。而且因为旭日中学的面积太小，之前他们学校校运会都是在他们的操场上举办的，学校有什么文艺汇演也都是借南吴大学的场地，所以旭日中学被人戏称是南吴大学附属中学。桑稚走到南吴大学的门口，停下给桑延打了个电话，可桑延完全忘了他要过来帮忙的事情，接到电话的时候还愣了下。不是吧，你真要来？桑稚无辜道，我都到门口了。桑延说，你是不是在正门？
我现在没时间出去接你，你进来右转，然后一直直走，能看到个楼梯，上来就是了。9栋5层525。桑延补充了句，如果觉得不确定，你就问问路，问男生宿舍9栋在哪。听到没？桑稚乖乖道。听到了。桑稚挂了电话，顺着桑延说的路线走。南吴大学有很多本地学生，今天也有不少人是让家里人过来帮忙的，所以一路上桑稚能看到很多看上去已经不是大学生的人，还有跟他一样同样穿着初中校服的学生。走了10来分钟，桑稚看到了一条很宽的楼梯，下边的位置空场，停了好几辆大巴，还有一排小汽车，留出了一条3米宽的道路。他往周围看了一圈，正想给桑延打个电话的时候，突然注意到不远处就停着桑荣的车。桑稚放下手机，走了过去。车上没人，但车尾箱却开着，不知是忘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里边只有一摞书，还有一只很丑的布偶。想着自己要上去，干脆把这2个一起搬上去好了。桑稚迟疑着拿起那个布偶，想放到那一摞书的最顶端，然后一起抱起来，比较方便拿。他的动作还没做完，手还没松开，身后突然有一片阴影笼罩下来，像是有人站到他的后面，挡住了他的光。桑稚下意识回头，映入眼中的是一件纯黑色的短袖，视线往上挪，划过男人的喉结、下颚、嘴唇，而后与他似笑非笑的眼眸对上。段嘉许垂下眼睫，目光在他手里的布偶上定格了几秒，而后忽然弯下腰与他平视。他扯起唇角，气息悠长的笑了声。哪跑来的小偷？距离靠得有点近。桑稚的表情僵硬起来，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随后段嘉许指了指他的手，眉眼一挑，怎么只偷哥哥的东西？顿了几秒，他慢条斯理地问，盯上我了？耳边有舒耳的风声，吹来了若有若无的清明味，掺杂着浅淡的烟草气息。阳光落在他的身上，晕染出金色的轮廓，平添了几分柔和。2个月没见，段嘉许的头发剪短了些，不知是不是桑稚的错觉，他好像又长高了，但其余的似乎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仍是那么恣意放纵，又耀眼夺目。桑稚的心脏重重一跳，竟然也因这话有了被戳中心思的心虚感，仿佛他是真的做了亏心事，不安到连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放，脊梁不由自主地挺直。半晌，他把手上的布偶塞进他的手里，低声说，我不知道是你的。桑稚低着头，有些局促地往外挪了一步，没听到他回应，他便指了指车尾箱里的书，正经地解释，我是来帮我哥哥搬宿舍的，看到车里有东西就想帮他一块搬上去。又等几秒，他还不说话。桑稚迟疑了下，又补充了一句，如果知道那个娃娃是你的，我就不帮忙拿了。段嘉许的眉眼动了动，直起身来，疑问般的重复了一遍，知道是我的就不帮忙拿了。桑稚立刻点头，绝对不拿，还绝对不拿。段嘉许的声音懒散，语气略带指责，小孩，你有没有良心？拿了说他是小偷，不拿又说他没良心，这男人简直比天还善变。段嘉许又道，哥哥帮你的大忙不记得了。这话一落，桑稚心中的不满一下子就散了大半，嗫嚅着，记得，那也不对哥哥好点。桑稚瞥他一眼，不吭声了。段嘉许轻笑了声，也没再逗他，把那个布偶递给他，喜欢就拿着玩。桑稚的右手动了动，忽然间又想起他刚刚口里的那句盯上我了，他倏地把手收了回去，没那个胆子拿。不要。段嘉许把手收回来，那我扔了。桑稚顿了顿，这才接了过来。段嘉许觉得好笑，要就拿，你这小孩怎么这么别扭？闻言，桑稚有些不满，你刚刚说我是小偷，哥哥跟你开个玩笑。段嘉许把车里的那一摞书搬出来，腾出另一只手把车尾箱关上，走吧，上楼。桑稚跟着他，没说话。段嘉许看了眼手机，而后问，不高兴了？桑稚依然保持沉默。段嘉许，送你个娃娃补偿你，行不行？桑稚直白道，这娃娃很丑吗？段嘉许的眉毛上挑，侧头看了眼，还行吧。你为什么买这个？不是买的。段嘉许想了想，不太在意地说，忘了哪来的了。桑稚忽地明白了些什么，问道，哥哥，这是别人送你的吗？段嘉许，好像是吧。桑稚没兴趣了，那我还给你吧。不喜欢。段嘉许朝他伸手，那拿过来吧，哥哥来拿。桑稚沉默着还回去。段嘉许问，书包重不重？桑稚，还好。段嘉许又问，一会儿要爬5楼，能爬不？当然能，我是13岁，又不是3岁。桑稚皱眉，很不高兴，他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他，
而且我爬不了的话，你难不成要背我上去吗？段嘉许上下看他一眼，扯了扯唇角，也不是不行。桑稚，你想得美。段嘉许顿了下，突然笑出声，我想得美。桑稚抿了抿唇，本来就是。行。段嘉许妥协地承认，我想得美。那个布偶被他放在书上，体积不算小，形状又有些扭曲，看上去格外显眼。桑稚看多了几眼，很快就垂下眼睑，收回视线。楼梯的宽度不小，但上上下下的人也多，怕他被挤到，段嘉许走在前面，让他跟在自己的后头。两人安安静静地走上5楼。桑稚的体力不好，此时气喘吁吁的，脸蛋有些红了，额间也冒了汗。爬上最后一个台阶，他扶着墙，蹲在地上，顶着一副赖着不走的模样，说：不行，我得休息一会儿。段嘉许看了他2秒，行，我1小时后来接你。桑稚立刻抓住他的右腿，耍赖似的，我就休息一下，哪要1个小时？段嘉许调侃道，小孩，你这体力可太差了。桑稚反驳，明明是你们学校小气，连个电梯都不建，总共才6楼，建什么电梯？桑稚嘀咕道，那你也太倒霉了，总共才6楼就住5楼。行了，起来了。段嘉许又看了看手机，说一会儿腿蹲麻了。他看上去像是有点赶时间。这次桑稚听话地站起来，两人顺着走廊进去。桑稚跟在他的右后方，好奇地往四处看，很快就走到了525的门口。门没关，段嘉许直接推开门，把书放到靠门最近的那张桌子上。桑稚慢吞吞走进去，扭头一看，对上桑延的视线。桑延跟段嘉许是对床，此时他正坐在椅子上，长腿抬起搭在桌上，闲闲地喝着水。好兄弟，辛苦。他这个姿态格外欠揍。桑稚不满道，你还说你没空下来接我。桑延面不改色地说，是啊，刚收拾完，我这不刚坐下来歇一会儿。听到有别的声音，一个胖胖的男生从床上冒了个头出来。咦，这是桑延的妹妹。桑稚点头，你好。另一个男生从阳台出来，我靠，小妹妹挺可爱啊。桑延拧上瓶盖，把手里的水瓶扔过去，别说脏话。男生敏捷地接过瓶子，给他扔了过去。你这教育谁呢？你自己平时说的可话没说话。他突然反应过来，笑嘻嘻道，哦，我这不是嘴快了，小妹妹别学哈。桑稚默默点头，他的目光挪到段嘉许的身上，很快又垂下。段嘉许收拾了下桌上的东西，而后自己的椅子拉到桑延的旁边，他的嘴角弯起小小的弧度，学着男生那样喊他，语气吊儿郎当的，小妹妹，坐这。桑稚低低地哦了声。随后段嘉许走到厕所里，狭小的宿舍里一下子闹腾起来。桑稚大致里清了一下，那个胖胖的男生叫钱飞，刚刚说脏话的则叫陈俊文，人都很好相处，话也多。桑延跟他们的关系似乎都不错，他边玩手机边跟他们聊天，偶尔接上几句。两个人聊着聊着，突然敲定宿舍晚饭去校外吃烧烤，带上桑稚一起。没多久，段嘉许从厕所里出来，他换了件上衣，回到位置上，没掺和他们的聊天，拉开抽屉把钱包翻出来。陈俊文看向他，嬉皮笑脸道，老许，刚搬过来的，一会儿一起去吃火锅啊。今晚。段嘉许摇头，你们去吧，我有点事。桑稚立刻看向他，钱飞说，你干嘛去？你难道有女朋友了吗？绝对不可以，我们宿舍是一体的，你要是想找女朋友，必须先帮我找。陈俊文跟他争，不行，先帮我找。钱飞，我没什么条件，脾气不要太差就行。陈俊文，是个女的就行。钱飞，男的也行。桑稚盯着他们，突然冒出了句，你们不是在追我哥哥吗？桑延。陈俊文惊恐地看过去，小妹妹，饭不可以乱吃，话也不能乱说的呀。钱飞从床上坐了起来，若有所思地看着桑延，摸摸下巴说，这么一看，桑延看起来确实还挺眉清目秀的。桑延的额角抽了抽，你俩给我滚。段嘉许在一旁无声地笑，背上个纯黑的书包便往外走。我先走了，你们聊。走到一半，他突然想起什么，停下来揉了揉桑稚的脑袋，那个娃娃要的话就自己拿。说完便出了宿舍。陈俊文叹息了声，那我们也出门吧。钱飞，行，我也饿了。桑延看向桑稚，小鬼，你想不想吃火锅？桑稚沉默了几秒，摇头，我回家了。那吃别的。桑延拧眉，吃完我送你回去。桑稚又摇了摇头。桑延没耐性，起身说，你自己考虑，我去个厕所。
桑稚也默默地站起来，把段嘉许的椅子搬回他的位置。随后他又注意到他桌子上的那个布偶，犹豫着拿了起来，情绪有点闷。钱飞穿上鞋子，恰好看到桑稚的举动，下意识道：这玩意段嘉许还没扔啊，他是不是有毒？听到这话，陈俊文也看了眼，他好像放床上当摆设用的。钱飞，睡觉的时候旁边放这个东西，不觉得瘆人吗？桑稚捏着布偶的力道重了些，鼓足勇气，故作好奇地问：这个是嘉许哥哥的女朋友送的吗？陈俊文立刻道：什么女朋友？他哪有时间交女朋友？钱飞：是啊，忙得跟狗似的。陈俊文：为什么我不忙也没有女朋友？还有为什么吗？因为你丑。钱飞看着桑稚手里的娃娃，想了想，这娃娃好像是段嘉许去参加什么比赛送的奖品吧，我记得。陈俊文：是啊，上学期去的。闻言，桑稚手上的力道松了松，轻轻地吐了口气。宿舍里有2个厕所，可能是因为桑稚在场，陈俊文和钱飞没在宿舍里换衣服，拿着衣服一起挤进了另一间厕所里。桑稚盯着手里那个布偶，默默拉开书包的拉链，把它塞了进去。但体积太大，他把布偶拿了出来，再把书包里边的东西全部拿了出来，放到段嘉许的桌子上，腾出了一半的空间，这次刚好能把它塞进去。桑稚弯着唇拉上拉链，下一刻，桑岩和另2个人同时从厕所里出来。这次桑稚真的有做贼的感觉，他立刻背过身，故作平静地走回桑岩的位置。桑岩扯了张纸巾擦手，问：考虑好了没？桑稚：我回家吃。桑岩点头：行，我送你到车站。晚上10点，段嘉许回到宿舍时，陈俊文和钱飞正坐在电脑前打游戏，嘴里叫嚣着打打杀杀的话。桑岩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听到他回来的动静，他困倦地抬起头：喂，段嘉许。段嘉许把书包搁桌上：怎么？我妹刚给我打了个电话。桑岩把手机递给他，说你有东西落他那了，我问是什么也不说，你自己打过去问问。段嘉许打开衣柜，没找到衣服。你打通了再给我。桑岩困得半死，点亮屏幕，找出桑稚的号码，拨了出去，再次把手机递给段嘉许。段嘉许接过，把手机贴到耳边，走到阳台去收衣服。那头接了起来，喊了声：哥哥。段嘉许懒懒道：小孩，我落什么在你那了？桑稚安静下来，很快便心虚地说：哥哥，不是你落东西在我这了，是我落东西在你那了。什么东西？桑稚老实道：作业。段嘉许不甚在意地嗯了声：我让你哥明早给你送过去，可我没写。段嘉许收衣服的动作停住，沉默几秒后，突然明白了他找他的意图。你想让我帮你写？似乎也觉得自己这要求很无理取闹，桑稚磕磕绊绊地解释：我本来也可以自己写的，但是里面有篇500字的周记要写，我明早去学校补不完。段嘉许的笑容带了点荒唐：你怎么不找你哥？桑稚：他不会帮我写的。段嘉许：那我就会帮你写了。这话一落，两边都沉默下来。过了好半晌，桑稚的声音多了些哭腔，闷闷地说着：你就帮我写一下吗？那个老师好凶的，我以前别的作业都敢不写，就语文作业不敢。你怎么还哭上了？段嘉许无言到直乐：小孩，这样吧，你明天早点起来去学校写，我也早点给你带过去，行吧？他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不行。段嘉许问：为什么不行？我起不来，呜。不知是真的觉得慌，还是被他舒淡又不近人情的语气吓到，底气很不足的把这句话说完之后，桑稚便不再开口，只发出断断续续的呜咽声。而宿舍内坐在电脑前的钱飞突然重重地敲了下键盘，噼里啪啦的，随后大吼一声：我操，这辅助傻逼吧！下一刻，桑岩扔了个枕头过去：再不安静我把你打成傻逼！桑岩，人命关天的时候啊！钱飞的嗓子像装了喇叭似的：你他妈别睡了，一起来！两头轰炸。段嘉许淡抿着唇，转头把阳台的门关上。他靠在栏杆处，胳膊搭在旗上，看着楼下发着亮的路灯，他敛了敛情绪，放缓语调：小孩，你一般几点得到校？桑稚哽咽着，老老实实的回答：7点40。7点起床。明天6点起来行不行？这次桑稚没吭声。段嘉许也不在意，斟酌着言语，试图跟他讲道理：小孩，这作业是老师布置给你的任务，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没带回家，可以跟老师坦白，跟老师道歉，说你之后会补上，但你不能让别人帮你写。电话那边传来小姑娘吸鼻子的声音，而后闷闷地嗯了一声。
2个月没见，这次倒是能听进去话了。段嘉许稍稍松了口气。所以明天6点能不能起来？这次他沉默了好几秒，才很没自信地冒出了句：能。那明天段嘉许在心里算了算时间，明天6点40，哥哥在车站等你，陪你一块写完行不？桑稚又嗯了声。段嘉许，别哭了，自己先想想那个周记要怎么写，然后洗把脸睡觉。桑稚的声音还带着鼻音，奶声奶气的。好。这话落下之后，很快桑稚突然小声请求：哥哥，这个事情你能不能不要告诉我哥？段嘉许笑了，落作业了也不敢告诉你哥。不是。桑稚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勉强憋出了句：反正你不要告诉他。行。段嘉许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那么多耐心，提醒了下：明天6点记得起床，到时候我会给你打电话。桑稚乖乖道：知道了。段嘉许，去睡吧。听到那头挂断的声音，段嘉许放下手机。手机已经黑了屏，但桑妍的手机没有密码。他点亮屏幕，找到最近通话里，扫了眼桑稚的号码，而后返回主界面。他把干了的衣服都收下来，回到宿舍里。狭小的室内更加闹腾了。桑妍已经从床上下来，此时正站在钱飞的旁边看他玩游戏，时不时冒出句垃圾操作，看上去漫不经心又欠打。段嘉许把手机递还给他。桑妍懒懒道：落什么在你那了？段嘉许随口说：就一小玩意儿，就放你妹那吧。桑妍点点头，没再问。段嘉许走进厕所里洗澡，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熄灯时间。他用毛巾搓着头发，走到位置上，把台灯打开，扫了桌面一圈，没看到桑稚所说的周记本。他侧头注意到自己的书包，提了起来，果然压着几本练习册和一个淡蓝色的周记本。段嘉许扯了扯唇角，把这些作业推到一旁，拿了本专业书挡住。随后他给电脑开机，打开桌面上的一个文档，继续准备过2天上台的报告。舍友玩闹的声音渐渐变小，直至安静。夜色渐深，寝室内其他人的灯和手机光也陆陆续续熄灭。宿舍内只剩一盏灯亮着光，电脑右下方的时间恰好定格在凌晨2点。段嘉许关掉电脑，整理了一下桌面上的东西，忽然间注意到桑稚那个露了半个角的周记本。他抬起眼睑，把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扯下，顺手把那个本子抽了出来。他随手翻开一页，恰好翻到最新的一篇。段嘉许稍稍提起了一丝兴致，他完全没有要尊重小朋友隐私的自觉，困倦地皱了皱眼，百无聊赖地扫了下来。标题是一只流浪狗。2009年6月24日，周三，阴。今天的天气不太好，天空灰蒙蒙的，看上去就像是要下雨。我没带伞，下了车就着急着回家，一路狂奔回小区。路过一片草丛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一只纯黑色的流浪狗。看到这一幕，我停下了脚步，心情顿时变得像这天气一样差。注意到了那只狗的脸，我忽然就觉得更伤心了，忍不住过去跟它说话。看到它，我就想起了我的哥哥，因为他长得跟我哥哥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仿佛就像是我哥哥的儿子一样。段嘉许，他的目光顿了好半晌，一天持续下来的疲倦在一刻散去，忽地笑了起来。在安静的室内，没有发出什么声响，只隐隐发出几声笑出来的气息声。段嘉许笑了好半天，才合上本子，走到厕所去洗漱。出来的时候，他又注意到桌上的周记本。段嘉许垂眸思考了下，想起了桑稚说了那句我起不来，他顿了几秒，还是坐到了位置上，拿出一个新的本子，撕了张纸下来。第二天一早，桑稚挣扎了半天，听着一旁的闹钟连着响了好几次，脑海里浮起了几十次放鸽子的想法。最后听到手机的闹钟也响起的时候，还是安分地坐了起来。他很不高兴地把被子蹬开，下床去洗漱。黎平已经起来熬粥了，听到开门的动静，还以为是桑荣醒了，也没说话。等他从厨房出来的时候，注意到一脸困倦的桑稚坐在餐桌前等吃的，他一愣，直指：你今天怎么这么早起？桑稚揉着眼：我作业落学校了，早点去补。这种事情基本没发生过，黎平也没批评他，只是说：那我让你爸送你去学校，你还能在车上睡一会儿。不用。想起段嘉许说的在车站等，桑稚含糊道：我跟同学约好一起去的。黎平也没多问，进厨房给他装了碗粥。吃完早饭，桑稚背上书包，急匆匆地出了门。在车站等了几分钟，他上了最早班的公交车，找了个位置坐下，困意已经随着时间当然无存，铺天盖地的紧张感取而代之，袭上心头。离目的地越近，越觉得有些不自在。
从家里到学校的距离并不算远，坐公交大约10分钟的时间。听到到站的广播声，桑稚跟着人流一起下车，心脏像是提到了嗓子眼处，也不知道这紧张是从何处冒出来的。桑稚抓着书包带往四处瞅了一圈，没看见人，怕他是被站牌挡着了，他还认真地绕着公交站转了一圈，还是没看到人。桑稚从口袋里翻出手机，发现现在才6点半，不知道段嘉许的号码，他也不能给他打电话，只能干等。他有些郁闷，坐到公交站的椅子上。过了2分钟，桑稚的手机震动起来，来电显示是怡和市的陌生号码。桑稚接了起来，电话那头果然是段嘉许，他的声音顺着电流传来，显得更有磁性了些，低沉悦耳。小孩，你醒了没？都到了还问醒了没？桑稚有些无语，慢吞吞地回答，醒了。想了想，他也问道，你是不是还没醒？段嘉许轻笑着，我还没醒，怎么给你打电话？那我没看到你，可能因为我还没出门。这话十分符合桑稚的猜测，他也没惊讶，不悦地踢了踢眼前的石子，绷着张脸说，哥哥，你要是迟到的话，你以后的女朋友就长得跟如花一样。想了想，觉得震慑力不够，他又补充了句，体型还像变形金刚那样。话音一落，有什么温热的东西贴到了桑稚的脸颊上。桑稚吓了一跳，下意识回头，段嘉许靠在站牌边，手里拿了瓶玻璃装的牛奶。他今天穿了件红色条纹衬衫，颜色偏淡，看起来张狂又桀骜。他盯着桑稚，浅棕色的瞳仁因为光线显得深了不少。他站直起来，好笑道，如花，变形金刚，只能找到这样的小孩。段嘉许似笑非笑道，你有没有良心？没想到他能立刻就过来。当着他的面，桑稚对刚刚自己说的话有些心虚，低着头不敢看他，也不敢吭声。过了2秒，不过段嘉许的眼尾稍稍一扬，把手里的牛奶塞进他的手里，若有所思道，听你这样一说，这个搭配好像还挺吸引人。他的语气寡淡，带了点调笑的意味。桑稚听不出他是开玩笑还是在陈述事实。他用指腹摩挲着牛奶瓶，摆出一副了然的样子，问他，哥哥，你是不是没看过这2个电影？段嘉许的唇角微微一弯，看过变形金刚？果然如此，果然是因为无知才能说出那样的话来。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东西，桑稚有点小骄傲。他站起来，温吞地给他解释，如花不是电影名，是一部香港电影里的配角，叫做……说到这，他停了下来，一时有些想不起那个电影名，叫……半天都等不到他接下来的话。段嘉许盯着他绞尽脑汁的样子，不由得笑了出声，如花这个名字还挺好听。桑稚还在想名字，没搭理他，也不介意他的冷漠。段嘉许接着说，应该是挺漂亮的一个姑娘。这次桑稚不能当作没听见了，抬起头刚想反驳，下一刻他玩味般的捏了捏他的脸，又接着说，就像小桑稚这样的。桑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他居然说他长得像如花。晴天霹雳。很快，段嘉许从兜里拿出手机，看了眼时间，他往四周扫了一圈，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家便利店，去那些。桑稚还僵在原地，没有吭声。段嘉许回头拖着尾音道，小如花怎么不说话？还小如花晴天螺旋霹雳。桑稚搞不懂他这是在夸他还是在讽刺他，他有些憋屈，语气也不大高兴，你不要这样叫我，如花长得一点也不漂亮。是吗？段嘉许挑眉，听起来还挺漂亮啊。听到这话，桑稚仰头盯着他，瞅见他的表情，他忽地察觉到不对劲的地方，联想起最开始他听到如花2字时的反应，明显跟现在这副装傻充愣的样子完全不同。桑稚瞬间明白了，他就是在逗着他玩。他面无表情地看了他几秒，而后拉直唇线，默不作声地往便利店的方向走。这小孩人小脾气还不小。段嘉许笑了2声，慢条斯理地跟了上去。这家便利店的空间不算小，除了贩卖各种商品之外，还在收银台旁边架了一个机器，卖烤肠和车仔面等即食食品。冰柜前方有2张空着的桌子，桑稚坐到最里的那个位置，段嘉许坐到他对面，从背包里把他的作业拿出来，写吧。桑稚拿过，翻开周记本。便利店里安安静静，店员站在收银台处玩手机，没弄出什么大的动静。车仔面和鱼蛋的味道格外浓郁，气味席卷充盈整个室内。
段嘉许托着腮看他，小孩，你吃早餐没？桑稚翻出笔，不太想理他，沉默着点头。段嘉许，还想不想吃东西？桑稚摇头。那哥哥去买份早餐。桑稚点头。段嘉许起身往收银台的方向走。桑稚往周记本上写着日期，视线悄悄往段嘉许的身上看。此刻他正站在商品架前，店里灯光足，显得他的肤色很白，眼睛下方泛着青灰，看上去是长期熬夜，但精神却很好。看东西的时候，那双眼总会不经意地连起，专注又温和，但笑容却总是吊郎当的，像个斯文败类。很快，段嘉许拿着个三明治走回来，桑稚低下眼，装作在想开头。段嘉许从包里拿了瓶水以及一本专业书，随后他撕开包装，懒洋洋地咬了口三明治。他的吃相很好，没有发出什么声音，但吃东西的速度却不慢，很快便把那个巴掌大的三明治解决。桑稚磨磨蹭蹭的动笔，心思却完全没法全部放在作业上面，总是不由自主地往他身上飘想起之前桑岩的话，他们是考完试之后才搬的校区，那现在应该已经放假了吧？听爸妈说，桑岩是因为还有个小学期才没回家，所以这个是统一的吗？察觉到桑稚的走神，段嘉许用指节轻敲了下桌面，淡淡道：写作业。桑稚回过神，又点了点头。桌子是圆形的，空间不算大，两人的本子交叠在了一起。段嘉许眼一瞥，干脆合上课本，身子往后靠，把位置全部让给他。过了好半晌，段嘉许看到桌上还没打开的牛奶，出声问：牛奶不喝？闻言，桑稚抬眸看了眼牛奶，又往段嘉许的方向看了一眼，而后默默地把那瓶牛奶塞进自己的书包里。看着他的举动，段嘉许好笑道：怎么整的哥哥要抢你的一样？桑稚不吭声。段嘉许半开玩笑：不喝给哥哥喝。桑稚扭头警惕地把书包拉链合上。你这小孩脾气怎么这么大？段嘉许的坐姿懒散，脸上带着似有若无的轻佻，哥哥不就跟你开个玩笑，还一直不跟我说话了。这次桑稚连眼皮也没动一下，段嘉许也不太在意，只是轻道了声：小没良心的。桑稚忍不住了，生硬道：我要写作业。段嘉许扫了眼他的周记本，已经写了大半了。他悠悠道：行，你写。一旦说出了第一句话，之后的话变得容易出口了。桑稚没再像刚刚那样单方面的跟他冷战，见作业快写完了，便装作随意的问：哥哥，你还没放假吗？没呢。哦，那你家住这边吗？不是。桑稚想了想，猜测道：那你是不是课程结束就要回家过暑假了？不是，你怎么还好奇起我的事情了？段嘉许用指尖点了点他的作业，淡淡道：快点写完，写完去上学。哦。7点过一刻，桑稚把周记完成。他收拾好东西，背上书包，跟段嘉许一块出了便利店。见时间还早，段嘉许干脆把他送到学校门口。莫名有点不想走，桑稚做什么都慢吞吞的。他温吞的跟他道了声再见，而后缓缓转身往学校里走。很快，段嘉许突然喊住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从口袋里递了张被折叠起来的纸给他。对了，小孩，我忘了告诉你。桑稚讷讷接过。啊，哥哥偷看了你的周记。他的语气似乎是要带点歉意的，可桑稚却找不到半分。而后段嘉许指了指他手里的那个小纸团，拖腔带调道：所以哥哥写了一篇新的，补偿你。时间尚早，教室大半都是空的，还有20分钟才开始早读，班里的同学一般都是才点到。桑稚走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把书包里的东西都翻出来，直到整个书包都空了，他才停住动作，往口袋里摸索着，拿出段嘉许刚刚给的那个小纸团，拆开摊平，果然是一篇周记，似乎还模仿了他的字迹，小巧娟秀，一笔一画。题目是帮哥哥搬宿舍，内容写得正经又认真，细细的把一天的事情像流水账一样写下来。他翻过来，背面被他用大字补了句：用不上了。桑稚想象不到那个画面，可能那个时候天色已晚，周围的灯光都暗下来了。他坐在书桌前，难得遇到了难题，头疼的把这样一篇东西憋了出来。也许是这样的画面，让他的呼吸和心跳都开始加快的画面，然后像是从空气里尝到了糖的味道。桑稚的思绪有些空白，他又仔细地看了一遍，嘴角情不自禁地翘起，而后把纸折了起来，小心翼翼地塞进自己的绘画本里。恰在此刻，殷真如也到班里了。他从后门走进来，跟桑稚打了个招呼。走了几步，他扭头问：咦，你今天怎么这么开心？
听到这话，桑稚愣了下，勉强敛了敛脸上不受控的笑容眉，想起了一个笑话。殷真如也没多问，他视线一滑，注意到桑稚桌上的牛奶，纳闷道：你不是对牛奶过敏吗？怎么买牛奶了？桑稚沉默几秒，把牛奶放进抽屉里。我不小心拿错了。回家之后，桑稚把那瓶牛奶放进了冰箱里，又怕被黎平看到，他犹豫着，最后还是藏到了自己装宝物的盒子里，想起来的时候就翻出来看。时间一天天过去，尽管距离就近在咫尺，桑稚出学校之后，只要走5分钟就能到那个人所在的地方，甚至他也可以装作是去找桑延，从而去见那个心里所想的人。可他没有那个胆子，总觉得做什么都不对劲，会担心他是不是根本就藏不住那个只有自己在意着的小心思。半个月的时间就这么度过。放暑假的第一天，桑稚拿出那瓶牛奶的时候，恰好被黎平看到了，以为桑稚是想喝牛奶，黎平委婉地跟他说了一大番话。说完之后，他还是担心桑稚会喝掉，想要没收。桑稚只能把里边的牛奶倒出来，然后把瓶子洗干净晾干。他偶尔会往里头装自己折叠好的星星，一颗又一颗，一天又一天。后来又把段嘉许写的那篇周记也放了进去。小小的芽渐渐生出了雏形，长成了一棵苍天大树。他开始有了一个很小的盼头，每天都在盼的盼头，希望日子能过得再快一些，希望自己能快一点长大。8月上旬，因为桑荣和黎平要去另一个城市参加朋友的婚礼，家里就只剩桑延和桑稚2个人。出发前，黎平跟桑延嘱咐了一大堆的话，让他好好照顾妹妹。加之桑荣的几句威胁，桑延只能烦躁地答应下来。2人生活的第1天还算和谐，桑延大多数时间都躺在床上玩手机，偶尔桑稚过来烦他，他也只是敷衍地应付过去。到饭点的时候就点个外卖，各吃各的。一天就这么过去。但第2天，有朋友约他出去打游戏，桑延不想拒绝，迅速换了身衣服便出了房间。此时桑稚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动画片，听到动静，他看了过来，脸上没带什么表情，安安静静的。桑延走到玄关处穿鞋，我出去一趟，你在家好好写作业。桑稚懂了。你出去玩？桑延答非所问。有事给我打电话。桑稚，不行。桑延停下动作，似笑非笑道，你还能管我？桑稚重新看向电视，拿起茶几上的薯片拆开。如果一会儿有小偷来了，我要怎么办？我可打不过。你把门关好，没人来。那我要是肚子饿了呢？我没东西吃。桑延不耐烦了，盯着他手里的那包薯片。柜子里多少零食，不够你吃。桑稚咬着薯片，我不想吃零食。桑延盯着他，那你想吃什么？桑稚，反正不想吃零食。桑延忍着火气把鞋子脱了。你想吃什么？我出去给你带。桑稚瞥他一眼，理所当然道，我还没想好啊。小鬼。桑延蹲下来，用力掐住他的脸，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爸妈不在家，我不仅要给自己弄吃的，还得把你的粪也弄上。桑稚的脸被他扯到变形，说话含糊不清。这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你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没有哥哥。桑稚眼皮都不眨一下，笑得像只小狐狸，语速慢吞吞的，可我有啊。朋友又打电话来催，桑延没兴致再跟他磨。现在你就2个选择，要么你现在告诉我你想吃什么，我出去买回来给你，要么自己在家等死。桑稚继续啃薯片。我选第2个。说完，桑稚从屁股下面抽出手机，翻出桑荣的号码。他盯着屏幕，嘀咕着，好，我要跟爸爸说。桑延吃了声，随便你告状。他懒得再理他，走回玄关。顿了2秒，身后传来桑稚讲电话的声音，爸爸。桑延套上第1只鞋，还没来得及套上第2只鞋，又接着听到桑稚用很老实的语气在说，哥哥叫我去死。桑延。桑延闭了闭眼，第2次把鞋子脱掉。他快步走到桑稚的旁边，抽走他的手机，面无表情地垂下眼，想把电话挂掉。点亮屏幕看，显示的却不是他臆想中的通话界面，而是手机主界面，根本没有通话记录。他瞬间反应过来，气得胃隐隐发疼，反而笑了。小鬼，你耍我呢？桑稚眨了眨眼，无辜道，我也没说我打了呀。桑延语气凉凉的，那你刚刚跟谁说话？桑稚往沙发的另一侧挪了挪，我演习一遍。你刚刚本来就让我等死，我又不是胡说。我现在，桑稚突然想起手机被他拿了，想去抢回来，我现在演习完了，现在就打。桑延盯着他看了半晌，
没阻止，很顺从地将手机给他。行，你打。这个发展跟桑稚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他瞅他一眼，有些狐疑，又不想输了阵势，只能缓慢地点开通讯录。看着他的举动，桑延淡淡道：打完轮到我打，我又没坏事。桑稚皱眉，你要跟爸爸妈妈说我什么？没要说你。桑延皮笑肉不笑地说，我说的是打。没事儿，你告状吧。桑延起身去关掉窗户，顺便把窗帘也拉上，想说什么都说完，想怎么说怎么说，说完轮到我。室内瞬间暗了不少，像是山雨欲来的前奏。桑稚底气随之少了大半，开始不安了。你打我的话，爸爸回来会打死你的。行啊。桑延无所谓，我等他回来打死我。桑延没看他，往客厅四处看着，而后拿起放在电视上的鸡毛掸子，默不作声地在手里比划了2下，缓缓道：小鬼，要哥哥过去还是你自己过来？桑稚盯着他手里的东西，没回答。桑延似乎也没要他的回应。那哥哥过去。察觉到处境颠倒了，桑稚突然喊他：哥哥。桑延闲闲地应了声：好，哥哥亲自过去。看着他一步两步地走过来，桑稚沉默2秒，一双眼盯着他，很识时务地说：我错了，对不起哥哥，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还挺会见风使舵，早这样不就得了。桑延向来吃软，把鸡毛掸子扔开，每天听话点，别总跟我对着干，哥哥就天天给你带好吃的，知道不？桑稚不太服气地哦了声。桑延，那我出门了。桑稚侧过头看他，突然问：哥哥，你要出去找谁玩？桑延第3次穿鞋，随口道：舍友。桑稚：哦，没别的事了吧？自己在家好好写作业。桑延说：别进厨房，别自己煮东西，家里那么多吃的，饿了自己看着办，想去外面买吃的也行，有事给我打电话。还有。桑延抓抓脸颊，补充道：别随便给人开门。桑稚点头。过了一会儿，桑延出了门，玄关处响起了关门的清脆响声，而后归于一片安静。电视上的动画片已经结束，播起了片尾的音乐。桑稚觉得有些没劲，把薯片丢到茶几上，而后关掉电视，到厕所去洗了个手。想起桑延口中的舍友2字，桑稚的心尖像是被抓了一下，轻轻的，带来痒意。感觉机会就近在咫尺，一握就能抓到，冲动瞬间涌起，又在一刻被压了下去。他从冰箱里拿了瓶冰水，小口小口地灌着。桑稚回到房间，殷真如恰好给他打了个电话。桑稚，干嘛？下周傅正初生日耶。殷真如说，他们说要一起去唱 K， 问你要不要去。下周几？周2。哦。桑稚说，我到时候看看。你打算给傅正初准备礼物吗？还要准备礼物的吗？桑稚想了想，那我没空。殷真如无语道，也没有说必须。这不是人家生日吗？就准备一下吗？不然什么都不带就过去，感觉好尴尬。我也觉得。桑稚认真道，所以我不去了。但肯定也没什么人准备的。殷真如不想一个人去，忙道，你不用太在意这个，大不了我到时候说，我准备的那份是咱俩一起买的。桑稚从书架里抽了一本漫画书出来，到时候再说吧，你不是要去上补习班吗？啊！殷真如的语气一下子急了，我忘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要出门了。说着他就挂了电话。桑稚趴到床上，又翻了翻通讯录，看到被他备注成段某某的号码，犹豫着点开发送短信的界面。他的手指动了动，又停了下来。如果要发的话，要发什么内容？祝福节日快乐。但最近好像也只有一个刚过去的建军节，那就迟来的祝福，祝您建军节快乐。好像有点奇怪，或者假装发错短信了，好像挺刻意。要不然还是给桑延打个电话，说要过去找他，说不定就能碰上一面。桑稚丢开手机，边看着漫画书边开始想7想8的。良久后，他把漫画书扔开，把自己藏进被窝里，开始酝酿下午觉的睡意。所以为什么要碰面？跟他见面好像也没什么好的，总是被他耍着玩，而且年龄差那么多，跟他说话也觉得有代沟，完全没有共同语言，还不如在家里睡个觉。对，他算老几？在睡觉面前他算老几？桑稚又爬起来灌了几口水，顺带浇熄自己所有的冲动。他满意的躺回床上，盯着天花板，突然开始催眠自己。这应该也不算是那个啥，就长得挺好看的。在路上看到个长得好看点的人，谁都会多看几眼吧。就算是一条长得好看点的狗，都会想过去摸摸它。空气凝固片刻，桑稚吐了口气，又继续催眠。
可能真的有那个啥，但可能遇到个长得更好看的，我就改成对别人有那个啥了吧。比如现在见不到面，我也不会特别想见。桑稚点点头，给自己洗脑，这就证明了这样的感情是非常虚伪的。说完这话，他的心情稍稍放松了些，重新躺回去继续看漫画，不知不觉就趴在书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响了起来，连着响了好几十秒，桑稚才被吵醒。他睁开惺忪的眼，茫然地盯着看了好几秒，而后拿过手机直接摁断电话，接着又是一番的电话轰炸。桑稚在床上发了好一会儿的呆，等铃声响起第3次的时候，才迟钝地接起了电话。喂，那头响起了桑颜略显不耐的声音。你干嘛呢？这挂几次了？我睡觉。桑稚也不高兴，我挂一次你就不应该再打来了。桑颜嗤了一声，我不打的话你又得告状了吧？快点起来，我晚饭跟朋友在外面吃，你要过来一起，还是我给你打包回去？还没等桑稚回答，那头突然响起了另一个声音。哎，段嘉许好像在附近做家教，要不要叫上他一块？桑颜，随便。那我叫了呀。桑稚抿了抿唇，收回嘴边将要出口的话，低声说，我跟你一块吃。桑颜，确定？桑稚爬起来，找了个最合理的理由，我肚子饿了，你打包回来都好晚了。行，你换个衣服。桑颜说，我给你打电话再下来。挂了电话，桑稚走到衣柜前，看着里边的衣服，拿了条裙子换上。桑稚到卫生间洗了把脸，恰好桑颜打来电话，他便迅速换上鞋子出了门。桑稚进了电梯，不知是不是睡太多的缘故，醒来之后他总觉得浑身都有些难受，尤其是腹部。桑稚觉得有可能是拉肚子了，有点后悔刚刚没去厕所看一眼。他走出楼下大门，一眼就看到桑荣的车子。桑颜坐在驾驶座上，旁边坐着个男人，体型偏胖。桑稚走了过去，上了后车厢。副驾驶座的男人回头跟他打了个声招呼，小妹妹，还记得我不？是桑颜的舍友钱飞。桑稚点点头。桑颜回头看了桑稚一眼，安全带系上。看着桑稚把安全带系好之后，桑颜才发动了车子。因为是跟桑颜出门，桑稚什么都没带，只带了个手机。他看了眼手机，而后看向窗外，问道，我们现在去啊？钱飞，去接另外一个哥哥。桑稚点头，没说什么。桑颜瞥了眼钱飞，你打个电话问问他到哪了。他说就在东广场的公交站那。说到这，钱飞指了指不远处，哎，是不是那个？闻言，桑颜顺着钱飞指的方向看了眼，而后把车开过去。车停下，顺着窗户，桑稚看到段嘉许往这边走过来，而后打开了后车厢的门，坐到了他的旁边。他下意识垂下眼，别开视线。钱飞在前头囔囔，你给高中生家教吗？段嘉许懒懒地应了一声，之后也没再有别的动静。桑稚用余光偷偷观察着他，他似乎有些疲惫，上了车就靠在座椅上，眼睛半合着，额前散落着细碎的发，看上去莫明显的颓。昏黄色的路灯洒在他的身上，光影交错，隐晦不明。过了半晌，段嘉许忽地抬起眼睑看了过来，仿佛抓住了他的视线，有些猝不及防。桑稚下意识抓住裙子的下摆，怕挪开视线就像显得心虚，他没有躲闪。跟他对视了几秒后，他才低下头，故作镇定从容地看手机，当作没事情发生。见状，段嘉许玩味地抬了抬眼，也不知道又怎么惹到这个小孩了。他稍稍坐直了些，手肘搭在车窗上，轻笑着问，小孩怎么不喊人？桑稚看他一眼，乖乖道，哥哥。钱飞又回头，不甘心地说，哎，那怎么不喊我？桑稚顿了下，又喊一声，哥哥好。仿佛没听到钱飞的话，段嘉许盯着桑稚，一双眼明而亮，天生带着明目张胆的勾引，但似乎又并没有那样的意思。他像是没听清，突然问，哥哥好什么？桑稚莫名其妙，就是哥哥好啊。闻言，段嘉许拖长气息地呵笑了声，这次他像是听清了，歪了歪头，悠悠地重复了一遍，哥哥好帅啊。怪不得段嘉许突然凑近桑稚，挑眉笑道，一见到哥哥就脸红。车内放着吵闹的重金属音乐，震得桑稚的心脏发麻，减轻了几分的不自在感。因为坐在后座，段嘉许没有绑安全带，他也没有凑太近，只是身子稍稍前倾，两人之间的距离依然隔着一个空位，不远不近。桑稚的呼吸顿住，有些反应不过来，想顺着他的话碰碰自己的脸，但又能很明显能听出他话里带着逗弄的笑意，毫无正形，瞬间有了中又被老男人耍了的不愉快感。
他停住动作，绷着脸道：你哪里帅了？钱飞的目光还往后看着。听到这话，他下意识看向桑稚，一脸不忿地说：就是。而且段嘉许，你能不能要点脸？人小孩哪脸红了？音乐有点响，桑延没太注意他们的对话。通过钱飞的话，他大概猜到了刚刚段嘉许说了什么。他把音量调低了些，顺着后视镜扫了眼。他不是总这样。也是。钱飞把脑袋转了回来，白眼简直能翻到天上去。上回体测的时候，我跑完1000米喘得跟狗似的，他过来看到了，就问我，怎么一看到他就脸红桑稚。段嘉许靠回座椅，坐姿摊成一团泥，像是没骨头似的。听到钱飞的话，他低笑了2声，没有出声打断。钱飞越说越愤慨，本来就喘不过气了，又听到他说的这话，我差点窒息。别说是人，桑延转着方向盘，也加入了攻击段嘉许的行列，语气略带嘲讽，他跟狗都这么说话啊！钱飞愣了几秒，突然狂笑起来，跟狗说一见到哥哥就脸红。桑稚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钱飞对段嘉许比了个大拇指，牛逼。说完，他安抚般的对桑稚说，小妹妹，你别搭理他，这哥哥不是好人，你自己玩一会儿手机，很快就到了。桑稚瞥了段嘉许一眼，面无表情的点头。段嘉许这才开了口，懒洋洋道，钱飞，你怎么还挑拨离间啊？钱飞啊了声，问道，我挑拨离间了吗？不等任何人回应，他又看向桑稚，小妹妹，我挑拨离间了。桑稚摇头，没有。钱飞在前边无辜地摊了摊手。桑稚抓着安全带，故意认真地补充了句，这个哥哥看起来确实不像好人。闻言，段嘉许的眼皮动了动，看向桑稚，仿佛以为自己听错了，他慢慢地重复了一遍，我不像好人。桑稚没搭理他。行。段嘉许的唇角不咸不淡地勾起，意味深长地说了句，我不是好人。装作没听见，桑稚看向窗外。过了几秒，他似有若无地听到，从他那头传来一句，小白眼狼。桑延把车子开到家里附近的一个商业圈，这个商业圈是刚建成的，很多店面还没出租，所以也没开始营业。外头只零零散散地开着几家，看上去有些冷清。怕这个地段不好停车，桑延先把他们3个放下，之后独自一人把车开进了地下停车场。下了车之后，桑稚越发越的觉得难受，而且这种感觉跟拉肚子不太一样。他突然有了个不好的猜测，默不作声地走在最后边。年龄差不多的时候，黎平就跟他说过女生月经的事情，包括周围的同学，初潮大多都已经来了，偶尔桑稚也能听到他们聊起这个话题。看着他们因为这个不上体育课，因为这个大夏天喝热水，因为这个每个课间都要去一趟厕所，看多了，听多了。此时再算是迟钝，桑稚也能联想到是那个事情。黎平在这方面很细心，他专门在桑稚的每个包里都备了2片卫生巾，以防不时之需。可桑稚想着只是出来吃个晚饭，根本没有带包。他的大脑一片空白，走路的速度越来越慢，开始期望着只是他想太多了。段嘉许和钱飞走到前面，钱飞正激动地跟他说着自己刚刚跟桑延的游戏战局。段嘉许散漫地听着，很快注意到桑稚迟迟没跟上来，他停下脚步，回头问小孩，你怎么走那么慢？桑稚的嘴唇动了动，没说话。走前面来。段嘉许朝他招招手，走后面被人拐跑了，哥哥都不知道。钱飞尴尬地挠头，我都忘了桑延的妹妹在了。桑稚磨磨蹭蹭地走过去，小声道，哥哥，我想去个厕所。瞧见他的脸色，段嘉许说，脸怎么这么白，不舒服？没。桑稚的声音更低了，我就想去个厕所。见状，段嘉许大致猜到了什么，也压低了声音问，肚子不舒服？桑稚顿了下，点点头。先进商场里吧。怕他觉得尴尬，段嘉许没多问，哥哥带你去找厕所。几人在车上就商量好了，打算来这新开的一家烧烤吧吃晚饭，在商城的3楼。室内的人流比外边多一些，营业的店面相较起来也多了不少。段嘉许让钱飞先去占位，随即他找着四周的指示牌，说着，小孩，你有带纸巾不？桑稚安静了几秒，没有。那你先去厕所，看看里面有没有纸巾。段嘉许想了想，又道，没有的话，你给哥哥发条短信，哥哥给你买过来，然后让一个姐姐给你带进去，行吗？2人顺着指示牌的方向走。桑稚摇头，有些不自然地说，我自己一个人去就好了。我让你一个人去。段嘉许眉眼一抬，问道，这地方你第一次来吧？如果你丢了，你哥来找我，我上哪找人去？桑稚嗫嚅道，
不是有手机吗？段嘉许好笑道。你上个厕所怎么这么多话？桑稚立刻闭嘴。走到距离厕所10米远的位置，段嘉许停下来。去吧。桑稚看了他一眼，沉默着走进了厕所。所幸是人不多，厕所的空间也大。他找了个空的隔间进去，掀起裙子，把打底裤和内裤一起脱下。果然，如他想象中的那样，内裤上染了一大片鲜红，黑色的打底裤似乎也有湿润了的感觉。桑稚的表情凝重，把裙摆的后方扯起来看。她今天穿的是深蓝色的连衣裙，能看到裙子有一块地方的颜色深了些，不细看的话注意不到。桑稚有些崩溃，她想去楼上的超市买包卫生巾，但身上1分钱都没有。可她又没法跟段嘉许说这个事情，尴尬到一个字都不想提，像是世界崩塌了一样。桑稚在原地发了好一会儿的愣，良久后才下定决心，从一旁拽了一大截纸巾垫在内裤上，而后出了厕所。段嘉许还站在原来的位置看手机，余光注意到他出来了，他把手机放回兜里。走了。哥哥。桑稚犹豫了下，你先上去吧，我想等我哥一块上去。段嘉许，你哥已经上去了。最后一个希望破灭。桑稚垂着脑袋。哦，那走吧。觉得他今天过于反常，段嘉许有些纳闷，你这小孩今天怎么回事？今晚临时决定出门，大概是桑稚目前的人生当中所做过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迟迟不来的出潮倒霉的降临，同行的还是3个大男人，没有一个人懂他，只觉得他任性不正常。他接受着段嘉许的教训，沉默不语地走在前头。段嘉许摸不透这个年龄的孩子在想什么，只当是他心情不好，他也没太放在心上。正打算跟上他的时候，目光一扫，在此刻，在这个瞬间，他才注意到她裙子上有一块的颜色比正常的深了一些。再联想起桑稚一系列的反常行为，段嘉许抓了抓脸下的皮肤，立刻上前抓住桑稚的胳膊，斟酌着言语问：不是拉肚子？桑稚停下脚步，抿着唇看他，眼眶红红的，很快又低下头，一句话也没说。段嘉许也有些尴尬，顿了好几秒后，他才道：你先回厕所里，哥哥去给你买。桑稚没动，脑袋低得看不清脸上的表情。你先回厕所待着。段嘉许安抚道：没事儿，就一小事情。听到这话，小姑娘的羞耻心冒上头，忍了半天的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桑稚伸手抹着眼泪，呜呜地哭起来，肩膀一抽一抽的，像是受到了天大的委屈。尴尬的气氛因为她的哭声打破。段嘉许本来还有些不知所措，看着她这样哭，莫名笑了出声，又怕惹得她更不开心，只好忍着笑说：你怎么又哭起来了？桑稚觉得羞耻，头也不抬，只自顾自地哭着。行了，别哭了。段嘉许低声哄，不是什么坏事，去厕所等哥哥。他也不想这样在外头待太久，只能点点头，哽咽着憋出一句谢谢哥哥，而后便忍着哭声边走回了厕所里。看着他进去了，段嘉许吐了口气，往2楼的方向走。上了扶手电梯之后，他想了想，还是给桑岩打了个电话。桑岩很快接起，怎么还没上来？段嘉许一时竟然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桑岩，喂，听到了吗？段嘉许嗯了一声，菜都上了，怎么还不上来？桑岩，说话啊兄弟。段嘉许，兄弟，你妹。桑岩，干嘛？段嘉许，应该来例假了。那头瞬间沉默了下来，安静的像是挂了电话。段嘉许走进超市里，轻咳了一声，桑岩才开了口，那怎么办？段嘉许的语气带了点不可思议，你问我。桑岩又沉默了几秒，而后道：2楼好像有超市，你去买一下吧。兄弟。段嘉许觉得荒唐，那难不成是我妹？桑岩一本正经道：你是我兄弟，言下之意就是我的妹妹就是你的妹妹。段嘉许觉得头疼，你下来，贴身衣物你来买，我买不合适。空气似乎停滞了好一段时间，桑岩突然爆了句脏话，操。段嘉许，桑岩，信号不好。段嘉许，桑岩，挂了。最后这2个字粒落地落下之后，听筒里出乎意料的没有传来挂断的声音。段嘉许也没再出声，扫视着各处的货架。又过了好一会儿，桑岩突然道：兄弟。段嘉许懒得理他。那头响起椅子拖拉的声音，随后桑岩吐了口气，认命般的说着：要不我陪你一块去买。好吧。桑岩的语气有些抑郁，你陪我一起去，行吗？来超市从来没去过那个区域，况且段嘉许也是第一次来这个超市，他找了半天，终于在洗衣液隔壁的架子上找到了目标物。
正想走过去，忽地注意到那边站了好几个女人，还有一个售货员在跟他们推荐着产品。他的脚步顿住，想到桑稚还在等着，段嘉许的眼皮动了动，也没法再顾虑什么，只能硬着头皮过去。他走到最左端的架子前，弯腰看着面前粉嫩的包装，想要随便拿一包，又有些无从下手。没多久，桑延也找到这个位置，走到他的旁边。同时，段嘉许拿起一包蓝色包装的，递到他的眼前。要不就这。桑延放下内心的包袱，瞥了眼。日用是什么意思？白天用。现在不是晚上了。桑延烦躁地抓了抓脑袋，指着另一个方向，要不拿那包黑的吧，写着夜用。段嘉许顺着看，淡淡道：400毫米，就是40厘米长，这不会太大了。桑延盯着上面的4个字，皱着眉说：干爽网面又是什么意思？段嘉许不知道。还有棉柔表层。一旁的几个女人已经买完走人。售货员转移了目标，走到他们2个的旁边，问：你们是来给女朋友买的吗？桑延的话被打断，两人的视线同时看了过去。这个时候回答的人应该是桑延，毕竟两人之中跟桑稚有最直接关系的人是他。段嘉许收回视线，没有主动说话。不是。桑延没按常理出牌，他的视线往段嘉许身上扫了一圈，忽然意有所指道：你别看他这样。顿了下，他面不改色地补充：其实她是个女人。段嘉许的动作一顿，售货员的表情明显变得僵硬。啊，桑延，你别这样啊，人家就是长得粗犷了点，但真的是个女人。过了几秒，段嘉许抬起头，桃花眼稍稍一敛，看上去深情又暧昧。而后他露出个略显玩味的笑容，喊了句：宝贝儿。桑延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解释那么多做什么？段嘉许轻笑2声，捏了捏他的脸颊：你不用说我也明白，我在你心目中是最漂亮的。在售货员异样的眼神以及略显敷衍的推荐下，桑延勉强维持着脸上的平静，干脆日用和夜用都挑了2包。离开那块区域后，桑延冷笑道：你也是够恶心的。段嘉许挑眉：是吗？桑延，我差点吐了。你不是说我是个女人吗？段嘉许笑得温柔，像个男妖精，缓缓地说着：我觉得我是个女人的话，应该还挺漂亮吧。两人又到卖内裤的地方，桑延随手挑了一盒，正想去结账。段嘉许提醒：衣服也买一套吧。桑延反应过来，衣服上也弄到了。段嘉许嗯了声，桑延点头，没多问。两人转个弯到服装区，桑延随意地扫了圈，看中了一套差不多大小的衣服，没等他拿起来，段嘉许忽然指着其中一条裙子说：买这条吧。桑延看过去，大小差不多合适，颜色跟桑稚今天穿的那条几乎一模一样，看上去区别不大。桑延没问原因，也不太在意这些细节，直接把那条裙子拿了下来。出了超市，两人回到1楼的厕所前，桑延叫住一个正要进去的女人，礼貌性地问：你好，能帮忙把这个带给里面一个叫桑稚的小女孩吗？女人愣了一下，说：可以呀。桑延，谢谢。正当女人要进去的时候，一旁的段嘉许出了声，补充道：对了，再麻烦您一下。她的年纪有点小，可能还太懂这个。啊。段嘉许摸了摸后颈的皮肤，过了几秒又道：用法你能教一下她吗？小姑娘脸皮薄，可能不好意思开口。女人了然，笑了笑：没问题。桑稚在厕所里等了好一会儿，这个商场的装修弄得很人性化，厕所里还有个区域可以坐着等人，但她不敢坐，怕裙子上的痕迹会蹭到椅子上。她也不好意思打电话催段嘉许，只能站着干等。过了10多分钟，有个瘦高的陌生女人走了进来，她往厕所内看了一圈，目光定在桑稚的身上，走了过来：小妹妹，你是不是叫桑稚？桑稚连忙点头：你哥哥让我进来给你送东西。女人把手里的袋子递给她，想了想，又道：你知不知道怎么用？桑稚接过袋子，又点点头：知道，谢谢姐姐。见她眼睛红红的，女人安慰了几句：没事儿，谁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别哭了，快去换吧。桑稚又说了句谢谢，而后拿着袋子进了个隔间。他看了眼袋子里的东西，看到需要的东西基本都齐全的时候，才终于松了口气。认真把自己收拾干净，桑稚笨拙地换上一片新的卫生巾，很快便出了厕所。他不知道以什么表情出去见段嘉许，又到洗手台前磨蹭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破罐子破摔般的走了出去。意外的是，外边没看到段嘉许，取而代之的是下了车之后就没再见到的桑延。一时间，桑稚窘迫和尴尬的情绪稍稍淡了些。
注意到他的身影，桑延朝他招了招手。桑稚沉默着走到他的面前，盯着他红彤彤的眼，桑延稍稍弯腰，问道：小鬼，你哭什么？听到这话，桑稚的眼泪又开始往上冲，声音带哽：丢脸。桑延，谁说你丢脸了？就是丢脸。桑稚拿手背擦眼泪，呜，你还给我拿透明的袋子装，别人都能看见。这是收银员给我拿的袋子。桑延觉得好笑，你怎么还怪我头上了？你去怪收银员啊。我不管，呜。桑稚呜咽着，人性道：你得给我找个不透明的袋子，我上哪给你找去？桑延被他哭得烦，直起身朝他伸手：行了，我帮你拿。这样丢脸的就变成我了，行了吧？闻言，桑稚朝他的方向看，似乎同意了这个提议。他的哭声渐缓，边掉着眼泪边把袋子递给他。桑延接过袋子，另一只手扯着他的手腕，嘲笑他，还说自己不是小孩呢，屁大点事一个劲儿的哭。桑稚一声不吭的把手上的眼泪都蹭到他的衣服上。难得的，桑延也没生气，只是道：你脏不脏？桑稚抽着鼻子：我又没把鼻涕也蹭上去。桑延凉凉的扫他一眼：你敢？这话一落，桑稚立刻拽住他的衣摆，仿佛一定要跟他作对，用力在上边擤着鼻涕。桑延，一大一小的两个人僵持了一阵。桑延先败下阵来，忍着脾气，只能又带着他到3楼的厕所，让他再去洗把脸，顺便收拾了下自己衣服上的惨况。再回到那家烧烤吧时，时间已经接近晚上7点了。桑稚跟在桑延的屁股后头进去，他偷偷地往前方看着，注意到段嘉许跟钱飞并排坐在一张4人桌上。段嘉许坐在靠里的位置，身子靠着椅背，脸上带着漫不经心的笑容，听着钱飞说话，时不时应两句。坐姿并不端正，总是懒懒散散的，像个游手好闲的大少爷，但又莫名带着吸引力，让人挪不开眼。桑稚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变成是桑延来找他，他猜测应该是段嘉许给桑延打了个电话，但想到不是他替自己去买那些东西，他也确实没那么尴尬了。桑延让桑稚坐到里边的位置，总算等到他俩回来了。钱飞纳闷道：你们去哪了呀？我都快吃饱了。桑稚张了张嘴，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桑延把手里的袋子放到椅子旁边，看了桑稚一眼，瞎话信手拈来：这小鬼跑去玩娃娃机了，半天不肯回来。钱飞也没多想，可能是颜色相近，他甚至没注意到桑稚身上的裙子换了一条，只是好奇道：那一个娃娃都没抓到啊？是啊。桑延缓缓道：抓不到还哭鼻子呢。啊。钱飞看了桑稚一眼，安慰道：小妹妹，没事儿，一会儿吃完晚饭，哥哥去给你抓一个。桑稚装没听见，恰好跟对面的段嘉许撞上了视线，他瞬间挪开眼。钱飞没再继续这个话题，指了指一旁的菜单：那要不再点一些？行。桑延把菜单放到桑稚的面前，想吃什么自己点。钱飞拿着串掌中宝啃着，问道：桑延，你喝不喝酒？来一扎呗，我一个人喝没意思。桑延直截了当道：不喝，我一会儿要开车。钱飞翻了个白眼：我去，你不喝，段嘉许也不喝，哪有人来烧烤吧不喝酒的？桑延，你这不就见到了？桑稚又悄悄抬眼看前方，这次没再那么恰好的跟他对视。段嘉许低着眼，用开水烫着一个玻璃杯，而后往里头装了大半杯水。在他抬起头的那个瞬间，桑稚立刻收回视线，随后他用余光注意到那杯水被放到了他的面前。桑稚抬头乖乖道：谢谢。很快桑稚点好菜，把菜单递回给桑延。桑延扫了眼，正想喊服务员的时候，注意到其中点的2个串，侧头问：这你要的？桑稚：对呀，自己自觉点。桑延直接拿笔划掉：别让我提醒你。桑稚不太高兴，又不好意思在别人面前跟他争，只能小声嘀咕着：吃一点又没事，我就点了一串。桑延没耐心道：一点都别想，我可没那闲工夫天天照顾你这小屁孩。钱飞在对面指责：桑延，你妹想吃点东西你还不让啊？没事儿，小妹妹你点，哥哥请你吃。闭嘴吧。桑延没好气道：他对牛羊肉过敏。哦。钱飞立刻改口：那小妹妹你吃点别的吧，生病可不好受。本来就只是轻微过敏，吃一点又没事。但桑稚没有决定权，只能屈服。他端起面前的水杯，小口小口地喝着，听着另外3个大男人说着他毫不感兴趣的话题。等了好一会儿，桑稚忍不住了，戳了戳桑延的手臂：哥哥。桑延侧头：干嘛？我好饿。这家烧烤吧上菜的速度可太慢了。
桑延往桌面上看了一圈，把一盘没怎么动过的牛河放到他的面前。先吃这个，垫垫肚子。桑稚哦了声，拿起筷子。他正想装一小碗到自己的碗里时，突然注意到这盘牛河里还剩下不少的牛肉。像是发现了什么宝藏一样，桑稚第一反应就是看向桑延，而后又往段嘉许和钱飞的方向看了眼。三个男人都没往他的方向看，仿佛在做贼。桑稚把其中一块牛肉藏进河粉里，想一起夹起来，那就没人能发现他的碗里多了块牛肉，也没有谁会知道他今晚偷偷吃了块牛肉。天衣无缝的操作，他刚把那团河粉夹起来，在这个时候，段嘉许突然叫住他：“小孩！”桑稚的筷子一松，抬头，啊！段嘉许单手托着右脸，眉眼稍扬，唇角也勾勒着浅浅的弧度，拉长尾音道：“先让哥哥装一碗。”他的动作停住，默默收回筷子。哦，而后把盘子推到他的面前。另外两个人正聊着天，没注意到他们两个的动静。段嘉许拆了双新的筷子，慢条斯理地翻着那盘牛河。接下来的时间里，桑稚一直盯着他的举动，然后看着他一条河粉都没夹，却一块又一块的把里边的牛肉都放进了自己的碗里，连一条牛肉丝都没放过，直至挑得一干二净，才把盘子推回他的面前。好了，吃吧。桑稚盯着面前光秃秃的河粉，只夹杂着几根胡萝卜丝和菜叶，素得可怜。他的目光一挪，定定地看着段嘉许碗里那满当当的牛肉，一口玉气堵在心口处出不来。他真的不想说，你有这么喜欢吃牛肉吗？桑稚抿了抿唇，不大痛快地拿起筷子。知道在场没有一个人会帮他，他也没浪费力气去抱怨什么，忍辱负重地装了一碗被他挑三拣四后的河粉。这一桌话最多的人就是钱飞，喝了酒之后更甚整一个晚上，大多数时间都是他在说话，桌上的东西也基本都是他在解决。桑稚百无聊赖地听着他们的聊天内容，除了游戏就是游戏，没有提过女生，也没提过一个字的学习。桑稚低着咬着河粉，腮帮子一鼓一鼓的。过了半晌，酒量极差的钱飞突然发酒疯，这次终于开始提起了自己的感情生活，绝望又崩溃。我他妈怎么大三了都没女朋友？我都大三了呀！桑稚想伸手拿一串鸡翅膀，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声吓了一跳，又立刻缩回手。他悄悄看了眼，桑延扯了扯嘴角，别吼了，你毕业了再来哭也来得及。我不，我真受够了。钱飞用手指头指了指桑延，来找我的女生，不是跟我要你的电话号码，又指向段嘉许，就是跟我要你的。钱飞嘤嘤地哭起来，从没有谁是来要我的号码，我本人的。看着一个大男人这么哭，桑延良心发现般的建议，要不这样，下次你就说你叫桑延，这样要的就是你本人的号码了。段嘉许眼皮也没抬，扯了张纸巾，拿了串鸡翅放到桑稚的碗里，随口附和，说你叫段嘉许也行，这不是雪上加霜吗？听到这话，钱飞立刻止住哭声，盯着他们两个，场面凝固片刻。桑稚没敢再看戏，总觉得下一刻气氛就要爆发。过了好一会儿，钱飞突然又哭出来，像是受到了皇帝的恩宠似的，泪眼朦胧，感激涕零地说：“好兄弟，呜呜好兄弟。”桑稚见吃的差不多了，桑延先去结账，顺便去把车开出来。段嘉许扶着钱飞站起来，低头看向桑稚：“小孩，走哥哥前面。”桑稚哦了声。听到桑稚的声音，钱飞费劲地看向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啊，小妹妹，哥哥还要给你夹娃娃，等着。你想要哪个？哥哥可擅长夹娃娃了。”看着他路都走不稳的样子，桑稚犹豫着说：“不用了。”不行，我这人说话一定会算数，从不骗人。钱飞从口袋里摸了张20块钱出来，走，去夹娃娃。出了烧烤吧，隔壁就有一块空位，放着6台娃娃机。钱飞把钱全部兑成硬币，分了10个给桑稚，看起来豪气冲天。你想要哪个？告诉哥哥，哥哥给你夹。桑稚随便指了一台。钱飞便歪歪扭扭地走了过去。桑稚看了一圈，往一台装着哆啦 A 梦的娃娃机走去，直接塞了3个硬币进去。他不太会玩，动作慢吞吞的，不是没对准，就是抓起来又掉下去。过了一会儿，段嘉许走过来，站到他的旁边。桑稚抬头看了他一眼，看到他就想到刚刚的事情，还是觉得丢脸，也因为牛肉的事情有点不高兴。他没吭声，又丢了个硬币进去，这次依然没抓到。桑稚往旁边瞅了眼，发现钱飞也一个都没抓到，心里才稍稍平衡了些。
他纠结着要继续玩，还是不要再浪费这个钱。下一秒，段嘉许懒懒地出了声：“小孩，给哥哥一个币。”桑稚扭头，不太情愿地说：“你为什么要跟我要？”段嘉许笑：“哥哥没钱啊。”僵持了半晌，桑稚还是给了他一个币。段嘉许站到娃娃机前，问他：“想要哪个？”桑稚指着戴了个红色帽子的，忍不住说：“我加了6次都加不到。”段嘉许：“哥哥给你加。”桑稚站一旁看着，看到他对准了那只娃娃，轻轻拍了下按钮，弯钩降下来，抓住了那个娃娃，上升了几厘米后又掉下。桑稚把视线挪到段嘉许的脸上，他也没觉得尴尬，只是撇头看他，又道：“再给哥哥一个。”接下来的时间，桑稚很无语地站在旁边，忍受着段嘉许持续不断又厚颜无耻地跟他要币，直到剩最后一次机会，他才成功把那个娃娃加出来。段嘉许蹲下，从机器里拿出娃娃，想加个娃娃还挺不容易。桑稚，还不如出去买一个。哥哥这不是没玩过。段嘉许抬头，把娃娃给他，这么嫌弃呀？桑稚的指尖动了动，没拿。段嘉许保持着动作没动。过了好几秒，桑稚垂下眼，接过来，谢谢哥哥。段嘉许轻笑了声，别扭的小朋友，给你抓到娃娃了。段嘉许站起身，揉了揉他的脑袋，别再哭鼻子了呀。这话像是在对应刚刚桑延应付钱飞的话，可他明明知道不是因为那个原因，仿佛完全忘了那件事情，当作自己毫不知情，为了照顾他的感受，有热气从脖子处往上冲，烫至耳根。桑稚抱着娃娃的力道渐渐收紧，敛着唇角上扬的弧度，默默地点了点头。因为钱飞醉得厉害，桑延先把车子开到他家，跟段嘉许一块把他扶上去，之后才把车子开到南吴大学门口。段嘉许下了车，跟他们2个摆了摆手，进了学校里。夜色浓郁，大学的正门宽敞明亮，里头的路灯明显暗了几分。男人的背影清瘦又高大，渐渐与那片暗沉融为一体，直至消失不见。车子发动，桑稚收回视线，问：“哥哥，嘉许哥就住学校吗？”桑延：“他怎么不回家？他家不在这边。现在不是放假了吗？”不知道。桑延明显不想搭理他，你哪来那么多话？桑稚沉默了一阵，还是百无聊赖的把脑袋向前凑，问道：“刚刚钱飞哥说有人找他要你的电话号码，是真的吗？”桑延：“废话。”桑稚：“那有后续吗？”桑延：“没给，哪来的后续？”哦。桑稚想了想，幸好你没给。桑延打着方向盘，没吭声。下一秒，桑稚又道：“我觉得可能是他们来找钱飞哥要你的联系方式，然后问你能不能把嘉许哥的联系方式给他们。哥哥，你自己注意点，闭嘴，别让他们羞辱你。虽然你确实是我们家长得最丑的一个，但是……”桑稚顿了下，像是在斟酌着用词，老实巴交地说：“但是你在外面还是也挺丑的。”回到家之后，桑稚立刻回房间，拿了套换洗衣服进浴室里洗澡。衣服还没脱，他忽地想起自己刚刚弄脏的那条裙子，又迅速跑出去。桑稚在客厅和玄关转了一圈，没看到袋子。他又朝桑延的房门看了一眼，门没关，但厨房倒是有动静，能听到他在里面捣鼓东西的声音，噼里啪啦的。这不是才刚吃完回来？桑稚默念了句真能吃，随后走回了房间里，一眼就看到袋子放在书桌边上的位置。他拿着袋子回到浴室，拿了个盆把脏衣服都丢进去。这还是桑稚第一次自己洗衣服，他挤着洗衣液，双手搓着蹭到痕迹的地方，动作笨拙又缓慢，洗得一干二净。等桑稚出浴室的时候，已经差不多过了1个小时了。他抱着盆，小跑到阳台去晒衣服。桑稚正想回房间，在这个时候听到了桑延的声音，他似乎是在打电话，语气略显不耐：“煮好了。”“我关心什么呀？我没见他不舒服。”桑延说：“加什么红枣当归？”“不是，妈，你怎么不早说？我哪知道？你们不是明天就回来了吗？到时候你们自己看着办，我累死了。你们的女儿你们自己带，成吧？我带2天算仁至义尽了行了，就这么喝吧。”过了几秒，桑延似乎是挂了电话。很快，他端着个碗走了出来，看到桑稚，他脸上也没半分心虚感，冷冷道：“自己过来喝。”桑稚慢吞吞地凑过去：“你怎么这么不待见我？我要是不待见你……”桑延啧了声，一字一句道：“你现在估计已经被我打死了。”说完，桑延懒得再理他，回到房间里。桑稚走到餐桌边，小心翼翼地端起桌上的碗，也回了房间。他坐到书桌前，对着碗口抿了一下，还有些烫，他干脆放到一边。
回头注意到被他放在床上的哆啦 A 梦。桑稚走过去，把娃娃拿起来放到床角，跟之前段嘉许送他的另一个娃娃挨在一起。他趴在床上，双腿晃荡着，用指尖戳了戳娃娃的脸，很快又翻了个身，仰躺着，看着白花花的天花板。出了神，今天好像有点丢脸，又莫名其妙的，好像有点开心。这个突如其来的初潮，除了腹部酸疼，有下坠的感觉，桑稚其实没有太难受的地方。但隔天一早，他是被疼醒的，腹部像是被人用针在扎。黎平和桑荣已经回来了，给桑稚熬了碗小米粥。还难受吗？等他洗漱完，黎平坐在旁边跟他说话，来了也好，我听你舅妈说，小兵来月经之后一下子蹿到1.7米了呢。桑稚小口喝着，听到这话，他想了想，小表姐，对呀。桑稚狐疑道，他不是本来就1.6米多了吗？黎平，是啊，这样算起来，你说不定一下子就能长到1.6米了。1.6米，桑稚把粥咽进肚子里，摇了摇头，我想再高一点，最好长到1.7米，那我们直就好好吃饭。黎平温柔地说，慢慢就会长高的。吃完早饭，桑稚难受的在床上躺了一天，什么都不想做。但想着会长高，这是长大了的第一个象征，之后会变得不再像是个小孩一样。这疼痛好像也就没那么难挨了。隔周周3是傅正初的生日，本来桑稚已经打定主意不去了，毕竟和那一圈的人不算熟悉，黎平还帮他报名了个暑期绘画班，但又因殷真如的连环夺命靠妥了协。殷真如家在附近，他早早的就来找桑稚，打算结伴而行。因为 KTV 的地点在另一个区，两人一块到附近的公交站等车。8月份，天气还很热，地表的温度都是滚烫的，泛着土腥味。两个小姑娘穿着短袖短裤，撑着伞站在车站牌下。等了一会儿，桑稚热到有些暴躁，不是下午1点吗？干嘛这么早出来？我忘了买礼物了。殷真如不好意思的吐舌头，反正我们要去上安那边，刚好在那附近逛逛，买到礼物就去找傅正初他们。现在才10点，坐车过去也要1个小时呀。殷真如看了看手表，我们到那应该11点，买完东西去吃个午饭，时间不就刚刚好吗？桑稚哼唧道，我能直接去吃午饭吗？不行，我一个人怎么逛？殷真如说，还有，你不是说你跟傅正初小学6年都在一个班吗？我怎么感觉你们关系好差？就是挺差的。殷真如不敢相信，真的假的？我还以为傅正初就那啥，你懂吧？桑稚皱眉，什么？我不懂。殷真如凑近他的耳朵，小声说，暗恋你呀。车子正好来了。没等桑稚回话，殷真如立刻拖着他上车。公交车上空荡荡的，没几个人，还剩下很多空位。两人找了后排的位置坐下。桑稚还在想殷真如的话，表情有些微妙。谁告诉你的？这一看就看得出来吗？殷真如说，他老找我约你出来。6班在3楼，我们班在2楼，他还老来我们班外面晃。桑稚又问，那你怎么不说他暗恋的是你呢？不然他怎么不直接来找我，而是通过你来找我？桑稚的表情理所当然，你俩以前应该不认识的吧？你说的还挺有道理。殷真如撇了撇嘴，但如果不是关于你的事情，他根本不会找我呀。沉默。桑稚盯着他，忽然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右脸。殷真如莫名其妙，干嘛？你脸上没东西？桑稚又指了指。殷真如立刻往后躲，满脸的拒绝。你不会让我亲你吧？你说什么呢？桑稚无言以对地看着他，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以前经常跟傅正初打架。啊？什么时候？桑稚回忆了下，2年级的事情吧。2年级？那时候几岁啊？我比他大1岁。桑稚说，年纪小的时候，有些男生确实会打女生，但不会像他那样。他对别的女生也不会这样，就对我这样什么？把我当男的打。有一次，似乎是想证实他说的话有多离谱，桑稚又指着右脸，咬字清晰道，他用拳头往我这揍了一下。拳头2个字，他刻意咬重了些。殷真如，我靠，严重吗？不知道算不算严重。桑稚思考了下，而后开始强调，我不是打不过他，主要是我没防备就摔到地上了，然后磕掉了1颗牙。顿了下，桑稚继续说，我当时生气了，也推了他一把。然后呢？他也摔到地上，骨折了。这话一出，殷真如果然打消了自己的想法。之后买礼物的时候，他也没劝桑稚也挑一份送给傅正初，像是把他俩当成了仇人，格外避讳。桑稚乐得清闲，跟着他后头，自顾自地看着些小玩意。殷真如挑礼物格外随意，看到个好看的小夜灯就买下了。
时间还早，两人干脆进了同层的一间甜品店。这是一家连锁的甜品店，店面很小，装修偏中国风，木桌木椅，颜色偏深，灯光的颜色昏黄，看上去很温馨。空调开得很低，隔绝了外头的燥热。店里没有别的客人，只有一个店员。听到门响动的声音，店员抬起眼，语气听上去带了几分困倦，懒洋洋道：“欢迎光临。”声音格外熟悉。桑稚的呼吸一顿，下意识抬头。男人穿着褐色的围裙，坐在收银台内，眉眼稍稍垂下，瞳色在灯光的照耀显得更浅。他的目光一瞥，在桑稚的脸上停下，而后眼角似有若无的那么一挑。沉默2秒，桑稚主动喊了声：“哥哥。”段嘉许看了眼桑稚旁边的女生，点点头：“来这边玩。”桑稚：“嗯。”殷真如的眼珠子在他们两个身上打着转，没说话。桑稚拿起收银台上摆放的菜单，犹豫着问：“哥哥，你在这打工吗？”“嗯。”段嘉许的神情不太在意，去找个位置坐吧，想吃什么再过来点，一会儿哥哥给你送过去。桑稚哦了声，跟殷真如坐到最靠里的位置。翻着菜单，殷真如悄悄往段嘉许的方向看，好奇道：“那个是谁啊？我记得你哥哥好像不长这样。”“我哥哥的朋友。”“长得好帅啊。”殷真如捂胸口：“我记得你哥哥也长得很帅。”“桑稚，你可太幸福了吧。”“桑稚，你别胡说。”殷真如：“啊。”“桑稚，我哥哪里长得帅？”很快，两人挑好了甜品。桑稚抱着菜单走到段嘉许面前：“哥哥，我要一个椰汁西米露，还有芒果双皮奶。”段嘉许：“嗯。”桑稚算了一下价格，而后从口袋里拿了一张20和一张10块，又摸索出3个硬币。他又摸了摸，没摸着。桑稚把钱都放到收银台上，他转头想回位置拿上自己的包，再从里头拿1块钱出来补上。刚走2步，身后的段嘉许出声喊他：“小孩！”桑稚回过身：“啊！”段嘉许用骨节敲了敲桌上的钱，手肘撑着桌沿，身子微微俯下，低笑着问：“欺负哥哥不会算数。”桑稚反应过来，抿了抿唇，沉默着回到位置上，从包里拿了1个硬币出来，又走到收银台前，把那1块钱放到他的面前。段嘉许垂眸扫了眼，还差1块。桑稚觉得他是在骗他钱，开始跟他较真。一个18块钱，一个16块钱，加起来34，哪里还差1块？你不是说哥哥长得帅？他什么时候说了？那是殷真如说的。而且这话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偷偷看了哥哥那么多次，如果给你白看的话，他的尾音打着转，听起来吊儿郎当的，那哥哥多吃亏啊。桑稚一言不发地盯着他半晌，似是觉得憋屈，憋了半天才憋出了句：“怪不得你这个店没生意。”段嘉许：“嗯。”桑稚把钱往他面前一推，明显1毛钱都不想再多给，小脸蛋严肃至极，又字句铿锵地冒出了2个字：“黑店。”段嘉许觉得好笑，多收你1块钱就成了黑店了。桑稚板着脸：“我又没偷看你。”“行。”段嘉许把桌上的钱拿起来：“是哥哥胡说八道。”桑稚瞅他也没多再说什么，想回到位置上。还没走2步，身后的段嘉许又叫住他：“等会儿。”桑稚脚步一顿，回头：“干嘛？”段嘉许：“过来。”桑稚的神情狐疑，不太想过去，但他就安静地站在那看他，仿佛笃定了他会过去，像是在对待一直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狗。在原地定了好一阵，桑稚不情不愿地走过去，又问一遍：“干嘛？哥哥还能真收你钱啊？”台子的高度大约1米多，段嘉许弯下腰，隔着张桌子的距离抓住他的手腕，把钱塞回他的手里：“自己留着买糖吃吧。”桑稚愣了下，他已经把手收了回去。收银台的后方就是一张大型的琉璃台，上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原料。说完话，段嘉许转了身，拿出2个干净的碗，开始做甜品。桑稚默默把钱又放回了口袋里。怎么总这样？打1巴掌给1颗糖。然后他居然每次都没能拒绝，非常倔强的因为他的巴掌跟他争执，而后又非常没面子的把糖收了下来。回到位置，殷真如凑过来，这次把声音压得很低，跟他窃窃私语：“桑稚，你哥哥的朋友是要请咱俩吗？”桑稚点头：“是吧？嘿嘿，真好。”殷真如很开心，买了礼物，我都没剩多少零花钱了，我还想给冒险岛充个点券呢，最近新出了个帽子，贼好看。你都充了多少钱了？好看吗？知道桑稚对这个不感兴趣，殷真如转移了话题。对了，刚刚傅正初在 QQ 上找我，问我们在哪了，我就告诉他了。哦，他好像也到了，说先过来找我们。
还有刘伟奇也在。桑稚，他们怎么不先去开个房？殷真如，现在才12点，那家 KTV 下午1点才能开房。他们说已经打电话预约了，先过来跟我们会合，然后一块去吃午饭。还有谁会来？好像还有他们班的几个人吧。殷真如说，不过那些都是1点之后直接到 KTV 找他们恰好。段嘉许在此刻把2碗甜品端上来。听到这话，他的眉峰稍抬，桃花眼扫了过来，随口问，要去唱 K？ 殷真如立刻噤声。桑稚点头。段嘉许也没说什么，只是嘱咐道，去正规的，天黑之前记得回家，别在外面玩太晚。这语气像在帮桑延管教他一样，但其实桑延都不怎么管他。桑稚哦了一声。等他走了之后，殷真如又凑过来说，你哥哥的朋友怎么说话跟我爸一个样，我出门前他也跟我说了这样的话。桑稚很赞同他的话，我爸也跟我说了这样的话。还没吃到一半，傅正初和刘伟奇就来了。桑稚其实挺少见到这2人，此时这么一瞧，才发现他们似乎又长高了些，穿着一身便服，像个小大人似的。殷真如放下勺子，笑嘻嘻道，寿星来了。傅正初摸了摸鼻子。刘伟奇一身汗，先一步走到殷真如隔壁坐下，你们快点吧，我饿死了，要不去隔壁吃个肯德基算了。殷真如，我可没钱吃肯德基。狭窄的店里多了2个人，一下子就热闹起来。殷真如吃东西的速度很快，早就已经吃完了。其余3人都在等桑稚。他听着殷真如和刘伟奇斗嘴，加快了速度。见桑稚吃完了，殷真如递了张纸巾给他，走吧。桑稚点点头。另外2个男生先站了起来，走了出去。殷真如挽住桑稚的手，想拉着他一块走。路过收银台的时候，桑稚像是想到了什么，脚步停了下来，把自己的手从殷真如的臂弯里抽出来。你先出去等我吧。闻言，殷真如看了段嘉许一眼，愕然道，行，你快点啊。随后便走了出去。段嘉许正坐在椅子上玩手机，一只脚搭在椅侧，坐姿随意。见状，他把手放下来，饶有兴致道，小孩要跟哥哥说什么？桑稚迟疑了几秒，最后还是很直接地问，哥哥，你是缺钱花吗？没想过他是来问这个。段嘉许笑了下，怎么了？上次去吃烧烤，钱飞哥也说你在附近做家教。桑稚小声道，然后今天又看到你在这工作。段嘉许盯着他，没说话了，安安静静的。他的目光有点琢磨不透，看不出情绪如何。桑稚莫名开始紧张，咽了咽口水。你不回家吗？有一点。这话似乎是在回答他前面的那个问题，但桑稚有些没反应过来，迟钝地呀了一声。去玩吧。段嘉许的表情散漫，像是完全不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你的小朋友们还等着呢。把话说完，他转过身，打开水龙头洗着东西。过了一阵子，正当段嘉许以为桑稚已经走了的时候，身后突然响起了一声脆生生的哥哥再见，之后又响起了一阵小跑着离开的脚步声。段嘉许拿抹布擦干净桌子，回头一瞥，目光在桌子上定格住。桌上叠着一堆钱，除开刚刚他还给他的那些，似乎又多加了不少。最底下压着一张红色的100块，再往上都是一些10块5块的零钱。最上方用6、7个1块钱硬币压着，还有个2个5毛钱的，看起来整整齐齐，像是把自己的全副身家都放到了这里。段嘉许愣了好一会儿，良久后，他迟疑的伸手戳了下那叠硬币，硬币塔瞬时塌了下来，滑落到桌面上。他的眉梢一扬，忽地笑出声来。怎么回事？这次怎么好像真有了中骗小孩钱的罪恶感？桑稚是真的1分钱没给自己留，午饭都是跟殷真如借钱买的。没钱的时候，跟一群不太熟悉的同学待在一块，他总觉得没啥底气。下午5点，一群人在 KTV 里唱得正高兴，桑稚捧着杯茶水喝着，耳朵被震得发疼，纠结了半天，还是对殷真如说，殷真如，我打算回家了。殷真如没听清，抬头，你说什么？桑稚只好提高音量，我说我要回家了。在这个时候，歌曲的高潮正好过去，进入了一段纯音乐，他的声音一下子就显得突兀起来。一群人顺势往他的方向看，很快音乐又响起，将这凝固的气氛打破。其余人也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只有傅正初走过来，坐到他隔壁的位置。桑稚，你要回去了吗？桑稚说，我爸让我天黑之前回去。想了想，他补充了一句，生日快乐。傅正初沉默几秒，而后道，我送你到车站。为什么要送？下楼就是车站了。桑稚神情古怪，站了起来，你就在这待着吧，
我走了。他转头跟附近几个人道了别，出了 KTV。桑稚从包里把学生车卡拿出来。KTV 在这个商城的5楼，段嘉许所在的甜品店在4楼。坐扶手电梯下到4楼的时候，他的脚步停了一下，身后倏地响起了傅正初的声音：“你怎么不走了？”桑稚被吓了一跳，立刻回头，有种被人抓到亏心事的感觉，恼羞成怒道：“你跟着我干什么？”“没跟着你。”傅正初的表情有些窘迫，“我出来透透气。”“哦。”桑稚继续往下走，“那你透吧，再见。”傅正初依然跟着他，“顺便送送你。”桑稚懒得理他了。“对了。”傅正初挠了挠头，找了个话题来聊，“下学期开学有份班考，你知道吗？”桑稚点头，“我听说你期末考试进步了，考了年级倒数第5。”傅正初觉得丢脸，勉强道：“我那是睡着了。”看着他这个样子，桑稚若有所思，联想起之前他在公车上对他说下次考个第1玩玩，以及对他说是因为上课没听讲才被叫的家长，但事实上是他主动跟老师提出要请家长的事情。他突然问：“你是不是挺自卑？”傅正初：“这事也没什么吧，主要是我也没怎么见你学习，你好好学习的话，成绩应该是会进步的。”桑稚说：“你只要别那么懒，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就行，不用自卑。”桑稚被他劈头盖脸的说了一堆，傅正初终于忍不住了：“我不信你看不出来。”桑稚顿了下：“什么？”傅正初没说话。“什么看不出来？”想着殷真如的话，桑稚犹豫着问：“你暗恋殷真如的事情吗？”傅正初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他平复着呼吸，咬牙切齿道：“谁跟你说的？”桑稚无辜道：“我猜的。”傅正初：“你能不能别瞎猜？”桑稚很莫名：“那你总不能是暗恋我吧？”傅正初面无表情地盯着他，破罐子破摔道：“怎么不能？”桑稚的表情终于有了点变化。啊！少年年少气盛，用最张狂的语气说出了最怂的话：“假如我是说假如我暗恋你，你能怎样？”不知是他的音量过大，还是因为他说出来的话太令人难以接受，桑稚明显一副被震撼了的模样，僵在原地没动。两人的脚步同时停了下来，沉默让气氛变得尴尬。傅正初盯着他的双眼渐渐躲闪，耳根也染上了绯色。他摸了摸脑袋，强装镇定，问道：“你怎么不说话？”桑稚又啊了一声，有点不知所措。他不是没被告白过，但普遍都是往他抽屉里塞情书，或者是发短信。面对面的告白还是头一回，何况还是这么高调的。哎，桑稚直接当这个假设成立，突然有些好奇：“你还记得你打掉我一颗牙的事情吗？”傅正初极为后悔这事儿，但他也确实做过，此刻只能牵强的给自己辩解：“这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我的手指那时候不也骨折了吗？”桑稚不太记仇。也是。傅正初松了口气，竖起耳朵，期待着他接下来的话。桑稚完全不知道委婉2个字该怎么写，直接道：“那你还是别喜欢我吧，我不喜欢比我小的。”傅正初顿了下，怒了：“你这不是年龄歧视吗？你总得说点我能改变的吧？”桑稚想了想：“我喜欢长得好看的。”傅正初深吸了口气，用手指头指他：“除了你，从没有人说过我长得丑。你是不是在针对我？你是不是给我加上了丑逼滤镜？”就桑稚温吞道：“每个人的审美不同。”傅正初极为委屈：“我难不成还能去整容？我哪有这个意思？”桑稚被他吼得也有些委屈，讷讷道：“所以我不是叫你别喜欢我了吗？”算了。傅正初放弃跟他交谈，当我没说。见他情绪不佳，桑稚也开始后悔自己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硬着头皮道：“你喜欢我什么呀？”傅正初瞅他一眼，极为肤浅：“你长得好看。”桑稚：“哦。”傅正初：“你就这反应？”桑稚：“那我没法反驳呀。”两人还停在3楼的扶手电梯前。傅正初突然觉得心情很沉重，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又问：“你是不是不想早恋？”桑稚点头：“有一部分是这个原因，还有一部分就是嫌我小，嫌我丑。”越说越觉得不甘，傅正初用力抿了抿唇，眼眶开始红了：“桑稚，今天可是我生日，你不能改天再拒绝我吗？”桑稚懵了：“你哭了吗？”“我哭个屁！”傅正初觉得丢脸，转头揉眼睛，还想说什么的时候，突然注意到背后站着个人。傅正初跟他撞上了视线，对视几秒，傅正初的泪意渐散，莫名觉得面前的人有些眼熟，但一时也记不起在哪见过了。察觉到傅正初半天不吭声，桑稚狐疑的看过去，顺着他的视线往后方看，赫然看到段嘉许的身影。不知道他在他们后边站了多久。
见他们都看了过来，段嘉许玩味般的抬了抬眉。打扰到你们了。傅正初立刻想起了这个人是谁，桑稚的哥哥。上次桑稚被叫家长的时候，他在办公室见到过的。想到自己刚刚说的话，傅正初的背脊一挺，猛地一鞠躬，一副被人抓了包的心虚样。桑稚哥哥好。段嘉许嗯了一声。傅正初同手同脚的往另一边跑。桑稚哥哥再见。很奇怪的，明明并没有哪里做的不对，但桑稚居然也有了种做了亏心事的感觉。短暂的几秒思考后，他决定先发制人。哥哥，你是在偷听吗？段嘉许垂眸看他。是啊。他就这么承认了，把让桑稚瞬间把接下来的话又咽了回去。他有些措手不及，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干脆不吭声，继续往下走。段嘉许慢条斯理地跟在他后边。我们小桑稚的魅力还挺大。他似乎觉得极为好玩，笑了出声，带出浅浅的气息，惹得人家小男孩都哭鼻子了。桑稚不知道回什么，憋红了脸。你干嘛？段嘉许，哥哥关心一下你啊。桑稚很别扭。你别提这个了。行。段嘉许扯开话题，脸上的笑容敛了些。上次哥哥帮你去见完老师之后跟你说的什么话，复述给我听一遍。他瞬间懂了他这话暗含的意思。我不记得你说什么了，但我没早恋。顿了下，桑稚又强调一遍，绝对没有。段嘉许，还挺听话。桑稚不高兴地哼了声。段嘉许思考了下，低声建议，青春期开始有这些想法挺正常，但你也别伤害别人，可以先谢谢对方的喜欢，然后再拒绝。桑稚，我哪有伤害他？段嘉许，你不是把人弄哭了吗？我弄哭他的次数多了去了。桑稚理直气壮道，我以前跟他打架，不管谁打赢，哭的都是他。段嘉许上下扫视他，好笑道，你还会打架？两人出了商城大门，到附近的车站等车。桑稚诚实道，小时候会打。他懒懒道，你现在也还是小时候。沉默几秒，桑稚忍不住说，现在不小了。段嘉许撇头笑，比划了下他的身高，行，好像是长高了些。还知道对哥哥好了。桑稚沉默地看着他。段嘉许，把手伸出来。桑稚迟疑地伸手。下一秒，段嘉许把刚刚桑稚给他的全副身家又交还与他，弯着唇道，谢谢小桑稚。桑稚讷讷抬头，你知道这是传出去别人会怎么说我不？段嘉许拖着腔说，会说我勒索初中生，要把我抓进去的。桑稚认真道，没勒索，这是我买甜品花的钱。段嘉许，你吃了200啊？那别人不得说哥哥漫天开价。桑稚说不过他，又把钱塞回他的手里，反正我就给你了。给哥哥钱干嘛？段嘉许笑，觉得哥哥很惨。没有。他一提起这个，桑稚又想起了刚刚自己似乎把他惹不开心的事情。他犹豫了下，还是道了声歉，哥哥对不起。桑稚把酝酿了一下午的话磕磕绊绊地说出来。我刚刚不应该问的，我就是看你好像很忙，然后我之前还老麻烦你，就觉得不好意思。还有，这是你辛苦赚来的钱，我不能就那样花掉。而且我还带了个朋友来。段嘉许眉眼一松，唇角弧度勾起。你怎么突然说话这么官方？桑稚老实道，我爸爸说做错了事情得认。谁说你做错事了？我觉得我问的话让你不开心了。桑稚说，这就是做错了事情。没事儿，我没不开心。段嘉许揉了揉他的脑袋，把你买糖吃的钱拿回去吧。桑稚把手背到身后，我不喜欢吃糖。那就买你喜欢的。段嘉许垂下眼睑，盯着他明亮的眼睛，等哥哥以后真的穷得揭不开锅了，再来跟你借钱，行不行？上了车，桑稚走到后排靠窗的位置坐下。他看了眼车窗外的段嘉许，很快又收回视线，看着被他塞到包里的钱。桑稚闷闷地把拉链拉上。夜幕还未降临，天边的颜色暗红，给大片的云染上了颜色。远山如画，轮廓清晰明了，点缀在这片色彩之中。桑稚伸出手指，在窗户上比划了个段字，很快又蹭掉。他的心情突然很低落，觉得有些费解。是年龄越大，烦恼也会随之越多吗？可他觉得他的年纪还没有很大。段嘉许好像也没有。这次意外的遇见是这个暑假里桑稚最后一次见到段嘉许。接下来的1个月，桑稚参加了暑期绘画班，开始写暑假作业，开始忙上了他这个年龄该忙的事情。桑稚没跟桑岩问过段嘉许，也从没主动去联系他。他不知道他最后有没有回家，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那么辛苦地在兼职打工。但他悄悄买了一个存钱罐，悄悄的在里面存了很多用不上的零花钱。
也许之后也不会用上，但他偶尔又会觉得以后或许会用上的。初二新学期开始，开学的分班考，桑稚正常发挥，进了重点班。同班的同学大半都换成了不认识的人，就连他最熟悉的殷真如也被分到了别的班，跟傅正初在同个班。换了班之后，殷真如没怎么再来找桑稚玩。桑稚本身也不是多主动的性格，两人的联系便越来越少。他本身也是比较独来独往的人，也没太把这事放在心上。转眼间10月底一过，旭日中学开始筹备校运会的事情，又到隔壁的南吴大学去借场地。桑稚对运动的事情完全没兴趣，但班里的女生不多，他被老师强硬要求必须报名一项。桑稚只能不甘不愿地报了个跳远班里，还特地花钱弄了套班服。这个班服是陈明旭设计的，按照他的品味，不接受任何反驳。中央的图案是一个盛大的向日葵，看起来花里胡哨的，是桑稚见过最土的班服。校运会那天，桑稚觉得丢脸，到学校才换上了那套班服，而后跟着大部队一块到附近的南吴大学。除了桑研班宿舍的那次，这是桑稚第2次来了，也不觉得新鲜。周围没比赛的男生在看台处围成一团，开始打三国杀。桑稚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听到广播喊初2女生跳远的检录，才跟班里的一个女生一起到了检录处。除了场地，南吴大学还安排了一堆志愿者给他们。比如现在，桑稚在检录处就见到了他的亲哥。桑研坐在检录的帐篷下方，见到他，他的唇角稍稍弯起，手里的笔尖轻点桌子，看起来有些恶劣。同学，你不符合参赛资格，回去吧。桑稚忍气吞声道。哪里不符合？身高不够。我没听说跳远要求身高。桑研眼一瞥，身子往后靠。那总不能1.2米都没有吧？说完，他侧头看向旁边趴着睡觉的人，笑道：你说是吧？兄弟，总不能1.2米也没有吧？桑稚捡取了其中的重点词语。1.2米，没有。颠倒一下顺序，再连起来。没有1.2米。桑稚彻底被几个字吸引住，没注意到桑研之后跟旁边的人说了什么，更没注意到趴着的那个人长什么样。此时阳光正大，帐篷底下虽阴却不凉，闷热的温度无处不在。他的脸被烤得微微发红，心情也有些燥，无法忍受他这莫名其妙泼来的脏水。我哪里没1.2米？尽管桑稚觉得这话自己并不用证实，但还是忍不住计较。我都1.55米了，我哪里没1.2米？都1.55了。那这位同学，你长得桑研不以为意，垂眼翻了翻名单，还挺显矮。行吧，你以后得提前说啊，不然多容易误会。难不成他见人就要说一句我身高1.55米了吗？整得跟炫耀似的。自己看看衣服上的号码跟名单对没对上。随后桑研又推了推旁边的人，别睡了，来帮个忙啊兄弟。一直趴着的人动了2下，这才把脸从臂弯里抬起来。桑稚顺势看过去，男人的模样困乏，眼睛半眯着，似是有些不适应这亮度。隔几个月未见，他的头发长长了些，遮盖眉毛，被睡得有些乱。肤色是冷感的白，唇色却艳得像是染了胭脂，妖孽样半分不见，越显勾人。段嘉许慢条斯理地坐了起来，身子往后靠，一副睡不醒的样子，懒洋洋地应了声桑稚盯着他看了2秒，心脏重重一跳，忽地收回视线，装作没看到一样。他给自己找了点事情做，按着桑研的话，在桌上那份名单上找着自己的名字和号码。0155。桑稚低头看了看自己胸前的号码，而后对桑研说：对上了。你这号码还挺有意思。桑研闲闲地说，好像怕全世界不知道你1.55了似的。桑稚不高兴，这又不是我自己选的。听到两人的对话，段嘉许掀起耷拉着的眼皮，注意到桑稚以及他身上穿的衣服，他的眉毛一扬，困意瞬间散去大半，然后突然笑了出声。桑稚闻声看去，就见他盯着自己身上的衣服，低着下颚在笑，笑意毫不掩饰，意味格外明显，就是在明目张胆地嘲笑着他的穿着。这个反应让桑稚立刻想起了他身上那件奶奶辈估计都不愿意穿的班服。他的耳根渐渐发烫，深吸了口气，恼怒地走到旁边，隐隐还能听到段嘉许低笑着在说：你妹妹的审美可还行，现在以大欺小还流行组队了，2个老男人。桑稚干脆装作不认识他们，他跟同班也参加跳远的女生待在一块，等他们对完选手的名字和号码。女生的名字叫岑蕊，性格比较文静。此时他似是觉得有些无聊，便主动道：桑稚，你认识那2个哥哥吗？桑稚勉强点头，但不熟。你怎么认识的呀？
岑蕊好奇，跟我们年龄好像差不少。我妈妈的朋友。桑稚随口胡诌。啊，我妈妈喜欢跳广场舞，他们经常一起跳。桑稚说，偶尔会请他们到我家吃饭，我就认识了。广场舞，经常一起跳这几个字，像是一道巨雷劈到了岑蕊的脑袋上，她不可思议地问，你是说广场舞？就类似美丽的七仙女那样的？桑稚面不改色道，是啊。那还，岑蕊的表情难以形容，憋出了句，还挺潮的。还行吧。他这个反应让桑稚的心情瞬间舒坦，这个年龄好像都喜欢跳这个。很快，桑延喊他们这一堆人过去抽签，安排比赛顺序。桑稚随手抽了一个，被安排到了倒数第2个。检录员有3个，除了桑延和段嘉许，还有另一个女人。她们穿着统一的黑色短袖，还戴上了统一的白色帽子。等检录完成之后，他们便带着参赛的选手到比赛的场地。桑稚其实挺不敢相信的。虽然知道南吴大学会有学生来当志愿者，但桑延和段嘉许会报名这个事情，在他看来就是天方夜谭。他不想被他们2个嘲笑，跟岑蕊走在最后边，把他们带到比赛的场地，检录员的任务就完成了。桑稚心情渐渐放松，祈祷着他们赶紧走。时间刚过11点，太阳越加猛烈，他蹲了下来，躲在旁边人的影子下方。没多久，忽然有人往他脑袋上盖了个帽子。桑稚被阳光刺得睁不开眼，下意识把帽檐往上一抬，仰头注意到面前的人，他的表情一僵，视线一挪，又看到边上还站着个人。刚刚他祈祷的事情半点都没实现，2个人一个都没走，现在还找上门来了。段嘉许蹲在他的面前，发色在阳光下显得浅。他稍稍歪头，胳膊搭在膝盖上，似笑非笑道，小桑稚今天穿得有点漂亮啊。桑稚不想理他。桑延站着旁边，手里不知从哪弄来了一台相机。下一秒，他对准桑稚，添油加醋地说，可以去选美了。哥哥。桑稚瞪大眼，你为什么拍照？爸妈让我拍的。桑延稍稍弯腰，把相机凑近了些，可以啊，小鬼，今天穿得跟香港小姐似的。我还没说你今天穿得跟大力水手一样。听着他话里的嘲笑，桑稚立刻跳起来去抢他的相机，不准拍。我平时好看的时候不见你拍。这样吗？桑延很有先见之明的把手举高，虚心请教，你什么时候好看？你跟哥哥说一声行不？不然哥哥不知情啊。桑稚还想跳起来，立刻被他摁住了脑袋，动弹不得。他觉得自己要炸了，可又被他压制的动弹不得，百般无可奈何。桑稚忍着脾气，时时悟道，哥哥，我不拿了。桑延的手依然没松开。桑稚再接再厉道，你继续拍吧，没关系。他真的觉得太痛苦了。本来桑延去上大学，对他来说就是一件谢天谢地、值得感恩戴德的事情。可没想到，他在上学期间居然还要忍受桑延的折磨。像是没听见他的话似的，桑延的眼角稍扬，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动作。我这不是好好拍着呢吗？桑稚忍不了了，威胁道，你再这样，我要告诉爸爸了。行啊，你去告状。桑延无所谓道，我回家还久着呢。僵持片刻，段嘉许也蹲在旁边看了片刻。没多久，他站起来，把桑延的手从桑稚脑袋上扯开，话里带着调笑的意味，能不能别欺负我妹了？桑延虽然知道这个人没比桑延好到哪去，但有大腿可抱，桑稚还是非常不要面子的躲到他身后，狐假虎威道，听到没有，我哥叫你别欺负我了。桑延盯着2人看了好一阵，觉得荒唐。谁你哥？他理所当然的指了指段嘉许。行，兄弟。桑延把手里的相机放下来，似乎觉得这个交易很划算，表情变得愉快起来，送你了。不知不觉，轮到了桑稚比赛的次序。运动方面，桑稚其实没有一项是擅长的，但权衡之下，还是觉得跳远比较轻松。他很干脆地选了这个。这还是桑稚第一次参加校运会的比赛。本来他是不觉得紧张的，想着跳完就走。能不能拿到名次的事情，桑稚完全没考虑过。但现在莫名多了2个人看他。桑稚慢慢吐了口气，他站在助跑道上，往前瞅了眼起跳线，在心里预估着大约要跑多少步。很快，桑稚听着裁判发号施令，开始往前跑。跑到距离起跳线1米的时候，桑稚的脚步停了一下，又继续往前跑。像是怕压到线，他用余光扫了一眼，准确地站在了起跳线前方，用尽全力往前跳。世界安静下来，周围只剩下呼呼的风声。过了几秒，裁判拿着尺子过来量距离，神色仔细认真。0155，第一次成绩0.0.5米。桑稚隐隐能听到旁边的人在笑他，当作没听见，挠了挠头。
还要跳吗？裁判，再跳2次。桑稚不太想跳了，但也不能破坏比赛规则。哦，站着边上围观的段嘉许觉得好笑，肩膀微颤。你妹怎么回事啊？跑那么快到起跳线那，然后停下来立定跳远。这小鬼警惕又胆小。桑延把刚刚那一幕录进了相机了，扯了扯唇角，估计是怕摔。第2次桑稚依然照葫芦画瓢，但倒是进步了些，这次跳了 0.8 米。路过桑延的时候，他听到他似乎鼓了下掌，非常贴心地鼓励道：这跳得远，还没我走一步的距离长。陈明旭刚好过来看比赛，看到桑稚这副毫不积极的样子，他劈头盖脸地教训了他一番，并要求他最后一次必须好好跳，就算跳远能力不行，也得好好跳。态度决定一切。在陈明旭和桑延的双重刺激下，桑稚抿紧唇，也不知道是在跟谁较劲，决定这次一定要跳出一个好的成绩，让他们刮目相看。他调整着呼吸，慢慢地往前跑，到中段的时候开始加速，在距离起跳线5厘米的位置跳起，落到沙坑上，然后跟他脑补了千百遍的画面一样，一个没站稳，桑稚的脚踝一崴，身子向前倾，桑稚下意识伸手支撑，双手蹭到沙子，生生发疼，而后整个人摔进了沙坑里。旁边立刻有志愿者过来，想将他扶起来。没事吧？桑稚疼的眼泪不受控掉落，嘶了一声，却没哭出声，勉强地说着：没事。脚踝钻心的疼，桑稚费了半天的劲儿都站不起来。这个情况让所有人始料未及。桑延和段嘉许连忙跑过来，连在不远处看着的陈明旭都跑了过来。段嘉许的距离更近些，他先跑到桑稚的旁边，半蹲下抓住他的胳膊，但没使劲。能站起来不？桑稚开始后悔自己的较真，比起疼痛，更让他觉得无地自容的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摔了个狗吃屎。他低着脑袋摇了摇头。桑延扯住他另一边的手臂，皱着眉道：你怎么不继续立定跳远了？桑稚这才哭出来，委屈的要死。你不是嘲笑我？2个人合力把他拉了起来。桑延蹲了下来，上来去涂点药。陈明旭在一旁看着，有些愧疚。桑稚，你没事吧？老师不该跟你说那样的话，早知道你就那样跳吧，乐在参与。桑稚爬到了桑延的背上，眼里还含着泪，忍着哭声说：没事儿。他的这个样子让陈明旭更内疚了。他转头想说点什么，突然注意到站在旁边的段嘉许。桑稚哥哥，你怎么在这？啊，我记起来了。陈明旭开始絮絮叨叨，你上次好像跟我说了你在南吴大学读书吧？实在抱歉啊，没照顾好你家的孩子。说完，他又注意到背着桑稚的桑延，愣了下。这位是？桑稚的头皮一紧，思绪瞬间飘到半年前的那次叫家长，疼痛在这一刻都显得微不足道，巨大的心虚感和恐惧向他笼罩而来，怎么回答？说他才是桑延，才是他亲哥，那所有的谎言都会被识破，他肯定要完蛋。或者说他是他哥哥的朋友，那为什么是他背着他？这样就很奇怪。见桑稚紧张成这样，段嘉许也想到了什么，刚想说话，下一刻桑稚勾着桑延脖子的力道收紧，像是要勒死他，又像是要堵住他接下来的话。他的脑袋空白，说的话完全没过脑，破罐子破摔那般的吐出2个字：爸爸。桑延立刻侧头，疼痛和紧张又催化了桑稚的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他吸着鼻子，说话也抽抽噎噎的。老师，这是我爸爸。桑延被桑稚勒得有些喘不过气，脖子微微发红。听到这话，他的嘴角抽搐了下，像是被呛到了，猛地咳嗽了起来。啊！陈明旭没反应过来，又看了看桑延的脸，表情瞬间变得复杂起来。桑稚，你说这是你爸爸？桑稚怕得要死，脑补了一大堆戳穿之后被所有人谩骂的画面，对他来说堪比世界末日来临。他的底气一点也不足，不敢再吭声，只是点了点头。一旁的段嘉许盯着桑稚的表情，忽然低下头笑了出声。小姑娘的眼睛圆又大，附着一层湿漉漉的眼泪，眼周一圈都是红的，脸颊还被蹭到了污渍，看起来狼狈又可怜。她的这个样子，把陈明旭想说的话都堵在了嗓子眼处。被桑稚说成是爸爸的人跟桑稚哥哥站在一块，很明显是同龄人，还穿着统一的志愿者服装。但听桑稚这么一说，他和桑稚长得确实还有点像。陈明旭暗暗想着，虽然不知道他撒谎的原因是什么，陈明旭也不忍继续问，抬手摸了摸自己已经开始秃了的脑袋。先去处理一下伤口吧。学校在运动场的2个角搭建了帐篷，底下坐着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以及校医，以防有学生意外受伤。
桑延勉强平复了情绪，面无表情地说：“好的。”随后便背着桑稚往帐篷的方向走。陈明旭在后头拉着段嘉许说了几句，因为有家长在，他也放心，而后便到别处去观察别的学生的情况。两兄妹沉默地走在前面，过了几十秒，段嘉许也跟了上来。桑稚趴在桑延的背上，心脏一直提着，不上不下。他忍不住往段嘉许的方向看，表情像是在求救。下一秒，桑延凉凉地开了口：“你刚刚喊我什么？”桑稚立刻收回视线，没敢说话。“我是你爸爸。你是摔到腿了还是摔到脑子了？”本来因为摔跤了浑身都疼，桑稚一句话都不想说。刚刚逼不得已出声应付完老师的事情，心情才放松了一点点，现在又要接受桑延的指责。他的喉间一涩，铺天盖地的委屈向他席卷而来。“你怎么老骂我？你骂我一天了。”在这一瞬间，桑稚觉得自己成了全天下最可怜的人，他用力抿了抿唇，想忍住哭腔，还是没能忍住。“我要跟爸爸说，你走开，我不要你背我了。”桑延立刻闭嘴，过了2秒，他又道：“脚崴到了，我不背你，你怎么走？我自己能走。”桑稚蹬着那条没受伤的腿，想要下来，“我要自己走，我不要你背。”桑延回头，不耐烦道：“你能不能听话点？”“我不要。”桑稚的眼泪还在掉，盯着他：“我为什么要听话？你老骂我，你一整天都在骂我。”桑延的气焰消了大半：“哥哥，这不是跟你闹着玩。”这软化的态度没有半点用处。桑稚的情绪一上来，话都不过脑就往外冒：“你这么不喜欢我，妈妈还没把我生出来的时候，你怎么不叫她把我打掉？”桑延皱眉：“你说什么呢？”他的尾音上扬，音量也稍稍拔高，似是极为不赞同他的话。这语气让桑稚顿了几秒，像是不敢相信一样。他愣愣地看着桑延，过了几秒后才眨了下眼，又掉出一大串豆大的泪：“你又骂我？”桑延离帐篷还有好一段距离，桑稚就像是要把这辈子的眼泪都流尽了。段嘉许听着两人的对话，以及桑稚从没听过的哭声，他挠了挠眼下的皮肤，忍不住喊了声：“喂，桑延，桑延，干嘛？”他走上前来，看了桑稚一眼：“我来背吧。”听到这话，桑稚的哭声减弱了些，抬头看向段嘉许，这个反应给出的意思格外明显。桑延稍稍侧头，非常尊重地问了句：“你要他背？”桑稚彻底停住哭声，定定地盯着段嘉许。他虽然没有给出肯定的回应，但这反应像是被他背着，是多么难以忍受的一件事情。桑延吐了口气，忍着屈辱说：“行。”说完，他一声不吭地把桑稚放了下来。等桑稚站稳之后，段嘉许蹲下把他背起来。桑稚趴在段嘉许的背上，回头看了桑延一眼，想说点什么，但又因为还在生气，很快就收回了视线。段嘉许调整了下姿势，盯着前方，随口问：“除了脚还有哪疼？”桑稚抽着鼻子，小声说：“手疼。”“还有吗？”“膝盖也有点。”“别哭了。”段嘉许说：“哥哥一会儿给你上药。”桑稚沉默着点头。这个角度，桑稚只能看到他的侧脸。刚刚段嘉许戴到他脑袋上的帽子，因为比赛被他还了回去，此时又出现在他的头上。两人的距离靠得近，他还能闻到他身上散发着淡淡烟草味。太阳从另一个方向照射过来，他的半张脸露在光之下，头发染上点点光晕，嘴唇淡抿着。上半张脸在阴影之处，桃花眼烧脸，鼻梁挺直，五官利落分明，看不出情绪如何。很快，像是注意到他的视线，段嘉许突然出声喊他：“小孩！”桑稚立刻收回视线，装作自己什么都没做。没等他回话，段嘉许又道：“把哥哥的帽子摘下来。”桑稚乖乖照做。然后呢？段嘉许的语气散漫，然后戴到你头上。桑稚一愣，似乎注意到他的怔愣，段嘉许下意识回头，他看着他傻乎乎的表情，眉眼一抬，轻笑道：“不觉得晒？到了帐篷呢。”段嘉许把桑稚放到一张椅子上。受伤的人并不多，大多都是中暑的人。桑延把校医叫了过来，让他帮忙看看桑稚的伤。校医检查了下桑稚的脚踝，拿了冰袋和药水过来，说：“没什么事，不严重，冰敷一下，然后喷点药就好了。这几天别再运动了。”段嘉许看了眼：“不用去医院看看。”“没事，就是轻微扭伤。”校医说：“不过以防万一，去医院看看有没有伤到筋骨也行。”桑延：“还是去看看吧。”桑稚低头看着自己微微发肿的脚踝，没说话。段嘉许到旁边拿了瓶生理盐水和碘伏，蹲到桑稚的面前：“先处理一下别的地方，然后再去医院。”
桑延走过去，我来吧。桑稚这才开了口，赌气般地说，不行。桑延盯着他，忍了忍，行，我去给你倒杯水。见状，段嘉许看向桑稚，挑着眉笑，这么信得过我？桑稚的眼睛还红红的，又低下头，把掌心摊平放到他的面前，支吾道，我哥那么没耐心，会弄得我很疼的。段嘉许，小桑稚怕疼啊？桑稚点头，又觉得自己这样有点没面子，补充了句，哪有人不怕疼？这样啊，但可能会有一点疼。段嘉许垂下眼，拧开生理盐水的瓶盖，能不能忍忍？桑稚立刻把手收了回去，背在身后，你不能小力点吗？有一点点疼。看着他这副警惕又防备的模样，段嘉许忍不住笑出声，一点也不行。桑稚格外坚决，不行。那行吧。段嘉许说，哥哥小力点。桑稚狐疑地看他，纠结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把手伸到他的面前，说了句，哥哥，我很记仇的。你不要骗我。这么严重吗？段嘉许的动作一顿，掀起眼皮看他，那我让别人来给你图形不行？我可不想让小桑稚记恨我呀。桑稚抿了抿唇，不行。段嘉许的语气带了点玩味，慢慢地往他手上的伤口倒着生理盐水。什么都不行，你还讲不讲理？生理盐水的刺激性不强，伤口处只有小小的不适感，并不太疼。桑稚盯着他的动作，觉得还能忍受，像是在帮他分散注意力。段嘉许漫不经心地说着，初二了还不知道怎么讲道理。桑稚皱眉，我虽然之前跟你说过不懂怎么讲道理，但是我整体是个很讲道理的人。段嘉许又笑了，是吗？把他手上的伤口清洗干净后，段嘉许又把他右腿的裤脚捋上去，处理着膝盖上的伤口。他这个语气让桑稚很不高兴，本来就是。段嘉许的表情认真又专注，盯着他的伤口处，反倒显得语气心不在焉的。小桑稚最听话。桑稚瞅他，默默地闭了嘴。对了，刚刚你跟你老师说你哥是你爸。段嘉许弯起唇角，突然提起这个事情，你觉得他会相信吗？桑稚想了想，我老师没见过我爸爸。段嘉许，桑稚，那就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了。段嘉许把瓶盖拧好，好笑道，你哥就这么老啊？他还跟我穿一样的衣服呢。桑稚才注意到这个点，表情瞬间僵住，过了好半天才道，那你刚刚怎么不提醒我？段嘉许开始给他涂点符，没有说话。桑稚犹豫着问，那如果老师问起来的话，我能不能说你俩穿的是亲子装？段嘉许抬眼盯着他看了好半晌，意味深长道，小孩，你有没有良心啊？段嘉许淡淡道，哥哥对你那么好，你还帮着你哥欺负我。桑稚顿了下，没懂，我哪有欺负你？段嘉许当没听见。桑稚眨着眼，有些不知所措，给自己解释着，哥哥，我觉得我对你还挺好的吧。这次段嘉许有了动静，把他脑袋上的帽子戴回自己的头上。桑稚，他忍不住说，你还挺幼稚的。段嘉许淡淡道，还骂人。桑稚瞪大眼，冤枉道，我哪有骂人？而且你这么大个人，我怎么欺负你？你不要冤枉我。段嘉许，把手伸出来。桑稚顿了下，乖乖伸手。他握着他的手腕，固定住，而后低下眼，慢条斯理地往他掌心上的伤口涂抹着碘伏，却完全不搭理他的话，仿佛真的生气了。桑稚嗫嚅道，哥哥，你怎么不理我？贴了半天的热脸都没有用处，桑稚也有点小不服。你还挺计较的。见他瞬间看了过来，桑稚立刻改口，不是，是记仇不对，就是那什么，你的记性还挺好的。记性挺好。段嘉许的眼角微扬，终于开始给他回应，不还是在骂哥哥记仇吗？你要这么理解也不是不。桑稚顿住，很没骨气的把话收回，当然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夸你的意思。段嘉许站了起来，从旁边拿了包湿纸巾，撕开。可哥哥不爱听这个。桑稚，真的难对付。随后，段嘉许微微弯腰，凑近桑稚，想把他脸上的污渍擦掉。说点别的听听。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距离，桑稚下意识往后缩，以为他是不喜欢别人碰他脸。段嘉许的动作一停，也不太在意，把纸巾递给他。脸上弄到脏东西了，自己擦干净。桑稚沉默片刻，没接过，又把身子往前倾，其间的意味很明显。桑稚很理所当然地说了句，我看不到。怎么还这么别扭？段嘉许低笑着，慢腾腾地给他擦着脸。等擦干净之后，他也没立刻站直起来，反倒开口道，小孩，你觉得不觉得？桑稚莫名有些紧张。什么？
段嘉许歪了歪头，拖腔带调地说：“我这怎么跟伺候祖宗似的？”脚踝处被冰敷了一阵，手上和膝盖上的伤口也都处理过，疼痛缓解了不少。桑稚的心情也因此没那么差了。他从小到大就是这么被照顾的，所以此时除了觉得跟他的距离靠得有点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桑稚看了他一眼，嘀咕道：“我也没让你干嘛吧？不就涂个药，擦个脸，又不是让他做什么多艰难的事情，怎么就成了伺候祖宗了？那他的这个祖宗可太好伺候了吧？凭空多了个妹妹，你亲哥还跑了。”段嘉许的眼睑抬起，站直起来：“小孩，你自己算算，哥哥都帮了你多少忙了？”桑稚顿了下，忍不住说：“那你有事我也能帮呀。”像是觉得这话有趣，段嘉许饶有兴致地坐到他旁边，撇过头笑：“你要帮我什么？”只冒出了一个字，桑稚就停住了，完全想不到能帮他什么。他挠了挠头，败下阵来，只能傻乎乎地扯开话题：“我哥跑哪去了？”段嘉许懒懒道：“不要你了吧？”桑稚哼了声：“我还嫌弃他呢。”说完，他想起了刚刚的事情，开始忧愁。我哥会不会很奇怪我在老师面前叫他爸爸的事情，而且他还听到了老师喊你桑稚哥哥。段嘉许说，估计猜到我冒充他去见你的老师了。桑稚的头皮发麻。那怎么办？能怎么办？段嘉许叹息了声，咱俩都要完蛋了。被他这样一说，桑稚也有点提心吊胆，讷讷道：“也不会吧，我一会儿跟他说说，他也不会跟我爸妈说的。”段嘉许，你不是不理他了吗？又不是我不想理他，是他总说我。说到这，桑稚的情绪开始低落，平时就算了，我都摔跤了他还凶我。你觉得他不关心你？桑稚抿了抿唇，没点头也没摇头。你刚刚在老师面前说的话不是挺有意思的？段嘉许说，你哥听到了，不得多问几句，这不也是关心吗？桑稚闷闷道，那他不能温柔点问吗？段嘉许觉得好笑，让你哥温柔，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好像有点道理。桑稚不知道该说什么，又看他一眼，很快就低下头。在这安静的氛围里，说去给他倒杯水，然后半天不见人影的桑延总算回来了。他的手里拿着2瓶水，递了一瓶常温的给桑稚，喝完去医院。桑稚没动静，桑延干脆蹲到他面前，又朝他抬了抬手，喝不喝？桑稚这才磨磨蹭蹭地接过。而后桑延扭头看向段嘉许，问道：“伤口处理好了？”段嘉许嗯了声。桑延把剩下那瓶水扔给他：“谢了兄弟。”段嘉许靠着椅背，无所谓地笑了下。过了几秒，桑延在桑稚面前背过身，说：“上来。”桑稚觉得自己还在跟他冷战，当作没听见。桑延回过头，盯着他看了好一阵，才说：“你亲哥下午有课，没工夫送你去医院，只能让你亲爸送。快点。”听着这话，桑稚下意识扭头看段嘉许。段嘉许也站了起来，翻出口袋里的手机看了眼时间，随口说了句：“你不是也有课？”这话是确实没打算去的意思。你记错了。桑延眼也没抬，又对桑稚说：“快点上来。”他的语气总带着几丝不耐。没了段嘉许这个大腿，桑稚也不敢闹太久的情绪，怕桑延真的不管他了，只能很没骨气地趴到他的背上。段嘉许又把脑袋上的帽子戴到他的头上：“好好听你哥的话。”桑延背着桑稚往操场的出口处走，两人都很安静。走了10几米后，桑稚忽然又回了头，往帐篷的方向看。在距离帐篷不远处的地方，有个小男生奔跑时摔了一跤。桑稚看到段嘉许快步走了过去，把他扶了起来。距离不算近，阳光还猛烈，他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只能看到他弯腰替那个男生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气质温润清朗，仿佛是在笑，看上去就像是个从骨子里就能透出温柔来的人。桑稚的心情突然有些闷，本来还有些话想跟他说，想问问他能不能不要再喊他小孩，至少他觉得现在他已经不再像个小朋友了，可好像又是没必要的，因为并没有那么多次要见面的机会，而且他好像不仅仅是对他那么好，他对所有人好像都是这样的温和，却又疏远。桑延背着桑稚出了操场，沉默着往校门口的方向走。因为刚刚的争吵，桑稚的心情有些复杂，有一点点的小后悔，又不太愿意拉下脸来跟他和好。此时桑延不吭声，他也没主动说话。桑稚单手勾着他的脖子，另一只手拿着水瓶，不知不觉就失了神。想起了小时候，他也经常这么背着他回家，好像是很久前的事情了。桑稚又想起了刚刚火气一上来跟他说的那句话。桑延在此刻突然出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我先不跟爸妈说了，他们现在在上班，跑回来一趟也挺麻烦的。桑稚，哦，桑延淡淡道，晚点我再让妈打个电话跟你老师请假。桑稚默了几秒，又哦了一声。出了校门，桑延拦了辆的士，扶着桑稚进车里。他跟司机说了句去附近的医院，又转头跟桑稚说，把安全带系上。瞥见桑稚的手心上有伤，他便自己凑过来给他系上。桑稚忍不住说，你怎么不系？桑延扯了下唇角，我嫌勒得慌。桑稚，那我也嫌勒得慌。桑延已经坐了回去，不太在意地说，那你就慌着。车内又陷入沉默。过了好一阵，桑延突然丢了条软糖过去，吃糖，恰好落到桑稚的大腿上。桑稚下意识垂下眼，沉默着看着那条软糖，拿了起来。它的口味跟桑延的有点相似，都很喜欢吃这个牌子的软糖，里边有9颗，向来是他拿5颗，桑延拿4颗。桑稚又看向桑延，他没往他的方向看，目光盯着窗外，看起来有些倦。这突如其来的糖，像是在让步，又像是在表达歉意。家人之间那难以说出口的歉意。半晌，桑稚忽然问，哥哥，你刚刚是去买糖了吗？想什么呢？桑延的眼皮耷拉着，看都没看他一眼，顺手拿的。桑稚没说话，低头把包装纸撕开，把里头的9颗软糖都倒出来。随后他拿起4颗，轻身凑到桑延的旁边，把糖放进他的手心里。桑延的手指动了动，又像是没注意到那样，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动作。过了几秒，桑稚又从自己的那5颗里拿了2颗给他，也跟他用了同样的方式，再用这2颗糖来传达自己的话。一颗在说谢谢，另一颗在说对不起。兄妹之间的争吵来得快，去得也快。桑稚的气性一过，也不再保持沉默，憋了半天的话，在此刻全部说了出来。本来你就有不对，我一去，那你就说我矮，嘲笑我穿的衣服，还说我跳远跳得不好。桑延冷笑，我天天被你说瞅我说什么了？那不一样。哪里不一样？我说的又不是假的。桑延懒得理他了。桑稚趴在窗户上往外看了好一会儿，很快便无所事事地喊，哥哥。桑延没应。桑稚，你今天怎么去当志愿者了？你是不是想参加多点活动？桑稚想了想，然后多认识几个女生，就提高了脱单的几率。桑延的额角抽了下。那哥哥，我觉得你还是别浪费时间了。闭嘴，你应该好好学习，多赚点钱。见他没完没了了，桑延被烦到不行，皱着眉说，我就去当个志愿者，你哪来那么多话？桑稚把脖子缩了回去，嘀咕着，我不就问问，平时不见你那么关心我，那我平时没见到你啊。桑稚理所当然地说，现在见到了，难得见一面，就关心一下，意思意思。这小鬼一来劲，怎么说都没用。桑延吐了口气，应付般地说着，缺人。陈俊文是体育部部长，就把我们宿舍另外3个人的名字都填上了。得到了答案，桑稚总算消停了些。他的嘴唇动了动，有点想问段嘉许的事情，犹豫了很久，还是一个字都没问。过了一会，桑延忽地出声，女儿。桑稚，但他似乎不是在跟他说话，半合着眼。段嘉许你哥。桑稚微妙地看他，你干嘛？桑延摸了摸下巴，继续自言自语，也挺好，有病。去医院检查之后，确实没什么大碍。重新处理完伤口，桑延把桑稚送回家，等到黎平回家后便回了学校。校运会一过，便迎来了周末。桑稚在家休息了2天，走路依然不太利索。可桑荣和黎平都要上班，他们就想到了正处大3，各方面都要闲出屁来的桑延，让桑延又做起了桑稚读3年级之前的事情，每天接他放学回家。一开始桑稚还不太乐意，但后来桑稚发现桑延似乎比他更不乐意，每次来接他都顶着一张臭到发黑的脸，他又开始乐意了。周4放学那天，因为桑延5点之后才有空，桑稚像往常一样待在教室里写作业，周围还剩小班的同学没走，在打扫着卫生。没多久，突然有人喊他，桑稚，有人找你。桑稚立刻从作业堆里抬起头，意外地看到有段时间没见的殷真如站在门口。他眨了眨眼，起身走了过去。你怎么来了？殷真如这才注意到他的脚。你这脚怎么回事？扭到了。你怎么也不注意点？殷真如皱眉，疼吗？桑稚摇头，不怎么疼了。2人好一段时间没说过话，此刻还有些陌生了。殷真如挠了挠头，安静了片刻之后，才犹豫着说，桑稚，你能不能陪我去个地方？桑稚愣了下。啊，
就是我有点事儿。殷真如像从前那样摇着他的手臂撒娇，你就陪我去吧，我一个人不好去。去啊。桑稚说，我还在等我哥。你哥来干嘛啊？接我回家。桑稚老实道，因为我脚受伤了。殷真如，我看你这走的也挺好的呀。桑稚没说话。走吗？殷真如又晃了晃他的手，我又不会带你去什么地方，我就无聊而已。我们去附近吃点东西啊。桑稚盯着他看了好一阵，才慢慢点头。我先跟我哥说一声。桑稚回到座位上，从书包里翻出自己的手机，正想给桑岩打个电话的时候，那头刚好打了过来，他接起电话。哥哥。桑岩，你出来没有？还没。你晚点再出来。桑岩说，我今天有点事，我让段嘉许来接你了，他5点半才下课，你再等一会儿。这话来得意外，桑稚到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他抬眼看了看挂在墙上的时钟，此时才刚过4点半，距离5点半还有1个小时。有不受控的小期待在心头发酵，掺杂着几丝莫名的紧张。但很快想到刚答应了殷真如的事情，他的心脏又像是缺了个口，所有情绪都一一漏掉。桑稚有点说不出口，但又觉得出尔反尔不好，往殷真如的方向看了眼，模样极为犹豫。迟迟等不到他的回应，桑岩又开口问，听到没有？桑稚慢慢的呀了声，仿佛没听清一样。桑岩勉强耐着性子重复了一遍，我说段嘉许一会儿去接你，5点半左右，他到时候应该会给你打电话，你先在班上写会儿作业。桑稚，5点半。桑岩，还有今天给我老实点，别给别人惹麻烦。桑稚正想反驳，桑岩又冒出一句，行了，我忙着呢，随后便毫不留恋地挂了电话。听着听筒里传来机械的嘟嘟声，桑稚把手机放了下来，无言地看着屏幕。他把手机放下，忍气吞声地开始收拾书包，背上之后便一瘸一拐地走到门口。殷真如过来挽住他的手臂，走了一段路，想起之前的事情，桑稚狐疑地问，你不会又是带我去找傅正初吧？啊！殷真如一愣，连忙摆了摆手，不是啊，我也很久没跟他玩了，他最近跟换了个人似的，一天到晚在学习。不是就行。殷真如没骗过他，桑稚也没怀疑，只是补充了句，那我陪你去吃点东西，但5点半的时候我得回来找我哥。殷真如说的附近就是在学校的后街，在南吴大学走出去的一条巷子里，里边有不少小摊位和店铺，他们2个以前也去过几次，这样一来一回1个小时也差不多。殷真如沉默几秒，点点头，好。2人下了楼。桑稚因为腿脚的关系走得有些慢，一只脚踩住台阶，另一只又踩上，才继续下一个台阶。他没让殷真如扶，自己扶着扶手慢吞吞地挪。以前话很多的殷真如不知为何今天话格外少。桑稚主动提了个话题，你今天怎么突然来找我了？殷真如似乎是在想事情，反应有些迟钝，我很久没找你了吗？因为分班了吗？然后我认识了几个新朋友，就没什么时间找你。我改天介绍你们认识呀。他的人缘向来好，桑稚没太在意。没事，我就问问。殷真如，就有点想你了吗？所以来找你玩。桑稚点头，唇角弯了起来，唇边有个梨涡陷进去。虽然他说不出什么肉麻的话，但听到朋友这样说，也挺开心。出到校外，2人左转直走，在左转一路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说的多是最近班上的事情。见殷真如总心不在焉的，桑稚说着也觉得有些没意思，忍不住问，我觉得你今天好像有点奇怪。殷真如立刻抬起头，怎么了？桑稚，你是不开心吗？殷真如，没啊。那我感觉你话好少。是吗？殷真如揉了揉鼻子，可能有点困吧。你昨天熬夜了。2人走到后街，桑稚看了看附近的店铺，随口问，你想吃什么？我们去点份云吞。殷真如没应，反问，桑稚，你今天带钱了吗？听到这话，桑稚讷讷低头，从口袋里翻出一张纸币，带了20，够了吧？殷真如忽地低下头，语气似乎带了点羞耻和内疚，往另一条巷子指了指，我不想吃云吞，我们去那边吧。桑稚顺着看去，巷子有些黑，那头的人流量也少，巷口站着几个在抽烟的少年。见状，他的脚步停住，不解道，去那边干嘛？我没去过那边，而且那边看起来不像有吃的东西。就是殷真如的表情有些急了，我不想吃东西了，我想去网吧。桑稚猛了下，显然没想过会听到这2个字。网吧？殷真如有些难堪地应了声。对。桑稚提醒他，
殷真如，网吧没成年进不去，要身份证的。殷真如，那家能进的，那不就是黑网吧吗？对，不行。桑稚皱眉，拒绝了他说的话，你去网吧干什么？我想玩游戏。殷真如苦着脸，我最近成绩变差了，我爸妈都不让我碰电脑了。那也不能去黑网吧。殷真如扯着他的手，你就陪我去吗？我一个人不敢进去。不行，我爸妈不让我去那些地方。桑稚虽然有些任性，但该听的话还是会听，半点没退让。你想玩可以去我家玩。殷真如摇头，那个游戏得下载好久。桑稚，那我今天回去给你下载，明天你来我家玩。然后你好好学习，提高成绩之后，你爸妈会让你玩的。反正都来了。殷真如的眼神飘忽，你今天就陪我去一次吗？我就去这一次，以后都不去了，行吗？桑稚盯着他，没吭声。两人僵持半晌，说半天他都不同意。殷真如生气了，自顾自地往巷子的方向走，提高音量说，那算了，我自己去，你回家去吧。站在巷口的少年们只是扫了他一眼，也没有别的举动。桑稚有点不安，但又怕他出什么事情，捏了捏书包带，硬着头皮跟了上去。殷真如，你别去行吗？巷子里的光线暗，没有灯，道路略窄，有垃圾堆在一边，显得又脏又乱。桑稚走路速度没殷真如快，喊了好几声，殷真如才停了下来，回头看他。他往周围看了看，完全不想继续待在这。你别闹了，我们回去吧。没等殷真如说话，桑稚看到有几个人从旁边的一间房子里走出来，是3个女生，穿着职中的校服。领头的女生盯着一头酒红色的头发，脸上抹着浓妆，看不出原本的模样。她的校服上还画满了各种怪异的图案，手里拿着根烟，吐着烟圈，对殷真如说，怎么这么晚？等你半天了，小妹妹。殷真如慢慢转头，怯怯道，老师今天留堂。红头发女生，这样啊，我还以为你跑了呢，还打算明天去你学校找你玩玩。跟你爸妈要钱没？姐姐，我真的没钱，我爸妈不给我，但是我朋友带了钱。说到这，殷真如回头看向桑稚，恳求道，桑稚，你不是带了钱吗？桑稚瞬间意识到了什么，看向殷真如，眼珠子黑漆漆的，看不出情绪。殷真如不敢跟他对视，立刻别开眼。听到殷真如的话，红头发女生才注意到站在殷真如后面的桑稚，流里流气的走了过去。带了多少钱啊？桑稚抿了抿唇，从口袋里拿出那张20。红头发女生接过，就这点。桑稚点头。红头发女生啧了2声，小妹妹，你有没有这么穷啊？站在她后面的2个女生猛地笑了起来，好像还是个瘸子呢。小瘸子。她瞬间改了口，用握着烟的手往桑稚脸上拍了拍，笑道，你没钱，你爸妈总该有吧？借点给姐姐花花。怕被烟头烫到，桑稚没敢动，慢吞吞地了声。红头发女生这才收回手，轻声说，那明天放学之后过来这找我。对了，敢告诉老师家长的话，姐姐每天都去你学校找你玩哦。桑稚顿了2秒，又了一声。红头发女生这才满意的往回走，路过殷真如的时候，用力扯了扯她的头发，冷笑道，你明天也给我带钱来，别拿你爸妈不给的话应付我，偷也得给我偷到。殷真如的身体顺着她的力道往后倾，发着抖，话里带了哭腔，姐姐，你别打我，我明天一定给你。恐吓完之后，3个女生有说有笑的当着他们的面说了好些话，过了好半晌才出了这条巷子，留殷真如和桑稚站在原地。桑稚看向殷真如，面无表情道，你认识他们？我昨天去网吧遇到的。殷真如开始掉眼泪，桑稚对不起，我真的太害怕了，我零用钱都用完了，我爸妈也不多给我，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他没应，转头往巷口的方向走。殷真如急了，连忙跟上来，你别生我的气，反正给他们钱就好了，他们应该也不会伤害人，等放假之后就没事了。桑稚忽地转头问道，你是被他们勒索了吗？殷真如可怜兮兮的点头。那你为什么叫我过来？桑稚明显来了气，声音隐隐冒火，你应该告诉你爸妈，或者告诉老师，你为什么叫我过来？你刚刚不是听到他们说的话了吗？殷真如被他凶得一愣，呜咽道，我要是告诉家长，他们得天天来找我，我不敢。而且殷真如的声音变得含糊，你家不是挺有钱的吗？极强的背叛感浮上心头。桑稚盯着他，一时之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没再说话，沉默着走出了巷子。殷真如抹着眼泪，提心吊胆地跟着他。半晌后，桑稚出了声，你以后别来找我了。殷真如又开始哭。桑稚，你不用听他们吓你。
桑稚平静地说，回家了之后就告诉你爸妈，他们总不可能不管你，那几个人看起来也没比我们大多少，没什么好怕的。殷真如低下头，不知听没听进他的话。说完之后，桑稚也沉默了片刻，然后才说，那我走了，再见。殷真如也没再跟上来。桑稚不敢继续在那块区域待着，走路的速度加快了些，直到走到平时熟悉的牛杂店附近，才停了下来。他发了好一会儿的愣，有些茫然，忽然想起了段嘉许。桑稚的精神一紧，猛地从书包里翻出手机，这才发现已经6点多了。段嘉许给他打了10几个电话，让他等了好一段时间。桑稚开始提心吊胆，怕被骂，也怕他生气。正想打回去，那头刚好又打了一个电话过来，他连忙接了起来，似乎没想过这次他会接起来。电话那边明显顿了好几秒，才出声问，桑稚。桑稚乖巧地嗯了声。段嘉许松了口气，你跑哪去了？你哥没让你在学校等我。桑稚，在陈继云吞旁边，我哥说了。安静几秒。段嘉许，你在那边等我。几分钟后，段嘉许出现在云吞面馆的门口，他似乎是跑着过来的，额间冒着细细的汗，脸上也染上几分红，表情难得半分笑意不带。看到桑稚半点事没有，他的眉间稍稍一松，又拧了起来。桑稚主动喊人，哥哥。段嘉许语气淡淡，你刚刚跑哪去了？桑稚犹豫了下，老实的指了指刚刚那条巷子。那边。段嘉许看了过去，视线停了一下，他重新看向他，像是觉得不可思议那般，气急反笑。网吧？谁让你去的？桑稚瞅他，不敢吭声。段嘉许的胸腔微微起伏，像是按捺着脾气。电话也不接。你不乐意让我来接你，你跟你哥说。段嘉许停顿了下，直勾勾地盯着他，桃花眼糊的一脸，唇角弯了起来。他的声线压低，语气又变回平时那般吊儿郎当的，却莫名像是带了尖锐的刺。你知道哥哥穷，也没那么多时间。桑稚这才开了口，我没。他不安地抓住书包带，迟疑着要怎么跟他说刚刚的事情，不太想麻烦他，也怕他会觉得自己蠢，那么容易就被骗到那边去。见桑稚看上去似乎是带了惭愧，段嘉许的火气才稍稍散了些，但还是收起了笑意，面无表情道，知不知道哪错了？他的语气刻意咬重了些。说话。桑稚从没见过段嘉许生气的模样，此刻莫名联想到了以前桑延闯了祸，桑荣准备打他之前教训他的语气，好像跟现在段嘉许的语气一模一样。他的脑子里瞬间又冒起了一句话，小孩子不听话，打一顿就好了。桑稚猛地把手背到身后，胆怯地往后退了一步。他的动作很大，又来得突兀，看上去有些莫名而怪异。段嘉许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他这是什么意思，绷着的表情也有了裂痕。下一秒，桑稚咽了咽口水，小心翼翼地说，哥哥，对不起。小姑娘的语气怯怯又紧张，似乎是真被吓到了。段嘉许的火气渐消，想说点什么的时候，又听到他语出惊人的冒出了句，你不要打我，我们讲道理就好。桑稚又退了几步，不敢凑他太近，我这次会听的，我懂怎么讲道理了。天色渐暗，一旁的路灯还未亮起，显得段嘉许的眸色更加的深沉。他定定地看着桑稚，唇线稍稍抿直，看不太出情绪如何，也没有其他的举动。这样的安静，像是暴风雨前的平静。桑稚紧张又忧心忡忡地补一句，我爸妈都没打过我。段嘉许似是而非道，我打你。桑稚看他一眼，不动声色地松了口气，不是吗？段嘉许笑，我说不是了吗？他的眼皮动了动，突然注意到桑稚干净的校服上有个格外显眼的痕迹，位置在领口旁边，很明显是被烟灰烫出来的。段嘉许的目光一顿，以为是自己看错，缓缓凑近了些。桑稚却以为他是真要教训他，紧抿着唇，神色忌惮，认命地把藏在身后的手摊平，怯怯放到他的面前。段嘉许的喉结滚动了下，指着他的衣领，怎么弄的？桑稚一怔，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这才发现衣服上被烫出了个痕迹。他下意识用指腹蹭了蹭，没蹭掉。小孩？段嘉许低声问，有人欺负你？桑稚迟疑的点头。段嘉许的脸色瞬间变得不太好看，下意识检查他身上有没有伤口，皱着眉说，怎么不告诉哥哥？我不想麻烦你，我哥也让我老实点，别给你惹麻烦。桑稚温吞道，我没打算瞒着，回去会跟我爸爸妈妈说的。段嘉许耐着性子问，有没有打你？桑稚想了想，摇头，就拍了拍我的脸，拿了我20块钱，然后让我明天拿钱去给他们。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我朋友叫我去的。想起殷真如，桑稚的心情又变差了，音量随之小了些，他觉得害怕，就叫我一块去。段嘉许的话里带了几丝荒唐，他怎么不告诉家长？因为那些人说告诉家长就天天来我们学校找我们。他问什么，桑稚答什么，所以他不敢告诉家长。闻言，段嘉许半蹲了下来，与他平视，而后突然冒出了句：把手伸出来。他这明显不是要给他什么东西的样子。桑稚狐疑地看他，没动，半晌后才伸出手。段嘉许抬手，猝不及防地打了下他的掌心，力道轻轻的，反倒像是在跟他击掌。桑稚立刻缩回手。你干嘛？段嘉许懒懒道。打你。小孩，听好了，以后谁再骗你去不安全的地方，就算是再好的朋友，你也不能去。段嘉许站直起来，揉了揉他的发顶，听到没有？桑稚憋屈道。那你也不能打人。怎么不能打人？段嘉许低笑了声，你要是不听话。桑稚的神情警惕，他拉长尾音，语气带了几分玩味。哥哥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见时间不早了，两人也没继续待在原来的地方。这次胆子还挺大。段嘉许扶着他的胳膊，慢慢走出这条巷子，被欺负也没哭鼻子。桑稚无所谓，反正没弄疼我。你那朋友跑哪去了？不知道。段嘉许，你这个年纪大概也懂一些事情了。如果这个朋友对你不好，是坏朋友，以后你就不要跟他来往了。桑稚默默点头。回去记得告诉你爸妈。段嘉许说，以后遇到别的事情也都不要瞒着，他们都会保护你的。知道了。见他似乎听进去了，段嘉许也不再提这些，问道：你哥接你的时候，你俩怎么回家的？嘴里的打的两个字还没说出来，桑稚叔弟想起了什么，立刻把话咽回了肚子，改口道：坐公交。坐公交。段嘉许挑眉，你这脚不怕被人不小心踩到？桑稚支吾道：不会。出了巷子，走向公交车的那条路会经过南吴大学的校门口，人流量明显多了起来，大概都是外出吃晚饭的大学生。段嘉许似乎没听进他的话，打算在路边拦辆出租车。很快，有个段嘉许认识的男生踩单车路过，嬉皮笑脸的跟他打了个声招呼：学长好。段嘉许忽地喊住他：林海。男生刹住车：啊，单车借我一下，晚点还你。行啊。林海很爽快地下了车，瞥见他旁边的桑稚，好奇道：学长，这你妹啊？段嘉许嗯了声：小妹妹你好啊。林海朝他摆了摆手，边往校门口的方向跑：那学长我先走了呀，我女朋友在等我呢。去吧。段嘉许漫不经心地拍了拍后座上的尘，侧头对桑稚说：小孩，哥哥载你回家。桑稚没犹豫，往他的方向挪了一步。段嘉许的唇角微弯，调笑道：这么开心啊？还偷偷笑。桑稚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唇角，根本没上扬。想反驳点什么的时候，段嘉许已经骑上了单车，背着身子，含着笑意催促他：上来吧，不要脸。因为他的话，桑稚觉得有些不自在，磨磨蹭蹭坐了上去，双手局促地抓在后座的两侧。等他坐端正了，段嘉许两条腿还支着地，没有多余的动静。桑稚提醒道：哥哥，我坐好了。闻言，段嘉许回过头，盯着他问：小孩，你手不见了？这什么话？桑稚纳闷地把手抬起来：哪里不见了？那不知道扶着哥哥呀。段嘉许抓住他的手腕，放在自己的腰际处，藏起来干什么呢？桑稚的呼吸一滞，手上的力道立刻松了松，改成抓住他的衣服。段嘉许踩上脚踏，单车慢慢往前行驶，速度渐渐加快。夜晚的气温比白天凉了不少，风声也大，刮到耳边，呼啸的声音灌进耳朵里，拍打着鼓膜。夜色弥漫，鼻息里扑来清甜的花香，夹杂着男人身上散发着的近似橘子汽水的味道，像是带着蛊惑，让桑稚有点分不清，耳边的那到底是风声，亦或者其实是他心跳的声音。沉默了好一段路，桑稚渐渐平复了心跳的速度。他觉得无聊，主动开口跟段嘉许说话：哥哥，我哥去哪了？段嘉许：好像是陪人去面试吧。啊。桑稚想了想，是找工作的那个面试吗？我哥哥现在不是才大3吗？怎么就找工作了？实习。段嘉许说，不影响课程的话，想什么时候实习都行。桑稚哦了一声，盯着段嘉许被风吹得发鼓的黑色 T 恤，小声问：那哥哥，你不去实习吗？我这学期还有课。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实习？下学期或者等大4吧。就在学校附近找吗？不是。
段嘉许转了个弯，随口道：“回家那边找。”风被凉气渗透，拍在他的脸上。桑稚愣了好一阵，心脏有点发空，讷讷地嗯了一声，又问：“哥哥，你以后不打算待在南屋这边吗？”“段嘉许淡淡的笑：“哥哥得回家呀。”桑稚：“哦。”过了一会儿，桑稚又问：“哥哥，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你今天哪来那么多问题啊？”但他似乎也没不耐烦，又慢条斯理地回道：“看情况吧，没想好。”怕惹到他不开心，桑稚小心翼翼地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年前回吗？”段嘉许：“不回。”“怎么过年也不回家？”桑稚有些纳闷，但他没敢再问。不知不觉到了桑稚家楼下，段嘉许刹了车，撇头看他，问道：“自己能上去不？”桑稚点头，说了句谢谢哥哥，随后便一拐一拐地往大门的方向走。没走几步，段嘉许叫住他：“等会儿。”桑稚停下脚步，回头就见段嘉许走到他面前，弯下了腰。旁边的路灯被茂盛的叶子遮住了大半的光，视野变得有些暗。桑稚能感觉到他似乎往他口袋里塞了什么东西，正想翻出来看的时候，段嘉许抬手捏了捏他的脸，将他的注意力转移，而后又提醒了一遍：“回去记得告诉你爸妈。”“哦。”到家之后恰好到了饭点，桑稚在饭桌上跟父母提了这个事情，把两人吓了一跳。黎平立刻去联系了老师，桑荣则问着他一些细节，并温和安抚着他的情绪，让他不用害怕。桑稚确实也不害怕，频频点头。吃完饭便回了房间，准备写作业。刚把作业翻出来，他突然想起刚刚在楼下的时候，下意识摸了摸口袋，好像一张纸。桑稚拿了出来，一看是一张20块钱，看起来有些旧，四角都是褶皱，很明显不是他的。但口袋里多了这一张钱，就仿佛他今天没有被勒索，没有被人抢了钱，像是坏事情都没有发生，像是在用这种方式非常纯粹地安慰他。桑稚盯着看了好一会儿，猛地跳到床上，把自己卷进被子里，感受着空气一点点被抽去的感觉，直到脸憋得通红，他才把头探了出来，盯着天花板，莫名其妙的就笑了出声。随后桑稚爬起来，把那张20块钱摊平，压进自己的绘画板里，随后又从书包里拿出手机，找出段嘉许的号码，注意到他的号码所在地是颐和市，好像是另一个省的。桑稚听过这个地方，但没去过。他思考了下，上网搜了一下南吴到这个城市的距离，坐飞机过去还得3个小时，好像有点远。桑稚犹豫了下，又搜了下颐和市的大学，翻来覆去好一会儿，才烦躁地趴到桌子上。注意到旁边的星星纸，他随手抽了一张，坐直起来，心不在焉地往白色的一面写着字：“我以后不跟殷真如玩了。”他快速地叠成一颗星星，丢入那个牛奶瓶里，然后又抽出了一张，这次写字的速度减慢，落笔极为迟缓。良久后，那个记载了他生活的瓶子又装进了他青春期里最大的一个秘密。虽然不太想承认，但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了一个人，喜欢上了他哥哥的朋友，一个比他大7岁的男人。在他情窦初开的年龄，第二天放学，桑稚照常在班里写作业，等着桑岩上来接他回家。这次却没像平常要等到5点，4点半一过，桑稚就见到了桑岩的人影，还带了他的2个舍友过来，一个是段嘉许，另一个是陈俊文，像是来接他，凑足一桌人去打麻将一样。桑稚快速收拾着东西，凑到桑岩边上，用余光偷偷看着段嘉许，很快就收回视线，小声问着：“哥哥，你今天怎么还带别人一块来了？”桑岩瞥他：“昨天勒索你的那些人不是叫你今天过去？”桑稚点头：“怎么了？”带路。想到昨天那3个女生，又看了看面前3个人高马大的男人，桑稚有些无言以对：“别去了吧，小鬼。”桑岩用力扯他的脸：“在老子这就没试过被欺负上门还忍着的事儿，懂？”陈俊文在旁边附和：“就是就是。”段嘉许只是笑。桑稚瞅了他们3个一眼：“哦。”桑稚默默地带着他们走到那条巷子的门口。桑岩：“小鬼，那些人长什么样？你别进去了。”桑稚：“3个女生。”桑岩顿了下：“女的？”“那个老大比我高半个头，头发是酒红色的。”桑稚想了想，脸长得像个调色盘。陈俊文的气焰消了大半：“女的就有点影响我发挥了。”桑岩冷笑：“管他男的女的。”像是一下子失去了挑战性。陈俊文觉得3个大男人进去找3个女生的麻烦有些丢人。桑岩干脆让陈俊文待在这看着桑稚，而后跟段嘉许一块进了巷子脏乱差的巷子，
弥漫着下水道的味道。中段挂着一个污渍斑斑的牌子，写着网吧2字。也许是听到了动静，没多久，有3个女生从里头走了出来。段嘉许从口袋里翻出包烟，抽出一根，点燃，神情散漫。他把烟含在嘴里，半眯着眼，从淡淡缭绕的烟雾中看清了站在最前边的女生的模样，跟桑稚嘴里的形容一一对上。比他高半个头，酒红色头发，调色盘脸。也许是见到来的人和想象中的不一样，女生失望地摆了摆手，却是因为来人长得好看，忍不住多看了几眼，随后示意另外2个女生跟他一块回去里边。桑延把玩着手中的打火机，喊住他们，语气微凉：同学。红头发女生停下脚步，回头纳闷道：你喊我？没等桑延开口，另一侧段嘉许倒是主动出声。听说。他的一双桃花眼弯起来，笑得温柔又暧昧。你叫我家小孩给你钱花呀？下午5点出头，太阳虽不及正午那般猛烈，却仍显刺眼。巷子外的气味也不太好闻，陈俊文没让桑稚跟他傻站在这。他往四周看了眼，干脆带他到附近的一个小摊位上买了2串冰糖草莓。2人找了个阴凉处，一人捧着1串咬。怕桑稚觉得尴尬，陈俊文主动跟他聊起天。这附近有点乱，以后你没事不要过来这边。桑稚乖乖道：知道了。本来钱飞也要过来的。陈俊文说：你记得吧，那个胖胖的哥哥。不过他今天有事儿，就没过来。桑稚不喜欢吃上面的糖纸，一点点的撕掉。记得。暑假的时候，我哥带我和他吃过饭。陈俊文：啊，那可能那个时候我已经回家去了，所以就没去。桑稚点点头。嘉许哥也去了。啊，老许呀。陈俊文突然想起了什么，哎，对，他放假不回家。桑稚一顿，犹疑道：为什么呀？陈俊文也不大清楚，挠挠头。可能就懒得回去吧，加上小学期什么的，假期也没剩什么时间了。哦，不过他偶尔还是会回去。陈俊文想了想，基本都是小假期回去。比如上个学期清明的时候，他好像就回去了，长假就没见他回家。桑稚小声问：新年也不回吗？是啊。陈俊文说，不过这事儿还算正常吧，我们学校还挺多人新年不回家的，学校也会弄年夜饭，留校过年的还有红包。桑稚咬破外边那层冰糖，不知道在琢磨什么。半晌，他没再继续问，换了个话题。哥哥，我哥他们在里面会做什么？啊，会打架吗？如果是男的可能会。陈俊文摸了摸下巴，但你刚刚说那些人是女生的话，那可能就讲讲道理。此时此刻，巷子内，因为道路狭窄，往上都是楼层凸出来的窗台，阳光被遮挡了大半，光线明显比外头暗了不少，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听到段嘉许的话，桑延的眼睑动了动，看了过去，红头发女生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警惕地退后2步，开始装傻。什么呀？我不认识你们。说完之后，他朝旁边2个女生使了使眼色。没事儿，我认得你们就好。桑延轻抬眉眼，沈笑道：是你昨天拿了我妹20块钱是吧？还拿烟头烫她。什么烫她？红头发女生的音量拔高，我就拿了她20块钱，别的什么也没干好吗？别冤枉我，20块钱而已，要我就还给你们呗。20块钱而已。桑延的脸上毫无笑意。同学，别说20块钱，就算你只抢了我妹2块钱，这笔账我都得跟你算。红头发女生的火气明显上来了，但也没降，紧抿着唇从口袋里翻出钱，沉默递到桑延面前。桑延没动。段嘉许扫了眼他们衣服上的校徽，职中的，没成年吧？这年龄不在学校里好好学习，在这里干什么呢？桑延淡淡嘲讽，打算一辈子干这个，拿了钱就滚啊！红头发女生的脸色一变，我怎么样关你屁事？段嘉许低着眼，又抽了口烟，嘴里缓缓吐着烟雾，不知道在想什么。很快，他抬脚走到女生的面前，长睫一抬，若有所思地盯着她，无声的注视。他的眼型内勾外翘，天生带情，盯着人的时候就像是在放电。此刻不带任何温度，莫名显得瘆人。红头发女生的心脏提了起来，害怕到终于发起了火。干什么呀？你们烦不烦？我不是说还给你们吗？旁边有个女生拉住他，我们快走吧。下一刻，段嘉许忽然抬起夹着烟的手，想着桑稚的那句拍了拍我的脸，他稍稍挑眉，修长的手指慢慢地凑近红头发女生的脸，喃喃猜测，昨天这么拍的。铺天盖地的压迫感朝他袭来，盯着他手上那根还染着红光的烟，红头发女生握紧拳头，没敢动，眼眶渐渐红了。
在他看来，眼前这个长得极为漂亮的男人，本质上就是个恶魔。明明是在笑，看起来却比旁边那个嘴毒带着戾气的男人还要可怕。烟头在距离他2厘米的位置停下，段嘉许的手没触碰到他的脸，指尖点了2下，有烟灰落到他的衣服上，烫出一个浅浅的痕迹。他慢条斯理地直起身，语气斯文温和：吓到你了。红头发女生立刻往后退了一步，眼泪瞬间掉了下来。还别说，段嘉许笑，好像是挺吓人的。出巷子的路上，桑延双手插兜，跟在段嘉许的后面，闲闲道：兄弟，你最近吓人可真有一套，我看了都害怕。段嘉许挑眉：是吗？听过那个成语没？桑延说：笑里藏西瓜刀。还有，桑延想起个事儿，吃了声，我妹怎么就成你家小孩了？按你这么算，你他妈不就成我爸了吗？段嘉许漫不经心道：行啊，我不介意。滚。2人走出巷子，在不远处的小摊位旁看到陈俊文和桑稚，一大一小的2个人并排站在一块，捧着一串红艳艳的冰糖草莓。桑稚的目光时不时往巷口的方向看，很快就发现了他们2个。他刚吞了一大颗草莓进嘴里，此时腮帮子一鼓一鼓的，想说话又说不出来。倒是陈俊文先开了口：见着人了。桑延嗯了声。陈俊文的声音像是机关枪一样：那你们干什么了呀？恐吓吗？怎么恐吓的呀？说来听听啊，我好奇。我说我1个月只杀10个人。桑延懒洋洋道：这个月的额度已经用完了，我下个月再来杀你。陈俊文无语：你糊弄谁呢？你呀。陈俊文被桑延气到，他翻了个白眼，侧头看向段嘉许，试图从他这边得到答案。老许，你就不能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段嘉许气息悠长的呵笑了声：我为什么要满足你？陈俊文差点被噎到，拿手里那串冰糖葫芦指他：小朋友还在呢，你开什么黄腔？你还要不要脸？听着他们的话，桑稚没吭声，默默想着开黄腔是什么意思。色情的话？那刚刚那话哪里色情了？不是挺正常的对话吗？不过陈俊文那句不要脸，他确实还挺赞同。桑稚莫名有些忧愁，他怎么跟谁说话都这样，不听内容，光听语气都觉得不要脸。跟男人说话都像在跟情人说话一样。听到小朋友这3个字，段嘉许才垂头看向桑稚，唇角弯起浅浅的弧度，吊儿郎当道：小朋友，你怎么吃的东西？桑稚，他好笑道：像只河豚一样。桑稚立刻把嘴里的东西咽进肚子里，舔着唇角上的糖渍，低声说：你才像河豚。这样吗？段嘉许指了指他手上的冰糖草莓，半开玩笑：那你给哥哥吃一口，哥哥给你表演个帅气的河豚。你吃我的吧。陈俊文看不下去了：你能不能别骗小朋友了，我都觉得良心不安。你这骗吃骗喝呢？桑延瞥了眼：别费劲了，他不会给你吃的。当没听见一样，段嘉许没应他俩的话。下一刻，桑稚果然摇了摇头：不行。随即他垂下脑袋，从口袋里翻出5块钱，很爽快地塞进他的手里：你自己去买一串。段嘉许一愣，这事儿明显不在桑延的接受范围内。他把手机放回兜里，盯着桑稚看了好几秒，凉凉道：你怎么不给我买一串呢？桑稚瞅他，又摸了摸口袋，无辜道：可我只有5块钱了。意思就是我没钱给你了。桑延沉默2秒，气笑了：行，好样的。段嘉许看着手里的钱，低笑了声，很快便还给了他：哥哥跟你闹着玩呢，哥哥不爱吃这个，拿去给你哥买吧。桑稚哦了声，又把钱转交给了桑延。因为段嘉许不爱吃，桑稚就退而求其次，把钱给了他。这情况在桑延看来，他就是个接收段嘉许垃圾的垃圾桶。桑延深吸了口气，拿过钱揣进兜里。回家。桑稚眨了眨眼：你怎么不买？不想吃？那你把钱还给我。不还桑稚不乐意了：你这不是骗我钱吗？骗。桑延又从兜里掏出那张5块钱，以及刚从那个红头发女生手里拿回来的20块。别说这5块，我还拿了你20块呢。咦？桑稚停住动作：拿回来了呀。废话。那你给我。桑延扯了扯唇角，没再跟他闹，把钱还给他。人才多大点就这么现实，遇到钱就跟我计较那么多，以后还得了。话还没说完，他就看到他嘴里非常现实的桑稚，在接过钱之后，转眼间就转手递给了段嘉许，还附带着乖巧又讨好的一句话：哥哥，给你。桑延。段嘉许弯下腰，与他平视：给我。听他这么一说，桑稚突然觉得用给字好像不太恰当。他想了想，立刻改了口，声音轻轻的：还你。
段嘉许还想说点什么的时候，眼一抬，突然注意到了桑延的表情，他的眉毛微微挑起，瞬间改变了注意，淡笑着。行。随后，段嘉许接过那张钱，悠悠地说：“谢谢妹妹给哥哥钱花。”一旁，桑延，我怎么感觉这比较像老许的妹？没等陈俊文把话说完，他忽地察觉到桑延的情绪，立刻收回了口中的话，凑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算了算了。走回南吴大学的门口，四人两两分开。桑稚咬下最后一颗草莓，视线总下意识往段嘉许的背影看。没多久，他的眼珠子一转，忽地跟桑延不太友善的目光对上。他莫名觉得心虚，立刻装作自己在看风景的样子。干嘛？桑延没理他，面无表情地在路边拦了辆出租车。桑稚怕他发现不对劲的地方，心跳如打鼓。他强装镇定，干脆也拉直唇角，露出一副情绪不外露的模样，拉开车门先坐了上去。两兄妹一左一右坐着，沉默无言。司机是个中年大叔，顺着后视镜看到两人的模样，乐呵呵道：“兄妹俩吵架了呀？”桑稚一愣：“没呀。”他瞅了眼桑延的脸，眼睛一眨，忍不住道：“又好像是。叔叔，刚刚就是桑稚嘀咕着，我哥让我请他吃一串冰糖草莓，我就给他钱，让他自己去买。但他不买，我就让他把钱还给我，然后他就生气了。”司机听着这话，不太赞同：“啊，小伙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桑延当没听见，从口袋里拿出耳机戴上。看着他的举动，桑稚有些莫名其妙。不就5块钱，他至于这样吗？爸妈最近难道没给他钱花？犹豫了下，桑稚也不太想跟他冷战，那他这一路的无聊透顶。他把那5块钱拿出来，不太情愿地塞进他的手里。那就给你吗？桑延摘下耳机，啧了声：“我稀罕你这几块钱。”哦。桑稚盯着他看了2秒，又默默放回自己的口袋。小鬼，你自己想想。桑延皮笑肉不笑地扯了扯嘴角，决定让他这胳膊肘拐回来，以免骨折了。你有没有给你亲哥钱花过？桑稚摇头，认真道：“但你不是都自己拿的吗？”桑延，你去年寒假买的那个游戏手柄。桑稚的语速慢吞吞的，不是还差200块钱，然后就从我的红包里偷拿了。你那红包厚成那样。桑延倒也没心虚，你还能知道我拿了？你拿了我1块钱我都知道。我就是没跟你计较。桑延问：“你刚刚给段嘉许20块钱干嘛？”那是嘉许哥昨天给我的。他看我被抢了20，就偷偷给了我20块钱。桑稚平静地说：“又不像你那样，只会偷偷拿我钱。”桑延，桑稚被隔壁3职的学生勒索的事情，黎平特地跟陈明旭沟通了一番。加之3班的殷真如家长也在同一天联系了学校，说有同样的情况，学校便重视起了这个事情。各个班主任在班上问了这个事情，才发现有这样情况的学生不在少数，但多是放学之后去了学校旁边的一家黑网吧，加上受到恐吓，所以也不敢跟家长坦白。黑网吧被举报，很快就关了门。事情具体是怎么解决的，桑稚不太知情，也没怎么去关注。后来的一段时间，殷真如来了桑稚好几次，跟他道歉，但没多久也就被他的冷漠所逼退。桑稚的脚伤渐渐恢复，桑延还是照常每天下午来接他回家。他没空的时候，来的人就会变成其他人，偶尔是钱飞，偶尔是陈俊文，但更多时候是段嘉许，是根本不用他自己来争取就有的见面机会。桑稚察觉到段嘉许对他的态度有点像是桑延那样，喜欢逗着他玩，却更加温和一些，多方面照顾到他的情绪。注意到他有一些异常的举动时，他也不会有多的想法，只是觉得有趣，态度一如既往，但似乎也开始跟他有了几分的熟悉。在此之前，桑稚一直觉得自己是吃了年龄的亏，那些所有不敢做的事情，全都是因为他的年纪尚小，而没办法去踏出那一步。但时间久了，桑稚又莫名开始改变了想法，他好像其实是占了年龄的便宜。大人们觉得他这个年龄不会懂的事情，其实他已经开始懂了，却也能装作什么都不懂。桑稚的期末考试成绩考得不算好，直接掉出了年级前10。一小部分原因是初2多了个物理科目，还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他对物理完全不感兴趣，上课基本没听过课，成绩一落千丈。黎平和桑荣商量了一番，并征询了桑稚的意见，最后决定让桑延给他补习。毕竟如果刚开始的内容就不懂，那接下来的课程估计也要够呛。但这补习只持续了不到半小时就结束，双方都有问题。桑稚单方面觉得桑延说的都是错的，他说一句他顶一句，而桑延耐心也不好，
觉得这内容非常小儿科，说一遍他听不懂，就不想再说第二遍。黎平没辙，干脆决定请个家教。可寒假的时间本就不长，加上还要过年走亲戚，桑稚一点都不想学习。但他成绩确实下降了，也没那个脸面拒绝桑稚纠结半天，最后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来研究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家教吓跑。桑稚什么办法都想不到，只能想到个逃避战术。他打算第二天在家教来之前先跑出去玩一整天，这样的话，那个家教估计就能懂他的意思，就能做到知难而退，永远消失在他的世界里。黎平提前跟他说过，家教今天9点就会来。结果桑稚制定好了计划，却因为想办法的事情睡得太晚，隔天早上10点才爬起来。看到时间的时候，桑稚觉得自己都不能呼吸了。这个时间，黎平和桑荣都去上班了，家里就只剩桑妍跟他2个人。桑稚认命地走出房间，往客厅看了眼，意外的是没见着人。他眨了眨眼，又往桑妍的房门看了眼，还关着，看上去是还没醒。看来家教根本没来。桑稚紧绷的情绪彻底放松，这才进了厕所里洗漱。牙刷到一半，他听到了桑妍的房门打开的声音，下意识喊着：哥哥，你给我煮个泡面吧，加个火腿。因为一嘴的泡沫，他说话的声音有些含糊。随后桑稚打开了水龙头，捧着水冲掉嘴里的泡沫，也没听清桑妍应没应。桑稚洗了把脸，很快就出了厕所。他爬到餐椅上坐着，听到厨房里传出窸窸窣窣的动静，随口问了句：哥哥，你知道家教怎么没来吗？桑稚听到撕包装的声音顿了下，很快又想了起来。桑稚没太在意，妈妈是不是不打算找了？还是说那个家教睡晚了还没来？哥哥，那这样的话，这个人的职业素质就不行，第一天上班就迟到。传来水沸腾的声音，桑稚拿起旁边的糖，撕开丢进嘴里。要不然就换个吧，但我觉得现在快过年了，估计也不好找，所以最好就是别找了。哥哥，如果你帮我说话的话。桑稚想了想，我的新年红包分你100块钱，你怎么不说话？那200。都这样了，还是等不到他的回应，就像是极为不屑他的这点小钱。桑稚咬咬牙，把价格翻了一番。500总行了吧？下一秒，桑妍的房门又有了动静，伴随着桑妍略带不耐的语气：一大清早的，你嚷嚷什么呢？桑稚一顿，转过头，就见桑妍打着哈欠，边坐到他的旁边。厨房里的声音依然未停。桑稚意识到不对劲，音量压低了下来：哥哥，厨房是谁啊？桑妍懒洋洋道：段嘉许呀，妈没跟你说吗？他来当你家教。桑稚的表情石化了。什么呀？好意思起那么晚，别人等你半天了。听到厨房的动静，桑妍问：喂，段嘉许，你在煮面吗？没多久，厨房里传来段嘉许漫不经心的声音：桑稚。很快，段嘉许端着个面锅从厨房里出来，他的模样俊朗，又带着几分贵气，穿着一件白色毛衣，袖子捋到手肘，却仍然不沾半点烟火气息。桑稚心虚的要命，立刻低下头，装作自己刚刚什么都没说。桑妍往锅里瞥了眼，起身到厨房里去拿碗。段嘉许在桑稚对面坐了下来，悠悠道：早上好。早上好，看你睡得挺熟的。段嘉许靠在椅背上，唇角不轻不重地弯起来：你哥敲了几次门，叫你也没醒，他就没再敲了。桑稚硬着头皮说：我昨天睡得有点晚。是吗？他的眼皮动了动，若有所思道：不是装作没听见。桑稚立刻反驳：我真没听见。桑妍拿了3套碗筷出来，瞥了他们一眼：没听见什么？桑稚低声道：没听见你敲门。没听见。听他提起来，桑妍才想起这事。他装了碗面放到桑稚面前，冷笑道：我下回放鞭炮看看你能不能听见。这顿早饭，桑稚吃得坐立不安，总觉得段嘉许的视线总若有若无地往他身上瞟，似乎极为记仇。把最后一口面吃进肚子里，他便借着收拾东西的理由迅速跑回房间。桑稚边翻着书，边想着刚刚自己说的话，其实也还好吧，没有一句话是真的在针对他，应该也没必要生气吧。桑稚吐了口气，提心吊胆地抱着要用的学习资料出了房间。他房间的桌子小，一个人用绰绰有余，但2个人就显得狭窄。黎平提前跟他说了家教的时间，让他和老师到桑妍的房间学习。正要走进桑妍房间的时候，桑稚偷偷往餐厅的方向看了眼，却没见着人。他把东西放好，又狐疑地走到客厅，发现2个男人此时在坐在沙发上打游戏，用的还是那副桑妍偷了桑稚200块钱买的手柄。桑稚有些无语，
不是学习吗？桑延视线没动一下。刚吃完饭学什么习？你先自己去看看书。桑稚觉得段嘉许这个家教肯定就是桑延介绍来的，这样的话，除了教他学习，还能陪他打游戏。哥，你这是给我找了个家教，还是给你找了个玩伴？段嘉许的笑声带了几声气息，低声说：小孩，等一会儿，哥哥玩一局就去教你。桑稚看了他一眼，忍气吞声地走到边上坐下。他的坐姿懒散，总喜欢靠着椅背上，带着倦意。旁边就是窗台，有几缕阳光落到他的发梢处，显得发色更浅了。桑稚没见过他玩游戏，此时忍不住多看了几眼。段嘉许的手长的也好看，手指修长有力，掌骨分明，能明显看到淡青色的血丝。比起平时那副吊郎当的模样，他的模样显得专注了些，温润又斯文，脸长得还艳丽如妖孽，格外耀眼夺目。桑稚抿了抿唇，突然摸到口袋里的手机，他的目光一停，又朝段嘉许的方向看了一眼。他似乎完全没注意到他的观察，目光还放在电视上。他的心中忽地浮起了一个念头，一个极为强烈的念头。桑稚往裤子上蹭了蹭手心的汗，打开手机的照相机，小心翼翼地举起来，隐蔽地用抱枕遮住手机的其他部位，镜头对准段嘉许，他凭着呼吸按了拍照按钮。游戏刚好结束，客厅里安静下来。随后，桑稚的手机响起了格外响亮的一声咔嚓，在这安静中显得异常清晰。也许是桑稚的心理作用，他觉得这声音几乎达到了震耳欲聋的效果。段嘉许和桑延被这声音吸引，同时看向他。桑稚的脑袋瞬间充了血，完了，完了，完了，完蛋了，他完了，他没关声音啊！客厅的沙发呈 L 型，前面摆着一张透明的茶几，段嘉许和桑延并排坐在一起，中间隔着2个人的距离。剩一端的位置空着，桑稚刚刚下意识就坐到那处，恰好在段嘉许的旁边。此时因为这突发的情况，桑稚的脑袋一片空白，他甚至忘了要把手机收起来，方向还对着段嘉许，神情不安又紧张。瞥见他的模样，桑延把游戏手柄扔到一旁，皱着眉问：小鬼，你拍什么呢？桑稚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讷讷抬头，注意到手机对准的方向，段嘉许的眉眼一扬，嘴角随之弯了起来。随后他的身子稍稍向前倾，往桑稚的方向凑近了些，饶有兴致道：拍我呀。桑稚往后一缩，立刻把手机屏幕扣到抱枕上挡住。没嘛，为什么拍哥哥？段嘉许拖着腔调，话里带了几声笑，哥哥这么好看吗？听到这话，桑延立刻吃了声，你能不能要点脸？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侧头看向桑稚，你不会是想拍照告？没等他说话，桑稚猛地站了起来，目光没往他们2个身上看，语速极快地说着：我跟同学说我有个长得很帅的哥哥。桑延声音一停，他的脸颊有些红，边说边往卧室的方向挪，似乎是真想不到别的理由了，憋了半天又憋了一句：但我不好意思把你的照片给他们看。桑延说完，桑稚便立刻跑回了房间，留下一片沉寂。客厅瞬间安静下来，静到莫名显得尴尬。2个男人各坐一端，脸上的表情天差地别，情绪上有很鲜明的对比。半晌后，桑延转头看段嘉许，唇线拉直，脸上渐渐失了表情，心口处一团郁气涌上。我还以为他是要拍照跟我爸妈告状。段嘉许收敛了唇角的弧度，故作平静地嗯了一声，像是又回想了一遍桑稚的话。桑延慢慢吐了口气，想按捺住脾气，火气却依然一点就燃。这他妈还不如告状呢。又安静几秒，操！桑延忍不了了，忽地站了起身，你先在这等着。下一秒，段嘉许跟着他也站了起来，行为上有拦住他的意思。他的下巴微敛，低笑了声，兄弟，这事儿就别跟小孩计较了吧。桑延，段嘉许，小孩不懂事，没必要。桑延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段嘉许拍了拍他的肩膀，声音停了几秒，似是在忍笑，确实会有点要面子，你也理解一下他要面子。理解一下。桑延的眉心跳了下，我理解你吗？桑稚在自己房间待了几分钟，蹲在门边听外头的动静。他隐隐能听见桑延和段嘉许在说着什么话，可因为距离不近，他也听不太清。他思考了下刚刚自己说的那个借口，似乎还是非常合理的。又等了一会儿，桑稚百无聊赖地翻出刚刚的战利品，像素并不清晰，从桑稚拍摄的角度只能看清段嘉许的侧脸，立体分明，却又显得柔和。
他的唇角稍弯，心情看上去不错。桑稚顿时觉得刚刚的一切都值得了，他忍不住笑起来，指腹在屏幕上触碰了下，又飞速的收回。桑稚又看了好几眼，突然摁灭屏幕，抱着手机蹬了蹬脚。他勉强平复着心情，装作根本不在意的样子，爬起来照了照镜子。觉得毫无破绽的时候，桑稚轻咳了2声，把手机藏到枕头下。他悄悄拉开门，往外头扫了一眼，而后迅速地跑到桑岩的房间里，到书桌前坐下。桑稚翻开物理练习册，很刻意地开始给自己找事情做，注意力却全部放在客厅那边。没多久，有个人走了进来，桑稚没抬头，却也能猜到是段嘉许。他挠了挠头，假装在做题。段嘉许在他旁边坐下，单手支着侧脸，瞥了眼他正在做的练习册。小孩，把你的期末考试试卷给我看看。桑稚哦了下，从物理书里翻出试卷，放到他的面前。他又看回原来的题目，笔尖很快停下。他犹豫着，很小声地问：哥哥，你能不能别那样喊我了？闻言，段嘉许抬眸，似是没懂他的话。桑稚瞅他，没搭腔。段嘉许反应过来，小孩。桑稚收回视线，默不作声地点头。段嘉许，不喜欢哥哥这么喊。也不是。桑稚咕哝着，就是我也不是小孩了吗？不是小孩了吗？段嘉许觉得好笑，那你觉得自己是个大孩子了？桑稚抿了抿唇，没理他。段嘉许没觉得这是什么大事，也不太在意。哥哥这不是叫习惯了。桑稚的立场很坚决，那你得改改这个习惯。行吧，那怎么喊？他的尾音打了个转，小桑稚。桑稚动了动唇，有些不满，就不能去掉这个小字吗？怎样都要强调他小。算了，桑稚决定忍，反正至少比原来的好。他没跟他计较，勉为其难的点头。听他这么一提，段嘉许回忆了下第一次见他时的模样，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好像是长高了些。桑稚一本正经地说：还会长的。段嘉许语气吊儿郎当的，听起来不太正经，到时候长得比哥哥还高，来保护哥哥。桑稚想象了下那个画面，嘀咕道：那也不用那么高。段嘉许只是笑，继续看他的试卷。小孩，你这上课没听过课吧？刚刚才说好的，现在又这么叫桑稚当没听见。段嘉许懒懒道：听见哥哥的话没有？桑稚觉得憋屈，但还是不敢再当没听见，凑过去为自己辩解。听过，就是听不懂。这题物态变化怎么还选错了？哦，桑稚指了指，我写太快了，我本来想选 A 的。段嘉许似笑非笑道：这题选 B。两人的目光撞上，桑稚觉得有点没面子，又觉得自己不能没了气势，干脆理直气壮道：反正我就是不懂，我听了课的，我就是太蠢了，听也听不懂。之前哥哥让你好好听课。段嘉许说：忘了，那都多久前的事情了，那还要哥哥每天提醒你一次。桑稚迟疑了2秒，温吞道：也行。段嘉许又气又好笑，把课本拿过来。家教的时间定了每天2小时，1周3次。本来说好是9点准时开始的，11点准时结束。结果桑稚睡到了10点，再加上他洗漱和吃早饭的时间，两人到11点才正式开始补习。中途又休息了1小时吃午饭。段嘉许似乎也不忙，时间到了依然在旁边看着他做题。等他做完了，他才拿过一一检查，便漫不经心提起了今早的事情。你不想找家教？桑稚模棱两可地说。不想学习。你这年龄，段嘉许轻笑道，除了学习还想做什么？桑稚一噎，鼓了下腮帮子。你不懂。段嘉许指着错题，让他再看几遍，而后道：行，哥哥不懂。你有什么想做的事情也能去做，但得抽课余时间，至少别耽误了学习。桑稚，我知道，自己回去再消化一下。段嘉许合上课本，今天就到这了。桑稚点头。课程一结束，段嘉许又往椅背靠。很快，他的眼睑动了下，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事情，拉长尾音道：小孩，他是有多习惯这样喊，就这么改不了吗？桑稚正想指责，又听到他说：听说你觉得哥哥长得帅啊？他瞬间把嘴里的话憋了回去。段嘉许慢慢凑近他，气息悠长的呵笑一声：刚刚拍的什么样？给哥哥看看。桑稚不想给他看，此时极其庆幸自己没把手机带过来。他装模作样的摸了摸口袋，平静道：手机在房间。结果段嘉许很自然地说：去拿过来。桑稚硬着头皮说：我不要，不拍多几张。
段嘉许支着侧脸，声音里带了几分调侃，小桑稚想怎么拍，哥哥都配合你。然后挑张最好看的给你的小朋友们看，给我们小桑稚争争脸。桑稚不自在道，不用了。这样啊，他似乎还觉得有些遗憾，那可惜了。不再考虑一下。段嘉许笑，小孩，你不觉得浪费啊？桑稚被他逗得有些恼，没应，跳下椅子，默默抱起自己的东西回到房间里。他把东西收拾好，盯着枕头的方向，沉默无言。也许是被洗脑了。在这一刻，在桑稚恼羞成怒的情况下，他居然真的觉得非常的可惜，甚至还有了反悔的冲动。之后，桑稚没听到段嘉许离开的动静，听着外头的声音，段嘉许和桑延好像是又玩起了游戏，只不过是把战场挪到了桑延的房间。桑稚有些郁闷，但其实就算桑延不在，他也拉不下脸再提起这个事情。桑稚翻了翻手机里的那张照片，觉得只有这张好像也足够了。他不再贪心。桑稚有点想过去，又觉得自己没理由过去打扰他们。突然想起平时有客人来，黎平都会切点水果招呼。桑稚没想着指望桑延，又觉得不能亏待了段嘉许，他犹豫着走出房间，到厨房打开冰箱，抱了个西瓜出来，把西瓜放到琉璃台上。桑稚拿起水果刀，有点无从下手。他挠了挠头，干脆拿了个托盘，把西瓜和水果刀都放了上去，随后费劲地搬起来，走进了桑延的房间。注意到动静，桑延和段嘉许的视线下意识挪了过去。段嘉许，桑延。桑稚把西瓜放到他俩旁边，自以为很体贴地说，我给你们送水果吃。桑延的额角一跳，你想吃直接喊，我出去给你切，不用这么费劲。段嘉许坐在沙发上，看着桑稚的行为，不由得笑起来。被歪曲了目的，桑稚很不高兴。我没想吃，我就是给你们送的。桑延直接搬一整颗西瓜进来。桑稚没了底气，那我不会切吗？桑延盯着他看了好几秒，忽地爬了起来，把托盘又搬了起来，往厨房的方向走。服了，我这游戏才玩了多久，又得伺候你。被骂了，桑稚也觉得不痛快，但也不敢顶嘴。下一刻，段嘉许朝他招了招手，指着桑延的那个游戏手柄说，来陪哥哥玩游戏。桑稚磨蹭地走过去，坐到桑延的位置上。他们玩的是拳皇，桑稚虽然不怎么爱玩，但以前也经常跟桑延一块玩，玩的也算不错。他有点没法集中精神，乱按着手柄上的钮，也没认真打。不一会儿，他游戏里的人物就没了大半条血。段嘉许停下了动作，问，会玩吗？桑稚点头，会。那是不喜欢玩这个。段嘉许松开手柄，指了指前面的游戏卡带，散漫道，自己去换一个喜欢的。哦。桑稚翻了翻，换了个超级玛丽，玩这个。行。没多久，桑延拿了盘西瓜进来。他不知道是收到了谁的短信，边看着手机边说，我出去一趟，很快回来。桑稚，你干嘛去？你这小鬼管得宽。桑延晃了晃手机，吃你的西瓜去吧。随后，他从抽屉里拿上钱包，正想往外走的时候，突然想起段嘉许这么一号人物。哎，你跟我一块走，还是继续待着？段嘉许的目光还放在屏幕上。再晚点吧，我一会儿还有兼职，直接从这过去。行。桑延说，你走之前，我估计也回来了。很快，房子里莫名就剩他们两个人。这一轮是段嘉许先玩，桑稚有些无聊，便开始扯着话题。哥哥，你知道我哥干嘛去了吗？段嘉许毫无正形地说，可能想在情人节之前脱单吧。桑稚突然想起，今年的情人节刚好就是大年初一，距离现在也没几天了。他扭头看向段嘉许，想到他这么招桃花的性格和模样，便状似无意地问，那你呢？段嘉许，桑稚沉默几秒，莫名屏住了呼吸。哥哥，你打算谈恋爱吗？段嘉许的眼尾一扬，我呀，看情况吧。他笑。桑稚突然想到他之前说的，毕业之后要回家里那边工作，再联系起他现在的话，他的胸口像是被块大石压着，堵得慌，又觉得极为无能为力。恰好轮到他了，桑稚便当作过了这个话题，安静地玩着游戏。在此安静之中，桑稚突然有了个极为自私的念头，觉得这个年龄说出来还能被他当作是童言无忌，当成是一个笑话对待。等他再长大一些，他应该就不可能再开这个口了，只有现在才适合开口。盯着屏幕，桑稚的心跳如打鼓，他紧张地舔了舔唇角，鼓起勇气问，哥哥，你能不谈恋爱吗？段嘉许一顿，侧头看他，仿佛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你别谈恋爱了吧？桑稚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像是理所当然那样，好好学习比较好。
段嘉许盯着他看了好半晌，似乎是觉得荒唐，反而笑出了声。小孩，讲讲道理，你怎么不叫你哥别谈恋爱啊？这话说的桑稚没法反驳，他没敢看段嘉许，一紧张反应就慢半拍。屏幕上的红帽子小人儿瞬间凌空掉下，伴随着 Game Over 的一行字幕。安静的房间里回荡着游戏的背景音乐，欢快又响亮。在此气氛下，似乎又显得过于诡异。桑稚用余光能注意到，段嘉许把视线收回，闲闲地把玩着手柄上的按钮，发出咔咔的响声，节奏机械又平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桑稚瞬间意识到，他好像不该提这个事情，他不应该提的。桑稚的大脑空白，戳了块西瓜咬进嘴里。这个季度的西瓜并不甜，有汁无味，不太好吃。他慢慢咀嚼着，觉得有点难以下咽，没多久便含糊地说：“我跟我哥哥也说过啊。”段嘉许的动作停了下来。我朋友的哥哥就是交了个女朋友。桑稚把叉子放回盘子里，语气异常的平静，然后他对我朋友一点都不好。所以哥哥，你也别交女朋友了。闻言，段嘉许又朝他看过去，表情若有所思。为什么对你朋友不好？桑稚小声解释，好像是觉得他哥哥对他太好了，就不开心。这样吗？是啊。桑稚在脑海里极力搜刮着理由，干巴巴地解释着，如果你交了女朋友，那你不是也不能对我好了？小孩，你想怎么久远干什么？段嘉许的眉目一松，淡淡道，说不定几年没见哥哥，你就把哥哥忘得一干二净了。桑稚没吭声。段嘉许把手柄放到桌上，哥哥到时候找个温柔点的，也对我们小桑稚好的。段嘉许笑得温和，语气也漫不经心，这样行不行？找多一个人对你好。桑稚盯着桌上的西瓜，慢慢的点头，行。良久后，他压下喉间冒起的色意，勉强的补了句，那你到时候得先给我看看。桑延确实没出去多久，没到半小时就回来了。见状，桑稚也没再继续待在这，找了个借口回了自己的房间。等桑稚出去之后，桑延把外套脱掉，随口问，你几点的兼职？快了。段嘉许说，你干嘛去了？有个朋友在附近。桑延躺到床上，盯着手机，眼皮也没抬一下，吃饭不带钱，叫我过去给他送钱。段嘉许嗯了声，开始收拾东西。那我走了。他站了起来，突然想起了刚刚的事情，又问，桑延，我问你个事儿。桑延，问。你妹段嘉许的声音停了片刻，似是在思考。我妹怎么了？桑延的耐性不好，问就问，磨蹭半天干嘛呢？段嘉许这才把话说完。你妹有没有跟你提过让你别谈恋爱的话啊？没想到是这个问题。桑延顿了下，有吧？我高一的时候，我爸妈以为我早恋。桑延回想了半天，挠着头说，他当时好像7、8岁的样子。知道了之后哭了一顿。段嘉许又问，现在呢？现在。桑延冷笑，他根本不觉得我能找到女朋友。你没事问这个干什么？没事。段嘉许回过神，笑道，我就问问。回房间没多久，桑稚就听到了段嘉许离开的动静。桑稚盯着天花板，猛地把窗帘关上，扯过一旁段嘉许送的玩偶抱在怀里，很快又扔开。他翻了个身，趴在床上，觉得心脏发空，动都不想动一下，像是有心悸那般的感觉，有些后悔，觉得随时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他好像太冲动了，不应该仗着年龄小就什么都不加掩饰。他是不是发现了？他会不会已经发现了？他发现了会怎样？是不是会觉得他很奇怪，才多大就开始想这样的事情，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思？是不是会教育他一顿，然后开始对他有了态度上的转变？或者是不是会开始疏远他，然后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对他好？没有一个是好的结果。桑稚突然坐了起来，把手机从枕头底下抽出来，翻出段嘉许的电话，想再解释点什么，却又觉得自己似乎只会越描越黑。他看着手机渐渐黑了屏，鼻子忽然一酸。桑稚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只知道这个秘密好像是不能被发现的。隔天晚上10点，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段嘉许拿着钥匙开了宿舍的门，正想拿上换洗衣服去洗漱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桑延的电话。他把手机贴到耳边，往阳台的方向走。喂。听筒里传来桑延的声音，段嘉许，你明天别过来了，改成后天吧。段嘉许的动作一顿，怎么了？沉默几秒，桑延啧了声，似乎觉得极为无语。那小鬼早恋，说要去找她男朋友，现在被我爸妈教训着呢。以为自己听错，段嘉许差点被呛到。什么？桑延重复了一遍。早恋。
段嘉许想起之前见到的那个小男孩，跟他的小同学啊？不是，可能是觉得有些中二。桑延轻咳了一声，我听了下，好像说是网恋。桑延，她说要去她男朋友的城市找他。段嘉许挑了挑眉，这可不行。废话，怎么可能让他去啊？这小鬼可太不懂事了。我爸妈都训他2小时了。桑延说，他明天估计没心思学习，你就后天再过来吧。行。段嘉许没忍住笑出声，喉咙里发出浅浅的气息声，也别对他太凶了，这年纪有这种想法挺正常。跟他讲讲道理，让他有点分寸就行了。该懂的他会懂的。桑稚觉得自己想了个绝世妙招，虽然代价是被他亲爹、他亲娘加上他亲哥伦翻训了一顿，但在被训的途中，他偷偷听到桑延打的那个电话，就觉得什么都值得了，就是得让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暗恋他，甚至他已经有了对象。不然按照那个老男人这么自恋的性格，就算这次没怀疑，也迟早会怀疑。桑稚极其确定，如果被他知道了他的小心思，得到的一定是不好的结果。他能做什么呢？除了等待，除了喜欢，他什么都做不了。至少目前为止，直至段嘉许觉得他不再是个小孩之前，都是这样。家教的时间被改到了周4上午9点。这次桑稚准时起了床，提前半小时就坐到了桑延房间的书桌前。桑延的睡眠浅，一下子就被他噼里啪啦的动静吵醒，一看时间才8点半。他的起床气瞬间上来，额角的青筋直跳。你干什么呢？桑稚找着笔，没有吭声。桑延指着门，忍着脾气说，你最好在我发火之前出去。哥哥，我得学习了。桑稚翻开练习册，你出去吧。你去客厅睡。这个时间，桑延实在懒得搭理他，憋着满肚子的火，翻了个身继续睡。桑稚也没再弄出别的动静，他的目光放在课本上，但注意力却总往玄关处移，思考着一会儿段嘉许来了，他应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他？还是说，其实根本不用考虑这个事情，只要当作若无其事就行？好像也不对，他现在的情况，在他看来，应该是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令他受到了十分巨大的伤害的事情，所以他应该得装出一副刚被强行分手、失了恋，并为此痛苦麻木的样子。桑稚边思考着，边看着前天段嘉许跟他讲的内容。很快，玄关处响起了门铃声。桑稚下意识往桑延的方向看，发现他一点要起来的迹象都没有。他犹豫了下，只能自己跑过去，给段嘉许开了楼下的门。等了几分钟，外头响起了动静，桑稚隔着防盗门看了眼，才默不作声地打开门。见到他，段嘉许的眼眸一抬，略显讶异。小桑稚今天起这么早？桑稚点头，什么也没说，转头往桑延的房间走。段嘉许脱了鞋，跟在他身后。吃早饭没？桑稚又点头。我妈妈熬了粥。两人走进房间里，桑延困倦地把眼睛睁开，盯着他们2个人，然后坐了起来，像是在平复呼吸。随后他猛地抱上被子，沉默无言地出了房间。段嘉许顺势把门关上，懒洋洋道，你哥这脾气还挺大。桑稚坐到椅子上，在他隔壁坐下。段嘉许也没急着给他补习，随手拿了纸笔，在桌面上轻敲着，低声问，小孩，哥哥听说你早恋啊？就知道他肯定会提。桑稚瞅他一眼，当作没听见。段嘉许，怎么认识的？说来给哥哥听听，哥哥给你出出主意。桑稚抿了抿唇，不悦道，你为什么这么八卦？哥哥还不能关心一下你？段嘉许的目光在他脸上扫着，唇角稍弯，叫哥哥别谈恋爱，自己反倒谈上了。段嘉许又问，你那个网上的小男朋友叫你过去找他？这本来就是桑稚捏造出的人物，他也不知道该什么应付，只能顺着他的话点头。多大年纪？桑稚想了想段嘉许的年纪，又觉得如果说了跟他一样的年纪，似乎会露出破绽。他迟疑了几秒，中规中矩地说，大学快毕业了。段嘉许还以为是小朋友们过家家，听到大学2字，还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多大？应该20多吧。段嘉许脸上的笑意渐收。他叫你去哪里找他？桑稚心虚道，就颐和那边。你这个段嘉许改了称呼，老男朋友。他扯了扯嘴角，一字一顿道，知不知道你年龄多大？桑稚迟疑的点头。段嘉许脸上的笑意彻底没了，把手上的笔一扔，朝他伸手，给我。桑稚抬头讷讷道，啊，给什么？段嘉许，电话。桑稚，你不是有吗？我说的是。段嘉许面无表情地盯着他，你那个老男朋友的。桑稚瞪大眼，不行，
段嘉许气笑了，还护短？他上哪找个号码给他呀？桑稚硬着头皮说，反正就是不行。桑稚，哥哥不想跟你发脾气。段嘉许觉得这事情极为不可思议，耐着性子说，你好好听着，你的家人不会想害你，他们觉得这事不能做，是因为这样的事情的确可能会给你带来伤害。在成年之前，高中毕业之前，你不能谈恋爱。等你长大了，你想怎么样怎么样，没人管你。听见没有？桑稚沉默几秒，勉为其难地哦了声。但我受不了诱惑。段嘉许皱眉。什么？别人在我面前谈恋爱？桑稚说，我也会想谈。这什么道理？段嘉许觉得无言又好笑。那你看个爱情剧就想谈恋爱了？没。桑稚嘀咕道，我是说亲近的人。你这小孩怎么这么小心眼？段嘉许上下扫视着他，慢条斯理道，自己不能谈恋爱，还不允许别人谈了。是啊。桑稚快速看他一眼，这不是故意刺激别人吗？行，就当你有理。段嘉许把桌面上的课本摊开，神情闲散，以后的事情哥哥先不跟你提。关于你那个老男朋友叫你去颐和的事情，巧得很，哥哥就住那，哥哥年后就回去。段嘉许又笑了，眼角稍稍弯起，要让哥哥知道你成年之前过去了。桑稚，干嘛？那小桑稚估计也。段嘉许亲昵地捏了捏他的脸颊，声音含着浅浅的笑意，见不到自己成年的样子了。这什么话？他现在才初二，等到高三毕业还有4年半。他本来还打算中途找个暑假，编造一个跟朋友出去玩的借口，过去那边找他玩。但他这么一说，不就让他连想借口的机会都没有了吗？桑稚有些憋屈。你这不是恐吓吗？恐吓？段嘉许侧头懒懒道，也可以这么说。小孩，不是你说的吗？他把练习册推到他的面前，指尖在上边轻点，并将他之前说的话原封奉还，好好学习比较好。这事情还是没有因此而告一段落。虽说桑稚是主动坦白了他网恋的这个事情，并非常认真地询问了父母的意见，他能不能趁着这个寒假去那个城市找他的网恋对象，看似十分尊重他们，却也因他这般的理直气壮，让桑家父母更加来气。桑稚的这个想法对于他们来说，比他从前做的那些跟同学打架、上课不听讲、破坏课堂纪律的事情还要出格成百上千倍，也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性。尽管桑稚已经跟他们承诺了不会再跟这个网恋对象联系，但桑荣还是让桑妍改了家里电脑的密码，并没收了桑稚的手机，还让桑妍好好看着他，别让他乱出门。所以在新年到来之前，桑稚的日子过得像是活在监狱里一样，每天除了家人就只能见到每隔2天来探监一次的段嘉许。段嘉许没再提他网恋的事情，做正事的时候他总是格外认真，不会跟他提别的事情，直到空闲时间才偶尔说几句话来逗逗他。他再会露出马脚，桑稚没再像从前那样会去主动过问他的事情。他只知道段嘉许每天要做的事情好像不太稳定，但似乎也没从前那般忙碌。有时候帮他补完课之后就没了别的事情，依然会待在桑妍的房间里。而除了补习的时候，桑稚也基本不会进去打扰他们。有时候黎平会让他进去送点水果和零食，桑稚就能借此看到段嘉许的很多别的模样。偶尔他是在抽烟，但在看到他的那一瞬，他会将烟头摁灭，然后对他笑，跟他说，小桑稚，捂好鼻子，然后快点出去。偶尔他是在打游戏，亦或者是睡觉，却也能瞬间察觉到门开的动静，然后漫不经心地抬起眼，见他往桌面上放了一盘水果，他的神色困倦，也不忘要逗着他玩。小孩，你怎么回事啊？也不忘要笑得像个妖孽一样，一见到哥哥就脸红。一个变化多端的男人，多数时间是玩世不恭而又毫无正形的，但却又细心而又温柔到了极致，看似处处留情，可实际上又会跟人却会保持着一道跨越不过的距离。是他在极为不适合的年龄遇上的，他觉得不管在什么年龄都一定会喜欢上的男人。是他在青春期时遇见的一个不想让任何人发现的宝藏。除夕的前一天，桑稚结束了他寒假里的最后一次补习。想到之后的一段时间不会再见到他，他收拾东西的动作慢吞吞的，边听着给他嘱咐着话，以后上课好好听，有不会的可以来老师或者问你哥，再不然问我也行。段嘉许想了想，不会的内容你可以拍照了发给哥哥，哥哥看到了就回你。桑稚点头。段嘉许，开学有考试吗？桑稚，有，考完之后把成绩告诉哥哥。段嘉许说最好考高一点，让哥哥有点成就感。哦，行了，自己去玩吧。
桑稚拿上自己的东西，走到门边时，他又忍不住回了头，鼓起勇气喊他：“哥哥。”段嘉许抬头：“怎么了？”桑稚犹豫着说：“你明天要不要在我家吃饭？”明天？段嘉许挑眉：“不了吧？”桑稚瞅他，慢慢的了声：“哥哥留在学校，就是为了学校新年发的那200块钱的红包。”段嘉许轻笑着说：“你这么一提，哥哥坚持了那么久，不是白费功夫吗？”沉默几秒，桑稚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点点头，拧开门把回了房间。桑稚把东西放到书桌上，拉开抽屉翻了翻，找到个去年收到的红包，里头的钱已经被拿了出来，空荡荡的。新年还没到，桑稚也没什么钱。想到这，他回头看了眼被他放在床头柜上的存钱罐。这个存钱罐只有上面的小口，如果要拿钱，只能整个砸掉。但桑稚又觉得给他这样一个红包好像也挺奇怪的。他考虑半天，最终只往里边塞了1颗糖，然后抽了一张星星纸，一笔一画的往上面写了7个字：“嘉许哥新年快乐。”折成星星也塞进了红包里。做完这一系列事情，桑稚悄悄打开房门，能听到桑延和段嘉许在客厅说话的声音。他眨了眨眼，蹑手蹑脚地跑到桑延的房间里，瞥见段嘉许放在书桌上的书包，桑稚拉开拉链，也没往里边看，只是小心翼翼的红包塞了进去。虽然看上去确实是有些寒酸，但这样的话，他今年在这边待着就能收到2个红包了。除夕当晚，吃完年夜饭之后，桑荣才把桑稚的手机还回给他。一家人坐在客厅看春晚，桑稚不太感兴趣，便打开手机看了眼，在一堆群发短信里找到了段嘉许发来的消息：“祝小桑稚天天开心，考上理想的高中和大学，新年快乐。”还有，谢谢小桑稚给哥哥送的红包。桑稚斟酌了半天，想问问他学校的年夜饭好不好吃，想问问他学校的人多不多，想问问他会不会有一点觉得孤独，想问问他要不要还是来这边一起过年，可他什么也没问。桑稚吐了口气，把所有的字删掉，重新输入：“谢谢哥哥，哥哥新年快乐。”春节过没几天，寒假随之结束。开学的那场考试，桑稚考到了年级第3，物理也十分不可思议的考到了90分。他把成绩条拍了下来，发了条彩信给段嘉许。隔天早上，桑稚才收到段嘉许的回复：“小桑稚真厉害，哥哥过2天给你奖励。”因为这个短信，桑稚期待了2天，但收到奖励的时候，却发现并不是段嘉许本人亲自送给他，而是他托桑延给他带过来。加起来有3份，1份奖励，1份补送的新年礼物，1份提前送的生日礼物，1盒彩色铅笔，1包糖，1个粉色的兔子布偶。好像是真的把她当成了妹妹。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桑稚也很少再见到她。桑稚偷偷找了家照相馆，他连被陌生人发现心思的胆子都没有，特意跟老板说要洗手机里的10几张照片，要的也只不过是他在寒假的时候偷拍段嘉许的那张照片。他把照片偷偷放进了自己的宝物盒里。偶尔，桑稚能从桑延的口中得知，段嘉许大3下学期的课都提前修完了，在4月份回了一贺，似乎是在那边找了份工作，跟他隔了将近2000公里的距离，他这辈子都还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5月份的某一天，语文老师在课上布置了一个作文，题目是我的梦想。桑稚思考了下，慢吞吞地在作文纸上写了几行字，很快又撕掉，塞进了抽屉里。乱糟糟的抽屉里，小姑娘的字迹青涩，却又清晰明了。我的梦想：1. 考上颐和大学。2. 段嘉许。因为各种手续和毕业论文的事情，段嘉许在中途回过几次学校，但也来去匆匆。在期间，桑稚有见过他几面，但也都格外仓促。他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仍是那副不太正经的样子，说话也拖腔带调的，依然会逗着他玩，态度一如既往。2人一整年的交集少得可怜。在一些重大节日时，桑稚也会收到段嘉许的短信和礼物。在闲暇时候，他也会发短信问问他的学习状况，也让他觉得自己并没有被遗忘。真正跟段嘉许再有不仓促的见面，已经是隔年6月，他回学校拍毕业照的时候。桑稚是被父母一起带过去的。一到那，桑稚就能看到穿着学士服的桑延，以及许久未见的段嘉许。他站在阳光下，身姿挺拔高大，侧头在听陈俊文说话，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除了头发短了些，好像跟从前没有什么不同。见状，桑稚莫名有些紧张。他手上抱着一束要送给桑延的花，默默地跟在桑荣和黎平的后面，也没主动过去跟他说话。现场的人并不少，除了应届毕业生，
还有不少来参加他们毕业典礼的亲朋好友。周围吵吵闹闹的，几百个人的声音覆盖在一起。桑稚听不清父母在跟桑延说什么，热的脑袋有些发昏，但注意力却老是往段嘉许的方向挪，心脏也跳得快，扑通扑通的响。很快，桑稚用余光注意到段嘉许走了过来，朝桑荣和黎平问了声好。他们说了好一会儿的话，他也没太听清。没多久，段嘉许撇头看向桑稚，眉眼稍抬。小桑稚。桑稚这才抬了头。哥哥，你有没有良心啊？段嘉许笑了，这么久不见哥哥，也不知道过来跟哥哥打声招呼。桑稚不知道该说什么，嘀咕着，我以为你把我忘了。这话你也说得出来。段嘉许觉得好笑又不可思议，你生日我没给你送礼物啊，儿童节我没给你送礼物，你当那是天上掉下来的？桑稚瞅他，那不是我哥拿给我的吗？我让你哥拿给你的。段嘉许还想说点什么，突然注意到他的身高，小桑稚好像又长高了。桑稚嗯了声。段嘉许，那明年儿童节不用送了。桑稚皱眉，要送？行，哥哥有钱就送你。段嘉许思考了下，又问，是不是要中考了？能考上一中吗？应该可以。旁边有个同学要来跟段嘉许拍照，桑稚识趣地走开了些。拍一张照片的速度很快，没几秒，他又被段嘉许叫了过去。桑稚犹疑道，干嘛？他指了指相机的方向，跟哥哥拍个照。桑稚顺势看去，而后默不作声地走过去，站在他的旁边。他看了眼距离，停在了距离他1米远的位置。段嘉许纳闷道，哥哥又惹你了？桑稚莫名其妙，没啊。那你站那么远干什么？段嘉许朝他招了招手，站过来点，怎么整得像哥哥的仇人一样？桑稚只好又挪过去2步，表情有些不自在。拍完照之后，段嘉许对着帮忙拍照的那个同学说了句，回去之后把照片发给我。桑稚站在他旁边。过了一会儿，他犹豫着问，哥哥，你是不是以后不会再过来南吴了？段嘉许抬眼低笑道，舍不得哥哥呀。桑稚抿了抿唇，点点头，似乎没想过他给出的会是肯定的答案。段嘉许愣了下，他低下头注意到桑稚的表情，随后他扯了扯唇角，稍稍弯腰与他对视。哥哥有空就回来找小桑稚玩，行不行？桑稚问。有空是什么时候？那哥哥不清楚。段嘉许捏了捏他的脸，温和道，如果哥哥要回来，会提前跟你说的。桑稚其实不太相信他的话，觉得这估计只是大人为了哄小孩说出来的谎言。可他觉得并没什么关系，他不过来，他也可以过去，只要想见面，就一定能见到。他是这么想的。可那时候的桑稚没有想过，下一次的见面会是在他成年之前，跟段嘉许的最后一次见面。毕业典礼在体育馆内举行，但时间还没到，大多数人便待在外边拍照。段嘉许的人缘格外好，脾气又好，被好些人拉去拍照，他也没什么时间去顾及桑稚。桑稚没打算影响他，想回去找父母，却因为人多，也不知道他们跑到哪里去了。段嘉许怕他走丢，也怕他被人流挤到。最后他干脆把他扯到自己旁边，嘱咐他跟在自己旁边，别乱跑，也不在意他也入了镜头。桑稚觉得自己就像成了他的小尾巴，还是个总忍不住偷偷看他的长了眼睛的小尾巴。段嘉许今天穿着统一的黑色学士服，大大的袍子更显得他的身材清瘦而高大，气质金贵淡漠。他的肤色冷白，五官利落分明，笑起来莫名带了点撩拨的意味，好看到让人挪不开眼。桑稚能感觉到有很多女生都在看他，可能是嫌不舒服，段嘉许没戴学士帽，只是随意拿在手上。后来他察觉到太阳太过猛烈，便把帽子搭在了桑稚的脑袋上。学士帽有些大，总往下掉，他在桑稚的眼前挡了他的视线。用余光看到，段嘉许便立刻帮他扶正，好笑道，想什么呢？自己扶好，不然还想让哥哥帮你扶啊。桑稚哦了声，自己调整了一下帽子的位置，但依然总往下掉，他干脆把帽子摘了下来，递还给段嘉许。哥哥，我不戴了。段嘉许低头看他，不晒啊。晒。桑稚指了指脑袋，语气有些郁闷，但老实调，站哥哥前面来。桑稚乖乖照做，犹疑道，干嘛？段嘉许抬手固定住帽子，轻笑了声，哥哥给你扶，可不能晒到我们小桑稚。一大一小的人一前一后站着，周围是各式各样穿着学士服的人。段嘉许的手上抱着桑稚带来的那束花，原本该戴在他头上的学士帽被戴到了他的头上。有人问起来，段嘉许便笑着答，
这我妹妹。就这样，桑稚以一个妹妹的身份出现在段嘉许大办的毕业纪念照里。他没见过那些照片的踪迹，也不好意思跟他要。桑稚只是突然有些庆幸，幸好今天穿了一条很好看的裙子。毕业典礼结束后，桑稚跟着父母回家。桑延和段嘉许跟他们的朋友一块出去吃饭。当天晚上，桑延将近12点的时候才回家，还带回了段嘉许。严格来说，应该说是段嘉许把桑延送了回来。桑稚当时已经睡了，被动静声吵醒，他便疑惑地爬起来看。一出客厅就看到桑延坐在沙发上，明显是喝多了的样子。桑荣边骂着桑延，边跟一旁的段嘉许说着话。黎平在厨房煮着醒酒汤，注意到桑稚，桑荣看过来，指吵醒你了。桑稚揉着眼睛，沉默地摇了摇头。看你哥，这是喝了多少才喝成这样？桑荣皱着眉，对了，指这个哥哥今天睡我们家，你去给他找新的毛巾和牙刷。段嘉许立刻推辞，不打扰你们了。打扰什么呀？桑荣拍了拍他的手臂，快去洗漱一下吧，今天一天折腾也累了，就别出去外面住了。下一刻，桑稚走到他旁边，说，哥哥，你跟我来，我给你拿。段嘉许没再拒绝，颔首道，那就叨扰了。桑稚把段嘉许带到桑延的房间，给他翻出一套睡衣，然后突然止住动作。哥哥，我不知道内裤放啊，我去问问我妈。段嘉许说，你给哥哥拿个毛巾和牙刷就行。哦。桑稚又把他带到厕所，指了指上边的柜子，那个柜子里有新的，你自己拿就行。哥哥。桑稚走出厕所，突然回头问，你喝酒了吗？段嘉许，没喝。真没喝吗？桑稚盯着他的脸，迟疑道，如果喝了的话，我就让我妈妈也给你熬一份醒酒汤。真没喝。段嘉许笑，哥哥不喝酒。想了想，桑稚又走回厕所里，指着台子上的东西，哥哥，这个是洗发水、护发素，这个是沐浴露，然后这个是洗面奶，还有剃须刀，在这你都可以用。段嘉许揉了揉桑稚的脑袋，眉眼烧脸，唇角弯起来。好，哥哥知道了，谢谢小桑稚。桑稚点头，出了厕所。看到客厅就剩桑延一个人，桑荣进到厨房里帮黎平的忙。想到刚刚的事情，桑稚小跑到桑延的旁边，推了推他的手臂。哥哥。桑延费劲地睁开眼。干嘛？你去你房间找条新的内裤。桑稚小声说，嘉许哥在洗澡，你去给他拿一条。快点。桑延敷衍着，在衣柜里的小柜子里，你去拿给他。桑稚的表情不太自在。这怎么能？我拿。桑延重新闭上眼，没再理他。看着桑延难受的模样，桑稚也没再说什么。他看着桌上已经空了的水杯，重新给他倒了一杯温水。哥哥，你喝水。桑延没吭声。你记得喝。他站起来，嘀咕着，没事干嘛喝那么多酒。桑稚跑回桑延的房间，打开他所说的那个小柜子，拆了个新的内裤。他挠了挠头，走到厕所门口，敲了敲门。里面的水声立刻停住。是有人敲门吗？哥哥，我给你挂门上了，你自己拿。说完，桑稚立刻回了自己的房间。之后他也没再出去，能在房间听到外边的动静声。持续了大约1个多小时，桑稚在这窸窸窣窣的声音中渐渐再度睡去。再次醒来时，他是被渴醒的。天还没亮，视野黑漆漆，世界也静悄悄的。桑稚爬了起来，打算到客厅去装杯水喝。他会吵到父母，他的动静很小，装了水就打算回房间。路过客厅的时候，他突然注意到阳台那边似乎有个人。桑稚的脚步一停，瞬间发现那个人是段嘉许。他坐在阳台的椅子上，拉上了落地窗，在抽烟。他没有察觉到桑稚的存在，仰着脑袋，喉结慢慢滑动着，烟雾在月光下缭绕。桑稚看不清他的表情，却莫名觉得他的心情很不好。桑稚犹豫了下，还是走了过去。很快，段嘉许用余光注意到，侧头看了过来，眉眼挑起，立刻笑了。怎么没还睡？隔着落地窗，他的声音很小。桑稚小心翼翼地把落地窗推开，用气音问，哥哥，你睡不着吗？段嘉许把烟头摁灭，懒懒道，哥哥有点认床，你躺一下就能睡了。桑稚说，不然你就睡我哥哥房间那个沙发，我记得你以前经常在那上面睡觉的。好。段嘉许神色温和，很晚了，去睡吧。桑稚没动，小声问，哥哥，你心情不好吗？段嘉许了声，有一点。桑稚沉默几秒，没问原因。那我给你倒杯水吧。他刚走出2步，身后的段嘉许忽地又出了声。也许是因为这夜晚让他有了想要倾诉的欲望。小桑稚，
哥哥跟你说个小秘密。段嘉许抬头看他，桃花眼弯成好看的月牙儿，哥哥有好多债主。桑稚顿了下，回头是欠了很多钱吗？段嘉许笑道，不是钱。他想了想，又道，也可以说是钱。很多吗？桑稚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小声说，哥哥你别急，我以后长大了，赚钱帮你一起还。段嘉许一愣，很快就笑出声来，发出浅浅的气息声。这次桑稚能明显感觉到他的心情似乎好了些。良久后，他宠溺般的捏了捏桑稚的脸，谢谢小桑稚，但这些不是哥哥的债，不用小桑稚帮哥哥还。小桑稚以后赚的钱，段嘉许说要给自己买好看的裙子穿。隔天，段嘉许坐了最早班的飞机回伊河。桑稚想，这次大概是他最后一次来南吴，因为他再没有别的原因要过来，彻彻底底的脱离了校园，也彻彻底底融入了社会，所有人继续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7月初，桑稚的中考成绩出来，顺利的考上了市一中。在开学之前，他收到了段嘉许送的一个新书包，作为他考上一中的奖励。实际上，段嘉许离他很远，但有些时候又让他觉得他好像无处不在。高一开学之后，桑稚发现傅正初也考上了一中，恰好跟他在一个班。两人许久没说过话，他想起傅正初之前的告白，也没好意思去主动跟他说话。但倒是傅正初过来跟他打了声招呼，毫无心理芥蒂的模样。桑稚也因此松了口气。高一寒假，傅正初借着一起出来写作业的理由，把桑稚约了出去，并跟他再次告了白。这次小少年不再像上次那般没底气，却仍旧紧张。桑稚，我喜欢你，你愿意现在当我女朋友也行，不愿意的话，我就3年之后再来问一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桑稚有些失神。第一反应居然是回想起13岁时被傅正初告白后突然出现的段嘉许，并教育他的那一段话。青春期开始有这些想法挺正常，但你也别伤害别人，可以先谢谢对方的喜欢，然后再拒绝。沉默了好一阵，谢谢你喜欢我。桑稚盯着他的眼睛，很认真地说，但我有喜欢的人了，所以我不能接受你。你是个很好的人，谢谢你。傅正初挠了挠头，吐了口气，我就知道又会被拒绝。桑稚有些尴尬，我本来也没打算继续喜欢你。傅正初说，但我他妈就是找不到长得比你漂亮的女生了，我能怎么办？算了。傅正初想了想，问，我能问问你喜欢的人是谁吗？桑稚沉默着摇头。傅正初，长得有我帅。脑海里又浮起段嘉许那句别伤害别人，桑稚摆了摆手，含糊道，你别问了。桑稚以为会一直这样下去，他的暗恋会一直持续。然后只要他现在努力一些，应该是能考上颐和大学的，然后3年后他会去到段嘉许所在的那个城市。可生活总是有变数的，所有事情也不一定能就这样按着所想的那样去进行。高一下学期清明假期时，桑稚从桑延口中得知了一个消息。他当时打算去上厕所，路过桑延房间时，听到他在跟朋友打电话，然后随口说了一句，我操，段嘉许有对象了呀。桑稚的脚步立刻停住，可之后也没再听到桑延提起段嘉许的名字。他的大脑一片空白，站在原地愣了好长一段时间。桑稚没回房间，走到客厅，假装在看电视，然后趁桑延出来的时候，装作不经意地问，哥哥，嘉许哥谈恋爱了吗？啊。桑延从冰箱拿了个苹果，好像是吧。桑稚的眼睛盯着电视，慢吞吞地嗯了声，没再说什么。等桑延回了房间，他便关了电视，也回了房间。桑稚拿起桌上的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段嘉许，他抿着唇，很慢很慢地输入了一行字，哥哥，我听我哥说你谈恋爱了。桑稚盯着看了很久，最后还是删掉了。他躺到床上，侧头看着旁边的几个段嘉许送的玩偶，鼻尖一酸，假的吧？一定是假的。桑稚看着被他贴在墙壁的颐和大学的照片，用力揉了揉眼睛，勉强地把这件事情抛却脑后，爬起来学习。他跟段嘉许说过的，如果找了女朋友，得先给他看看。他答应了的，他会告诉他的。尽管桑稚是这么想的，但接下来几天都没法认真上课。他总会想起桑延的话，看到情侣亲昵的时候，也会想起段嘉许，会想到他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那么温柔的一个人，对女朋友一定也会很好。可桑稚不敢问，他怕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时间越拖越长，这样的状态一积累。4月底，桑稚做出了一件他活了16年以来最出格的事情。那天，桑稚在放学后跑回了家，摔了那个他专门为段嘉许准备着的存钱罐。
他拿上里头的钱，到父母的房间里偷拿了身份证。随后，桑稚到家里附近的一个机票销售点买了隔天中午到宜贺的机票。第二天，他背上书包，照常跟父母道了声再见，而后出了门。可桑稚没上平时该上的那辆公交车，他到附近的肯德基换下自己的校服，而后打了辆车去了南吴机场。这是桑稚第一次一个人坐飞机，第一次独自一个人去到那么远的地方。3小时后，桑稚下了飞机。来之前，桑稚没查过天气。宜贺的气温比南吴低了不少，他只穿了件长卫衣，冷得浑身发颤。他给手机开了机，看到几十通未接电话，都是家里人打来的。桑稚愧疚又害怕，找到桑延的号码，提着心脏打了回去。那头立刻接起，伴随着桑延着急的声音：桑稚。桑稚嗯了声。桑延，你跑哪去了？你老师说你没在学校，这都几点了？哥哥。桑稚慢慢说，我在颐和市。桑稚撒着谎，我以前那个网恋对象叫我过来。那头沉默下来，像是在强行压着火。良久后，桑延才一字一顿道：你现在在颐和哪里？机场。你找个位置待着，我让段嘉许先过去。桑延冷着声说，你敢去找你那个什么所谓的网恋对象，你看你回来我打不打死你。知道了。桑稚垂下眼，进了机场里。他找了个位置坐下，双眼看着虚空，有些茫然。知道自己这样做很不对，知道自己做的事会让所有人都担心，但他就是忍不住。桑稚又陆续接了桑荣和黎平的电话，听着他们又急又气的声音，却也没再骂他什么，只是让他注意安全。不知过了多久，桑稚手里的电话再度响起，这次显示的是段嘉许的号码。他沉默着接了起来。段嘉许在哪？他的语气也明显是生了气，漠然又冷淡。桑稚往周围看了看，小声说：T3出口旁边的椅子。很快，桑稚看到段嘉许出现在他的视野里，算起来也有接近1年没有见面了。他看起来更成熟了些，脸上没什么表情，穿着衬衫西装裤，胳膊处搭着个外套，明显是匆匆忙忙赶过来的。桑稚的视线一挪，看到他旁边跟着个很漂亮的女人，他立刻垂下眼。段嘉许目光一扫，一眼就看到他。他吐了口气，快步走过去，在他面前半蹲下来，然后将外套裹在他的身上，一言不发。桑稚也说不出话来，用余光能看到女人鲜红的高跟鞋。段嘉许的喉结滚动着，气笑了。网恋对象？我以前跟你说的话不记得了。段嘉许的语气冷硬。桑稚，你现在长大了，还敢一个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桑稚抬起头，定定地看着段嘉许，又转头看向那个漂亮的女人，想说点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很想问，你是不是真的交女朋友了？你是不是真的变成别人的了？你不是说会告诉我吗？是不是我年纪小，你就觉得骗我也没关系？你是不是骗了我？可桑稚不敢。段嘉许，说话。旁边的女人忍不住说，嘉许，你别对小姑娘那么凶。段嘉许当没听见，依然盯着桑稚。桑稚忍着喉间的哽咽，慢慢道，对不起。段嘉许问，他叫你过来的？桑稚，我自己要过来的。见着人了？桑稚轻声说，他嫌我年纪太小了。段嘉许的眉目一松，人走了。桑稚，他这样做才是对的，你现在年纪还太小。见他这么可怜的样子，段嘉许的火气渐散，这样不合适，知道吗？桑稚看向他，眼眶渐渐红了。可是我会长大的。他喃喃重复着，我会长大的。那就等你长大了再说，行吗？那他会。桑稚掉下泪来，忍着哭腔说，他会喜欢别人的，是他再怎么样也无法阻挡的事情。桑稚突然想起了1年前他在他家里的阳台上抽烟的场景，那时候他看起来那么寂寞又无望，而他现在身旁站了另一个人。他是不是不应该那么自私的？他那么好的一个人，是应该值得有其他人的陪伴的。他凭什么等他？2年后他也25岁了，如果遇上一个对的人，是不是也都在考虑结婚了？总不能那么多年一直独身一人，这样的话他是不是就会开心一点？见他这样，段嘉许再有什么火也发不出来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是摸了摸他的脑袋。等我们小桑稚长大之后，一定也能遇到更好的人。沉默几秒，桑稚从扯过一旁的包，从里面拿出一个盒子，嘴唇动了动。哥哥那样亲昵的2个字，随着年龄渐长，他再喊不出来。桑稚低着头，轻声喊，嘉许哥，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桑稚说，我就顺便给你带过来。段嘉许愣了下，谢谢。
对不起，麻烦你了，我以后不会这样了。桑稚的眼泪啪嗒啪嗒的掉，忍着声音里的颤意，我想在这里等我哥哥过来。暗恋大概是这世界上最甜蜜又最痛苦的事情。桑稚突然想起了他在初二的时候写的那2个梦想。小姑娘一笔一画，在感情最为纯粹炽热的时候，写下了她觉得一定能实现的梦想。所以她为之努力，不断地朝着那个目标走去。然后她发现，原来梦想也有可能是没办法实现的。她在情窦初开的年龄，偷偷发现了一个宝藏。遗憾的是，却没能成为那个藏宝的人。机场内宽敞，灯光明亮，周围人来人往，各式各样的声音将桑稚的呜咽声覆盖住。他觉得有些狼狈，想找个地洞把自己藏起来，也想止住眼泪，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不管怎样都好，至少不是像现在这样，觉得极其无地自容。那个女人长得很漂亮，说话也很温柔，一看就是个很优秀的人，在生活和情感上应该能帮到他很多。不像他一样，在所有人眼里都是任性叛逆的，像个累赘，带给他的也永远是麻烦。从一开始就是个格外多余的存在，没有任何用处，还需要他在忙碌的时候用额外的精力来照顾他。看着桑稚不敢哭出来的样子，段嘉许突然想起了跟他的第一次见面。那个时候他还会恣意妄为的大哭，对任何事情都无所顾忌，最大的烦恼也不过是老师今天说的请家长。是真的长大了吗？亦或者是他刚刚的语气太过了？段嘉许淡抿着唇，他身上没纸巾，只能用披在他身上的外套袖子给他擦眼泪。别哭了，哥哥没觉得你麻烦，这边冷，把外套穿好。桑稚抽着鼻子，听话的照做。你自己能想通，知道错了就好。段嘉许缓缓地说，大家不是想跟你生气，是担心你会出事，是着急才这样，知道吗？他低着眼，哽咽道，我知道。起来吧，去洗把脸。段嘉许看了眼手机，他似乎有些不舒服，撇过头咳嗽了2声，才继续说，哥哥先带你去吃个午饭。桑稚小幅度的摇头，我不饿。什么不饿？段嘉许站了起来，淡淡道，为了个男人你还打算绝食啊？小孩。随后段嘉许往周围看了一圈，指了指不远处，厕所在那边，能看见吗？桑稚顿了几秒，点头，自己过去洗把脸。段嘉许想了想，又道，把你身份证给我，哥哥去帮你问问机票，一会儿过去找你。别乱跑。见状，旁边的女人开口道，我带他过去吧。桑稚从包里把身份证递给他，默默站了起来，下意识往女人的方向看。下一秒，段嘉许说，不用。听着这2个字，桑稚不发一言地往厕所的方向走。走了一段距离之后，他突然停下脚步，往原来的方向看了眼。桑稚能看到2个人还站在原地。女人穿着黑色修身连衣裙，勾勒出姣好的身材，裙摆上刺着复古的图案，长度至小腿中部。她长得高，大约1.7米，穿上高跟鞋只比段嘉许矮了半个头，脸上挂着笑意，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而后伸手拍了拍她的手臂。然后桑稚看到段嘉许也笑了，他用力抿了抿唇，收回了视线。桑稚走进厕所里，看着自己镜子里的模样，眼眶红肿，鼻子也是红的，脸上还有泪痕。他低下头，反反复复用水冲洗着脸，冷水刺激着皮肤，也重新刺激了他的泪腺，怎么洗都还是会掉眼泪。旁边有个老奶奶看到他这样，下意识问道，小姑娘你没事吧？桑稚抽了张纸巾，低着眼说，这水太冷了。他像是找到了个爆发的理由，眼泪不受控的往下掉。这水怎么这么冷？那就别洗了。老奶奶也没觉得这理由奇怪，叹了口气，从包里拿了个暖宝宝递给他，这2天是有点冷，自己记得多穿点衣服。桑稚没接，抽抽噎噎道，不用了，谢谢奶奶。老奶奶也没再说什么，只是又安抚了几句便离开了。半晌后，桑稚勉强调整好情绪，注意到身上的西装外套，他脱了下来，抱在怀里往外走。段嘉许已经在外边等他了，这次只剩他一个人，刚刚那个女人不知道去哪了。桑稚走了过去，看到他手里的外套，段嘉许皱眉，怎么把衣服脱了？刚刚洗脸怕弄脏了。桑稚随口扯着谎，声音带着重重的鼻音，而且我不冷。他看了眼段嘉许，你穿吧。段嘉许没有别的动作，只是定定地盯着他。半晌后，他微不可察地叹息了声，眉眼垂下，是哥哥刚刚语气太凶了。桑稚摇头，没。那你们小孩是不是都忘性大呀？段嘉许重新给他披上外套，这才1年，你怎么对哥哥就变得跟陌生人一样？他慢条斯理道，
你可让哥哥太伤心了。桑稚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扯开了话题。还有机票吗？给你买了下午2点的。段嘉许把手里的登机牌和身份证给他，登机牌我已经帮你拿了，先去吃个饭，一会儿我送你过安检。好。沉默几秒，桑稚又道，多少钱呀？没多少钱。段嘉许松了松脖子上的领带，不太在意，想吃什么？桑稚，都可以。段嘉许便带他进了机场里的一家麦当劳，两人随便点了些东西，但似乎都没有什么胃口。他没提过刚刚那个女人，也没说她去了哪里。桑稚也没有问的勇气，怕从他口里听到女朋友3个字，他会维持不住自己的表情。也许是注意到他的情绪不佳，段嘉许会时不时地说几句话逗他。他的嗓子有些哑，说话的时候也总会侧过头咳嗽。桑稚忍不住问，你生病了吗？段嘉许随口道，有点感冒。桑稚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才说，你记得吃药。段嘉许笑，谢谢小桑稚的关心。他的手上把玩着桑稚给的那个盒子，挑着没问哥哥能打开看看吗？桑稚咬着薯条，无声的点头。里边是一条领带，暗红色打底，黑白相间的条纹点缀。段嘉许没拿手去碰，看了几眼就盖上了盒子，眼角弯起来，心情似乎极为不错。谢谢小桑稚，收到这个礼物，哥哥老了1岁也很开心。桑稚了声。很快，他拿纸巾擦了擦手，从书包里翻出自己带来的所有现金，塞进了西装外套的口袋里。两人又坐了一会儿，见时间差不多了，段嘉许便起身，把桑稚送到安检口，嘱咐了几句。回去之后，好好听叔叔阿姨的话，好好学习，也别再因为这个事情不开心了。桑稚把外套脱掉，还给他。我知道了。他顿了几秒，突然冒出了句，嘉许哥，你不用告诉我了。你如果谈恋爱了，不用告诉我了。段嘉许没听懂，眼睫动了动。桑稚没解释，勉强挤了个笑脸，倒退着安检口的方向走。随后他对他摆了摆手，然后希望你天天开心。可能是靠窗的位置都被买完了，桑稚的位置在过道边上。他居然也没再哭，上飞机之后就跟空姐要了个毛毯，盖在脑袋上睡了过去。他做了个梦，梦到他遇见段嘉许的时候不是13岁，而是18岁。他梦到他跟段嘉许仍有7岁的年龄差，可却不再是个逾越不过的鸿沟。梦到他梦想成真，梦到暗恋原来也可以，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情。下了飞机，桑稚开了手机，给桑延打了个电话。隔了几个小时，他的火气收敛了不少，声音格外平静。你来 T2 出口，我在这等你。他乖乖哦了声，跟着人流往外走。出到外边，桑稚看到桑延的身影，这才低下头把电话挂断。桑延走过来，往他脸上扫了眼，似乎是想说些什么，很快又全部咽回了肚子里。他抓住他的手腕，淡淡道，算了，我就不骂你了。回家，你老师那边妈帮你请假了。桑延的语气很不好，回去之后爸妈要怎么骂你，我帮不了。因为我也想骂你。你现在真的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到桑稚吸鼻子的声音。桑延止住声音，回过头，盯着桑稚垂着的脑袋，看不清他的模样。他停住脚步，突然叹息了声，朝他张开手臂。喂，小鬼，别哭了，失恋有什么大不了的？桑延说，过来，哥哥抱抱。回到家，桑荣和黎平还没回来。他的这趟出走，好像就真的只是早上去上学，下午到点放学，然后回到家。一切跟平时没有任何的不同。桑稚走进房间里，沉默着把床上的玩偶、这几年段嘉许送的礼物，以及窗台上的牛奶瓶放在了一起。他盯着床头柜空荡荡的位置，想起了被他砸成碎片的存钱罐。他起身，把贴在墙上的颐和大学的照片撕了下来，盯着看了半晌，眼泪突然又开始掉，一颗一颗的砸在上边，脑海里反反复复浮起段嘉许朝那个女人笑的模样。桑稚用手心抹掉，因为忍着哭声，全身都在发颤。他抬起头，慢慢的又把那张照片粘了回去。随后，他从自己的绘画本里拿出被他夹在里边的写着那2个梦想的纸条，拿起笔，桑稚快速的把第2个划掉。不能实现的梦想，就应该舍弃掉。他从13岁开始喜欢的男人，他从13岁开始的暗恋，从那个时候就抱着要快点长大，跟他在一起的念头。如今桑稚发现，也许就算他真的长大了，他也早已跟别人在一起了。又或者，就算他真的长大了，在他眼里也依然是当初那个会因为交不上作业就哭鼻子的永远长不大的小孩。桑稚开始减少跟段嘉许的联系，
他依然会在节日的时候给他买礼物，在每次大考小考之后也会问起他的成绩。桑稚会回复，却不再接他的电话。听他问起，也只是用学习太忙为借口蒙混过去。只有在节日以及他生日的时候，桑稚会主动发祝福短信。毕竟这个人是真的把他当成妹妹疼爱，是真的对他很好。他做不到完全把他当作从未存在过，也做不到就这样直接跟他断了联系。桑稚没再主动去问段嘉许的情况，还屏蔽了他的朋友圈。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在高2分班的时候选择了理科。他还申请了住校，日子久了，他连手机都不带，成绩也从年级中上提到了上游。小姑娘的五官渐渐长开，下巴变尖，显得那双眼大而明亮。她的皮肤天生白，嘴唇红润，笑起来的时候唇边会有2个小梨窝，可爱又漂亮。身材像是抽了条，窜到了1.65米。桑稚在年级里渐渐出了名，因为长得漂亮，还被某些人私下不太官方的认为是吉花。而且重点班的物理老师在别班上课的时候，总把她挂在嘴边夸，格外骄傲。也因此，很多人都知道理科重点班有个女学霸，长着张极为漂亮的软妹脸。最重要的是，她的成绩从没掉过年级前5，物理成绩基本次次满分，成绩好又漂亮。这2个点结合起来，就成了其他人学生时代里的女神。桑稚能经常在桌上发现不认识的人送的牛奶零食，翻着翻着抽屉，也能莫名其妙地翻出一封情书。晚修后回宿舍，偶尔也会被人堵在楼梯口告白，他一概拒绝，把东西都还了回去。渐渐的，这些事情就少了。高3上学期时，隔壁班有个体育生开始追他，每天训练完之后，他会给桑稚带很多零食，晚修之后也会准时过来接他。他不太想理，却在某一个瞬间发现那个人的声音和说话的语气跟段嘉许有些相似，之后也没说什么坚决的话。2个星期后，这个体育生跟他告了白。他的声音仍旧跟段嘉许相似，语气却紧张又磕绊。桑稚从没听过段嘉许有过这样的语气，也让他瞬间回过神，按照段嘉许教育他的那句话，认真地拒绝了他的告白。他觉得自己在感情上是挺倔的，喜欢上一个人就很难再去喜欢另一个人，可他再怎么样也不能糟蹋自己和别人的感情，不能为了一个暂时忘不掉的人就去选择一个跟他有点相似的人，并把这个人作为替代品。只是因为这件事情，桑稚偶尔会觉得，在想起段嘉许的时候，他好像也没觉得那么难过了，因为和他的回忆只有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是灰暗的，其余的时光都是带着斑驳的色彩，鲜活而又美好。隔年6月底，桑稚的高考成绩出来了，他发挥的稳定，比重本线高出100多分。这个成绩，他考虑的2所大学都能上。家里人是希望他能报考南吴大学，并不希望他去太远的地方。桑稚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填了宜贺大学，跟从前的想法不太一样，仅仅只是因为他想报考的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对比起来还是宜贺大学更好一些。去学校报到那天，桑稚没有带太多行李，只背上个书包和行李箱。本来桑荣是让桑岩陪他一块过去的，但桑稚觉得没什么好陪的，磨了半天他们才松了口，同意让他自己一个人过去。桑岩说让段嘉许去接他，桑稚也拒绝了。他说太久没见了，不好麻烦人家。桑稚下飞机，出机场，上了在机场接机的宜禾大学的校车。他在学长们的带领下报了到，领了宿舍号，自己买了生活用品，跟舍友打了招呼，跟他们渐渐熟悉起来。他参加了军训，结束后开始上课，参加社团活动，做着他从前幻想未来时所有要做的事情，唯独少了一件，桑稚来宜禾最主要的目的，好像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成了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10月中旬，桑稚有个舍友生日，一行人坐了2个站的地铁到一家海鲜餐厅吃饭。结束后见时间还早，他们便决定到附近的 KTV 唱歌。恰好明天是周六，学校也没有门禁，比起唱歌更多时间他们是在喝酒。桑稚想置身事外，依然也被灌了好几杯。小包间里挤了10几个人，桑稚喝酒容易上脸，很快就觉得有些热和闷。他觉得又吵又烦，借着上厕所的理由跑出去透气。除了大门，这家 KTV 还有个小门，出去之后是一条走廊，连通附近的一家超市和肯德基。外边的气温微凉，格外舒适。走廊的灯似乎坏了，一闪一闪的，视线也昏暗的过分。桑稚趴在栏杆上，想从口袋里摸出手机来玩，莫名其妙的发现他口袋里多了个4方的东西，他没拿稳，滚落到不远处的地上。
垂眸看过去，发现那是一包女士烟。桑稚正想走过去捡起来，突然发现烟掉落的附近站着个男人，他的身姿高大清瘦，穿着简单的白色衬衫。从这个角度看去，只能看到他侧脸的轮廓，隐晦不明。男人靠在墙上，指尖处衔着根烟，发出猩红的光。他觉得有些熟悉，却没敢往自己的想法处猜。桑稚觉得那包烟应该是舍友随手塞进他口袋里的，他抿了抿唇，把脑袋低了些，往那头走了2步，正想捡起来。在这个时候，男人有了动静，他的眼皮动了动，慢条斯理地弯下腰，帮他把那包烟捡了起来。顶上的灯在此刻也戏剧化不闪了。桑稚看清了他的模样，桃花眼、妖孽脸，以及那副总是轻佻浪荡的笑容。他看到他盯着那包烟，很快便抬起了眼，像是老电影里的慢动作一样，与他撞上了视线。然后眉眼一挑，拖着腔问：小桑稚。一如从前的任何一次，10月的天气尚热，夜晚稍稍带了凉意，却依然掩盖不去那股闷意。确认确实桑稚的那一瞬，段嘉许的目光微敛，下意识把烟头摁灭，想丢进垃圾桶的时候，突然注意到另一只手上的女士烟，他的动作停住。段嘉许又抬了眼，朝他轻晃了下手里的烟。谁教你的抽烟？2年没见，小姑娘明显高了不少。上次见面才刚到他的肩膀处，这次已经能够着他的下巴。他的五官没什么变化，只是稍稍长开了些，比起之前那般稚嫩的模样，多了几分少女感。她穿着一件粉色的吊带抹胸、浅蓝色的牛仔短裤，露出一小截细瘦的腰和形状好看的锁骨，以及2条又细又直的腿。发色天生偏浅，在脑袋上团成一颗小丸子，看起来漂亮又清爽，还真是女大18变。桑稚完全反应不过来，讷讷地盯着他。过了好一会儿，他收回了手，小声嘀咕着：不是我的，哥哥亲眼看见，段嘉许语气懒懒，从你身上掉下来的。小桑稚不学好啊。从他嘴里听到哥哥这2个字，桑稚还有众恍如隔世的感觉。他没再解释，只是指指他手上的烟。你不也抽？哥哥哪一回在你面前抽了？段嘉许把烟头扔掉，顺手把那包烟放进口袋里，这个没收了。没想到他还有这么一出，桑稚连忙道：真不是我的，是我舍友的。段嘉许看向他，突然注意到了什么，尾音稍扬：小朋友，先不提别的，这么久没见哥哥，你不知道喊人？桑稚一顿，抿了抿唇，非常僵硬地喊：嘉许哥，过来这边玩。什么时候军训完的？像是回家回得晚被父母审问一样，桑稚摸了摸脑袋，老实道：上个月中，军训半个月。那国庆7天假，段嘉许笑：怎么不见你来找哥哥玩？本来桑稚以为这么久没见，少数的沟通都是通过社交软件，面对面说话的时候，双方估计都会有些尴尬。结果没有，只有他一个人觉得有一点尴尬。桑稚瞅他，咕哝道：我有别的事情。段嘉许：什么事儿？上课。放假还上课啊？桑稚瞬间觉得不对劲，改了口：兼职。哥哥以前也要兼职。察觉到他就是在搪塞自己，段嘉许神色散漫，唇角弯起浅浅的幅度：还得抽空去帮你见老师，看你写作业，接你回家。小白眼狼。沉默半晌，他站直起来，眉眼在这灯光下显得舒淡起来，从口袋里把那包烟递到他面前，凉凉地吐出2个字：挺好。桑稚没敢接。小姑娘没点良心，段嘉许笑得温柔，也挺好。桑稚被他说的有些恼，勉强憋出了句：那你那时候都大2大3了，我现在才大1。段嘉许淡淡道，还攻击年龄。小孩，你自己琢磨一下。段嘉许的手肘搭在旁边的栏杆上，指尖在上边轻敲：哥哥哪儿对你不好？我又没这样说。桑稚忍不住说：而且我都长那么大人了，你还叫我小孩，不觉得别扭吗？能多大人？段嘉许说：不还个小孩样。桑稚忍气吞声地把他手里的烟扯过来，还是没憋住火。那哥哥几年没见，你还确实老了不少。段嘉许也没恼，吊儿郎当道：还是喊哥哥好听点。桑稚，你自己回去翻手机，自己算算。段嘉许说：哥哥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你没接？桑稚没什么底气地说：我不是跟你说我要学习吗？学习还得与世隔绝。你这学的什么习？这事儿我以后再慢慢跟你算。他看了眼时间，眼尾稍稍上扬，11点了，还不回去，不知道他们要什么时候走。桑稚也看了看手机，那我先回去了。嘉许哥，怕又被他说没良心，桑稚非常官方地问了几句，我也没来得及问，你这么在这，你不走吗？公司有新同事，
弄了个 party。段嘉许随意道，你回去拿上你的东西，哥哥送你回学校。桑稚摇头，我跟他们一起回去。也行。他没强求。段嘉许还靠在原来的地方，垂眸盯着他，目光若有所思的。觉得有些不自在，桑稚不由自主地别开了眼，闻到风里带着淡淡的酒味。穿着这身衣服，本来他不觉得有什么，但此刻莫名有种没穿校服去学校，被教导主任发现了的感觉。桑稚又问，你喝酒了吗？没喝。段嘉许觉得好笑，不是你喝了吗？还赖哥哥身上了。桑稚这才想起来，哦，他突然冒出了句，站过来点。桑稚没动。干嘛？这么久没见，段嘉许站在原地，桃花眼明亮璀璨，似乎是觉得有些神奇，声音含着笑意。让哥哥仔细瞧瞧，小桑稚长大之后，长得漂不漂亮？桑稚回到包间里，有好几个人已经倒在了位置上，还有个人酒劲儿上来了，正拿着卖鬼哭狼嚎的吼着，酒气儿很重，声音大到像是要把耳膜炸裂。他刚进来就想出去，注意到他的身影，舍友汪若兰问，哎，桑稚，你怎么去个厕所去那么久？我们来打牌啊。桑稚坐到他旁边，我们什么时候走？汪若兰，他们说一点。桑稚说，那地铁都停运了呀，我们打个的回去呀。汪若兰说，或者坐公交。哎，不过不知道888路最晚一般多少点。桑稚有点接受不了包间里的气味，也可能是因为喝了几杯酒的关系，觉得有些反胃。我先回去了吧，我熬不了夜。寿星明微凑过来，笑眯眯道，桑桑，你要走了吗？桑稚，你一个人怎么回啊？这么晚了。宁微说，让江明送你回去吧。桑稚顿了下，江明是谁？那个呀。宁微挽住他的手臂，悄悄给他指了指，而后凑到他耳边说，我部门的，是不是还挺帅？我感觉他对你有意思。你别乱猜，我跟他一句话都没说过。桑稚站起来，揉了揉有些困倦的眼，没事儿，出门就是地铁站。我走了，困死我了。哎，行吧，你们也别太晚了，不安全。那么多人怕什么呀？那你们带钥匙了吧？带了。桑稚这才放心地出了包间。晚上的 KTV 总是特别热闹，迎面来的服务员格外热情，打招呼的音量像是自带喇叭一样。他头一回被吓了一跳，之后也就习惯了。桑稚走出 KTV， 顺着楼梯往下走。他伸手捂了捂脸，终于有心思和时间去回想段嘉许的模样，以及他最后说的那句话。也许是酒劲儿上来了，桑稚莫名觉得窝火。狗男人，老狗男人，长得漂亮跟他有什么关系？而且她从小就漂亮，长大了肯定也漂亮，还要仔细看看才能看出来。桑稚停下脚步，慢慢地吐了口气。这场重逢来得太突然了，让他一点准备都没有。虽然是有开心的情绪在，但更多的是手忙脚乱，之后心情还有些堵。他又想起段嘉许的那句话，能多大人，不还个小孩样。桑稚莫名其妙地笑了出声，果然跟他想的一模一样。他成年了，对他来说也还是个小孩。可能等他七老八十了，他仍然要死揪着小孩这2个字不放，整的比他大7岁，是一件多高人一等的事情一样。桑稚有点气不过，又想不到要怎么发泄情绪。他从没说过脏话，也骂不出口，此刻憋了半天也只憋出了3个字，老东西。话音刚落，身后突然冒出男人熟悉的声音，桑稚僵硬的转头，喊我啊。段嘉许就站在他的身后的2个台阶上，似乎他停了多久，他也停了多久。他思考了下，似是气笑了，也是。你今晚好像就见了我这么一个。段嘉许盯着他，顿了几秒，然后咬字清晰，一字一顿地说，老东西。桑稚突然想起初2的那个暑假，他在上安广场3楼的扶手电梯前被副正初告了白，然后段嘉许也是这样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身后。也是这样，不知道在他后边待了多久，本来喊出这3个字，桑稚的心情是舒畅的，又因为被骂的当事人听见，让他的心虚感成百上千的涌了起来，还夹杂了几丝憋屈。他下意识否认，不是喊你。段嘉许淡淡的了声，像是听进去了。桑稚刚松了口气，段嘉许又问，那喊谁？桑稚头皮开始发麻，因为喝了酒脑袋也有些不清醒，磕磕绊绊地说着，你不认识的。段嘉许拖着尾音了声，这样啊。桑稚连忙点头，那哥哥还挺想认识一下的，什么人能让小桑稚这么骂？段嘉许笑，小桑稚说给哥哥听听。都说他不认识了，他还是要问，现在要说谁？说谁啊？
早知道刚刚就直接把桑延搬出来了。可他已经说了是他不认识的人，现在说是桑延好像也来不及了。随便扯一个人，他又觉得良心不安。桑稚别过脸，刻意扯开话题。你怎么这么八卦？段嘉许往下走了2个台阶，站到他的身侧，可能因为老东西闲得慌吧。走吧，年轻的小朋友。段嘉许咬中年轻2个字，缓缓道，老东西送你回学校。说完，段嘉许便抬脚继续往下走。桑稚手心不知不觉就冒了汗，惴惴不安地跟在他后边，犹豫地解释道，这个词我觉得还挺文明的。就是我觉得。桑稚紧张地用手扣着包上的链子，吞吞吐吐道，我应该不算是在说脏话。一走出外边就是停车场。段嘉许从口袋里拿出车钥匙，对着不远处摁了一下。他像是没听见他刚刚的话一样，只说了2个字，上车。桑稚没动。嘉许哥，你家在哪呀？文庭院。桑稚才刚来这个城市1个多月，完全不了解，含糊地哦了声。段嘉许又解释了下，是图书馆那边。那跟我学校好像是反方向。桑稚指了指旁边的地铁站，都这么晚了，我坐地铁回去就行了，不麻烦你了。年轻的小朋友。段嘉许把玩着手里的车钥匙，撇头笑，哥哥呢，是想跟你算一下账，然后顺便送你回去。不是要专门送你回去。他故意停顿了下，看向他，语气慵懒，听懂了吗？桑稚理亏，没再说什么，沉默又不安地走到副驾驶座的位置旁，用力把门拉开。可出于意料，门却还上着锁。他下意识回头看了眼段嘉许，就见他走了过来，站在他的身侧，距离不算近，却破天荒地给了他压迫感。段嘉许停了2秒，又按了一下车钥匙，替他拉开车门。桑稚顺势钻了进去，把包取下。很快，段嘉许坐到驾驶座上，瞥了他一眼，安全带系上。桑稚哦了声，乖乖照做。他没立刻发动车子，指尖轻敲着方向盘，半晌后突然停下，开始审问，今天喝了多少酒？桑稚想了想，加起来应该就1-2瓶。段嘉许，自己在外面要注意点，跟不熟悉的人在一起不要喝酒。大部分都是认识的人，我舍友也在。哥哥就提醒你一下。我知道。桑稚本以为还有一大串的训话要听，但说完这话之后，段嘉许就发动了车子，没再提刚刚的事情，想象中的算账也没像臆想中那样到来，反而让桑稚觉得提心吊胆。他没主动说话影响他开车，从包里拿出手机来玩，恰好看到微信通讯录那多了个红点，桑稚点开来看，看到加他的那个人备注着江明2字，这个名字让桑稚想起了宁薇的话。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他的微信号的，桑稚不喜欢加不认识的人，想当作没看见，直接退出，却又莫名手抖点到了通过。算了。段嘉许在这个时候开了口，小孩，咱俩沟通一下。桑稚立刻抬头。啊，段嘉许，为什么骂哥哥？桑稚悄悄看了他一眼，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最后只能诚实地把话说出来。我不喜欢被当成小孩。段嘉许眼睫微动，就因为这。这一声的语调倒是严肃。段嘉许觉得好笑又莫名。为什么不喜欢？这就跟你以后结婚了，你爸妈都还觉得你是个孩子是一样的性质。桑稚的心情有些不顺，这个人除了想当他哥，现在还想当他爸。他不想再跟他计较，侧头看向窗外。中途经过一家便利店的时候，段嘉许下车买了点东西，很快就拿着个塑料袋回来。桑稚也没问他买了什么，不知不觉已经开到了校门口。车子开不进学校，段嘉许找了个位置停车，说，我送你进去。桑稚点头，解开安全带下车。从正门走到桑稚所在的宿舍楼的距离不算远，走进去大概10分钟。桑稚想说点话，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半天才憋出一句，嘉许哥，你明天不用上班吗？段嘉许轻笑道，明天周6。哦。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基本是桑稚绞尽脑汁的主动抛出问题，为的就是想让气氛不要太过尴尬，毕竟他是好心送自己。就这么一路尬聊到宿舍楼下，桑稚总算松了口气，朝他摆了摆手，嘉许哥再见，这么晚了，你开车小心点，注意安全。他还没走几步，段嘉许突然叫住他，桑稚。桑稚回头，下一秒他举起手中那个提了一路的塑料袋，回去冲点蜂蜜水喝，别明天起来头疼了。桑稚顿了下，慢慢接过，谢谢。你自己一个人过来那么远的地方，如果有要帮忙的可以找我。段嘉许揉了揉他的脑袋，嘴角弯起来，哥哥跟你开个玩笑，知道你们这个年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没真的觉得小桑稚没良心？至于老东西那个词，段嘉许忍不住笑出声，带着低雅的气息，怎么就不是脏话了？小姑娘说话文明一点。桑稚没敢看他，我以后不会说了。段嘉许，自己知道不对就行，回去吧。他思考了下，又补充一句，有空可以来找哥哥吃个饭。桑稚捏紧手中的塑料袋，小幅度的点头好。哥哥一个人在这边，所以听你哥说你要过来这边读大学的事情。段嘉许垂眸，温和地看着他，哥哥觉得很开心。桑稚回到宿舍，宿舍内空荡荡的，灯都是关着的。桑稚把灯打开，走到阳台，趴到栏杆处往下看，但夜色太浓，他不太能找到段嘉许的身影。他走回自己的桌子旁，把手上的东西都放了上去。桑稚把那盒蜂蜜打开，用勺子挖了一些进杯子里，然后装了点热水进去。他的胃有些不舒服，喝了几口水缓解了些。想到段嘉许最后说的那句话，桑稚的唇角拉直，盯着虚空中的一个点，胸口处像是被压上了块石头。好奇怪，为什么觉得心情好差？他说一个人，他家不是在这边吗？为什么是一个人？应该不是他想的那样吧？如果是的话，那他过来这边了之后都不怎么联系他，甚至还不接他的电话，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不太好？这个人对他没有做任何的错事，从一开始就对他很好，他这样的行为是不是真的太过白眼狼了？可桑稚很清楚，如果他再像从前那样跟他经常待在一起，经常听他跟自己说话，经常受到他对他的好，他一定会又变得像从前那样喜欢他。洗完澡之后，桑稚像往常一样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之后便回床躺了一会儿。他觉得有些疲倦，没多久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但因为喝了酒，他睡得并不好。凌晨2点，桑稚听到舍友窸窸窣窣的动静声，他们大概是刚回来，但怕吵醒他，只开了个小台灯，动作也轻轻的，但还是避免不了弄出一些声音。醒了之后，桑稚也睡不太着了，他抬起脑袋，低声说：“你们开灯吧，没事儿。”闻言，宁薇立刻抬头看他，语气有些愧疚：“对不起，吵到你了。”“没有。”桑稚说，“刚睡了一觉，现在也睡不着了。”“那先别睡了。”汪若兰突然兴奋地说，“桑稚，我跟你说个八卦。”桑稚，啊！汪若兰，宁薇脱单了。宁薇的脸颊有些红，嗔道：“你小声点。”桑稚的反应有点慢一拍：“谁呀？”“我们部门的，就今天一直坐我旁边那个。”宁薇的心情看上去很好，语气有些不好意思，我也没想到他突然就……汪若兰，桑稚你就该待多几分钟，好心情总是容易感染。桑稚也笑了，你之前说对部门里的一个人有兴趣，就是这个呀？宁薇点头，对呀。另一个舍友于心在此刻恰好洗完澡出来，好奇道：“你们在说什么呢？”汪若兰，就宁薇的事情。哎，说起来，宁薇你真的也太快了吧？于心说，这才多久你就脱单了，我还没找到想出手的人。他说对我一见钟情呢。宁薇拿上换洗衣物，笑嘻嘻地往厕所里走，不跟你们说了，我要洗澡了。等他进去之后，汪若兰又道：“对了，桑稚，我刚刚听到江明跟班长要了你的微信，你通过没啊？这个聚会上的人基本都是宁薇的熟人，除了他们，还有宁薇部门和他们班上的几个人，包括他们班的班长是一个男生。”桑稚嗯了声。汪若兰，你也对他有意思吗？桑稚嘀咕着，手抖点到了。提起这个，桑稚才想起看手机。他从枕头旁边翻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开就看到刚通过的江明给他发了几条消息，还有段嘉许。桑稚没给他备注，他的昵称就一个段字。他顿了下，先点开了段嘉许的那个，就一句话：以后如果这么晚学校，找个人陪你一块回。桑稚盯着看了好几秒，想回去知道了，注意到时间，还是决定明天再回。汪若兰还在说话，他好像是发现你走了，想问问你在哪里，说要送你回去，人还挺好的。桑稚点开跟江明的聊天窗，礼貌性的回复了几句。于心，桑稚，那你是不是也要脱单了呀？不是。桑稚的心情实在不好，他猛地坐了起来，动静有些大，把另外2个人吓了一跳。于心，怎么了？桑稚盯着他们2个，然后慢吞吞地说：“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汪若兰，啥？桑稚一本正经道：“就我的一个朋友。”于心，好，我知道不是你。桑稚当没听见，我的一个朋友，以前喜欢他哥哥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哥哥的这个朋友把他当成妹妹一样，后来他发现他好像有女朋友了，就放弃了。最近又遇到了，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办？
汪若兰好奇，多大呀？桑稚，本科毕业3年了。那就，于心算了算，差不多25、6。汪若兰，那也还好啊，他现在有没有女朋友啊？不知道。桑稚摇头，但应该没有，不然也不会说一个人吧。于心，你不对，你朋友还喜欢他呀？不知道。桑稚把下巴支在床边的栏上，闷闷道，不算喜欢吧，而且那个人就只把我朋友当成妹妹的。于心，那你就看你朋友还喜不喜欢吗？喜欢就追，不喜欢了就当个正常朋友，偶尔联系一下就好。桑稚没吭声。汪若兰，不然你朋友在纠结什么？他就觉得很不开心。桑稚吐了口气，轻声说，觉得那个人跟别人谈恋爱了，每次想到都会很不开心。于心，你朋友喜欢他的时候多大呀？桑稚，初2吧。于心愣了下，然后在心里算了算年龄，那很正常啊。他如果喜欢那时候的你，这个人就他妈变态啊。汪若兰，而且这个男人今年都25了吧？如果说没谈过恋爱，那不就代表没有性经历？25岁没有性经历的男的会变态的呀？桑稚懵了。啊，于心，变态倒不至于吧，不过可能有问题吧。桑稚又愣了好几秒，瞬间涨红了脸，忧郁的情绪一点都没有了。你们在胡说什么呀？汪若兰，桑稚，你来形容一下这个男的。很帅，成绩很好。然后桑稚挠了挠头，说话他性格就那样，于心被他的磨蹭弄得有些急了，就什么呀？桑稚也不知道怎么形容段嘉许的性格和他的说话方式，憋了半天才说了句，还挺撩的，有点像个花花公子。你也会说，帅又会撩，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没有女朋友？汪若兰说，对了，你跟那个人怎么认识的呀？桑稚小声说，就我哥哥的朋友吗？他经常来我家。沉默半晌，桑稚，我觉得你没必要介意。于心思考了下，看起来很正经，不算他认识你之前。如果他这么多年一直没谈过恋爱，那只剩一个可能了。桑稚眼巴巴地盯着他，心脏提了起来。什么？他可能喜欢你哥？桑稚开始后悔跟他们提这个事情，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今天喝多了，脑子有些抽风，又或者还没睡醒，处于半睡半醒的迷糊状态。你们都胡说八道的。他摆了摆手，表示不想再聊，算了，不说了，我要继续睡了。我说的没道理吗？于心边笑着边说，对了，你哥有没有女朋友啊？桑稚睁开眼，迟疑道，应该还没有吧，他没跟家里说过，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汪若兰，那你哥谈过恋爱吗？注意到桑稚的反应，于心瞪大眼，觉得自己的猜测在一瞬间加上了个合理的证据。我靠，不会没有吧？我不知道，他不跟我说这些事情的。桑稚回想了下，不过他高中的时候好像因为早恋被叫过家长，我也不太记得了。于心兴奋起来，高中的话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2个大男人20多了都不谈恋爱，天天混在一起，你说还有别的原因吗？我也没说他们肯定没谈过恋爱。桑稚郁闷地瞥他，一言难尽道，你别猜了，少看点小说。汪若兰，你哥哥这个朋友现在在做什么呀？好像是在游戏公司工作。桑稚想了想，程序员，写代码的那种。我听我哥说，他所在的项目组好像是在做网游。程序员。汪若兰沉默几秒，真长得帅？真的呀。桑稚说，也可能是我没见过什么世面吧，但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长得比他好看的男人。汪若兰，但这个行业不是长期熬夜然后还对电脑什么的。桑稚，那他可能还挺在意外貌，就去美容院保养了吧。于心说，那还挺 gay。汪若兰，你说他说话挺撩，那他是对谁说话都这样吗？桑稚想了想他跟桑岩那些人的相处方式，说，差不多吧，跟同龄人或者比他小的基本都这么说。汪若兰了几声，那这不就是到处撒网吗？我觉得不大合适吧，这种男的以后在一起了可能也会出轨的。桑稚皱眉，不会的。汪若兰，我就是猜的嘛，毕竟我也没见过这个人，他不是那样的人。桑稚低声说，他对所有人都很好，而且其实也能很明显看出，他那样说话都是在开玩笑，逗你玩。恰好在这个时候，宁薇洗完澡从厕所里出来，看宿舍内的氛围有些微妙，他擦着头发，下意识问，你们在说什么呀？汪若兰便快速地把刚刚的事情复述了一遍。宁薇恍然大悟，桑，你长那么好看，你也没必要吊死在这一棵树上吗？可能你不想这个人了，你就会发现比他好的人有太多太多了。桑稚沉默几秒，是吧？
如果你还是觉得放不下，那你就试试呀，反正男未婚女未嫁的。他把你当妹妹而已，你俩又不是真的有血缘关系。宁薇说，至于他有没有谈过恋爱的事情，你就别想了，这种没什么好介意的。桑稚，你让我去追他？宁薇，是啊，不可能。桑稚完全想象不到，他如果真做出了这种事情，段嘉许会是什么反应，他也不敢在同一个地方跌倒2次。算了，我还是正常过我的舒坦日子吧。于心，其实也不用追，你就也表露出那个迹象。桑稚，什么？你不是说他总逗你，说话还挺撩人的吗？于心给他出谋划策，那你就用同样的语气回敬。这么一听，好像有点道理。桑稚迟钝的点点头，想象了一下。他弯起唇角，盯着段嘉许，然后拖着尾音跟他说：哥哥，你怎么回事啊？一见到直指就脸红，太恐怖了吧？还没付诸行动，只是想到这个画面，桑稚就开始觉得窒息了。于心觉得自己这个方法特别好，你觉得怎么样？拉闸。桑稚把被子盖到头，慢吞吞地说：不提了，你们就当我酒后发疯，给你们编了个 BE 的言情小说吧。尽管桑稚是这么想的，想直接把这次的遇见抛却脑后，想当作没事发生过。毕竟这个城市这么大，再次偶遇的几率也不会那么高。想再用之前那样疏远的方式来对待，直至他彻底没了这个念头。但因为段嘉许的那一句哥哥一个人在这边，桑稚再次睡着的时候，莫名做了个梦。他以第三视角梦到了他的生活，因为这一句话从而联想出来的他的生活。每天上班下班，每天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回家，到家也仍然是一个人，做什么都是一个人的生活。然后桑稚又梦到了初二新开学的时候，跟班上的几个女生一块回家。因为时间还早，他们便绕路到南吴大学旁的一家小吃店，一人买了块炸鸡排。他恰好看到段嘉许在那兼职，他的生活好像彻底被学习和赚钱2个词占据。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别的令他能产生半点兴趣的事情。可他从没听过他有半句的抱怨，一次都没有。那次他不再像在甜品店那样没收他的钱，而是把他的那一份装得很满。段嘉许把封口折起来，袋子是不透明的，从外表上看也看不出来。其他的几个女生已经拿好自己的那一份，在一旁边吃边等着桑稚，没注意这边的情况。段嘉许把纸袋放进塑料袋里，递给他。小孩，拿着。桑稚接过。谢谢哥哥。哥哥看你长得最可爱。他穿着小吃店统一的围裙，那张极为好看的脸又在笑，而后稍稍弯下腰，用气音跟他说，所以就偷偷给你装多点。第二天，桑稚早早的醒了，也许是因为良心不安，又可能是因为别的情绪，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了好一会儿，很快便拿起放在一旁的手机，给段嘉许回复了一句知道了。桑稚本以为这个点他应该还在睡觉，毕竟昨晚应该都睡得不早，现在也才6点出头。他抱着被子，还犹豫着要不要主动提出请他吃饭的时候，段嘉许却出乎意料的已经回复了。起这么早？手机震动的那一刻，桑稚还被吓了一跳。天还没亮，宿舍内漆黑一片，只有他的手机发着微弱的光，周围安安静静的，仿佛还能听到空气流动的声音。桑稚有些手忙脚乱，不知道回什么，也不好意思让他等，立刻找了个点头的表情包发了过去。段嘉许，喝完酒不舒服？桑稚，没有。段嘉许，出去玩的话，酒能不喝就别喝。桑稚抿着唇，敲字。好。那头没再说话。桑稚盯着屏幕，犹豫着斟酌语言。嘉许哥，你什么时候有空？如果不打扰你的话，我想请你吃个饭，谢谢你昨天送我回来。如果你近期没空的话也没关系，时间你定就好。要是你想不到什么时候有空，要不就定在下个月的感恩节。我也想借着这个日子表达一下我对你的感激之情。输入完之后，桑稚逐字逐句的看了好半晌，随后犹豫着把你字都改成了您。平时说话时不太在意这个，但书面语言用你，看起来好像又有些不太尊敬。桑稚继续检查了一阵，看到知情2个字，他莫名觉得有些别扭，干脆直接删掉。这段话整整花了他半小时的时间。再三检查了没有什么不妥之后，桑稚才提着心脏按了发送。可能因他这突如其来的一大串话感到意外，段嘉许过了好一阵才回。感恩节。桑稚，桑稚，不然您决定时间也可以。这次段嘉许直接发了条语音过来。桑稚的耳机不在床上，他掀开被子，蹑手蹑脚地下了床，跑到阳台去听。他似乎是觉得有些好笑，说话带着低低的气息声。
感恩节就感恩节吧，但这是下个月底的事情了，哥哥还不确定这天有没有空。桑稚迟疑地问，您有别的事情吗？段嘉许，可能要加班。没等他回复，段嘉许又发了条语音，先这样吧，时间还早，你再去睡一会儿，到时候哥哥顺便带你去修手机。桑稚有些懵，我手机没坏。段嘉许，没坏吗？桑稚，是啊。段嘉许，哥哥还以为你的手机打不出你字了。桑稚，段嘉许，这您字从哪冒出来的？以前说话怎么不见你怎么尊敬哥哥呢？一口一个您的。桑稚看了看上面的聊天记录，也觉得自己刚刚似乎有点傻。他思考着怎么挽回局面，手指僵在屏幕上没有动。下一秒，段嘉许拖长声音啊了声，又道：这意思是不是心上的哥哥呀？他的语调懒懒的，尾音稍稍上扬，说话时带着很明显的笑声，像是百无聊赖之时，随手挠挠身旁跑过的一只猫。桑稚从小就被他这么逗着玩，次数多了也觉得恼。他收紧腮帮子，板着脸，瞬间发了条语音过去。这是我爸最近跟我说的，跟25岁以上的人说话都得用尊称。嘉许哥早上好，您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年轻。桑稚说，希望您的外貌也能跟你的声音一样年轻。这次意外的见面让两人的关系有了些微的缓和。桑稚不再像从前那样不接他的电话，两人有空的时候也会在微信上聊一下天，基本都是他嘱咐他一些什么事情，像个长辈一样。他也就刻意的把自己带入了妹妹的身份，当做自己残余的那点小心思不存在。感恩节那天在周四，段嘉许在前一天跟他说了，不知道会不会加班，让他在学校等着，他过来的时候会给他打个电话。桑稚没什么课，一下午在宿舍里对着电脑画图。接近6点的时候，他起身换了套裙子，细细的化了个妆，甚至还难得递上了眼妆，贴了假睫毛，打了高光腮红。很快，他突然觉得不太对劲，又全部卸掉。桑稚对着镜子盯着自己素面朝天的脸，内心挣扎了好一会儿。就这样吧，不然以他的性格，一会儿又得说小桑稚来见哥哥一面，还特地打扮得这么好看啊。做梦，他宁可没那么漂亮，都不给他自恋的机会。桑稚又回到位置上看电脑，时间1分1秒的过去，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8点。桑稚等的肚子有些饿，发了条微信问他是不是没空，但他半天没回。桑稚犹豫着给他打了个电话，还是没接。桑稚觉得他可能是要加班没看到，但又觉得他如果真要加班的话，肯定会提前跟他说一声。他没再犹豫，又打了一个过去。这次电话响了7、8次之后，那头接了起来。桑稚这才松了口气。嘉许哥，你是要加班吗？抱歉，桑稚，哥哥刚看到你打的电话。出乎意料的，他的声音有些哑，说话的语速很慢，像是有些艰难。今天先不去了行吗？你自己去吃点东西，别饿着了。听出他的不妥，桑稚小声说，哥哥，你不舒服吗？段嘉许，没事儿。这话就跟默认没区别，而且听他的语气好像还很严重的样子。桑稚立刻拿上包往外走，边问着，你哪里不舒服啊？他的声音停了下，似乎是在想，好像是胃疼，可能昨天吃错东西了吧。没事儿，哥哥吃点药就行。桑稚皱眉，你不打算去医院？段嘉许轻笑了声，不去了，谢谢小桑稚关心哥哥。快步出了宿舍楼，桑稚恰好遇上了新的一辆校内巴士，他坐了上去，边问着，嘉许哥，你公司在哪？你要过来啊？段嘉许也没多说什么，慢条斯理地报了个地址。桑稚记下，认真问，哥哥，你很不舒服吗？他的声音轻轻的，还行。桑稚想了想，又道，那你先在位置上坐一会儿，我过去找你，带你去医院。如果真的很不舒服的话，我们就叫救护车行吗？段嘉许笑，哪那么严重？那不舒服就得去医院。桑稚莫名有些生气，语气都随之凶了起来，哪有说忍着就能好的？要不然你看看你还有没有同事在，让他们送你去医院。你怎么就发起脾气了？段嘉许似乎是觉得好笑，话里带了几丝纵容，小桑稚别生气，哥哥乖乖的，行不行？哥哥就在这，段嘉许说，等你过来接哥哥。段嘉许的公司在港北大厦，一座大型的写字楼。桑稚坐地铁可以直达，他按照手机地图找到位置，走进了大厦里。这栋写字楼不限制人员出入，他正想问问段嘉许在几楼，就发现他坐在1楼的大厅里，前台对面摆放着沙发，他就坐在上边，脸色格外苍白，平常红得发艳的唇也变得毫无血色。
他靠在沙发上，眼睛半合着，手须放在右下腹的位置，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难受。段嘉许的脸上没什么表情。桑稚走了过去，喊了声嘉许哥。闻声，段嘉许睁开了眼，见到他的眼睛弯成漂亮的月牙，而后伸出手，散漫道：拉哥哥起来，还是去医院吧。桑稚抓住他的手腕，用力把他拉起来。嘉许哥，你是不是还发烧了呀？他站直起来，慢慢道：好像是有点儿。桑稚把手往上移了些，扶住他的胳膊。这附近有医院吗？段嘉许回想了下，有个社区医院。桑稚，那我们拦个车过去吧。段嘉许顺从道：行。怕他难受，桑稚也不敢走太快，两步挪一下的。走了好几米之后，段嘉许撇头问：小桑稚，你这搀扶老人呢？桑稚瞅他，没觉得你是小孩。注意到他的眼神，段嘉许想起他之前的话，拖腔带调道：哥哥真改不过来了，先这么喊着行吗？没觉得你是小孩？骗谁呢？桑稚不想跟他计较了。你就这么喊吧。从大厦走出来，附近除了地铁站，还有个巴士站，人有些多，桑稚不敢凑太近，怕他会被挤到。他往前边看了看，回头说：嘉许哥，你在这等我，我去前面拦车，拦到了再喊你过来。他这怎么跟对待小公主似的？段嘉许跟着他，不太在意地说：我跟你一块过去吧。这个地段人流量很多，附近全是写字楼，有好几波刚加班结束的人出来，一部分去了地铁站的方向，其余的都在这边等公交。听到他的这话，桑稚又回了头，打算扶着他一起过去。恰在这个时候，有辆公交车刚好到站，原本还隔着好一段距离的人立刻跑了过来，想赶上这辆车。其中有个人因为太过着急，不小心推到了桑稚，他没防备，身体下意识往前倾，想找到东西稳住，掌心瞬间扶到了身前的段嘉许的腹部。下一刻，桑稚听到他似乎抽了口气，声音微不可闻，身子也条件反射性的往下弓。桑稚的呼吸一滞，立刻收回了手，觉得应该是碰到了他觉得疼的地方。他仰起头，嘴唇动了动，有些急了，想问问他的情况。还没说出话来，桑稚感觉额头一热，柔软又温热的触感。如果桑稚没感觉错的话，好像是他的嘴唇触碰到他的额头。从这个角度，他只能看到段嘉许滑动着的喉结拉成好看的线条，附带着男人滚烫的气息，铺天盖地的向他席卷而来。这个碰触极为短暂，大致不到1秒的光景。桑稚的脑海还一片空白，甚至还没来得及做出什么反应。下一秒，他感觉到段嘉许似乎也僵住了，而后立刻站直了起来，往后退了一步。两人之间拉开一道不远不近的距离。他们站的位置在公交站的背后，背着光，光线极为昏暗。桑稚下意识抬了头，神色呆滞，与他略显暗沉的目光对上。不知是什么心理在作祟，桑稚不敢跟他对视，立刻收回眼，莫名也往后退了一步，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放。他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才是对的。反应太大似乎很奇怪，反应太小的话是不是也不妥？要不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把这个意外当做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然后像平时那样继续与他正常交谈。可桑稚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脑袋混乱之际，他想用袖子蹭一下额头的位置，手举起来的时候，又觉得自己这个举动有些明显，只好改成了摸脑袋。很快，桑稚听到段嘉许开了口，他的呼吸声有些重，似乎是在按捺着什么痛苦，声线也因此变得低而哑。抱歉。桑稚顿了下，再次看向他，这才发现段嘉许的脸色极为不佳。在这个未数的天气里，他的额间还冒了细细的汗，额角的发被打湿了，嘴唇苍白到发紫，咬肌收紧，整个人都是绷着的，仿佛下一刻就要倒下。桑稚愣住了，他从没碰到过这种状况，瞬间想起刚刚自己似乎撞到了他哪里。他急了，吓得说话都磕磕绊绊的。哥哥，你很难受吗？是不是我撞到你奶了？什么你撞的？段嘉许平复着呼吸，勉强弯起唇，你那就碰一下，还给哥哥碰瓷的机会啊。对不起。桑稚莫名有点想哭，眼周渐渐变红，声音带了鼻音，哥哥，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拦辆车。这次段嘉许没再说什么，慢慢道，去吧。刚走到马路边上，恰好有辆空的出租车开过来，桑稚连忙拦下，跟司机说了一声之后，立刻小跑着走回段嘉许旁边。他扶着段嘉许往出租车的方向走。段嘉许走路的速度比刚刚慢了一些，似乎是动一下都觉得疼。他忽地呵笑了声，语气带了几丝玩味，这次好像真是在搀扶老人。桑稚笑不出来。小桑稚，哥哥感觉好像不是胃疼。
段嘉许侧头看向桑稚，似乎是在思考，语速缓缓的，不过哥哥还真有点疼。上车之后，司机回头看了眼，注意到段嘉许的脸色，这喝多了还是啥？什么情况？不会吐车上吧？可能是坐下之后缓解了点疼痛，段嘉许的脸色也没刚刚那么差了，轻笑着说：师傅您别担心，我能忍。司机皱起眉，先说清楚，吐了赔200啊，如果吐了会赔的。桑稚忙道：叔叔，他不舒服，不是喝酒了，您把车开到市医院吧，谢谢。司机没再说什么，发动了车子。说完，桑稚下意识往段嘉许的方向看，他靠在椅背上，坐姿懒散，一只手还捂着右下腹的位置。桑稚不想让他再费劲说话，所以也没主动吭声。倒是段嘉许先开了口：桑稚，系安全带。他下意识哦了声，从右后方扯过安全带，想扣上的时候，突然想起他也没有系。桑稚的动作停住，瞬间松开，凑到他旁边去。大概是注意到他的动作，段嘉许的眼皮动了动。怎么？桑稚探手去摸他旁边的安全带，嘀咕着：我给你系。段嘉许笑：给哥哥系干什么？哥哥让你给自己系。我给你系，你好好坐着。桑稚摇头，坚持道：哥哥你睡一会儿，睡了就不觉得疼了，到了我叫你。行，那麻烦小桑稚了。段嘉许也没拒绝，坐在原地，歪过头盯着他，还要你来照顾哥哥。所幸市医院也不远。司机把车子停在医院门口，桑稚付了钱，扶着段嘉许进医院，而后去给他挂了个急诊。医生让段嘉许去拍了个片，确定是急性盲肠炎。桑稚在一旁听着，大致是说他这情况拖了挺久，再晚点来就要穿孔了，到时候可就不是小问题了。他抿了抿唇，看了他一眼。段嘉许似乎也不太在意，眼角弯起来，只是笑。随后医生往病历本上写着什么，让桑稚先去交钱，然后就安排手术。桑稚点头，边看着那个单据，边扭头往外边走。还没走几步，段嘉许就喊住他：桑稚。桑稚回头：怎么了？里面有张卡，密码是哥哥的生日。段嘉许从口袋里把钱包递给他，语气斯文又温和：谢谢小桑稚帮忙。他盯着他看了几秒，接了过来：好，这个只是外科的一个小手术，危险性很小，时间也不长。等他交完钱回去之后，段嘉许注意到时间，便主动说：小桑稚，9点了，你该回学校了，再晚不安全。桑稚没动：不是什么大事，段嘉许说，这病做完手术，休息几天就没事了。你有空的时候过来看看哥哥就行。桑稚把单递给医生，说：我等你出来再回去。这得1个小时呢。段嘉许挑起眉，脸色仍是接近病态般的白：你一个人在外面不无聊啊？桑稚的情绪不太好，闷闷道：你别说话了。行。段嘉许又笑了：哥哥不说了。桑稚没再说话，沉默着站在他旁边。他突然想到，如果他今天没有跟他约好一起吃饭，按照他刚刚电话里说的那样，估计也不会去医院。他的心里莫名堵得慌。段嘉许进手术室之后，桑稚就坐在外边等。他舍友担心，他在宿舍群里说了句今晚可能会晚点回去，而后便打开网页搜了下盲肠炎术后注意事项。过了好一会儿，桑稚收起手机，突然想起了在公交站的那个意外。他下意识摸了摸额头，也许是心理作用，在此刻被他触碰到的位置开始发烫了起来，仿佛是在灼烧。那一刻，他喝出来的气息似乎还缠绕在他的周身，极为亲密的距离。算了，别想了，别想了，是他先撞过去的，人家被撞了反而还道了歉。按具体情况来分析，这样算起来反倒应该是他占了他的便宜，而且就碰到个额头，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都不是小孩子了。看他的反应，好像也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太放在心上。没等桑稚继续胡思乱想，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来电显示是妈妈。注意到屏幕中上方的时间，桑稚连忙接了起来：妈妈。黎平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芷芷，你还没回宿舍吗？因为他跑到这么远来上学，过来之前黎平提前跟他说好，每晚10点要通个电话，如果他有事情的话，可以跟他发个微信说一下。桑稚没撒谎：对。黎平，跟朋友出去玩了吗？不是。桑稚说：妈妈，我在这边遇到哥哥的那个朋友，就是我初中的时候给我做家教的那个段嘉许。黎平：哎，妈妈记得，因为他还帮了我挺多忙，我就想请他吃个饭。桑稚解释着：但他生病了，我就送他去医院，现在在医院。黎平：生病了？
严重吗？桑稚，说是急性盲肠炎，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那你多照顾着点吧，那孩子家里也没什么人。黎平叹息了声，你自己也要注意点，早点回去，知道吗？桑稚被他的话吸引了注意，讷讷道，家里没什么人是什么意思？妈妈你怎么知道的？啊，黎平说，我好像没跟你提过这事情，但你也别在他面前提。你哥哥这个朋友好像是在大一上学期的寒假，跟你哥哥借了3万块钱。你哥那时候才多大，哪有这钱，就找你爸要了。黎平轻声说是给他妈妈治病，后来钱还上了，但好像说人也没了。桑稚有点说不出话，好半天才道，那他爸爸呢？这个妈妈就不知道了。黎平说，但如果他爸爸在的话，这钱怎么可能让小孩来借？做完手术之后还要住院1周。段嘉许被安排进了一间2床的病房里，他穿着病号服，头发耷拉在额前，面容冷白，精神状态不算好。手术是局部麻醉，所以他还清醒着，手背输着液。看着一旁的桑稚，段嘉许弯起唇，再次提醒，小桑稚，你该回学校了。桑稚轻声说，知道了。出去之后拦辆车，把车牌号记下来发给哥哥。段嘉许说，然后到宿舍之后给哥哥打个电话。哦。桑稚抓着单肩包上的袋子，犹豫着问，这手术疼吗？不疼。段嘉许笑，有麻药呢，没感觉。桑稚点点头，那我明天再来看你，没课的时候再过来。段嘉许说，哥哥在这边也没什么事，不用小桑稚天天来回跑。桑稚看他一眼，嘉许哥再见。再见。见他出了病房，段嘉许拿起一旁的手机看了眼，注意到桑岩给他打了个电话，他的眉眼一抬，慢条斯理地打了回去。听着耳边响起机械的滴滴声，段嘉许忽地想起了在车站旁的事情，以及桑稚的反应。小姑娘极为猝不及防，似乎是被吓到了，连看都不敢看他，可能还觉得有些尴尬，半天都不吭一声，可能还挺介意这个事儿。不等那头接起，段嘉许挂断了电话，终于有时间和精力来想这个事情。算起来，这小孩过几个月也该20了，就算不算年龄，他刚刚那个行为也好像是占了人家小姑娘的便宜，还是他兄弟的妹妹，也算是他看着长大的一个小孩，而且都20了，他是不是也不能那样总逗着他玩？万一这小孩心思一起来，误会他有了畜生一样的想法，这就不太好。小姑娘可能都比较在意这些。段嘉许摸了摸眉心，莫名有了几分罪恶感。他突然想起了他之前的那个网恋对象。在这个时候，手机响了起来，打断了他的情绪。是桑岩打来的。段嘉许接了起来，思考着要不要坦白这件事情。桑岩声音从那头传了过来，语调懒懒的，兄弟，你的盲肠割了吗？滋味如何？挺好。段嘉许扯了扯唇角，散漫道，你可以去试试，长得帅的人没有这玩意，懂？说到这，桑岩提起了个事儿，听说是我妹送你去医院的呀。段嘉许，这点毛病还要送？你自己不能去医院吗？桑岩闲闲道，你说你能要点命吗？疼起来自己主动去趟医院不就完事了？段嘉许，你打电话来就这事儿？我这刚好有空，听说你生病了，就打个电话过来庆祝一下。桑岩说，既然你没事就算了，我就去睡了。等会儿。段嘉许沉默几秒，我跟你说个事儿。说。段嘉许斟酌着该怎么表述，这怎么说？说我刚不小心亲了你妹一下，人小姑娘还挺介意的，希望你这个做哥哥的别介意，这不是有毛病吗？算了。段嘉许说，没什么。桑岩那边也安静了一会儿，很快又道，我就特看不惯你这点，一大老爷们的说话像小姑娘一样，有什么事不能直说。段嘉许，挂了。等会儿。桑岩似乎是来了兴致，兄弟，我听说你最近又要相亲去了，你这老板可还挺热心，帮你介绍多少个了？有没有一个成的呀？我看你现在也没对象。桑岩说，行吧，兄弟，我教教你，你可别像你之前那样说话了。段嘉许眼皮也没动一下，我怎么说话？你说话的语气，我一直不好意思打击你。桑岩的语速慢吞吞的，你懂吧？有点过于土了。看你也不像是喜欢姐弟恋的人。桑岩说，兄弟，我就跟你说，现在的90后不喜欢这一套。段嘉许眉心一跳，90后？我们90后比较潮，懂吧？桑岩悠悠道，我知道你这个80后不懂，但你得跟得上这个时代啊。段嘉许跟桑岩差了1岁，一个89年，一个90年。段嘉许无言到直乐，你真是闲得慌。挂了。
他看了眼时间，盘算着从这到颐和大学的时间，正想打个电话问问桑稚上了车没有，余光注意到门那边有了点动静。段嘉许抬起眼，立刻看到刚刚已经走了的人在此刻又回来了。他站在门旁边没动，似乎怕被他骂，声音很小：嘉许哥，我要不还是陪着你吧，我感觉如果是我生病。桑稚挠了挠头，你应该也不会走的。狭小的2床房，另一个床位是空着的。此时病房里只有段嘉许一个人，室内安静的过分，显得空荡又寂寞。他平卧在床上，喉结滑动了下，没有说话，唇角平直，脸上没什么表情，看不出在想什么。没听到他的同意，桑稚也不敢进去，只能又问一遍：行吗？段嘉许这才开了口，轻声问：吃饭没？我刚刚去附近买了个面包。桑稚眨了下眼，迟疑着走到他旁边，把袋子递给他看，还买了盒乌龙茶。吃这个能饱。段嘉许扫了眼，叫个外卖吃吧。桑稚摇头：我不太饿。段嘉许：你这还什么都没吃呢，怎么不饿？就是不饿。桑稚把袋子放到旁边的桌子上，转身把床尾的椅子搬到床边，动作慢吞吞的。我想吃会吃，这么大个人了又不会饿着自己。段嘉许盯着他，突然笑了下，没再说什么。桑稚坐到椅子上，把面包拿出来，小声说：我刚刚问了一下护士，你得平躺着6个小时，然后12个小时之后才能下床。桑稚咬了口面包，咕哝道：然后你现在还不能吃东西，这1周都得吃流食，这点滴好像得打3天。段嘉许漫不经心地听着，又应了一声之后房间里便安静下来，只剩下桑稚吃东西时发出的窸窣的小动静。病房里有暖气，桑稚坐没多久就觉得有些热。他站起身，把外套脱掉，折了几下挂在椅子上。注意到他的动静，段嘉许瞥了眼，目光定了几秒，而后淡淡道：你这大冬天的穿什么裙子？沉默突然被打破，桑稚讷讷抬头，恰好跟他略微上挑的眼睛对上，这语气跟他妈抓到他秋天不穿秋裤一样。这个人某种程度上像他爸、他妈、他哥3个人的结合版，在家里那边就一直被管着穿着，桑稚不想过来这边了还被管。这是长裙。桑稚低下头，继续啃着面包，你想穿也可以穿。段嘉许撇过头看他，他吃东西的样子跟以前还一模一样，腮帮子鼓得很大，像个小河豚。他有点想笑，又怕扯到伤口，说话轻轻的：这边比南吴那边冷，你自己注意点就行，生病了不好受。听到这话，桑稚莫名想起了上一次来颐和的事情，嘴里的东西忽然就变得难以下咽。他没看他，拿起乌龙茶喝了一口，点了点头，勉强把面包吃完之后，桑稚看了眼时间：嘉许哥，你要不要睡了？几点了？快11点了。段嘉许：你怎么睡？桑稚想了想：我去租个陪护椅，没多少钱。陪护椅？你睡着不难受啊？段嘉许皱眉，明显不同意。旁边那张床是空的，你去把那个租下来。不用。桑稚嘀咕着，我又不是过来享受生活的。也不等他再说什么，桑稚便起身往外走。那嘉许哥，你先酝酿一下睡意，我出去问问。陪护椅租1天才10几块钱。交了钱之后，借着这个时间，桑稚顺带到附近买了双份的洗漱用品。回到病房的时候，段嘉许正在看手机，像是在给什么人发消息。桑稚看了眼，没说什么。怎么去那么久？段嘉许把手机放下，问道：买了什么？牙膏、牙刷，还有毛巾。桑稚把东西翻出来，我想去洗漱一下。段嘉许：去吧。走了2步，桑稚突然想起了个事儿，犹豫地回头：嘉许哥，你想擦个脸吗？刷牙应该还不行。东西不少，桑稚干脆把整个袋子拿上。厕所里没什么人，他把东西放在台子上，深吸了口气，温吞地开始洗漱，脑子里开始考虑一会儿要怎么办。一时脑热就问了，因为感觉如果他不主动问，他也不会主动提要求。不过也没什么吧，他以前摔跤了，他也帮自己处理过伤口，也不嫌脏，他也帮他擦过脸。而且他现在是病人，什么事情都没法自己做，本来留在这就是照顾他的，总不能自己提议了这事儿之后还后悔半天，这不是太小家子气了吗？桑稚没再磨蹭，从袋子里把毛巾拿出来，到淋浴间用热水洗了下，随后便回到病房里。桑稚找了个位置把东西放好，走到段嘉许旁边，提前告知了一声：嘉许哥，我给你擦脸。不用。段嘉许似乎并没打算让他来，拿过来，我自己擦就行，你自己怎么擦？桑稚本来就不好意思了，此时被他一拒绝，莫名有些窝火。
他皱眉，坐到床的边上，语气生硬又冷，等下扯到伤口了，你又得住多几天的院。段嘉许顿了下，反倒笑了，你今天怎么总跟我发脾气？桑稚没看他的眼睛，把毛巾折小了些，从他额头处顺着往下擦，我哪有发脾气，我说话一直这样。他不再犹豫，直接上了手，毛巾从他的额头处划过，再到眼睛。段嘉许下意识地闭上了眼，他没靠他太近，动作仔细又轻，也没有手碰触到他。段嘉许基本没被人这样被照顾过，也没想过他会这样被人照顾。他不喜欢麻烦别人，况且这个还是虽然已经成年了，但他依然觉得还没长大，还需要被很多人保护照顾的小朋友。随后毛巾温热的触感挪到了鼻梁上，再到脸颊和下巴。段嘉许睁开了眼，视线与桑稚的目光撞上，他的眼睛大而明亮，双眼皮的褶皱很明显，睫毛卷曲又翘，像两毛小刷子，眼角天生下垂，眼型有点像小狗眼，看起来干净又纯粹。定格了几秒，段嘉许的目光稍稍下滑，懒懒道：擦好了，擦好了。桑稚收回眼，手也随之收回来。很快他站了起来，我去洗一下毛巾。随后桑稚出了病房，强装镇定的模样立刻垮了，脊梁也瞬间放松下来。他慢慢平复着呼吸，抑制加速着的心跳。不是，这眼睛闭得好好的，怎么还能突然睁眼？不能提前说一声吗？我要睁眼了，你准备一下。不能吗？不能吗？吓死人，吓死人了。桑稚回忆着自己刚刚的反应，应该还挺正常吧，好像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完全只把这当作是一件异常平常的事情，态度不卑不亢。桑稚渐渐放松，到最后脑海里只剩下一个想法，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他擦脸。回到病房，桑稚把陪护椅打开，坐到上边。他想了想，打算用外套当被子，凑合着睡一晚。段嘉许还没睡，见状他喊了声桑稚。桑稚抬头，怎么了？段嘉许，拿我的外套垫着睡。桑稚顿了下，哦，他今天穿的是一件长大衣，摊开来比他整个人都大。桑稚扑到陪护椅上，收拾了一下，而后起身倒关了灯。段嘉许没再说话。桑稚从自己的外套里摸出手机，把亮度调到最低，发现宁薇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他愣了下，猛地记起自己没跟舍友说今天不回去。他立刻打开微信，在宿舍群里说，我今天不回去了，我有个认识的哥哥。桑稚想了想，把哥哥2个字改成了姐姐，然后继续输，生病了，我在医院照顾他。桑稚，刚刚没看手机。宁薇，哎，没事就行。看你这么晚没回来，还半天不接电话的，把我吓一跳。宁薇，还有江明好像找你有事，他说你一直不回微信，我就跟他说你跟朋友出去了，还没回来。桑稚，好。桑稚退出聊天窗，往下滑。自从上次宁薇的生日之后，桑稚很少再见过这个人。他没约过他出去，只是偶尔会找他聊天，次数也不算多。他点开跟江明的聊天窗，看到他只给他发了几条搞笑的段子，往下就剩是几条几秒钟的语音。他想转换成文字，手一抖，直接点开了。男生清亮的声音瞬间响起，在这狭小的房间里回荡着。桑稚，你有空吗？桑稚吓了一跳，立刻按了电源键。这话也强制般的被中断了。桑稚不由自主地看向段嘉许，呼吸下意识屏住，但因为视线太过昏暗，他看不出他是不是睡了。等了半天，桑稚也没见他说话。他松了口气，轻手轻脚地翻了个身，又点开手机看了眼。桑稚不敢再点那几条语音，打算明天听了再回。他看了下明天的课表，不知道第1节课赶不赶得回去，只好给宁薇发了句，我明天的思政课可能不上，你到时候帮我点个到。宁薇 OK。 桑稚熄了屏，把手机放到旁边，身体蜷缩在外套里。他吸了吸鼻子，底下是段嘉许的外套，周身像是被他的所有气息占据，淡淡的烟草香和清明的气味结合，像个成熟的大男孩，莫名的给了他安全感。也许是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桑稚有些睡不着，闭着眼酝酿了好一会儿都没睡意。他忍不住翻了个身，想再玩一会儿手机。桑稚小心翼翼地伸手往桌子上摸索着。在这个时候，段嘉许突然出了声，睡不着。桑稚的动作一顿，点头，因为语音没听完。桑稚瞅他，顿时觉得自己刚刚大起大落的情绪就像是个笑话。他有些憋屈，你听到了还装睡？什么装睡？他笑，我就是没说话。
那就是装睡。桑稚郁闷道，你怎么这么喜欢偷听？段嘉许的尾音上扬，你那不是自己放的吗？年纪小小的还学会碰瓷了呀。桑稚说不过他，把外套盖到脑袋上。我不跟你说了，我要睡了。段嘉许，不是睡不着。桑稚，睡不着也得睡。段嘉许，来跟哥哥聊个天。桑稚把眼睛露出来，看了过去。聊什么？你要不要把语音继续听完？他的声音带了几丝玩味，让哥哥听一下，是谁想约我们小桑稚？桑稚不乐意。你又不认识。段嘉许，你说了我不就认得了？你描述一下，哥哥帮你把关。服了。刚刚说她冬天穿裙子的时候像黎平，现在又像桑荣了。桑稚，约我吃个饭都要把关。段嘉许，这不是怕你年纪小被骗吗？桑稚敷衍道。哦，行吧。没等段嘉许再吭声，他揉了揉眼睛，又补充了一句，有点多，我说一晚上都说不完。你拿个本子记着吧。闻言，段嘉许侧头看他，他的眼眸在这昏暗中显得有些亮，唇角弯起，饶有兴致道，说一晚上都说不完。本来就是。小桑稚这么受欢迎啊？是啊。桑稚理所当然道，我长得漂亮啊。段嘉许的眉眼一挑，没说话。这个突如其来的沉默更像是在否认他的话一样。桑稚的心情有些不痛快，收回眼，拿起桌上的手机。你快睡吧，没事窥探年轻人的生活干什么？桑稚哼了一声，你又不懂，你俩兄妹故意的是吧？段嘉许的尾音上扬，散漫道，一天到晚攻击我的年龄，提前说好的呀。桑稚瞅他，我哥怎么攻击你？你俩不是一样大吗？100不笑100步，他觉得他年轻着呢。段嘉许轻笑了声，又提回了刚才的事情。行了，开始说吧。桑稚没反应过来，什么？哥哥给你把关啊？说到这，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声音里带了几分调笑。啊，对了，小桑稚给哥哥拿个本子，哥哥好好记着。桑稚盯着他看了几秒，很快他背过身，点亮手机的屏幕，不想再交谈的意思表现得很明显。我才不告诉你。第二天早上，桑稚还是没狠下心，不情不愿的又帮他擦了脸，之后顺带把他的手臂和手掌都擦了个遍。这次段嘉许没像上回那样突然睁眼，也没说什么别的话，但桑稚一直也没往他眼睛上看，视线发空。他努力让自己心无旁骛，就像再擦一具不能动弹的尸体一样。临走前，桑稚想了想，问道，嘉许哥，你还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东西？我晚上过来的时候给你带。段嘉许似乎还有些困，眼皮半合着，我外套里有钥匙，你拿上。帮哥哥把房间里的电脑拿过来。桑稚说，你要电脑干嘛？段嘉许抬起眼，笑道，工作。桑稚愣了下，表情瞬间变得有些难看。你不是都请假了，而且都生病了，还工作什么？你老板又不会额外给你钱。段嘉许看着他，没说话。桑稚，我不拿，别的我帮你看着拿，我走了。说完他便出了病房。桑稚在地铁上听了江明的几段语音。桑稚，你有空吗？我和朋友在操场玩游戏，你要过来吗？我听宁薇说你还没回学校，这么晚了一个人回学校也不安全，我去接你吧。他迟疑了下，回复道，抱歉，昨天一直没看手机，谢谢你的关心。桑稚先回宿舍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之后到教学楼上课。桑稚周五的课不算少，一直上到下午6点。他也没来得及吃饭，下了课就坐地铁到段嘉许的家。出了地铁站，桑稚顺着手机导航找到位置，这边一片都是住宅区，旁边是图书馆，但距离段嘉许住的地方还有一小段距离。附近有一条美食街，还有个小型的广场，格外热闹。桑稚用门卡进了小区，找到段嘉许住了那栋楼，上了15层。这儿一层4户，段嘉许住的房子朝南。他走过去，拿钥匙开了门，不太熟悉的摸着墙壁，找到开关把灯打开。室内的装修偏暗色调，客厅的沙发和茶几都是灰黑色的，墙壁也涂了相似的颜色。木质的地板，中央铺了块暗色的方形地毯。沙发上放了本翻开一半的书，旁边是一盏高脚台灯。窗帘都关着，房子显得有些闷。桑稚把鞋子脱掉，看着鞋架上唯一的一双拖鞋，犹豫着还是没穿。他穿着袜子走进去，思考着要带些什么东西。他往客厅看了一圈，突然注意到电视柜上放了3个相框，一张是段嘉许他们整个宿舍穿着学士服的合照，旁边是桑稚在毕业典礼上跟他拍的那张2人合照。他还是一次见到这张照片，下意识多看了几眼。那个时候他才到他的肩膀处，
看上去还有些稚嫩。穿着条粉蓝色的连衣裙，站在距离他20厘米远的位置，唇角露出2个小小的梨窝。段嘉许把手放在他的脑袋上，神情吊儿郎当的，笑容倒是明朗，拍的也还挺好看的。桑稚舔了舔唇，做贼般的拿出手机，把那张照片拍了下来。他的视线一挪，突然注意另一个相框上，也是一张合照。那张照片明显是老照片，色调都不太一样。照片上的段嘉许看起来不过10来岁，他穿着一身校服，旁边站着个比他稍矮半个头的女人，两人的眉眼极为相似，脸上都挂着淡淡的笑意。想到黎平的话，桑稚瞬间明白了这个人的身份。他蹲了下来，思考了下，小声说：“阿姨好，我是桑稚，是嘉许哥朋友的妹妹。”过了几秒，桑稚又补充：“嘉许哥昨天没回家，是因为生病了，做了个小手术，但不严重的。我现在就是来给他拿点东西，您不要担心。”说完，桑稚站起身，拿出手机搜了下住院需要带什么，按照上面标出来的一一拿上。注意到贴身衣物4个字，他的视线一顿，而后转到了他房间的衣柜上。他为什么又要做这种事情？桑稚闭了闭眼，打开衣柜，看到里边放了2盒新的。他松了口气，直接把盒子丢进了袋子里。他往上看，纠结着要不要带多几件衣服。忽地看到一条极为眼熟的领带，是他上一回来颐和市时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桑稚的视线顿了几秒，猛地把衣柜关上。算了，就这样了。他已经仁至义尽了。桑稚出了段嘉许家，走到电梯间等电梯。他百无聊赖地拿出手机翻看了下，而后又收回兜里。电梯恰好到了，里面站着个女人，面容清秀，穿着一身名牌衣服，身上的香水味很浓。她似乎是在给什么人打电话，但对方一直没接，所以表情不太好看。女人看了桑稚一眼，走了出来。桑稚随之走进了电梯。在电梯门关上的那一瞬间，桑稚看到那个女人好像是往段嘉许家的方向走，但也可能是旁边的那间。桑稚低下眼，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等桑稚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差不多8点了。他走进病房里，发现另外一张床住进了一个60、70岁的老爷爷，旁边坐着一个中年男人，看上去应该是他的儿子。3个年龄差异不小的男人正在聊着天。桑稚把手里的几个袋子放到桌子上，注意到动静，段嘉许转过头，眼睫动了动。怎么带这么多东西？桑稚累得说话都有些喘，立刻坐到椅子上，把外套脱掉。也不多，感觉都要用到。段嘉许往袋子里看了眼，慢条斯理道：“带那么多衣服干什么？我就带了2套，还有个外套，你冷的时候可以穿着。”桑稚从包里拿出瓶子，喝了口水，还有充电器什么的，我也给你带上了。段嘉许嗯了声：“吃饭没？”还没。桑稚才想起这个事儿，也没觉得饿，我一下课就过来了，没来得及。我一会儿去吃。听到这话，段嘉许瞥了眼时间，8点了，还没吃饭。桑稚拿了根巧克力出来啃，顺带拿出手机回复消息：“我不是很饿，一会儿会去吃的，现在就去吃。”桑稚抬眼，心情不太痛快：“我又不是不吃，我刚拿了那么多东西过来，你就不能让我坐一会儿？”隔壁床的老爷爷在这个时候突然出声，笑眯眯道：“小伙子，这是你媳妇啊？”桑稚的火气在一瞬间消失，他猛地抬头，差点被噎到。段嘉许的表情一顿，突然笑了，语气带了几分荒唐：“大爷，你怎么看出这我媳妇的？”老爷爷盯着桑稚看，面容慈祥：“小姑娘长得真俊。”怕桑稚脸皮薄，觉得不好意思，段嘉许又出声说：“大爷，这是我妹，不是我媳妇。”闻言，老爷爷看向段嘉许：“哎，我知道你媳妇长得好看。”桑稚，段嘉许。中年男人在这个时候开了口，有些不好意思：“抱歉啊，我爸耳背有点严重，所以他刚刚都没怎么说话。”说完，中年男人凑到老爷爷的耳边，提高音量吼罢：“那是人家妹妹，不是老婆。”“是妹妹，不是老婆。”老爷爷呀了声，恍然般的点头：“还没结婚啊？”桑稚在旁边听着也觉得着急，忍不住出了声：“爷爷，不是那个关系。小伙子，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不结婚啊？”老爷爷说：“可不能让人家小姑娘等久了。”桑稚觉得自己要窒息了。段嘉许没忍住笑，胸膛起伏着：“大爷，您能别逗我笑吗？我这肚子上还有伤口呢。”老爷爷严肃起来：“小伙子，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你这对象长得多俊啊，还会照顾人，你要不珍惜，你后悔都来不及。”段嘉许放弃斗争：“行，我明白。”桑稚还挣扎着：“爷爷，真的不是。小伙子，
你可得好好对人家。老爷爷语重心长道，人家小姑娘还给你带这么多东西，也不嫌弃的。段嘉许点头，行啊。桑稚忍不了了，我要走了。闻言，段嘉许回了头，注意到桑稚的表情，他收敛了下唇边的笑意，轻咳了一声，故作正经地说，别在意这事儿，人家听不清，就当他开个玩笑，知道吗？桑稚当没听见，他缓缓吐了口气，垂死挣扎般地说了句，爷爷，我真不是他对象，他比我大很多的，再大点能当我爸了。段嘉许，当爸爸好。老爷爷连连点头，似乎极为赞同，你们早点结婚，早点生个大胖小子，稳定下来，什么都好。桑稚也放弃了，看向段嘉许，嘉许哥，我走了。段嘉许单手捂着伤口的位置，像是在极力的忍笑，声音都显得沙哑了几分。行，自己路上小心点，记得吃饭。桑稚抿着唇，穿上外套。段嘉许，到宿舍了，给我打个电话。桑稚哦了声，他压根不想理那个老爷爷了，但还是为了维持表面上的礼貌，勉强的跟他们道了声别。他快速的说了声再见，随后便转头往门口的方向走。下一秒，桑稚还能听到身后的老爷爷在说，哎，你媳妇要回去了吗？伴随着段嘉许玩世不恭的笑声，似乎觉得他的话极为有意思，也附和着说，我媳妇要回去了。他能不能要？连。接下来的6天，桑稚照常有空了就过来，隔壁床还一直是那个老爷爷，他的子女似乎不少，陪护他的人一天换一个。他的话不少，经常会跟段嘉许和桑稚聊天，说的也永远是那个话题，像是只对这个感兴趣一样。就比如现在，老爷爷看着他们2个，和蔼道，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段嘉许懒懒道，我们不结婚，不是那关系。听到这话，老爷爷立刻板起了脸，明显不赞同。不结婚怎么行？你这不是耽误人家姑娘吗？桑稚，老爷爷以一副过来人的姿态，苦口婆心道，早点结婚，早点稳定下来。结婚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2个人合适了，在一起，日子会过得很好的。段嘉许挑眉，行。老爷爷又问，那打算什么时候结啊？段嘉许往桑稚的方向看了眼，他好几天没刮胡子，下巴处长出胡茬，看上去更成熟了些，吊儿郎当道，人姑娘还没到法定婚龄呢，再过2年吧。到后面，桑稚直接屏蔽了他们的话，一旦他们开始聊天，他就戴上耳机，听见了也当作自己没听见。住院满1周，段嘉许拆线出院。那天，桑稚提前过去，帮他把东西收拾好。临走前，老爷爷坐在病床上看他们2天，笑容满面。要出院了。段嘉许了声，大爷你好好调养身体，早点好起来。老爷爷点头，你俩可得好好处。段嘉许正想说点什么，这次反倒是桑稚先开了口，知道了。段嘉许撇头看他，余光注意到他的视线，桑稚也看了过来，似乎是忍受了很久，他直勾勾地盯着他，眼珠子黑漆漆的，看不出情绪，而后一字一顿地说，会尽早结婚的。出了病房，段嘉许侧过头看他，他今天换回了自己的衣服，一件军绿色短外套，里头随意套了件白色卫衣以及修身黑长裤，胡子被刮干净，看起来年轻了不少，像个大学生一样。他稍稍俯下身与桑稚平视，似乎是觉得从他口中听到这样的话很新鲜，他弯起唇调笑道，尽早结婚。桑稚也盯着他，眼睛都不眨一下，这不是你先带的头吗？注意到他情绪确实不好，段嘉许眉眼一抬，站直起来，生气了。沉默几秒，没生气，只是哥哥。桑稚停下脚步，很认真地说，你以后别再这样开玩笑了。就算知道是开玩笑，可因为他对此格外的清楚，他不会真的喜欢他，所以他一点都不觉得好笑。他可以坦荡地把这当成一个笑话，说那些话的时候神色没有半分的不自然，也像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毫不知情的把他那样的小介意，他那小心翼翼的藏匿当成笑话一样。桑稚垂下眼，还想说些什么，但还是没说出来。他忽地泄了气，继续往前走。走吧，我一会儿还有点事情。段嘉许收敛了笑意，脚步放慢下来，跟在他后边。真生气了？没有，哥哥这不是住院太久了，有点闲得慌。段嘉许用掌心搓了搓后颈，又道，哥哥给你道个歉。不用。桑稚低声说，以后别这样就行了。见他这么介意，段嘉许的眉心一跳，心情有些难以言喻。过了好半晌，他似是觉得好气又好笑，突然冒出了句，哥哥也没这么差吧，能让小桑稚有那么不开心。
听到这话，桑稚扭头看他，脸上不带表情。他的眼角稍扬，桃花眼深邃又迷人，语气半开玩笑的。见状，他莫名也想给他添点堵。桑稚认真道：就是能。哥哥，我没别的意思，我就实话实说。桑稚语气温吞，听完之后，我回去哭了一晚上段嘉许这一场病，公司给他批了半个月的假期。出院之后，他还能在家休息1周，调养身体。出了医院，两人拦了辆出租车到段嘉许家。段嘉许家里只有一双拖鞋，他瞥了眼，自己光着脚，把拖鞋放到桑稚的面前，给他穿。桑稚也没扭捏，直接穿上。他让段嘉许到沙发上坐会儿，而后把带回来的衣物全部丢进洗衣机里，替他把其他东西放回原来的位置。拖鞋在他脚上显得很大，走路都慢一拍的。随后，桑稚坐到段嘉许的旁边，从包里拿了一叠便利贴出来。段嘉许窝在沙发上，懒懒地打着游戏。桑稚打开手机，用网页搜了下注意事项，加上医生给的嘱咐。他对着看，然后趴在茶几上，一句一句地抄下来。注意到他的动静，段嘉许看了过来，问道：写什么呢？就出院后的注意事项。桑稚低着眼，解释道：我写完给你贴冰箱上，你吃东西的时候得注意一下。长这么大，桑稚就没照顾人，所以他不太擅长，很多事情也记不太住，都是上网查的。段嘉许的动作停住，淡淡嗯了声。对了，你别总坐着，多走动一下。桑稚边想着边说，然后不要拿宠物，做剧烈运动什么的。行。还有，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可以跟我说一声，我抽空给你买过来。桑稚平静道，然后平时的话，我可能不怎么会过来了。你自己好好调养一下身体。最近我落下了好多作业，而且也学期末了，我得准备一下考试。桑稚抬头看他，本来说好要请你的那顿饭，就等你病好了再说吧。不用小桑稚请。段嘉许轻笑了声，哥哥请你吃。桑稚眨了下眼，那到时候再说。他把笔放下，站起身，把写好的便利贴到冰箱上。随后，桑稚回到客厅，把外套穿上。那哥哥，我就先走了。段嘉许站起来，我送你去坐车。桑稚摇头，你还是休息一下吧，刚从医院回来。一出去没多远就是地铁站，我认得路的。桑稚到玄关处穿鞋，跟他摆了摆手，哥哥再见。说完也没等他说话，桑稚就出了门。砰的一声，门被关上，室内一下子变得安静下来。段嘉许还有些没反应过来，他直接退了游戏，拿过一旁的外套穿上，打开门走了出去，却已经不见桑稚的踪影。他扯了下唇角，重新回到室内。段嘉许走到冰箱前，看了眼他写的东西。过了这么多年，他的字明显好看又利落了不少，不像从前那样写字都一笔一画的，500字的周记都得写1个多小时。段嘉许神色有些散漫，伸手用指腹蹭了蹭。他莫名想起了在医院的时候，隔壁床的那个耳背的大爷不停地在他面前夸着桑稚，认死理般的把他当成他的媳妇。你这对象长得多俊啊，还会照顾人。良久后，段嘉许走回客厅，莫名笑了一声。12月份，颐和市的气温已经到了零下几度。因为天气和即将到来的考试周，部门的活动已经停了。桑稚冷到不想动弹，每天除了上课，就是窝在宿舍里画图做视频。段嘉许那边也没再让他帮什么忙，偶尔找他，也只是跟他说天冷，让他多照顾好自己。桑稚把段嘉许的微信备注改成了哥哥2号，对他的称呼也变得像小时候那样，就只喊哥哥2字，强硬的把他在自己心目中的身份变得跟桑延一样。桑稚突然觉得这样也挺好，努力切断自己的心思，将这场不可能实现的无疾而终的暗恋结束掉，不再钻牛角尖，不再认为自己这辈子只能爱一个人。桑稚甚至还开始期待未来的某一天，他彻底没了这个心思的时候，他带个女人出现在他面前，跟他说这个是他的女朋友，他不会再觉得难受，可能有的唯一想法就是他终于不再是一个人，甚至还能毫无他想的喊那个女人一声嫂子。15年的最后一个晚上，宿舍其余3个人都出去跟别人一块跨年，桑稚对这种仪式感没什么兴趣，拒绝了几个人的邀约，打算叫个外卖，洗个澡，看部电影，然后睡个觉。这一晚上就过去了，他的计划还未执行，段嘉许就给他来了电话。桑稚咬着薯片接了起来，段嘉许懒洋洋的声音从那头传过来，话里永远含着浅淡的笑意，拖腔带调地。小桑稚在干嘛？桑稚看了眼时间，随口道，准备叫个外卖。吃什么外卖？段嘉许笑，来跟哥哥过个节。桑稚的腮帮子停了下，
很快便道：“我不想出门。”段嘉许随口道：“那来陪哥哥吃个饭。”怎么不说话？段嘉许的语速缓慢，你不是要请我吃饭，想赖账啊？桑稚把薯片扔回包装袋里。我哪有赖账，你之前也没提啊。段嘉许，那现在出来，我在你学校外面。桑稚忍不住说，你之前还说不用我请呢。段嘉许拖长尾音啊了声，似是想不起来了。我说过这种话，这个人很奇怪，一到节日一定会找他，好像是觉得他一个人在这边，如果还一个人过节就很可怜一样。圣诞节那天他也找了他，但听到他跟舍友在一块，便没多说什么。桑稚挂了电话，起身迅速换了套衣服。他戴上围巾，到镜子前看了眼，觉得脸色不太行，迟疑了下，还是抹了层薄薄的口红。出了学校，桑稚正想给段嘉许打个电话，眼一抬，刚好看到了他的车子，也看到了驾驶座上的他。桑稚走了过去，上了副驾驶座，乖乖喊了声哥哥，而后便自顾自地系上安全带。段嘉许看他，怎么不出去玩？冷。桑稚如实道，不想出门。你怎么这点年纪过得像个老年人似的？段嘉许笑了声，发动了车子，想吃什么？桑稚没什么特别想吃的，你定吧。段嘉许，那吃火锅。桑稚点头，可以，我来选地点了。段嘉许把车子开到几公里外的一个商业圈，在他住的小区附近，但这个位置离市图书馆更近一些，跟颐和大学本就离得不远。这家火锅店是连锁店，在颐和只开了4、5家，人气很旺，所以在外边的椅子上坐着排队的人并不少。桑稚没吃过这家，此时闻到香味也来了兴趣，过去拿了号。两人等了好一会儿才有位置。段嘉许把菜单给他，让他来点菜。想到段嘉许的并没好多久，桑稚点了清汤，然后按照正常人的口味，荤菜和素菜各点了一些。看到肥牛的时候，他纠结了好一会儿，还是点了一道。很快，桑稚把菜单递还给他，哥哥，你看看还要吃什么？段嘉许漫不经心地扫了眼，拿起笔，把他纠结半天，最后下定决心点好的肥牛划掉，改成墨鱼丸。就这样吧。桑稚看了他一眼，忍气吞声地低头玩手机。段嘉许往他的杯子里倒了点茶水，问道，什么时候考试？下个月11号开始。那什么时候回家？考完吧。桑稚回想了下，应该20号。段嘉许，记得提前订票，新年前的票不好订。桑稚点头，知道。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很快，隔壁一桌的人吃完，服务员收拾完之后，带了2个年轻的女人进来，汤迪也恰好上来。桑稚把手机放下，眼一抬，注意到其中一个女人有些眼熟，但他一时也想不起在哪见过。那个女人似乎是认识段嘉许，看到他，他的目光一顿，脸上的笑意瞬间收了起来，松开他朋友的手肘，走了过来，语气格外盛气凌人。段嘉许。段嘉许本还跟桑稚说着话，听到这声音，他的表情一顿，抬起了眼。桑稚也顺势看了过去，女人长得并不算好看，顶多算得上是清秀，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她的神情极为阴沉，眉眼显得有些刻薄。要不是在这看到你，我还以为你死了呢。他一凑近，桑稚就闻到他身上的香水味。桑稚一下子被刺激了记忆，好像是上次他去段嘉许家，在电梯里见到的那个女人。桑稚收回视线，下意识看了段嘉许一眼，他也已经收回了眼，没往那个女人的身上看，像是没听见他的话一样，散漫地拿起茶壶往杯子里倒茶。女人又道，你没看到我给你打电话？桑稚抿了抿唇，突然觉得自己坐在这好像有些尴尬。他努力缩小自己的存在感，又拿出手机出来玩。你给我打电话了？段嘉许拿起旁边的手机看了眼，而后缓缓抬眼，笑得温柔，啊，我拉黑了。你拉黑我？女人瞬间炸了，你有什么资格拉黑我？我操你妈的！你就该一辈子给我做牛做马。他的音量拔高，尖锐到刺耳。桑稚顿时又看向他，有点被吓到了。女人的朋友拉住他，似乎也不明状况，看起来莫名其妙的。小影，怎么了呀？这是谁？下一刻，桑稚看到女人挣开了他朋友的手，突然拿起桌上装满水的水杯，像是气急一般，用力地泼到段嘉许的脸上。他毫无防备，躲闪不及，只来得及闭眼。略显滚烫的水淋到了他的身上，从他的发丝滑落，顺着额头、鼻梁、嘴唇往下掉，汇聚在下颚，一滴又一滴，狼狈不堪。桑稚愣住了，怔怔地盯着他此刻的模样，脑袋在一刻像是充了血，血气往上冲，所有的理智全无。
桑稚捏了捏拳头，瞬间站了起来，也拿起桌上的水，举到女人的头顶，顺着往下淋。女人的注意力全在段嘉许身上，根本没反应过来。她尖叫了一声，大吼道：“你谁啊？你发什么神经？”听到这动静，段嘉许睁开眼，他似乎也没想过桑稚会有这个举动，盯着桑稚的背影，目光有些愣，像护崽子似的。桑稚挡在他前方，反问道：“你发什么神经？你管得着吗？”对着其他人，女人明显没有像在段嘉许面前那般咄咄逼人。你知道我为什么泼他？我管你什么原因？桑稚打断他的话，一字一句地说：“阿姨，你要是动手，谁有兴趣跟你讲道理？还有，别说泼水了，你要是敢打他，我一定也会打回去。”他的语气极冷，绝对不嫌脏了手。女人有些恼羞成怒，脸瞬间红了，手也一下子抬高。注意到他这个举动，段嘉许立刻站了起来，把桑稚扯到自己的身后。他盯着那个女人，眼神带着凉意，却依然在笑。那可不行，我倒是挺嫌脏的。火锅店的经理在这个时候过来，好声好气地劝着架。女人被他的朋友拖走，似乎是也觉得丢脸，他也没强硬的要继续待着，那双眼却死死地盯着段嘉许，像个厉鬼一样。气氛顿时松了下来，旁边的人视线却依然时不时往这边看。桑稚的气势瞬间消了下来，他完全吃不下了，到前台处结了账之后，便扯着段嘉许出了火锅店，从包里翻出纸巾递给他。段嘉许接过，却没再有别的动静，目光盯着桑稚，眸色有些深，看不太出情绪。他这一动不动的让桑稚有些急，他干脆自己抽几张纸巾出来，垫着脚帮他擦掉头发上的水。桑稚头一回遇到这种事情，气得眼睛都红了，语气闷闷的：“那个人是谁啊？”“一个不相关的人。”段嘉许稍稍回过神，弯下腰思考了下，严格算起来的话，是我爸的前债主吧。从他口里第二次听见债主两个字。桑稚下意识看了他一眼，没细问：“我上次去你家的时候，好像也看到他了。”想了想，他又问：“他每次见到你都这样吗？”段嘉许沉默了几秒：“差不多吧。”“那也太吓人了吧。”桑稚又抽了张纸巾出来，替他把额角处的水也擦掉，嘀咕道：“他是情绪调控能力有问题吗？说几句话就突然上手的。”段嘉许笑，状似无意道：“可能我真做了什么很对不起他的事情。”桑稚瞅他：“你不是说是你爸爸的前债主吗？”“嗯。”段嘉许语气淡淡，也不知道算不算是钱。“你爸爸的债主。”桑稚的动作停了下，认真理了下思路，然后认真说：“那不管钱不钱，也是你爸爸的债主，跟你又没关系。”“跟你又没关系。”段嘉许的心脏重重一跳，表情终于有了些变化。他突然抬起眼，盯着他看。桑稚的神态认真，拿着纸巾顺着他的额角往下擦。所幸是那茶水放了一段时间，虽然他的皮肤有些发红，但看上去是没烫伤。他继续说着话：“反正我只看到他莫名其妙上来用水泼你了。我哥说的，被欺负上门了，不能忍。”话还没说完，桑稚的视线顺势往下挪，顿时止住了话。段嘉许的目光一直未动，恰好撞上了他的眼。在这一瞬间，像是回到了之前在医院被他帮忙擦脸的时候，那次对着那亲昵的举动近距离的对视，他莫名其妙的主动挪开了视线，像是败下阵来。这次两人之间的距离比上次靠得更加近。他的眼睛极为漂亮，干净又澄澈，泛着明亮的光泽，在他面前毫无攻击性，跟刚刚为了保护他站在那个女人面前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其实跟从前比起来，他的变化也不小，脸上的婴儿肥褪去，五官也显得精致秀丽，跟小孩这两个字确实一点都不沾边。他一直不太在意，也直接将那些变化忽视掉，但好像确实是不太一样了。段嘉许能看到他脸上细细的绒毛，皮肤白得像是透明，嘴唇红润而饱满，以及他的气息轻轻的有规律的呼在他的脸上，有些痒。对视了好半晌，似乎只是几秒钟的时间，又像是过了很久。段嘉许的喉结缓慢地滚动了下，桑稚忽地回过神，讷讷收回手：“哥哥，你自己擦吧。”段嘉许安静了下，而后轻轻地应了声：“嗯。”怕他觉得自己这反应有些突然，桑稚犹豫地解释了句：“你太高了，我给你擦你还得弯腰。”说完，他把纸巾递给他：“给你纸巾。”可半天也没见他接过。桑稚又抬了眼，再次与他的目光对上。段嘉许的眼眸深邃，微敛着，眼睫毛上还沾着一小颗没擦干净的水珠，明目张胆地盯着他，像是在放电。他
他站直了起来，目光直勾勾的，没有半点要收敛的意思，模样若有所思，不知道在想什么。被他盯得也有些不自在，但桑稚也没觉得自己暴露了什么。他有些恼羞成怒，音调也随之高了些。干嘛？没什么。段嘉许顿了几秒，轻咳了声，眉眼带了几分春意，忘了说谢谢小桑稚保护哥哥。桑稚勉强地哦了声，不用。他往周围看了眼，提议道，要不要去附近买件衣服换上？没听到他的回应，桑稚又转过头，再次与他的视线撞上。他皱眉，怀疑自己脸上是不是沾了什么东西，一头雾水道，你老盯着我干嘛？是吗？段嘉许这才收回视线，弯着唇说，那我不看了。桑稚的眼神古怪，指了指，那去那家。段嘉许笑，行。你干嘛一直笑？桑稚忍不住说，你是不是被人泼水泼傻了？好像是。可能是生了场病，让他的脑子变得不太清醒，也可能是因为隔壁床的那个大爷在那1周时间里没日没夜的洗脑，还可能真的是被这杯水冲昏了他的头脑。在这一刻，段嘉许突然很想当一个畜生。桑稚觉得他的反应有点吓人，这老男人怎么回事啊？难道是他刚刚的反应太大了吗？但他如果就在旁边看着他被欺负，什么都不做，像个吃瓜群众一样，这还算人吗？桑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做得不妥的地方。哥哥，刚刚的事情你不用放在心上。桑稚想了想，还是道，我初2被勒索的时候，你也帮了我的。段嘉许了声。桑稚补充，现在你老了，就轮到我帮你了。恰好路过了个垃圾桶，桑稚把手上的纸巾都丢了进去。再回过头时，他注意到段嘉许的表情一僵，脸上的笑容敛了些，看起来正常了不少，像是回过了神，反应过来自己刚刚突如其来冒起的念头是什么。然后桑稚看到段嘉许垂着眼，唇线抿直，似乎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的语气接近荒唐，微不可闻地冒出了句，我真是疯了。还真有点像疯了，不过被人当众泼了水，确实是挺伤自尊的。桑稚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他走进了男装店，扯开话题，哥哥，你快换一件吧，是衣服穿身上也不舒服。段嘉许没动静，桑稚随手拿起件衣服塞到他的手里，要不就这件吧。他这才有了反应，眼睫缓慢地动了一下。等他进了试衣间，桑稚又在店里逛了一圈。他看中了一件衣服，正想拿起来，手机忽地响了起来。桑稚收回手，看了眼来电显示，立刻接了起来。哥。桑岩的声音顺着电流传过来，听起来有些懒散。小鬼，你几号放假？我帮你把机票订了。桑稚皱眉，急什么？还有半个多月呢。那你自己订。你给我转钱，我自己订。我给你转什么钱？我是你爸啊。哦，爸爸。月底了，该给生活费了。桑稚伸手摸了摸眼前的男士外套，哥哥，你已经拖到最后一天了，你再不给我转钱，你就别赚了，直接拿那笔钱去给我买个棺材吧。桑岩冷笑，你每个月拿双份的生活费，你这小鬼要不要脸？哪里是双份？桑稚的眼皮都不眨一下，理直气壮道，爸爸说了呀，他给一半，你给一半。一贺的物价是有多高？桑岩问，你一个月得用6000。桑稚看了眼衣服的尺码，又往里边翻了翻，我这还是省吃俭用的，糖都不舍得多买一条，不然就超支了。你们那的糖1000块一条不是？桑稚面不改色道，1000块一颗。桑岩说，行，就当我没有你这个妹妹。桑稚沉默几秒，突然又冒出2个字，棺材。桑岩直接挂了电话。听着耳边冷冰冰的嘟嘟声，桑稚看了眼手机屏幕，无所谓的耸了耸肩。他把手机放回兜里，继续翻着尺码，找到 XXL 码，取了下来。桑稚回过身，这才发现段嘉许已经换好衣服出来了。他刚刚随手给他拿了件黑色卫衣，也没看尺寸，此时这么看还挺合身。桑稚抱着手里的衣服走到他面前，问，就这件了吗？段嘉许瞥了眼，随口道，你刚跟你哥打电话？是啊，他问我机票订了没。桑稚老实回答，而后把手里的衣服递给他，哥哥，你帮我试一下这件吧。听到帮字，段嘉许慢条斯理地接了过来，眼睑稍抬，淡淡道，你要送给谁？我哥啊。桑稚又往四周瞟着，新年礼物吗？我顺便给我爸也买一件，回去就不用再逛了。说到这，桑稚抬起眼，指了指他身上的那件，对了，你喜欢这件吗？段嘉许神情散漫，好看，挺好的呀。那就这件。桑稚点头，拿出手机看了眼，恰好看到支付宝的转账提醒。他点开来看，
桑岩向你转账5000元，备注：下次见面别再叫我哥。这就断绝关系了，可太无情了。桑稚眼睛一眨，快速回了个好的。他又挑了件衣服到收银台前去结账。段嘉许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他从兜里拿出手机，走上前来，似乎是想直接3件买下来。哎，我来付。桑稚不想花他的钱，把他的手机推了回去，立刻打开付款码，跟收银员说3件一起付了。说完，他转过头，一本正经地说：哥哥，这衣服就算是我提前送你的新年礼物了。行。段嘉许笑了声，我改天给你补上。听着两人的对话，收银的那个小姐姐的目光往两人身上看了眼，好奇地问了句：你俩是兄妹吗？桑稚愣了下，沉默几秒，点头。收银员，看着不太像呀，亲的吗？段嘉许站在旁边，拿着手机看了眼微信，神态漫不经心的。他没听到桑稚立刻回答，过了几秒后，他才缓慢地给出了回应，却不是否定的答案。段嘉许听到，他又嗯了一声，然后轻声说：差不多。可能是被那个女人影响了心情，之后段嘉许也没怎么再说话，像是一直在想事情，有些心不在焉的。桑稚本来是打算这段时间尽可能的跟他少说点话，但见他这个样子，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的扯着话题，想让他忘掉那个事情。但见他这么手忙脚乱的样子，段嘉许又立刻笑了，似乎并没有被这件事情影响，还会跟他开几句玩笑。桑稚也有些无从下手。两人到附近的面馆解决了晚饭，见时间不早了，段嘉许便把桑稚送回学校。之后他开车回了自家小区，段嘉许拿门卡进了楼，坐电梯上了15层。一出电梯就看到站在他家门口的女人，他停在原地，瞬间想起了桑稚的话，而后拿出手机打了物业的电话。女人的表情难看至极，似是等了很久。还知道回来啊？我还以为你今天跟那大学生去开房了呢。电话被接通，像没听见那个女人的话一样，段嘉许的语气冷淡，无波无澜。我是12栋15层 B 座的住户，我家门口有个陌生人，麻烦过来处理一下。谢谢。他猛地喊了起来。段嘉许。段嘉许挂了电话，从口袋里翻出包烟，抽了一根出来，点燃。他咬住烟嘴，靠在墙上，一声也不吭。女人的眼眶有些红。今天那个女的是谁？我问你话呢。段嘉许的神色有些困倦，眼皮向下耷拉着。电梯间的灯光大亮，显得他的肤色极白，衬得那张极为出众的脸多了几分病态。他毫无动静，一丝一毫的回应都没有给他。女人猛地走到他的面前，抬起手，似是想给他一耳光。余光注意到他的动静，段嘉许的眼眸一抬，凉凉地盯着他，唇角也扬了起来，没半点温度。他越发生气，手就要落下。段嘉许稍稍撇过头，把手上的烟往上一抬，点燃着烟头碰触到他裸露的掌心。女人条件反射地收回手，疼的眼泪立刻冒了出来。她瞪大眼，歇斯底里道：你怎么这么贱？看着她的眼泪，段嘉许的眼睛弯成月牙儿，看起来还挺疼。不是，看你这么疼。段嘉许拖着尾音，轻笑了声，我怎么这么开心啊？你哪来的脸这样对我？女人突然开始哭，死死地盯着他，你们全家都欠了我的。段嘉许没再理他，绕过他，从口袋里拿出钥匙。今天那个女的是你女朋友？女人的话像是从牙缝里蹦出来，一字一句的，你想都别想，你这种人有什么资格过好日子？段嘉许只当没听见，用钥匙开了门。女人似是想用蛮力挤进来，但察觉到他似乎完全没有怕他被门夹到的想法，才停下了步子。段嘉许，你全家都不得好死。他用力拍着防盗门，边哭着边说，所以你妈才死了。你。他把内侧的门也关上，隔绝了他的所有声音。段嘉许把烟头摁灭，走到厕所里，冲进了马桶。他开了水龙头，仔仔细细地把手洗干净，包括刚才不小心碰触到僵硬的手臂。很快，段嘉许出了客厅，瞥到电视柜上的照片。段嘉许走了过去，蹲在前方。他的嘴角弯了起来，似乎是觉得极为有意思。妈，你刚听到那些话了？别往心里去。女人的笑容温柔，被永远定格在岁月里。段嘉许用指腹蹭了蹭她的脸，露出了跟照片上的女人相似的笑容。你说她是不是也挺厉害？这样的话说多少年了都不腻。段嘉许到浴室洗了个澡，出来的时候时间已经接近凌晨12点了。他坐到沙发上，随手打开电视，传来电视剧角色的对话声，静谧的客厅瞬间因为这声音而热闹了几分。段嘉许把眼前的电脑打开，突然想起了自己今天莫名浮起来的那个念头。
他的视线一瞥，盯着照片上跟他并排站在一起的桑稚。那时候才15岁的女孩，在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才刚准备上高中的小朋友，甚至还把他当成亲哥一样。段嘉许闭了闭眼，又点了根烟。外头有些热闹，有人放起了烟火，在天空中炸开，噼里啪啦响着。他平静地看了过去，眼眸被染上几点光。时钟恰好停在0点。段嘉许的手机响了起来，打断了他的思绪。他懒懒地抬了眼，就看到桑稚在微信上给他发了消息。段嘉许伸手点开，小桑稚，祝嘉许哥新年快乐，天天开心。段嘉许，新年快乐。小桑稚，我去睡了，你也早点睡。段嘉许，好。他点开桑稚的资料，把给他的备注改成桑稚，想了下，又改成了直指。半晌后，段嘉许还是改回了小桑稚。段嘉许想起了在桑稚家过夜的那个晚上，听说他有很多债主，小姑娘站在他旁边，认真的跟他说：“哥哥你别急，我以后长大了，赚钱帮你一起还。”段嘉许又想起了江颖的话：“你这种人有什么资格过好日子？”段嘉许的唇线拉直，喉结上下滑了滑。我没有。他熄灭屏幕，眉眼温柔，喃喃低语着：“但我们小桑稚的过好日子。”也许是因为今天发生的事情，当天夜里，段嘉许做了个梦，梦到了他收到了南吴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梦到了在报到前的1个星期，母亲许若书给他准备让他上大学的钱又被那些所谓的债主给抢走，梦到了那一天的晚上，家里的房子早已变卖，他们租了个1室1厅的房子，房间给许若书睡，他睡在客厅。段嘉许在暑期里找了好几份家教和兼职，每天很晚才回家。那天他回到家的时候，听到了许若书在打电话，他在跟大伯打电话，一个从前见他一个人拉扯着小孩，给了他不少帮助的亲戚。电话在客厅，段嘉许看到许若书拨通了电话，跟对方打了招呼，然后他笑着缓慢地说了一句：“大哥，我家阿许考上了南吴大学了。”说完这句话，他沉默下来，似乎是觉得难以启齿，没再吭声。可所有想说的话都像是从这句话里宣泄出来，藏都藏不住。南吴大学，多好的大学，我的儿子考上了那么好的大学，可我没有钱。他为了上大学给自己打工赚的钱，我都没有守好。我想让他去读书，你能不能借我几千块钱？下一刻，电话里传出大伯的谩骂声，听筒的质量并不好，声音吵杂，他一说话传遍了整个客厅。你们到底要不要脸？就你们困难吗？我有什么义务要帮你们？我也有孩子要养的，我也要生活，一点到晚借钱的，操，滚啊！段嘉许立刻走过去，拿过他手里的电话，挂断。室内安静下来，许若书呆滞了好半晌，突然捂着眼睛哭了出声，喃喃重复着：“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对不起你。”在初中之前，段嘉许从没缺过钱，所以他从没觉得钱有多重要。但当现实的问题压下来，他才知道钱原来可以让一个人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产生极大的变化。段嘉许看着从前那个明朗自信的母亲，渐渐被这些事情压垮，变得怯懦自卑，也在这些事情的影响下生了场重病，迅速地衰老了起来。然后段嘉许看到，那时候才刚成年的自己蹲在了许若书的面前，仰头看他。他弯起嘴角，笑着跟他说：“妈，你相信吗？这些钱我以后都能赚回来，你不用再跟别人借钱了，我会自己赚钱，我也会养着你。”少年温和道：“我能让你过回以前的好日子，所以你再等等，好不好？”段嘉许从梦中醒来，天还没亮，房间里黑漆漆的。他没了睡意，起身出了房间，到客厅装了杯水，而后又从冰箱里拿了2颗冰块丢进去。此时刚过凌晨3点，段嘉许站在餐桌旁，拿起手机扫了眼。新消息除了被屏蔽了的群聊，只剩下发现钱飞正在微信群里发疯。钱飞，兄弟们，钱飞，老子要结婚了！钱飞，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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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飞，老子求婚成功了！附带着一串的表情包。钱飞，我太激动了，我睡不着，我一定要上来跟你们说一声，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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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钱飞，你们都睡了吗？段嘉许回了个字：默。下一刻，手机响了起来，钱飞给他打了个电话。段嘉许挑眉，拿着杯子走回沙发前坐下，接了起来：“老许，这个点你怎么还没睡啊？”钱飞的声音大大咧咧的：“你又没有性生活的。”
段嘉许轻笑了声，慢悠悠道：挂了。钱飞说：等等，我这还什么都没说呢。你知道我怎么求婚的吗？今天不是跨年夜吗？段嘉许靠在椅背上，沉默地听着。过了一会儿，钱飞把自己的事儿分享完了，兴奋却还半点不减。怎么样？牛逼吧？你今晚怎么屁都不放几个？可能是因为你要结婚了吧？段嘉许漫不经心道，有点伤心了。你以前不是还说要跟我凑合着吗？钱飞说，你能别恶心我了吗？我那就喝醉的时候说的话，你这记多少年了？段嘉许没再开玩笑，笑道，行了，恭喜了兄弟。哎，对了，准已婚男士瞬间立刻进入了媒婆状态，笑嘻嘻道，你上回说的相亲，你去了吗？我就那么随口跟你一提。段嘉许语气懒懒，你跟多少人说了这个事儿？不是，怎么能一直找不到呢？钱飞说，你要不来南吴吧，我们学校多少姑娘喜欢你，我给你安排相亲，你在这边想脚踏几条船就踏几条船。段嘉许低笑着，饶了我吧，我要长你这样，我他妈女朋友一天换一个的，你不怕让你的准老婆听到啊？她这不是不在吗？钱飞说，我说真的，不说合适的，你总不能连个喜欢的都没有吧？段嘉许了声。钱飞惊了，那不说喜欢，好感有吗？闻言，段嘉许沉默了下来。这跟默认似的，钱飞立刻道，我操，有情况。谁啊？段嘉许撒了个谎，你不认识，有点小。多小啊？钱飞说，总不能还没生出来吧？他好笑道，也没那么小，未成年我就不说了，要是成年了你还不敢追，那我可看不起你。你兴奋完了吧？该睡觉了。段嘉许不打算再聊这个话题，淡淡道，已婚人士。你还说完呢？睡了。段嘉许挂断了电话，随后他把手里的水一饮而尽，走到电视柜前，拿起跟桑稚的那张合照，走回了房间里，放到床头柜上。段嘉许盯着看了几秒，怎么看都还是小孩样。他想什么呢？单身太久了吧？段嘉许叹息了声，用指尖轻敲了一下，慢条斯理地吐出了3个字，像在提醒自己一样，小朋友。桑稚觉得今晚的段嘉许有些怪异，他后来深想起来，有点担心自己是不是做出了什么不对劲的反应，但又觉得如果被他知道了他的心思，他的反应估计也不会是那样。元旦过后再想起这事情，桑稚在微信上问了段嘉许那个女人有没有再去找他，听到他否定的答案才放下心来。他没再纠结这个事儿，专心备考。考试在20号那天结束。桑稚提前订了21号中午的飞机，打算那天直接打个车，然后到附近坐机场大巴。他是宿舍里最早回家的，4人提前说好，大家都回家之前找个晚上一块出去玩，所以4人出了考场之后也没回宿舍，直接到校外的一家日料店吃饭。饭后，于心提议道，附近新开了家酒吧，我们要不去玩玩？宁薇眨了眨眼，那我能带上男朋友吗？于心，行啊。汪若兰，那我也邀约我男神一块。这附近开了好几家酒吧，顾客大多是学生，偶尔还能撞见几个认识的人。还有一家店的老板是以前的毕业生。桑稚跟部门的人去过一次，也没什么意见。于心，哎，若兰，你追到没啊？差不多了吧？汪若兰拿着手机敲字，笑眯眯道，我感觉他好像也有那个意思，还跟我说到时候一起坐车回家。桑稚小口喝着水，哎，其实我看上了那家酒吧的一个小哥哥，你们一会儿去也应该也能看到，弹吉他的那个。于心托着腮，犹豫着说，我感觉只要长得不丑，感觉女追男都能追到的。听到这话，桑稚喝水的动作停了下。说到这，于心用手机照了照自己的脸，自恋道，我要是去追应该能追上吧，我感觉我长得还挺漂亮吧。另外2人起哄着。桑稚拿起筷子，把桌上的最后一个寿司吃掉。宁薇转头注意到他一直的沉默，下意识问，哎，桑桑，你心情不好吗？怎么都不说话？没。桑稚回过神，笑起来，我听你们说呢。可能是因为刚开，这家酒吧的人不多，没有桑稚想象中的那么吵闹。宁薇把男朋友叫了过来，然后她的男朋友还叫上了江明。其他人几乎两成对，自然而然的，江明就坐到了桑稚旁边。桑稚还没跟他当面说过话，平时的沟通都是通过微信。他看了他一眼，没觉得尴尬，但也没主动说话。江明长得清俊，单眼皮，立体分明的脸，身材瘦瘦高高，笑起来很明朗，像个阳光大男孩。一行人玩起了摇头子。桑稚不会玩这个，干脆没参与，自己一个人在边上玩手机。
他的心情莫名有些不好，一晚上也没怎么吭声，只是喝着眼前的酒。这酒的颜色很好看，味道有些烈，带了点甜。桑稚觉得这味道有些怪，不太符合他的口味，但点了又不想浪费，他只能勉强喝着。江明没再继续玩，凑过来跟他说话。他指了指他眼前的酒，提醒道：这酒度数很高的呀，你能喝吗？高吗？桑稚顿了下，摸了摸脸蛋，那我不喝了。江明拿了另外一杯过来，你喝这个吧。桑稚后知后觉得有点晕，他摇了摇头，低声说：没事儿，我不喝了，你喝吧。江明也没强求，那你要不要喝水？不用了，谢谢。桑稚往周围看了看，想问问于心要不要跟他一块回宿舍。下一刻，被他抓在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他低头看了眼，是段嘉许给他打来的电话。桑稚接了起来：哥哥，你明天上午8点还没说完。段嘉许突然听到他这边的动静声，沉默了下，话锋一转：你在哪？我学校附近的一家酒吧。桑稚有点不舒服，说话也温温吞吞的，跟舍友一块来的，不过我准备回去了。段嘉许问：你一个人回去？桑稚：我问问我舍友走不走。喝酒了？这个桑稚没敢诚实说，就一点点。段嘉许的声音淡了下来。酒吧名字？桑稚有些记不清了，扭头问了下江明：这家酒吧叫什么名字？江明想了下，好像是星期八。哦，谢谢。桑稚回过头，继续跟段嘉许讲电话，迟疑地说：叫好像是星期八。段嘉许又沉默几秒。你在里面坐一会儿，我现在过去。桑稚啊了声，没反应过来他怎么突然就要过来了，纳闷道：你过来干嘛？你也想来玩？那头传来段嘉许关门的碰撞声，夹杂着他说话时带着的气息声，低沉又性感。哥哥过去抓酒鬼。桑稚觉得酒吧里有点闷，他穿上外套跟其他人道了别：我先回去了，我东西都还没收拾。江明也站起来：我送你回去吧。不用。桑稚含糊道：我哥在外面等我。江明愣了下：你家在这边吗？不在。桑稚用力地眨了下眼，摆了摆手：但我哥在这边工作。他走出了酒吧，外头格外冷，天空还飘起了细小的雪绒，冷风吹得他的精神有了一瞬间的清醒。桑稚吸着鼻子，从口袋里拿出手套，磨磨蹭蹭地戴上。桑稚很少见到雪，此时也来了兴致。他在附近捡了根树枝，蹲在地上画着火柴小人儿。他有点没力气，画出来的东西歪歪扭扭的。蹲久了，桑稚还有点想吐，后来干脆直接坐到了地上。段嘉许刚好在这个时候到，他把车子停在路边，下车走了过来。注意在马路边上坐着的桑稚，段嘉许愣了下，大步走了过来，问道：桑稚，你怎么坐在这？好像湿掉了。桑稚扭过头，讷讷道：裤子好像湿掉了。段嘉许挑眉：什么？桑稚想爬起来，但又没力气。哥哥，这雪是湿的。段嘉许深吸了口气，抓住他的手腕，把他扯了起来：你这是喝了多少？桑稚嘀咕道：就半杯。半杯什么酒？段嘉许垂着眼，气笑了：还有，谁让你来酒吧的？我成年了呀。听出了他话里的教训，桑稚突然抬头，而后认真的又重复了一遍：我成年了。成年了也不能。桑稚打断他的话：为什么不能？段嘉许稍稍一怔，随即弯下腰看他，低声问：小桑稚为什么发脾气？委屈感一下子冒出头，桑稚莫名有点想哭，说话带了几分哭腔：你自己说的，成年了之后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人管我。你自己说的。他想做的事情一定要等到成年之后才能做的事情能有多少？也就那一件。可成年之后，他的胆子反而好像变小了。从前只是不敢告诉他的喜欢，如今他却变得连喜欢都不敢。明明别人在这个年龄都是很勇敢的去跟自己心仪的对象表达自己的喜欢，他为什么只能忍着？想少点跟他联系，又怕他一个人过得不好。怎么了？段嘉许皱眉：谁欺负你了？桑稚用手套蹭掉眼泪，声音闷闷：没有。他晕乎乎的，路都走不稳，想再次坐到地上，又瞬间被段嘉许抓着。桑稚靠着他的身上，嘟囔道：我要回家。段嘉许又气又好笑：你这明天还回得去吗？我不舒服。桑稚皱着眼，语气慢了下来：哥哥，我想吐。段嘉许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放在他面前：那就吐。桑稚尝试了一下：我吐不出来。段嘉许轻声道：那先去附近坐会儿。我走不动。桑稚摇头：我不走。哥哥背你。
桑稚盯着他，过了好一会儿，他突然开始掉眼泪，发着莫名其妙的小脾气。我不要，我不走。段嘉许说，那去车上。我不要。段嘉许莫名有点想笑。那小桑稚想在这吹风啊。桑稚不应他的话，像没听到似的。他抽着鼻子，突然冒出了句，哥哥，我能跟你说个秘密吗？我有个好喜欢的人。桑稚低下眼，抽抽噎噎地说，但他就是不喜欢我。段嘉许嘴角的弧度敛了些，有点维持不住笑容。谁？桑稚没回答。你那个网恋对象啊。段嘉许的喉结上下滚动着，哑声问，还是你们学校的？桑稚抬眼看他，沉默了好一会儿，嘴唇动了动。我不告诉你。他喜欢段嘉许的事情，桑稚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一个都没有。他从喜欢到放弃，再到忍不住继续喜欢，都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全部都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段嘉许问，跟哥哥也不能说。桑稚还想说些什么，喉间突然泛酸，他猛地趴到他的胸前，像是忍不住那般，把嘴里涌上来的秽物吐在了他的身上。没多久，桑稚站直起来，似是稍稍清醒了些，注意到自己刚刚做了什么，他往后退了一步，怯怯道，我不是故意的。怕他摔了，段嘉许伸手扶着他。桑稚挣开他，又退了几步，蹲在地上。你别凶我。段嘉许往衣服上看了眼，直接脱掉，然后把外套穿回来。他也蹲到他的面前，用衣服给他擦了擦嘴，饶有兴致道，我怎么凶你了？桑稚呜咽道，你别骂我。段嘉许，起来。我不要。桑稚干脆再次坐到地上，一副赖着不走了的样子，你肯定又要骂我。不骂你。段嘉许耐心道，起来，别感冒了。桑稚还有些警惕，一动不动。段嘉许的眉眼轻挑，问道，还有，我什么时候骂你了？桑稚不吭声。哪来的小酒鬼？段嘉许没生气，忽地弯起眼，笑了起来，快起来，哥哥衣服脏了，没法抱你。桑稚低着头，声音带着鼻音，所以你就不管我了？确实不太想管。段嘉许背过身，蹲在他的前面，但还真有点舍不得。上来，段嘉许说，哥哥背你。看着他的背影，桑稚迟疑了几秒，本想趴上去，但他又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很快便收回了手，一本正经道，你不能背我。听到这话，段嘉许回了头，这也不让啊。桑稚点头，自顾自地说着，医生说你3个月内要避免重体力劳动。段嘉许稍稍一愣，唇角弯了起来，醉成这样也记得。仿佛没听见他的话，桑稚没应，只是低着眼，掰着手指慢慢数。你是11月做的手术，所以12月、13、14。不对。像是觉得不对劲，桑稚皱了下眉，12、13。段嘉许不由自主地笑出声，12、1。桑稚这才看向他，他的脑子乱得像团线，不懂为什么一下就从12跳到了1，迟疑道，那是几个月？哥哥，你帮我数一下。3个月。桑稚哦了声，也没觉得有哪不对劲。他费劲地站起来，抽着鼻子问，3个月了，那你能背我吗？段嘉许笑，能。没等桑稚趴到他的背上，他突然又想起一个事儿，可我有80多斤。说着说着，桑稚又开始哭，崩溃似的。我有80多斤。我还。他往下看了眼，神情呆住了，哭声更加悲切。我还没凶，我没有凶，呜呜，我没有。段嘉许还蹲在地上，可能是没想过会听到这样的话，他怔了几秒，而后被他弄得直笑。他的胸膛起伏着，笑得有些喘不过气，声音都哑了几分。说什么呢？你为什么笑我？桑稚啪嗒啪嗒掉着泪，指着他，很不开心地说，你也没有，你为什么笑我？我也没有。段嘉许立刻收敛了几分，所以咱俩互相安慰一下，行不行？桑稚立刻止住哭声，像找到了阵营一样，心甘情愿地趴到他的背上。那你也别太伤心了。段嘉许站起来，忍笑道，不伤心。桑稚用手套抹着泪，哥哥，我要是一会儿又吐了怎么办？段嘉许把手上的衣服扔进旁边的垃圾桶里，往周围看了看，温声哄着，你想吐的时候跟我说一声。他打了个嗝，那我忍不住怎么办？那就忍不住吧。段嘉许说，别吐哥哥头上就行。桑稚哦了声，没再说话，怕他坐车会更不舒服。段嘉许没上车，背着他往颐和大学的方向走。他随口问着，明天要赶飞机，今天怎么还喝酒了？桑稚把下巴搁在他的肩膀上，低声道，我不开心。他说着又要哭了，声音闷闷，直指不开心。段嘉许撇头看他，直指为什么不开心？桑稚没回答。
段嘉许收回视线，看向前方。夜里光线暗，他的表情影影绰绰，看不太真切。因为直直喜欢的那个人啊。桑稚又蹭了蹭眼泪，嗯了声。不能说是谁。那你跟哥哥形容一下。段嘉许的语气很平静，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好不好，对你好不好？桑稚抬起脑袋，瞅着他的侧脸。半晌，他歪着头，磕磕绊绊地吐出一个字：难。半天都没把接下来的话说完。难什么？段嘉许说：男神啊。桑稚摇头，一字一句地说：南狐狸精。段嘉许，这什么形容？他人很好的，对我也很好的。桑稚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哽咽出声，但他对谁都好，他对谁都好。说到这，桑稚突然生气了，声音也瞬间拔高，边哭着边喊：中央空调渣男啊。这次段嘉许没笑出来，沉默了几秒又道：这么喜欢吗？桑稚是真的觉得伤心，把脸埋进他的肩膀，眼泪一直掉，哭声也一直从喉间冒出来，完全抑制不住，哭得像个孩子。段嘉许继续问：能让直这么伤心？他的语气温和。那就不喜欢了，行吗？桑稚不再说话，只是哭。段嘉许也没再吭声。他进了怡鹤大学的校门，按照之前的印象往桑稚的宿舍楼走。背上的人的哭声渐渐小了下来，直至没了声响，似乎是睡着了夜间的学校，安静又热闹，来来往往的都是扎堆的学生。走进宿舍楼的那条路，灯光是暖黄色的，将细小的雪染了色，像是在一瞬间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安静下来，静谧到能听到飘雪的声音。段嘉许突然回头看他，注意到桑稚已经闭上了眼，像是哭累睡着了，但眼泪还顺着往外冒，连睡着的时候都很难过的样子。段嘉许喊了他一声桑稚，得到的只是沉默的回应。他的呼吸匀速有节奏，拍打在他的脖颈处，温热又浅。段嘉许盯着他看了很久，忽地笑起来，用气音说：喜欢那样的男狐狸精。那段嘉许喃喃道：我变成那样的行不行？小姑娘没半点动静，被疲倦和困意扯进了梦境当中，任何话都听不见，然后只对你一个人好，行不行？段嘉许继续说：那我们直就不会那么伤心了吧？让别人来照顾你，我真有点放不下心，行吗？你不应的话，哥哥就当你同意了呀。段嘉许等了好一会儿，他的眉眼渐渐舒展开来，声音里含着笑。好，我们直同意了。哥哥的条件也还行吧？段嘉许吊儿郎当道：也不穷了，长得也多帅啊，除了年纪比你大一点。我20的时候你就说我老，4舍5入的话，你现在也快20了。他40觉得有点道理，调笑道：所以我们小桑稚也老了。这个被他照看了那么多年的小姑娘，如果能遇到一个他喜欢的又永远对他好的人，那当然很好。可他怕他在这个过程中会受到伤害，会像今晚这样，连喝醉的时候都不敢把心事说出来，连睡着的时候都在哭。段嘉许想，除了他的家人之外，应该也没有人能比他对他更好。哥哥赚多点钱，让你能吃得上1000块钱一颗的糖。段嘉许说，然后你就原谅哥哥，打算老牛吃个嫩草的行为。他笑，行吧。桑稚迷迷糊糊的听到段嘉许把他叫醒，问他宿舍号是多少，而后被他背着上了楼。他给他泡了杯蜂蜜水，让他喝完，似乎还叫了隔壁宿舍的一个女生来帮着他换衣服。之后桑稚便爬到床上睡觉了。等他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早上的事情了。他的头疼得厉害，呆滞地坐了起来，一下子还有些茫然。昨晚的回忆在一瞬间涌了上来，他说了很多话，也跟他说了自己有喜欢的人了。不过他喝醉酒了，嘴巴依然严实，好像并没说什么该说的。但他往他身上吐了啊！桑稚用力抓了抓头发，崩溃地把脸埋进被子里。他看了眼手机，发现段嘉许给他发了几条微信。他抿着唇打开来，其余几个舍友早就醒了，注意到他的动静，都齐刷刷地看了过来。汪若兰坐在位置上，仰头看他，八卦道：桑稚，昨天送你的那个就是你之前说的你哥哥的朋友吗？桑稚顿了下，抬起眼。于心兴奋起来，我操，真的好帅啊！你之前说的时候我还没怎么信，这他妈也太帅了吧！哎，真的，对比起来我男朋友跟恐龙似的。宁薇捧着心脏，我们昨天回来的时候还以为走错宿舍了。桑稚忍不住问，他什么时候走的呀？我们12点左右回来的吧？宁薇说他好像一直坐在你的位置上，我们回来他就走了。汪若兰，
应该是怕你不舒服，就留着照顾你。桑稚点头，低头看手机。哥哥2号，我让你舍友9点叫你起来。哥哥2号，这时间的机票都被买完了，也改签不了，再晚也没有了，你得起来了，不然回不去。哥哥2号，醒了之后多喝点水，我10点过来送你去机场。桑稚回了个好，而后看了眼时间，刚过9点。他掀开被子，开始收拾床铺，边说着：我这辈子在喝酒，我就是狗。于心好奇，干嘛了呀？桑稚说不出口。汪若兰笑眯眯道：你酒后亲他了呀？怎么可能？桑稚猛地抬头，别胡说，你酒后告白了。桑稚把被套拆下来，瞥了他们一眼。那我现在就得疯了。宁薇，那你的到底干啥了？桑稚停下动作，纠结半天，还是说了出口：我吐他身上了。宿舍安静了好半晌，于心轻咳了声，怪不得我昨天感觉一股味。汪若兰同情道：你这暗恋看来的结束了。宁薇，你怎么也没忍着点？我也不想的吗？桑稚吐了口气，瞬间又想起了那个画面。他闻了闻自己身上的味道，皱眉道：爱不管了，我一会儿跟他道个歉吧。宁薇，不过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怎么嫌弃吧？他脾气就那么好，我要是吐他头上，他估计都不生气。桑稚飞速地把床铺收拾好，下了床，我得先洗个澡。他拿了套换洗的衣物，进了厕所。进厕所的前一瞬间，桑稚还能听到舍友在说：神仙男人。洗完澡，桑稚拿吹风筒把头发吹干。因为喝了酒，他的精神状态看上去不太好。桑稚飞速化了个淡妆，随后便打开行李箱开始收拾东西。他也没什么要带回家的，除了电脑和几本书，还有要换洗的被套床单，别的他都不打算带回去。没一会儿就收拾好了。时间恰好到10点，桑稚跟舍友道了别，拉着行李箱出了宿舍。因为到了放假的时间段，车子可以开进学校。刚出宿舍楼，桑稚就看到段嘉许的车子。他磨磨蹭蹭地走过去，思考着要怎么跟他道歉比较合适。很快，段嘉许下了车，走过来替他拉过行李箱。桑稚不敢看他，小声道：哥哥早上好。段嘉许嗯了声，早上好。他没再说话，打算上了车再跟他好好道个歉，直接上了副驾驶座。段嘉许把他的行李箱放进后车厢里，比他晚一点上车。听到车门关上的声音，桑稚看了过去，吞吞吐吐道：我昨天喝太多了，不太舒服。段嘉许看过来，所以我就没忍住。桑稚有点难以启齿，低下了头，不小心吐你身上了，挺恶心了吧？对不起哥哥。他不太在意地说。没事儿。话音落下，桑稚感觉他凑了过来，他的呼吸一顿，也不明所以，下意识抬起了眼，恰好跟他的目光碰上。段嘉许垂着眼，定定地看着他，突然笑了。他身子靠得有些近，手往他的侧脸的方向伸了过去，而后抓住他旁边的安全带，却也没急着退回去，在原地定了好几秒。怎么了？被他这样看着，桑稚觉得莫名又不自在，收回视线。我忘了系了。段嘉许给他系上，视线未动，还看着他，桃花眼微微连起，深邃又多情，带着几分勾引的意味。用余光感觉到他还看着自己，桑稚忍不住说：你干嘛？段嘉许慢慢地坐了回去，低头给自己系上安全带，话里带着淡淡的笑意。没什么。桑稚狐疑道。车子随之发动了起来。桑稚瞅了他一眼，觉得哪里有点奇怪，但他又说不上来。他挠了挠头，没太在意，垂眸看了眼登机时间，2点半的飞机，现在就去机场吗？先去吃个饭。段嘉许说，吃完再去机场。想到这次回去要回1个月左右，桑稚犹豫了下，还是问了句：哥哥，你新年打算怎么过？在家看春晚。段嘉许思考了下，然后等小桑稚的短信祝福。怎么听起来这么惨？就是。桑稚抿了抿唇，斟酌着用词，你今年也就是26了，你应该也该有女朋友了吧？你有空也可以。哪来的女朋友？恰是红灯，段嘉许停下了车子，懒懒道：小桑稚给哥哥介绍一个。桑稚莫名其妙：我给你介绍什么？我认识的都是我这么大的。听到这话，段嘉许侧头看过来，目光由上至下，轻轻又快速地扫过。他笑起来，目光暧昧又温柔。你这么大的？估计接下来就该说那算了，你那堆小朋友们。桑稚猜都能猜到。他扯了扯嘴角，沉默着点头。顿了几秒，段嘉许的眉梢一抬，气息悠长的呵笑了声。恰好绿灯亮起，他收回了视线。在车子发动的同时，桑稚听到他又冒出了2个字，声音轻轻的，似有若无。
也行。桑稚想拿手机玩的动作停住，他抬起眼看向他，脑袋在一瞬间变得空白，还有种自己酒还没醒产生了幻听的感觉。车内安安静静，回荡着舒缓的音乐。过了好半晌，桑稚才回过神，迟钝地做出反应。啊！段嘉许还看着前方，侧脸的轮廓立体分明，喉结被拉出好看的线条。听到他的声音，他的嘴角不由得又上扬了几分，语气漫不经心。怎么？桑稚小声问。你刚刚说什么了？段嘉许似是没听懂。桑稚。啊什么？段嘉许面色未改，看起来斯文又从容，笑了好几声。我说话了吗？桑稚顿了下，犹疑道。没有吗？段嘉许还在笑，没有说话。桑稚看他的眼神变得有些古怪，慢慢收回了视线，困惑地歪了歪头。他低下头，从包里翻出保温杯，猛地连灌了好几口水。注意到他的动静，段嘉许扫了他一眼。干嘛呢？桑稚皱眉，继续灌着水。醒酒。段嘉许的眉毛稍稍一扬，神情没带半分心虚感，温和道。多喝点。昨天那酒的后劲儿确实有点大，桑稚到此刻还有点犯恶心，脑袋也沉。他没什么胃口吃饭，只想吃点水果或者喝碗热汤。段嘉许考虑了下，在附近找了家粤菜馆。路过一家水果店的时候，段嘉许进去买了2盒草莓。在桑稚点菜的期间，他起身到卫生间里把2盒草莓都洗干净。桑稚翻看了半天，最后只点了一碗皮蛋瘦肉粥。见段嘉许回来了，桑稚把菜单推到他的面前。我点好了，哥哥，你看看你想吃什么？段嘉许把草莓放到边上，扯过一张纸巾擦手，而后接过菜单。他随意地扫了眼，问道：喝碗粥就够了。我不想吃这些。桑稚指了指，我想吃草莓。吃点东西垫肚子再吃。段嘉许拿起笔，按照桑稚的口味加了几个点心，先喝点茶，一会儿我有话问你。他这语气就跟要秋后算账一样。桑稚顿时又想起了昨天去酒吧的事情，下意识先解释。昨天那个酒吧在我们学校附近的，受众基本都是学生，我们学校的学生都经常去的。段嘉许把菜单递给服务员，掀起眼皮，淡淡瞥了他一眼。然后那个酒是我随便点的，桑稚老实道，也没喝过，不知道度数那么高。我觉得我的酒量也不差，点了不想浪费。跟谁去的？舍友。是吗？段嘉许单手支着脸，眼眸微垂，直勾勾地盯着他。我怎么还听见有男生的声音？桑稚回想了下，那个是我舍友的朋友。那声音还有点耳熟，像是想起了什么。段嘉许突然冒出了句，语气咸咸的：桑稚，你有空吗？桑稚愣了下，什么？段嘉许眼尾扬起，是这个人。桑稚还是没反应过来，什么这个人？他的话还没说完，脑海里突然想起在段嘉许住院的第1天晚上被他听到的那条江明发来的语音。那个时候江明说的话好像就是这句，这老男人怎么不去当警察？这都听得出来，感觉自己的事情他都知道。桑稚被问得有些憋屈，这怎么了？我就认识几个朋友，又不是不好的人，我也没做什么坏事。这男生外号是叫南狐狸精吗？段嘉许当没听见，拿起茶壶把他杯子里的茶水装满，还是叫中央空调。提起这个，桑稚立刻心虚了起来，气势也随之消了大半。他没敢看他，装作低头喝水，含糊道：不是。段嘉许弯唇笑，那跟哥哥讲讲。开始套话了，这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八卦。桑稚果断道：不要。安静片刻，桑稚悄悄看了他一眼，发现他也没看自己，只是盯着桌面，似乎是在想些什么事情。就当桑稚以为他放弃八卦，准备换个话题聊的时候，段嘉许忽然又重复了一遍，若有所思的：南狐狸精。段嘉许撇头问：那是不是长得像个小姑娘一样？桑稚本来不想搭理他了，但听到这话，他忍不住看过去，目光在他脸上定了2秒，为他辩驳了句：不像，是一个。说到这，他倏地停顿了，费劲地思考着形容词，半天才道：很 man 的南狐狸精。段嘉许差点被呛到，声音带了几丝荒唐。什么？他形容的人就坐在他的面前，但这个人毫不知情，并且看起来还觉得他所形容出来的形象很不可思议，根本不可能存在。桑稚觉得这种感觉有些微妙，嘀咕道：反正我没形容错，就是这个样子的。恰好桑稚刚点的粥上来了，他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怕被他问多了，真暴露了什么。桑稚用勺子装了半碗粥，随口问：哥哥，你要不要喝粥？段嘉许替他把碗挪近了些。你喝吧。
桑稚点头，装作在认真吃东西的样子，不再吭声，像没完没了了似的。很快，桑稚听到段嘉许又开始问：小桑稚喜欢肌肉男啊？桑稚不想回答，不悦道：你能不能别那么八卦？怎么就八卦了？段嘉许好笑道：哥哥这不是没见过这样的人，想满足一下好奇心。桑稚强行把嘴里那句你找个镜子照照就行了憋回去，闷声指责：这就是八卦，你是我见过最八卦的男人了。段嘉许挑眉：最。桑稚眼皮也不眨：对。段嘉许，这么严重吗？行吧。段嘉许的指尖在桌上轻敲，听你这么说，哥哥还有点伤心了。桑稚看了过去，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下一刻，段嘉许抬眼，语气不甚在意，还含着浅浅的笑意。不过，哥哥的确很八卦，所以小桑稚说给哥哥听听。向来知道这个人没皮没脸，桑稚没再搭理他。对于他抛出来的问题，他也只选择性的挑选几个回答，其余的一律当作没听见。吃完饭之后，两人还坐了好一会儿，等时间差不多了，他们才开始动身去机场。桑稚坐到副驾驶座上，拿出剩下的一盒草莓啃着。刚吃了点热的东西，他整个人舒服了不少，脑袋也没之前那么沉了。段嘉许，开过去得1小时，要不要睡会儿？不想睡。桑稚摇头，一会儿上飞机再睡。他低着头，把剩下几个草莓的叶子扯掉。恰好遇上个红灯，桑稚随口问了句：哥哥，你吃不吃草莓？段嘉许侧过头，盯着他手中的草莓看了2秒。他的眼角稍弯，轻了声，而后把脑袋凑了过来，手上没动静，嘴巴反倒张开了，很明显的暗示。桑稚懵了：你要我喂你？段嘉许为什么让我喂你？桑稚有点炸毛了，立刻把盒子递过去：我都给你把叶子扯掉了，你自己吃。这不是摸了方向盘吗？段嘉许悠悠地说：我手不干净。僵持了好几秒，桑稚深吸了口气，想到以前自己也喂过桑延吃糖，对此也并没觉得什么不妥。他不想表现出太大的反应，不甘不愿地拿了颗草莓递到他的唇边。段嘉许又凑过来了一些，把草莓咬进嘴里，他的指尖不小心就碰到了他的下唇，像不经意间碰到烫手的东西一样，桑稚条件反射般的收回手。也许是心理作用，他觉得碰到他的那个位置似乎也开始放烫了起来。桑稚不自在地用衣服蹭了蹭手指，段嘉许也察觉到了，他咬破草莓，酸甜的味道瞬间渗透整个唇舌。他轻舔着唇，嘴唇被汁水染得艳红，衬得那张脸越发妖孽，忽然喊他：小桑稚。桑稚勉强道：干嘛？注意一点。段嘉许的笑容带了几分痞意，心情似乎极为不错，语调稍扬：别占哥哥的便宜。桑稚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他到底能不能要点脸？把桑稚送进安检口后，段嘉许出了机场，回到车上。他看了眼手机，看到有个未接来电，是钱飞打来的，他直接回拨了过去。钱飞秒接：老许。段嘉许：钱飞沉痛道：我结婚就不找你当伴郎了。怎么？段嘉许好笑道：你对我有意见？对你和桑延都有。钱飞说：你俩站我旁边，跟来抢我老婆的一样。说什么呢？段嘉许说：你就这事。等会儿还有。钱飞笑嘻嘻道：咱再来聊聊你之前说的那个小姑娘呗，我还头一回看到你发情呢。段嘉许挂了。等会儿。钱飞的语气带了几分谴责：是不是太久没见，你都没把我当兄弟了？不然你怎么都不跟我说你的事情了？就为这事儿，段嘉许气乐了。你这段时间给我打了多少个电话？你这不是一直没说吗？我这不是好奇吗？钱飞说：你别跟我扯什么罪恶感，整的那姑娘跟未成年似的。段嘉许摸了摸眉心：你哪来那么多话？钱飞：怎么认识的呀？你们公司的？不是。那我也没见你提起平时去哪玩啊。钱飞说真的，开始追了没啊？你不会真就因为年纪小就没胆追吧？段嘉许沉默几秒，忽地笑了：慢慢来吧。那姑娘还把他当亲哥呢，一下子太过了，好像也不行。想到今天自己做的事情，他清了清嗓子：我还真没做过这种事儿，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有点得心应手。听到想要的答案，钱飞反而惊了：你前2天不还跟我说没这回事吗？你说人家姑娘小，别再提这茬了，你今天怎么回事啊？罪恶感没了呀？我都多大年纪了？段嘉许轻笑了声：我要那玩意儿来干嘛？钱飞捏着嗓子吼：禽兽！又安静几秒。
段嘉许侧头看着副驾驶的位置，他忽地想起了在医院醒来的那个早上，小姑娘蜷缩成一团睡着陪护椅上的模样，想起了在她被人当众泼了水，第一反应是护着她的模样，想起了她醉的月份都不知道怎么算，却仍然记得她术后注意事项的模样，想起了刚刚她坐在副驾驶座上，腮帮子鼓得像河豚，吃着草莓的模样，想起了她笑时唇边的2个小梨窝，以及她为了别人哭的模样。段嘉许垂下眼，淡笑着说：“这感觉还挺好。”钱飞，啥？我也快30了，还没怎么做过想做的事情，就想试试。段嘉许低声说，但如果吓着他了，就算了。但我感觉段嘉许用指腹蹭了蹭下唇，想起了刚刚桑稚的反应，闷笑出声：“我还做得挺好的。”上了飞机，桑稚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微信上跟桑岩说了一声之后，便关了机。飞机滑行着，发着轰隆隆的响声，升上了半空中。桑稚把窗户的挡板拉开，往外看，看着颐和市渐渐在自己里的眼里缩小，被一片白雾糊住，直至看不清。他收回了视线，闭着眼休息了一会儿，还是没什么睡意。桑稚干脆从包里拿了本漫画书，翻到自己上次看到的那一页，却什么都看不太进去。桑稚吐了口气，猛地把漫画合上，再次开始回想昨晚的事情。他坐在地上玩雪，段嘉许出现，他开始哭，说自己有个喜欢的人，然后吐在他身上。后来又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话，又哭又喊，极为狼狈。之后被他背着回了学校，就没什么印象了。是极其连贯的记忆，感觉没有缺了哪一部分。但段嘉许今天的反应，怎么像是他喝断片了，然后跟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一样？这么想好像也不怎么对。如果他真说了什么话，他也不可能是今天这个反应。桑稚又想到之前他被人泼了水之后的反应，也是莫名其妙的在笑。然后他昨天吐在他的身上了，他今天也一副心情很好的样子。桑稚，这老男人是不是有点精神失常了？到南吴机场，桑稚下了飞机，按着指示牌的位置，等着拿托运的行李。他打开手机看了眼，看到桑岩回复他的消息，立刻回复：到了，马上出来。他等了半天，终于看到自己的行李箱，拿上之后往外走。桑岩就站在出口外边，穿着件黑色薄外套。他低着眼，单手插兜，另一只手拿着手机，像是在给人回复着什么。桑稚走到他面前，见他迟迟不抬头，桑稚忽地想起他之前在电话里说的话，把口中的哥哥2字咽了回去，亲切地改成桑岩。桑岩的动作停住，凉凉地抬起眼，想造反。桑稚眨眼：你叫我别喊你哥的呀，我让你别找我要钱，你听了吗？还有，跟我说省吃俭用。桑岩上下扫视着他，语气淡淡：你上过称没有？下次再装可怜。桑岩拿过他手里的行李箱，记得减个肥再回来。桑稚很不爽：我才80斤。桑岩说：那你还挺显胖。桑稚忍不住呛回去：你看上去还只有1.5米呢。桑岩无所谓的了声：那你有1米吗？桑荣去外地出差了，家里只有黎平一个人，桌上已经放了几道做好的菜，他还在厨房忙活着。听到门的动静，黎平立刻走了出来，手上还湿漉漉的。桑稚蹦跶着抱住他，好几个月没见，黎平也格外想他，皱着眉看他，嘴上不断念叨着怎么瘦了这么多，唇边的笑意却半点都藏不住。很快，他瞅见后边的桑岩，表情瞬间一变：你这臭小子还知道回来？王阿姨的女儿你是不是没去见？任姑娘之前在那店里等你1个多小时了。桑稚还是头一回听说这个事儿，立刻安静下来，眼珠子咕噜噜的在2个人身上打转。你没事儿给我介绍什么对象？桑岩把桑稚的行李箱放到一边，懒洋洋道：我不都跟你说我不去了吗？黎平恨铁不成钢地骂了几句，又进了厨房里。可能是在这件事情上被说了不少次，桑岩不太在意，抬脚走到沙发前坐下，倒了杯水。桑稚立刻凑到他旁边，好奇道：哥哥，你相亲啊？桑岩瞥他：有你什么事？我不就问问。桑稚对此格外感兴趣：你没去吗？我犯得着去相亲，但你也没对象啊。桑稚仔细地想了想，找到个理由：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去呀？桑岩靠在沙发上，懒得理他。桑稚想起了段嘉许让他帮忙介绍女朋友的话，犹豫了下，还是开了口：要不你跟嘉许哥一块去？闻言，桑岩的眼皮抬了抬，他最近好像也挺想找个女朋友，你可以去颐和找他，或者让他来南吴找你。桑稚诚恳道：然后你们可以组队相个亲。但那样的话，桑稚又突然觉得这事情好像行不通，你可能就比较吃亏，因为就衬托了他嘛，要不你们在。桑岩冷声道：
你能闭嘴？桑稚把话咽了回去，咕哝道：算了，你孤独终老吧。恰好桑延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声，他打开看了眼，忽地扯起唇角，看起来心情大好。小鬼，跟你说个事儿。桑稚瞅他，什么？最近有个姑娘想泡我。桑延说，我没时间应付别人，懂。桑稚有点怀疑自己听到的话，极为一言难尽。你是说有人想追你？所以，桑延熄灭屏幕，缓缓地说，你让那个段嘉许自己一个人用那土到掉渣的情话，快乐地去相亲吧。桑稚，桑延大学毕业没多久就从家里搬出去住了，所以吃完晚饭之后他也没继续待着，跟黎平说了一声之后就走了。桑稚帮着黎平收拾了桌子之后才回到房间，把行李箱里的东西拿出来。他准备的打算送给桑荣和桑延的衣服被他分别装在了2个袋子里。看到这个，桑稚想起了段嘉许说会补送给他的新年礼物，也不知道会送什么。桑稚18岁生日的时候，段嘉许给他寄了一套化妆品，他那个时候还在准备高考，只跟他道了声谢，也没再想起这个事儿。之后那套化妆品被他放到梳妆台上，没再动过。他去宜合适的时候也没想起来要带过去。想到这，桑稚爬了起来，拿上梳妆台上的那个化妆袋。他往里头翻了翻，看了眼牌子，好像还不便宜。这么一想，他现在的条件好像比大学的时候好很多了，有车，住的地段也挺好，应该也没之前那么辛苦了吧。哎，那他为什么还总觉得他可怜兮兮的？桑稚坐回地上，把下巴搁在床沿，默不作声地想着事情。他的思绪有些空，半晌后，脑海里莫名回想起了今天坐在他车上听到那2个不知是不是他听错了的字眼。也行，前面一句是你这么大的，算了，肯定是他听错了，而且说不定他也只是像往常一样说几句话捉弄他一下，可好像也不太对，他以前好像没说过这样的话。桑稚越想越烦，他爬到床上去打了个滚。桑稚拿出手机，不再想这个事情，给段嘉许发了条微信，到家了。想了想，桑稚补充了句，嘉许哥，我哥好像有女朋友了，哥哥2号。桑稚挠了挠头，试探性地说，好像年纪还挺小的。哥哥2号，你哥总不会勾搭未成年？桑稚迟疑道，成年了就行吗？过了好一会儿，段嘉许发了条语音过来。桑稚心跳莫名加快，紧张地点开来，男人低沉的声音顺着听筒过来，散漫又理所当然，成年了，高中毕业了，上大学了，这不就是个小大人了吗？又发来一条，他的声音带了几声笑，怎么不行？因为段嘉许能说出这样的话，桑稚觉得极为不可思议，一晚上也没睡好。但理性来判断，他又觉得他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至少在任何人看来，确实是这个道理。也不是什么跨度极大的年龄差，只是差了个6、7岁。但是桑稚认识段嘉许的时候是13岁，所以也许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在他的眼里，他永远会是那个13岁的模样，没有任何的变化。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遇见了他，所以在他的眼里，他就永远是个孩子。即使他认为他是可以跟他这个年龄层的人谈恋爱的，却并不把他包含在内。桑稚实在睡不着，半夜爬起来，从床底下把一个纸箱扯了出来。他用美工刀把上边的胶带隔开，拿出里边的东西，看到了多年前段嘉许说如果他想要就送给他的那个丑布偶。桑稚把它放到床上，盯着看了好一会儿。良久后，他的嘴角一松，闷闷地冒出了句，假如，我是说假如你没把我当小孩了，我也不可能会追你的。桑稚用手只戳了戳那个布偶，强调着，我又不是没人追，我那么漂亮，而且你都多大年纪了，再过几年你估计皱纹都要长出来了。桑稚嘀咕道，你想得美。钱飞的婚礼定在了年初8，因为他住在南吴，桑稚跟他也算熟悉，除了初中时他来接过他几次，桑稚高中的时候他偶尔也会被桑延带回来在家里吃饭，所以他结婚时也邀请了桑稚。年初8当天，桑稚特地换了身衣服，跟着桑延一块去了。他被安排的位置就是钱飞大学同学的那一桌，大部分都是男人。然后桑稚还看到了段嘉许，桑稚知道他会来，所以也没太惊讶，只是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段嘉许今天穿了件简单的白色衬衫，外搭一件黑色西装，看上去正经了不少，张扬的气质敛了几分。他坐在他对面的位置，旁边坐着一个女人，此时正跟他聊着天。桑稚收回视线，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又看了他一眼。
顿时注意到他今天戴着的领带是他送的那条。似乎是察觉到了他的目光，段嘉许抬起眼朝他看来，桃花眼在顷刻间弯起。下一秒，他跟旁边的女人说了句话，而后站了起身，走到桑延旁边，跟桑延旁边的男人商量了下，两人换了个位置。桑稚就坐在桑延的旁边，听到桑延笑了声，十分欠揍地说：段嘉许，我这才刚坐下来呢，你就赶着过来见爸爸了。段嘉许低着眼换了餐具，没太在意他的话，叫一声爸爸。桑延靠在椅背上，伸手扯过桑稚放在桌上的红包，嘴角歪向一侧，年过完了，爸爸也给你发红包。那红包是桑稚刚出门前一个突然来拜访的亲戚给的。桑稚看了眼，也不好当众抢回来，只能忍气吞声的当没看见，喝着面前的水。段嘉许的眼皮动了动，目光极为快速的从桑稚身上划过，他支招侧脸看向桑延，拖腔带调的说：爸爸喊不太出口，叫哥行不行？桑延挑眉，叫大哥也行。闻言，段嘉许再次看向桑稚，目光直勾勾的，眉眼像是含着情。他轻笑着，一点包袱都没有，也毫不挣扎，瞬间喊了出来：哥哥。这一声极为惊人，桑稚差点被呛到，扯过纸巾咳嗽了好几声。沉默了好几秒，桑延默不作声地盯着他，像不认识了似的。他的额角抽了下，极为无言。你喊叠字是在恶心谁？哥哥。段嘉许把红包拿了过来，指尖在上边敲了两下，吊儿郎当道：谢了。桑延面无表情道：不用谢，拿回来，红包我就按你说的收下了。段嘉许像没听见他的话一样，把红包放进口袋里，笑得温柔。那就这么定了，以后你就是我哥哥了。桑延眼神微妙：你今天发什么神经？没发神经。段嘉许笑，没完没了似的，拖着尾音道：谢谢哥哥关心。主持人在台上准备着，宴会厅突然响起了音乐，全场瞬间安静下来，也终止了段嘉许和桑延的对话。桑延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段嘉许垂眸喝了口水，笑了下。过了几十秒，桑稚觉得这事儿应该已经算翻篇了。借着这个空隙，他往段嘉许的方向看了眼。此刻他正往台上看着，似是在认真听着主持人的介绍，没往这边看。桑稚收回视线，凑到桑延的耳边，小声说：哥哥。他后面的话还没说完，桑延冷不丁地打断他的话：小鬼，别这样喊我，我现在听到这两个字有点想吐。桑稚继续问：嘉许哥干嘛呀？桑延正看着手机，听到这话，他抬眼直接把屏幕递给他看。桑稚看了眼，屏幕上显示着网页，搜索栏是颐和市精神病院。桑延啧了声：我只能帮他到这了。下一秒，桑稚看到桑延又把手机递给了段嘉许，还附带着一句极为关切的话：你回去之后可以直接申请入院了。段嘉许瞥了一眼，温和道：真不用，谢谢哥。这次没等他说完，桑延伸手勒住他的脖子，用力往下摁，像是忍无可忍。老子活了20多年，还没被你一个大老爷们这样叫过。段嘉许稍稍一愣，没反抗。被这样对待，他反而笑了出声，肩膀随之颤动着，带着细碎的气息声：怎么了呀？桑延盯着他看了几秒，就当桑稚以为他要把段嘉许拖出去打一顿的时候，他猛地松开手，扭头对桑稚说：换个位。桑稚在一旁看着戏，听到这话还有些反应不过来，呆呆的呀了声：跟我换位吗？我在坐他旁边。桑延轻飘飘道：前妃估计以为我要闹事了。坐到桑延的位置上，桑稚默默地把自己的餐具都挪了过来。他没往段嘉许的方向看，正想给自己的杯子续点茶的时候，放在一旁的手机震动了下。桑稚收回手，随意地瞥了眼。桑荣在家里的群发了条语音，他直接点开。桑荣，指爸爸买了个巧克力蛋糕，放在冰箱里了，你想吃的话可以吃。我跟你妈今天有应酬，回来会晚。桑稚回了个好，随后他退出这个聊天窗，往下滑了滑。余光注意到段嘉许的目光也往这边看着，桑稚下意识抬了头，立刻给手机熄了屏。你干嘛？段嘉许的眼睫稍抬，突然问：指是谁？桑稚觉得诡异。你又不是不知道。段嘉许笑：是你哥。什么我哥？桑稚莫名其妙：是我的小名。哦。段嘉许拿起茶壶往他的杯子里倒水，边问着：怎么没见你哥这么喊你？他偶尔也会喊。桑稚说：很少而已。都谁这么喊？我爸妈呀。桑稚思考了下，还有我舅舅小姨他们，反正都是比较亲近的人。段嘉许若有所思地嗯了声。过了一会儿，对了，段嘉许漫不经心道：
哥哥2号是什么？桑稚的神色未改，指了指桑延1号，又指了指段嘉许2号。我怎么就成你的2号哥哥了？段嘉许往椅背一靠，侧着头看他，悠悠地说，你哥刚刚是认我这个弟了。桑稚瞅他，提醒道，我哥比你小，我身份证上的年龄是假的。段嘉许笑了声，说话毫无正形，报高了，实际上呢，要年轻一些。那你实际多少？段嘉许说96的。桑稚被他的厚颜无耻惊到了，瞪大眼看了他好一会儿，讷讷道，你说个90就算了，你还说个96，怎么？我看你像69的，想骗谁？多大年纪了还想装18？段嘉许挑眉，你这什么话？他现在说的话，再联想起他刚刚十分乐意地喊桑延哥哥的行为，桑稚犹疑道，哥哥，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是不是最近有很多人说你老？桑稚，你哥也在。段嘉许拿起杯子，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你喊我哥哥，你这喊的是我还是你哥？桑稚顿了下，你以前怎么不这么说？段嘉许，那不是你哥不在吗？哦，嘉许哥。桑稚不太介意称呼的问题，继续问，你是不是去相亲的时候，别人说你年纪大，看不上？相亲？提起这个，段嘉许问，听说你让我跟你哥组队去相亲啊？我就是给你俩提个意见。桑稚一本正经地说，这不就跟联谊一样吗？有个伴心里也有点底。段嘉许淡笑着，可你哥不乐意啊。没等桑稚再开口，段嘉许的眼角稍弯，微微俯身，凑近了他一些，用气音问，要不你跟我组个队？愣了好几秒，桑稚才稍微理解了他话里的意思。你让我陪你去相亲？段嘉许的表情一顿，桑稚的心情有些不痛快。我怎么陪你去相亲？别人有意见的。段嘉许问，什么意见？会说你。桑稚慢吞吞道，去相亲还带上女儿。婚宴结束后还有个闹洞房的环节，桑稚不可能跟着去。见时间差不多了，他跟桑延说了一声，便主动去跟钱妃说了几声祝福。此时将近晚上9点，桑延喝了酒，桑稚也没打算让他送。他认识这个地儿，打算出去之后到附近坐个公交车回家。刚出了宴会厅，没多久，身后传来段嘉许的声音，走那么快干什么？桑稚回头随口道，你也要走了？不是。段嘉许把玩着手里的车钥匙，眉眼低垂着，淡声说，这么晚了，先送你回去。桑稚看了眼，是桑延的车钥匙。你没喝酒吗？段嘉许，还是别了。恰好电梯来了，桑稚走了进去，我到附近坐个公交车就好了。嘉许哥，你也别一来一回跑一趟了，多麻烦。还行。段嘉许掀起眼睑，唇角弯起一个浅浅的弧度，送别人可能会觉得麻烦。桑稚抿了下唇角，没吭声。段嘉许扯了个话题，打算什么时候回学校？明天，所以得回去收拾东西。桑稚说，后天要开学了。我也明天回去。段嘉许说，你订的几点的机票？我哥订的。说到这，桑稚从口袋里摸出手机，小声说，我也忘了几点了，我看看。电梯下到地下停车场，两人走了出去。这样啊。段嘉许敛着下颚，喉咙里莫名发出几声笑，那你看看。桑稚看了眼，明早8点20的飞机。我的机票。段嘉许象征性的拿出手机看了眼，语气很自然，也8点20。那明天咱俩一块去。桑稚看他一眼，点点头。找到桑延刚刚停车的位置，两人上了车。段嘉许正想给自己系上安全带，突然感觉到口袋里有个东西，他拿了出来，发现是刚刚的那个红包。你的红包？桑稚看了过去，没动静。你要还给我吗？段嘉许笑起来，给我们指指。除了上次醉酒的时候，桑稚还是头一回听到他这么喊他。他的呼吸停了一下，手指无意识地玩着衣服上的拉链。你干嘛这么喊我？段嘉许的语气慵懒散漫道，你不是说亲近的人都这么喊？桑稚不自然地哦了声，没拿那个红包，你还是拿着吧，你刚都那样喊我哥了，你这还给我了，不是吃亏了吗？给我们指指。段嘉许一动不动地看着他，顿了2秒才收回视线，声音里含着淡淡的笑意，怎么吃亏？桑稚没再说什么，把红包拿了过来。他给自己拉上安全带，趴在窗前往外看。车子发动，车内一时无言。半晌，桑稚主动开口，嘉许哥，你看钱飞哥以前喝醉酒的时候还说自己找不到对象。桑稚说，现在也结婚了，而且他看起来也很喜欢那个姐姐。你看到的时候，桑稚斟酌着措辞，语速温温吞吞，就没有一种你也想找个伴的念头吗？
你最近怎么不是相亲就是叫我找女朋友的？段嘉许觉得好笑，算起来我也才25吧，急什么？桑稚，那你得等到什么时候？连我哥都有人在追了。他也不想总催他，但又怕他干脆决定不找，然后也没有别的人催他。明年又得一个人过年，生病了也不去看医生，什么都一个人。车内放着舒缓的情歌，轻轻的，悠长的，像是给这气氛染上了几分旖旎。段嘉许的五官利落分明，外边的路灯打进来，昏黄色的光让他的表情看上去柔和了不少。他的目光看着前方，看起来不太在意。见他一直不说话，桑稚以为自己把他说烦了，沉默了好一会儿，才道：你别不开心，我看我妈老说我哥也不开心，我就是不想。他不好提他家里的事情，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小声道：我以后不说了。段嘉许突然道：你今年多大来着？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这个。桑稚愣了下，而后想了想，说：过完生日19了。回答了之后也没见他搭腔。桑稚有些疑惑，怎么了吗？随后他听到段嘉许笑了声，语气似是意有所指。那再过1年吧。啊，再过1年你都27了吧？他的话有些跳脱，桑稚一时没太反应过来，很快就觉得不对劲。不是，你突然问我的年龄干什么？我看你今晚总提这事儿。怎么了？我刚刚没听出来。段嘉许笑，现在听出来了。什么呀？你这话的意思不就是……段嘉许的语气松松散散，带了几分调侃。看到钱妃结婚，你也想结婚了？桑稚，小年纪想什么呢？哥哥给你算个年龄，这不是发现你还没到法定婚龄吗？段嘉许说，再过1年我们直指就能嫁人了，不要急。桑稚忍了忍，不再看他，我懒得跟你说。还有，再过1年我也才26，什么27？段嘉许说，多的那1岁我可不认啊。桑稚忍不住反驳，你今年26了，什么25？生日还没过，只能算25。段嘉许转着方向盘，把车子开进桑稚住的小区里。我们年纪大的，对年龄很敏感的，理解一下。沉默几秒，桑稚觉得古怪，又开始猜测最近是不是真有人说你老。段嘉许懒懒道，除了你这个小朋友，还有谁能说我老？桑稚顿了下，也有点心虚。我也没说几次吧。从我20岁就开始说。段嘉许的声音停顿了下，淡淡道，让我这辈子就没觉得自己年轻过。恰好车到桑稚家楼下，桑稚迅速把安全带解开，装作没听见他的话。那我回家了，谢谢嘉许哥。明天那么早的飞机，你记得早点休息。等会儿。桑稚侧头，怎么了？段嘉许伸手松了松脖子上的领带，忽地从另一个口袋里拿出了个4方的盒子，弯着唇道，给直指的新年礼物。他还以为他忘了。桑稚缓慢地眨了下眼，伸手接过，谢谢。桑稚回到家，往客厅看了眼，桑荣和黎平果然还没回来。他直接回了房间，坐在床边的地毯上，从包里翻出刚刚段嘉许给的那个盒子，很简单的一个纯色盒子，中央印着标志。他伸手把盒子打开，里边是一个银色的手镯，样式看上去是只狐狸，两端分别是头和尾，用一条链子连上，小碎钻点缀，缠绕一圈，里边刻了 SZ 2个字母。桑稚戴到手上，盯着看了好一会儿，随后他拿出手机，犹豫着上网搜了下送手镯的含义，跳出来的第一条，不同人送的含义不同。桑稚戳开来看，男人送手镯，含义是表示喜欢，并会一生一世守着你。看到这一句，桑稚的心跳停了半拍，舔着唇继续往下看。长辈也经常把手镯充当礼物送给晚辈，以此来表示自己永远的关心和祝福。行吧。桑稚的心情莫名变得有些空落落。半晌，他吐了口气，把手镯放回了盒子里。他没再想这个，起身拉过行李箱，开始收拾明天要带回学校的行李。除了先前带回来的那些，桑稚看了一圈，还把段嘉许送的那套化妆品带上了。他洗了个澡，到客厅切了块蛋糕吃，之后便回到房间，躺到床上。桑稚拿出手机，调了个闹钟，而后给段嘉许发微信：那明天6点出发，我们打个车过去。哥哥2号。桑稚想起一个事儿，又问：嘉许哥，你怎么都不喝酒的？钱妃结婚，连他都喝了1小杯，他居然一口都没喝。桑稚本来还以为他会被灌不少，这么一想，他好像从没见过他喝酒。过了好一会儿，哥哥2号，酒精过敏。桑稚，哦，也挺好。桑稚，反正也不好喝，比我不能喝牛奶吃牛肉好多了。时间渐晚，桑稚抱着手机开始犯困，眼睛一闭，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彻底失了意识之前，他忽地想起了段嘉许今天说的那句话，给我们指指怎么吃亏。第二天凌晨5点，桑稚就爬了起来。天还没亮，外头也没听到黎平和桑荣的动静，怕吵到他们。桑稚的动作轻轻的进厕所里快速的洗漱完出来的时候，黎平也裹着个外套从房间里出来了。指指，黎平的精神不太好，我跟你爸昨天都喝了酒，不能开车送你去机场了，我打个电话叫你哥来送你去。不用了，吵醒了他。桑稚有些愧疚，小声说，我跟嘉许哥一块去，他昨天回来参加钱飞哥的婚礼了，今天也回颐和。是吗？你回去睡吧。桑稚说，哥哥也喝了酒，别叫他了。桑稚回到房间，给段嘉许发了条微信，嘉许哥，你醒了吗？段嘉许秒回，醒了。他放下心，坐到梳妆台前，飞快地化了个淡妆。桑稚换了身衣服之后，便拉上行李箱往外走。这个时间点，外头的气温比想象中的还低，刀片一样的凉意，带着微微的湿气，顺着毛孔钻进骨子里。桑稚吸了吸鼻子，翻出手机，给段嘉许打了个电话。很快，电话那头接了起来，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熬了夜，顺着电流过来，清润又朗朗。出来了。桑稚了声，我现在准备出小区了，你在哪？就在你小区外面这家面包店。段嘉许说，买早餐呢，你吃了没？还没。那想吃什么？吃个三明治就好了吧。桑稚想了想，还想吃个蛋挞。行。桑稚挂了电话，手动到有些僵硬。他缩着脖子，从包里把手套拿出来，戴上，而后继续慢悠悠地拖着行李箱。他出了小区，一眼就瞅见不远处拿着个黑色行李袋的段嘉许。段嘉许走过来，把手上的塑料袋递给他，顺手拉过他的行李箱，把自己的行李袋放在上边。桑稚看了眼，你吃了吗？没，一会儿在车上吃。段嘉许说，你先喝个豆浆垫垫肚子。哦。桑稚把塑料袋勾在手腕上，拆下手套，用吸管戳破一瓶，递给他，你喝。段嘉许接过，笑道，谢谢指指。两人在路边等了一会儿，拦了辆出租车。桑稚坐了上去，从袋子里递了给三明治给他，而后自顾自地拆着另一个包装。桑稚正准备咬一口的时候，突然注意到段嘉许毫无动静，只是侧着头看着他手上的三明治。被他这么盯着，桑稚也不好意思，迟疑地把手里的三明治递给他，你要？段嘉许接了过来，语气温柔到近似暧昧。谢谢指指。桑稚莫名其妙，袋子里就剩一打蛋挞。桑稚只能拿了一个出来啃，边盯着他手上的三明治，看上去有些不乐意。你要吃2个吗？段嘉许他花钱买的。桑稚也不好说什么，但又记得刚刚跟他说了要吃三明治的，只能委婉道，那你怎么不买3个？买3个做什么？段嘉许似是没听懂，说话吊儿郎当的，我吃不下3个。桑稚忍着火，继续啃着蛋挞。没多久，段嘉许吃完了一个，把另一个的包装也拆开。他的动作停住，眉梢微扬，递到桑稚的面前。吃嘛？桑稚很有骨气，眼皮也没抬一下。不吃。段嘉许，就吃个蛋挞能饱。桑稚，不能。那怎么不吃？我不吃嗟来之食。段嘉许愣了下，忽地低笑起来，像是饶有兴致那般，怎么就嗟来之食了？桑稚自顾自地喝着豆浆，你吃不下了才给我。吃不下。这么大点的三明治，段嘉许说，我还能吃3个。桑稚侧头，那你刚刚怎么不给我？跟你闹着玩呢。段嘉许一双眼深邃又亮，直直地盯着他，从容道，你跟哥哥撒个娇，哥哥不就给你了？这男人真是越老越不要脸。桑稚忍着吐槽的冲动，你想得美，你要准备一下。段嘉许把三明治放进他的手里，那你准备吧，哥哥等着。桑稚格外较真，认真地重复了一遍，我说你想得美。段嘉许笑，我们指指撒起娇来，真可爱。桑稚莫名懂了桑言昨天的感受，是真的能被他的没皮没脸气的胸闷，却又想不到什么办法回击。桑稚不再搭理他，把三明治吃完就戴上外套上的帽子，靠着座椅合了眼。他今天起得早，没多久就睡了过去。再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机场。两人去取了登机牌，选了并排的2个位置。桑稚还觉得困，到候机厅又找了个位置，继续闭着眼睡觉。开始登机都是段嘉许把他叫醒的。两人的位置是连着3个座，他们2个坐在靠里的位置。段嘉许让桑稚坐到最里边去，提醒着他把安全带系好。桑稚从包里摸出瓶子，里头的水是刚刚段嘉许替他在候机厅装的。他打开瓶盖，小口小口地喝着。
段嘉许跟桑稚说着话。冷不冷？桑稚摇头。不冷。很快，段嘉许旁边的那个人也落了座。男人把身上的包放到行李架上，随后他坐到位置上，看了眼旁边的段嘉许，没多久就收回了视线。下一刻，他又像是觉得不对劲，再度看了过去，盯着段嘉许看了好一会儿。哎，你是段嘉许吧？听到这话，段嘉许转过头，桑稚也顺着这声音看了过去，是一个跟段嘉许差不多年纪的男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面容白白净净的，穿着简单的运动外套。真是你？男人兴奋道，我元朗啊，记得吗？咱俩一个初中的。段嘉许安静地看着他，没说话。好久没见啊，算起来都多少年了，咱俩以前好像还是同桌吧。元朗又道，我看他们好像前阵子又弄了次同学聚会，怎么也没见你去。我这次是因为我妈生病了才没去。段嘉许收回视线，淡笑着说，没时间。也是。察觉到他的冷漠，元朗打着哈哈，听江颖说，你现在的工作可忙了，赚的应该不少吧。说完，注意到他旁边的桑稚，元朗好奇道，这是你女朋友吗？不对，我怎么听说你跟江颖要结婚了呀？桑稚愣了。段嘉许明显也觉得不可思议，撇过头。顿了好几秒后，他忽地扯着嘴角笑了，语气极为荒唐，你说什么不是吗？我也忘了听谁说的了。元朗有些尴尬，对着桑稚说，您别介意呀，我这嘴没把门的，就那么一说。桑稚凑到段嘉许耳边，小声问，江颖是谁啊？段嘉许淡淡道，之前在火锅店遇到的那个女人。桑稚回想了下，有些理不清这个关系了。旁边的元朗又问了句，所以这是你女朋友啊？段嘉许侧过头，低声说了句什么，桑稚没太听清。很快，段嘉许又转过头看向他。桑稚迟疑道，那……注意到他的表情，段嘉许认真解释，没那个关系，也不是前女友。他盯着桑稚，眉眼舒展了些。而且我好像答应过你。桑稚没反应过来。什么？如果要交女朋友，段嘉许掀起眼皮，慢慢的说着，会先给我们指指看看的。桑稚啊了声，收回视线，迟钝的点点头，低头琢磨着这话的意思。他以为他早就已经忘了这事儿，亦或者是根本没当回事。而且桑稚没见他提过谈了女朋友的事情，也没见他带给他看。那之前在机场的那个是谁？桑稚又看向他，忍不住问，那之前那个呢？段嘉许。哪个？就是不知道自己突然提起那么久远的事情会不会显得怪异。桑稚玩着手指，假装不经意地问，我高一的时候来颐和，跟你一块来机场的那个姐姐。你高一的时候？桑稚纠结了几秒，只能说得更精准一些，来加强他的记忆。我过来找我的那个网恋对象的那次。段嘉许想起来了，我上司。桑稚抿了抿唇，硬着头皮，干巴巴地继续问，那他怎么跟你一块过来？那会儿我还不会开车吧？3年前的事情，段嘉许记不太清了，回忆了下，而且那天好像通宵加班了，有点不舒服。你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刚好听到了，就顺带载我过去。段嘉许侧头看向他，状似无意的补充，人孩子都上小学了。桑稚的思绪一时有些空，忽地想起了自己极为难熬的那段时间，想起了被他藏进箱子里封锁起来的所有回忆，想起了他刻意为之的疏远，想起了那段他单方面开始又单方面结束的暗恋。桑稚沉默的点头，心不在焉地问，那你怎么一直没找对象？段嘉许随口说，你哥不也没找？桑稚想起舍友的话，面色复杂道，那你总不能是一直在等我哥吧？段嘉许好笑道，说什么呢？桑稚低声说，我就是觉得奇怪。刚毕业的时候没时间。段嘉许漫不经心道，这2年被我那上司介绍了好几个，不太合适。桑稚哦了声，没再继续问。飞机起飞，空姐拿着毛毯在发放，桑稚跟他要了一条，盖到自己的脑袋上，假装要睡觉的样子。他的脑袋偏向窗户的那一侧，眼睛闭了又睁开，很快又闭上，像是在想事情。半晌，桑稚稍稍低了头。从前觉得是伤疤的地方，在此刻都莫名像是被人用蜜填补上。他用力抿着唇，藏在毛毯里的嘴角仍然控制不住般的弯了起来，毫无声息。飞机到达颐和市，下飞机之前，桑稚听到那个叫元朗的人跟段嘉许要了联系方式，两人找了个地方解决了午饭之后，段嘉许把桑稚送回了学校。此时刚过还不到1点，宿舍只有宁威一个人。桑稚的宿舍没电梯，住在3楼。段嘉许帮他把行李箱扛上了宿舍，也没多待，礼貌性的跟宁威打了声招呼，又嘱咐了桑稚几句话，很快就离开了。
等他走了，宁威好奇道：“他这是以什么身份送你过来的？”桑稚蹲在地上，拉开行李箱，开始收拾东西。长辈吧，宁威说，还长辈啊？桑稚沉默几秒，其实我也不大清楚。听到这话，宁威立刻凑了过去，眨着眼道：“这是发生了什么？我现在就有点分不清。”桑稚思考了下，语气有些迟疑，因为我感觉他以前说话好像也是这样的。啊，但又好像不太一样。他跟你说什么了吗？桑稚停下动作，小声道：“他刚刚跟我说，这几年他没谈恋爱，说是没找着合适的。”等会儿，那他以前谈过恋爱吗？宁威惊了，不会没有吧？这我就不知道了。桑稚说，我总不好问那么多。那你说，觉得分不清是什么意思呀？我小时候他就这样说话，比如他载我回家，然后还会说我偷偷笑什么，或者是说我见到他就脸红。桑稚挠了挠头，就挺不要脸的一个人。他最近我感觉有点变本加厉。桑稚吐了口气，磨磨蹭蹭道：“我就分不清，你懂吧？感觉也可能是我自作多情了。”宁威，你觉得他可能也有点喜欢你呀？没。桑稚立刻否认，也不是。注意到宁威的表情，桑稚跟他对视了好几秒，突然泄了气。好吧，是有那么一点儿。宁威，你干嘛连有这个想法都不敢说？你条件又不差。因为我觉得不太可能，而且我自己挺清楚一点的。桑稚轻声道，因为我喜欢他，因为有这种心思在，所以他的一些对他来说觉得很正常的举动，可能也会被我曲解了意思。桑稚笑了声，我还挺有经验的。暗恋的人，自恋却又自卑，而且这关系本来就不太好转变。桑稚低下眼，继续收拾着东西。要是他是个陌生人，我现在估计就去追了。追不到，大不了就不联系了，也没什么好怕的。宁威不太懂他的感受，叹息了声，又问：“你来颐和之前，你们多少年没见了呀？感觉我初二之后就没怎么见了吧？”桑稚补充了句：“初二下学期之后他就很忙了，后来就回颐和了。你认识他的时候多大？初一下学期。你是觉得他是看着你长大的，不可能有那个心思吗？差不多吧。那如果按你这样算的话，宁威无辜道，你初二之后就跟他没怎么见过了，一直到大一才再见面，这哪能算看着你长大？好像有点道理。”桑稚一时也不知道怎么说，犹豫道：“这中间的时间也有见过几次。讲道理。”宁威说：“我高三那个暑假，我爸抱了条狗回来养，那1个月贼黏我。我这个寒假回去，他都不认得我了。连狗这么忠诚的动物都这样，你这几年才见几面，算什么看着长大呀？”宁威说：“顶多算个小时候认识的哥哥，但他有给我送礼物啊。”桑稚说：“还有平时也会问我的学习什么的。”哦，宁威说：“那勉强算个网友吧。我就是按我的想法说，你听着就好。我弟弟现在也读初中，假如他有个朋友，我认识，也把他当小朋友。”宁威说：“他长大之后，如果长得还挺帅，来追我。”桑稚看着他，宁威笑眯眯的：“对不起，我还真有可能，嘿嘿嘿。”那你觉得？桑稚眼巴巴道：“我现在要怎么办？就顺其自然吧。”宁威说：“你也不要老觉得他比你大什么的，正常来相处就行。如果他撩你什么的，你就也撩回去。”桑稚有些郁闷，点点头。话说，变本加厉是什么意思啊？宁威好奇道：“你觉得以前的相处方式好一点，还是现在的好一点？”桑稚认真想了想，我觉得最近的有点不知道怎么形容。他莫名想起了桑延的那句土到掉渣的情话，不好意思说出来，只能含糊道：“原本的就挺好。”回到家之后，段嘉许看了眼微信，刚刚在飞机上遇到的元朗给他发来了好友验证，他随意的扫了眼，没按同意，直接退了出来。段嘉许拿了换洗衣物，进厕所快速洗了个澡，随后回了房间，躺到床上打算补个眠。手机在此刻响了起来，段嘉许看了眼来电显示，接了起来：“钱飞，你到颐和了？”段嘉许：“钱飞有些忧伤：“你这次一去，咱俩又要多久才能见一面了？”段嘉许笑了声，懒洋洋道：“要不是你结婚了，听你这语气，我还以为你暗恋我。”“什么呀？”钱飞说：“我还想着你动作快一点，我这次结婚的时候，你能把你喜欢的那姑娘带过来，让兄弟们见一面。”段嘉许：“哪那么快？”钱飞吐槽：“你不说你做的挺好的吗？”提起这个，段嘉许的眼皮抬了抬，坐了起来。他有些难以言喻，轻咳了声，还是别提这事了。怎么？你说这小姑娘喜欢的类型怎么这么奇怪？段嘉许无言道直笑，我真没见过这种人。啊，兄弟。
想到叫桑延的那声哥哥，以及这几天桑稚的反应，段嘉许眉心一跳，虽然还挺有意思，但我真觉得荒唐。钱飞说，你他妈能不能别吊我胃口？段嘉许没了睡意，起身坐到客厅，从茶几下拿了包烟出来，用打火机把烟头点燃，他思忖了下，笑道，真有点难。钱飞要疯了。什么呀？那姑娘跟我说了个喜欢的类型。段嘉许咬着烟，神色慵懒，我这段时间学了点。钱飞不可思议道，你没事吧？你学别人干什么？段嘉许低笑着，这不是走捷径吗？钱飞，有用。段嘉许挑眉，确实没什么用。钱飞，那你的打算？段嘉许，再说吧，你就不怕人姑娘看上别人了呀？这不挺正常的事儿？段嘉许扯了扯唇角，不咸不淡地说，遇到个好点的人就行。你怎么活得跟个出家人似的？钱飞苦口婆心道，你正常来不就得了？你这学的跟替代品有区别吗？兄弟，咱又不是条件多差，还得这样讨好人啊。段嘉许坐直起来，指尖轻敲，把烟灰抖落。他没吭声。钱飞，话说那姑娘说的是什么类型？这次段嘉许没瞒着。南湖离经，按我的理解，大概就是段嘉许停顿了几秒，悠悠道，风骚、浪荡、无耻的结合版。钱飞忍不住道，这说的不就是你吗？段嘉许被烟呛到，咳嗽了几声，你这什么话？我问你个事儿。钱飞认真思考了下，诚恳道，毕竟我也没见过你说的这姑娘，你自己想想，她说的有没有可能是你呀？段嘉许的表情一顿，女人总是口是心非的。钱飞一副过来人的样子，总不能她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自己得观察一下，她说有这个人，你见过吗？段嘉许把烟头摁灭，神色若有所思。钱飞，我大学时给人当备胎也这样。兄弟，你记得吗？外语系的那个，一跟男朋友分手就找我，复合了又问我有没有喜欢的人，他给我出谋划策，我就按着他的性格编了一个。半晌，段嘉许出了声，可能性不大。过了几秒，他又喃喃道，但也有可能。算了，我懒得跟你说了，我老婆叫我了。钱飞说，还有，我提醒你一句，你这个人本来就那样了，你也别刻意那样了，不然就会有点用力过猛。段嘉许说，等会儿。干嘛？这事你跟别人说了吗？钱飞嘿嘿的笑，没呢，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吗？这就别说了吧。段嘉许缓缓道，难得跟你说点心事，总告诉别人，还挺让人伤心的。挂了电话，段嘉许又在客厅坐了一会儿，他想着桑稚醉酒时说的话，又开始想着再往前点的事情，但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记忆都冲淡了不少。昨晚熬了夜，今天起得又早，段嘉许此时太阳穴处绷紧，还有些疼。他站起身，不再想这个事情。段嘉许回了房间，听到手机响了声，又扫了一眼，发现又有个好友验证，备注写着我是江颖。他把手机盖上，趴到床上合了眼，吵醒他的是一连串的电话铃声。段嘉许坐了起来，看到外头的天已经暗了下来，房间里黑沉沉的，只有手机屏幕亮着光。来电显示是颐和市的陌生号码，段嘉许盯着看了2秒，接了起来。听筒里瞬间响起了江颖的哭声，像是喝了酒，听起来迷迷糊糊的。段嘉许，你可终于接我电话了，我找你还得用别人的号码。我听元朗说你在追一个女的，真的假的？段嘉许的语气不带情绪。你有事？我过成这样，你凭什么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江颖说，我原谅你了，好吗？咱俩，我问你个事儿，元朗说咱俩要结婚了。你传的？段嘉许打断他的话，吊儿郎当道，你难不成想让我娶你呀？沉默下来，几秒后，江颖轻声冒出了句，不行吗？段嘉许唇角的弧度一敛，直接挂了电话。他站起身，找到工具把电话卡拔了出来，折断，扔进垃圾桶里。他的太阳穴突突的发着疼，胃也随之疼了起来。段嘉许进了厕所里，像是觉得极为恶心，他弯下腰，莫名吐了几口酸水出来。段嘉许打开水龙头，漱了漱口，用冷水洗着脸。良久，段嘉许抬起眼，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忽地笑了下。你相信吗？这年头还有人认为罪名这种东西是应该要连坐的。大一下学期的课明显多了不少，桑稚的课表都是满的，一周下来除了周末也没什么空闲时间。年后段嘉许的工作似乎也忙，没日没夜的加班，两人各有各的事情，沟通基本都是通过微信。虽然宁威是那么说，但桑稚跟他相处起来还是跟先前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也许是隔着一道屏幕的关系，
他也没再像先前那样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转眼间3月就到了底，两人约好周5晚上一起吃个饭。下课之后，桑稚回宿舍把东西放好，正打算出门的时候，段嘉许给他来了个电话。桑稚边接起来，边从包里拿出口红，薄薄在唇上抹了一层。你现在在哪？段嘉许说，组里突然说要弄个聚餐。桑稚的动作停住，猜测道，那我不用出门了吗？段嘉许松散道，我这不是来问你意见，你不想跟他们一块吃就不去了，咱俩吃别的。没事儿，吃什么不是吃，桑稚不太介意，去吧。那你出来吧。段嘉许说，我在门口了。桑稚挂了电话，理了理头发，他又瞅了几眼镜子里的自己，很快就出了门，往校门口的方向走。段嘉许的车就停在校外，桑稚坐了上去，跟他打了声招呼，嘉许哥。1个月没见，段嘉许的头发长长了些，微微遮盖了眉毛，面容冷白，眼睛下方一层青灰色，看上去是熬了不少的夜，有些睡眠不足。段嘉许嗯了声，扫了他一眼，便发动了车子。桑稚，你们聚餐定了地点了吗？段嘉许，就上回那家火锅店。桑稚点头，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干脆低头玩起了手机。过了一会儿，段嘉许主动开口道，最近课很多。对呀，桑稚说，周1到周5的课表都是满的，自己注意休息。哦。又过了一会儿，段嘉许慢条斯理地问，还有去找那个南狐狸精吗？桑稚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问这个干嘛？段嘉许笑，随便聊聊。桑稚没吭声，继续玩手机。段嘉许，你说的那个人是你们学校的？桑稚老实道，不是。那你还能认识谁？见他没完没了了，桑稚有点怕会露出破绽，熄了屏，磕磕绊绊编着谎言，就我在校外认识的。段嘉许，这样啊。桑稚松了口气，看向窗外。段嘉许又问，怎么认识的？窒息了。他到底哪来那么多问题？桑稚硬着头皮，中规中矩地说，出去玩的时候认识的。段嘉许，在哪认识的？好像是，桑稚迟疑道，酒吧吧，我学校附近的酒吧。段嘉许看着前方，想到再次跟他见面是在 KTV 的小门外，他忽地弯起唇角，慢慢的放出了个鱼饵。是吗？我怎么听你喝醉的时候说是在 KTV 认识的？桑稚愣了，他还真说了什么吗？他真断片了。桑稚吓得有些说不出话，他没敢看他，舔了舔唇，改口道，哦，好像确实是 KTV， 我记错了。沉默了好几秒，而后桑稚听到段嘉许突然笑出了声，桑稚立刻看向他，有些心虚。怎么了？段嘉许还在笑，带着浅浅的气息，他的心情似乎极好，桃花眼明而亮，稍稍扬起。没什么，就突然觉得。段嘉许勉强收敛了笑意，低声道，你前飞哥还挺聪明。怎么就扯到前飞哥了？聊着聊着天，就突然觉得他聪明。桑稚完全摸不透他的想法，只能附和般地点了点头。他沉默着，又点亮手机，在微信的通讯录里找到钱飞，想问点什么，又感觉自己从没找过他，突然因为这事儿去找他，好像有些奇怪。而且他跟段嘉许关系好，估计也不会轻易告诉他。桑稚决定自力更生，努力思考着这几句话的逻辑性。他想了好一会儿，真想不到有什么关联。不过，桑稚突然反应过来一个事儿，他为什么要乖乖回答他的问题？他为什么要像犯人一样乖乖地被他审问？这事情好像也跟他没什么关系吧？他为什么要编谎言回答，直接保持沉默？他也一点办法都没有吧？意识到自己刚刚傻乎乎的反应，桑稚闷闷地吐了口气，总觉得好像是掉进了个坑里，语气半点没法宣泄，只能自己憋着。下一刻，段嘉许漫不经意地问，怎么喜欢上的？桑稚趴在车窗上，看都不看他，半天没等到他的回应。也许是察觉到他的不悦，段嘉许没再继续这个话题，平静地说，一会儿都是不认识的人，会不会觉得不自在？桑稚语气硬邦邦的，不会。段嘉许，如果不想待了就跟我说。桑稚，哦。段嘉许用余光扫了他一眼，问道，话怎么这么少？不少。桑稚看着外边五彩斑斓的霓虹灯，憋半天还是没忍不住说，还有，我不是有意见的意思，我就提醒一下，你可能没注意到，是你的话太多了。我真不是有意见的意思。桑稚板着脸，刻意重复了一遍，你要想继续说也行，我就只是提醒一下。段嘉许又笑出声，我话多呀。段嘉许虚心请教，哪儿多？
就这一路，桑稚被他问了几百个问题，他有些不耐烦了，猛地转过头说：“你能不能别再说疑问句了？”段嘉许挑眉，下意识道：“为什么？”桑稚盯着他，明显要炸了。没等他说出话来，段嘉许又慢条斯理地补了2个字：句号。聚餐的地点就定在上次段嘉许和桑稚排了半天的队，最后因为那意外，还是没吃成的那家火锅店。其他人基本都已经到那了。3张方形的桌子被拼在一块，组成一个大桌，锅底也有3个。桑稚粗略地看了眼，大约有10来个人。角落还空着2个位，应该是特意留给他们的。桑稚还看到了之前在机场见到的那个女人，其中一个留着寸头的男人瞧见，笑嘻嘻道：“段哥，你来的也太晚了吧，我们这都开始吃上了。”段嘉许淡笑着解释：“接人，寸头男，女朋友啊。”闻言，段嘉许侧头看了桑稚一眼，而后平静地说了2个字：“朋友。”听到这2个字，桑稚愣了下，镇定自若地跟他们打了声招呼，被段嘉许带着走到最靠里的位置坐下。他伸手拆着餐具，有些心不在焉。他居然说的是朋友，居然不是妹妹。桑稚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很快，坐在桑稚对面的男人把菜单递了过来，笑道：“你们看看还要不要加点什么？”段嘉许在桑稚旁边坐下：“你看看要吃什么？”桑稚点头，扫了眼，随便加了几个，而后把菜单推到段嘉许的面前：“嘉许哥，我想去个洗手间。”出去往左走，段嘉许说自己能找到。那去吧。火锅店内没有自带厕所，但商城每层楼都有配一个。桑稚跟段嘉许来过这个地方，对这层楼还有些印象，没一会儿就看到了厕所的位置。桑稚走进去，上了个厕所，从隔间里出来。一出来就看到段嘉许口中的上司站在其中一个洗手台前。桑稚的脚步停了下，莫名有一丝的尴尬，很快就走了过去。他打开水龙头，礼貌地跟他打了声招呼。女人抽了张纸巾擦手，温柔道：“你是桑稚吧？”桑稚点头：“我叫江思云，你叫我江姐就行。”江思云笑了笑：“我之前跟嘉许去机场接过你的，还记得我吗？”桑稚忙道：“记得的。”江思云在这边读大学吗？对。两人并肩出了厕所，江思云继续说：“我记得那会儿见你，看起来还小小的，这会儿都快比我高了。我发育比较慢。”桑稚小声说：“而且应该不会再长个了。”江思云：“可以了，小姑娘也不用长太高。”桑稚又点点头。江思云的语气和缓，听起来很舒服。在机场见到的那次，也没好好跟你打声招呼。桑稚：“没事儿，本来也麻烦您了。这么一想，我当时跟过去其实不太合适，主要也没多想，就是想帮个忙。”江思云笑道：“因为嘉许那天有点发烧了，我本来想让我老公送他过去，但他临时要去见个客户。”桑稚抬眼，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这几年他帮了公司不少忙，我和我老公都想多帮他一点。当时看他状态不好，我就下车帮他一起找你了。后来嘉许还怕有个陌生人在，你会觉得不自在，让我先走，所以我也没继续待着。江思云说：“也没来得及跟你道个别。”桑稚挠了挠头，又说了句：“没事儿。”恰好回到火锅店里，江思云拍了拍他的手臂，两人都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桑稚往他的方向看了眼，才注意到他跟他旁边的男人举止格外亲密。桑稚收回视线，总觉得他刚刚跟自己说的话好像是在解释，可江思云好像也没必要跟自己解释那么多，总不能是就见了这2次就看出了他的心思吧？他也没那么明显吧？下一刻，段嘉许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发什么呆？吃东西。”桑稚回过神：“哦。”吃完晚饭，一行人还打算继续下一场。这次段嘉许没跟着去，跟他们道了别之后，便带着桑稚到附近逛逛。桑稚拿出手机问道：“嘉许哥，我们要不去看个电影？”段嘉许：“看什么？看大白啊。”大白？超能陆战队？听他的语气，像是听都没听过。桑稚忍不住看了他一眼，一个动画电影。段嘉许拉长尾音啊了声，懒散道：“这个呀。”桑稚也没戳穿他，又低了头看着最近的场次，不知道下架没有，我一直没来得及去看。找着了。桑稚给他看，这家电影院就在这的5楼，8点半有一场，我们订这个。段嘉许：“行。”路过一家奶茶店的时候，桑稚指了指，说：“嘉许哥，我想去买杯乌龙茶喝，你有没有想喝的？”段嘉许：“我不喝，你喝吧。”“那你看电影不可吗？我一会儿去买瓶水。”养生老土老男人。
什么都不懂，也什么都不喝。这家店的生意好，店外排了不少人。两人排了好一会儿的队，桑稚才下了单，拿着蚝到一旁等着。他看了眼时间，眨眨眼，要不你先去旁边买瓶水，不然一会儿不够时间了。段嘉许想了想，那你在这等着，别乱跑。桑稚哦了声，在奶茶店里找了个位置坐下，边坐着边等。段嘉许回来的时候，也刚好叫到他的号。杯子是不透明的纸杯，拿起来还能感受到里边的温热。桑稚把小吸管插进瓶口里，低头喝了一口。刚入口就觉得不太对劲，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嘴里的饮料已经咽下了肚子里。他的脚步停了下来，注意到他的动静，段嘉许撇头怎么了？嘴里还残留着味道。桑稚舔了舔唇，犹疑道：这杯东西好像不是乌龙茶，有点像。没等他说完，段嘉许就接过他的瓶子，打开盖子看了眼。他的表情有了变化，皱着眉说：这是奶茶。桑稚啊了声，下意识看他，也许是心理反应，他觉得自己的脸瞬间痒了起来。可我点的乌龙茶呀。段嘉许抬了眼，目光一顿：你脸上起红疹了。桑稚条件反射地摸了摸脸，觉得喉咙似乎也有点肿了，说话有些艰难，我就喝了一小口。段嘉许的喉结滚了滚，神色不太好看，立刻扯着他往楼下走。先去医院。所幸是喝的量少，桑稚到医院打了针，症状渐渐减退。他甚至还有心思把电影票退了，一边说着：嘉许哥。段嘉许拿着单给他拿药回来。怎么？桑稚眨了下眼，忍不住说：奶茶还挺好喝的。段嘉许觉得荒唐，你难不成还想喝？不敢喝。我这不是没喝过吗？就发表一下我的想法。桑稚摇了摇头，嘀咕道：我上一回喝牛奶吐了一个晚上，我哪敢再喝。说起这个，段嘉许想起一件事情，似是而非地问：我以前是不是给你买过牛奶？桑稚顿了下，含糊地嗯了声。段嘉许沉默几秒：你喝了？没有。桑稚连忙道：给别人喝了。他不能喝牛奶的事情，段嘉许还是某次在桑稚家待着的时候听到黎平说的。他站在他前面，觉得不太对劲。你不能喝，怎么不跟我说？桑稚小声说：那我也没喝啊。段嘉许盯着他，像是在回想什么，好半晌后才又开了口：你以后在外面喝这些饮料之前，自己要先打开盖子检查一下。桑稚的脸上还有红疹，不想让他看到，头一直低着。两人出了医院，并肩往停车场的方向走。桑稚的脸上还有些痒，总不自觉地伸手想去挠。到后面，段嘉许直接扣住他的两只手，牵着他往前走。他站在他身侧，盯着这个动作，总感觉自己像是条狗在被他遛。走到一半，桑稚突然想起今天他跟同事介绍他，说的是朋友的事情。他抿了下唇角，内心斗争了好半天，还是问了出来：嘉许哥，你今天怎么跟他们说我是你朋友？顿了下，他又补了一句：你以前不都说我是你妹吗？听到这话，段嘉许回了头。静谧的夜，刺眼的白光，空旷的停车场。桑稚用围巾遮着半张脸，稍稍抬了眼，注意到他的微微扬起的眉眼，带着几分缱绻，以及弯着小小弧度的嘴唇。他的心跳莫名开始加快。极为短暂的沉默过后，刺骨的寒风吹过，耳边哗哗地响着。下一刻，段嘉许开了口，低沉的话语顺着这风刮进了桑稚的耳朵里：还真把我当你哥了。